穿越古代，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兄长有2大遗产：一、漂亮嫂子方柔，肤白貌美大长腿，还是妥妥的富家千金；二、差役的身份。这个时代的差役群体不再是下九流，是拥有独立的调查权、缉拿权、刑审权，堪称地表最强权力机构。这一世，他要痛快、滋润的活着。我叫许元初，在大圣23年杀害青山县9楼掌柜3女1妻，我十恶不赦，在我兄长的感化下，愿认罪伏法。我妻过给我兄长为妾，望我妻婉儿待我兄长如对我般谦恭卑敬，凡事无巨细，不可薄逆。早旦灵儿绵言许家香火，是不是老实人？不管在哪里都要被欺负。亲哥下毒死了还要拿去抵罪，兄收弟媳还要谦恭卑敬，绵言香火。这个时代的女人真是可怜可悲。前世我开饭店，生意稳定，妻子卷走我所有钱，跟着健身教练跑了，喝了2瓶二锅头，一觉醒来穿到了这个老实本分的农户身上。刚成婚尚未洞房，就被兄长喊去小酌，后被下毒用来抵罪。不好，毒发了！老天让我再活一世，这次绝不能再憋屈的死去。这里是乡下地窖，应该有储存冰块。前身能硬撑这么久，说明毒性不会很大，只要及时吐出来，就能好大半。时间不等人，不知道前身的好大哥什么时候过来。元初，不要恨大哥，这个年景活着也是遭罪，下去陪爹娘去尽孝吧。放心，你的妻子我会照顾好的。哥，我不想死。不想死？说什么傻话？你活着做什么？一辈子重量纳税，猪着狗都不愿意待的茅草屋，这样活有什么意思？你死后，拿你的命，我能成为县衙的正式差役，成为许家的骄傲，这才是你活到今天最大的意义。当年爹娘偏爱你，把我送进征兵队伍，我被迫上前线，我是死过1次的人了，这次该你为了许家去死了。哥，如果我们互换身份，你会为了许家心甘情愿去死吗？我当然会，一切都是为了许家，所以你安心去死吧。哥，那你去死吧，嫂子我会照顾好的。哥，一切都是为了许家，安心去死吧。从现在起，我是许家人，外面房间里睡着的那个女人会是我的妻子。这具认罪的尸体还不能立即用，毕竟我是一个假冒的，必须先搞清所处的情况再说。空气真香，活着真好。关于郝大哥入职县衙之后的事，前身知道的并不多。我要冒充他，只靠一模一样的长相，怕是还不够。先去会一会这位嫂子。裙脱6幅湘江水，鬓耸巫山一段云，胸前瑞雪灯斜照，眼底桃花酒半熏，真是一个好嫂子。门后扣上了门栓，难道郝大哥和嫂子分床睡？郝大哥喜欢写随笔的习惯果然没有丢。我靠！若是刚刚色迷心窍，就完蛋了。嫂子方柔竟是郝大哥在县衙的上司养的女人，他们2人只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平常几乎无交流。至于2人成婚，实则是在大圣王朝战况不断，男丁锐减，女子到了年龄就必须结婚，适龄未婚者将有官府进行强行分配。那位上司没办法娶方柔，所以才便宜了刚刚进入衙门好拿捏的郝大哥。不过郝大哥也不是个东西，这些日子偷偷收集了那位上司的罪证，其中还详尽记载了关于嫂子的一些床榻秘辛，有些事需要验证才能知道随笔是真是假。那就从郝大嫂开始吧。按照随笔记载，在墙角摸到了一根木棍，轻轻就撬开了门后的门栓。按照随笔的记载，郝大嫂睡觉很沉，只会在熟悉的声响下才会有所动作。郝大哥的随笔所记果然是真的，不过现在还不是和郝大嫂赤诚相见、抵死肉搏的时候。在这之前，我必须在这里先站稳脚跟。什么事？昨天你是不是进我屋了？没有。没有最好，记得你的身份，你也就只能看看。哼。
一个萝卜一个坑，50个后备差役只有1年的任用期。在这个情况下，今年据说只有10个转正名额，若是不能成为正式差役，就要面临辞退，竞争异常严峻，不亚于后世的考公。许家人，案子查得怎么样了？徐队能否再允我7天时间？徐朗负责带领我们10个后备差役，是郝大哥的上司，更是方柔的姘头。那就再给你7天时间。乡人没吃早饭的吧？拿去吃。谢了，谭兄。这人叫谭磊，郝大哥随笔里记载，这是郝大哥唯一的朋友。谭磊属于青山县本地人，据说家里托关系，1年期结束就能转正成为正式差役。1上午的时间，虾仁竟看完了桌上的所有书籍。嘿，我居然有了过目不忘的本领！想要转正，直接考教的就是破案。大多数人都完成了案子，唯有郝大哥手里那个奸杀案还没有侦破。通过郝大哥的随笔了解，那个奸杀案，徐朗拿了凶手的好处，才让郝大哥找人来顶罪。而郝大哥为了稳妥，选择了杀弟。虾仁兄，你能找关系就赶紧找关系。我得到的消息，仙儿转正差役的花名册已经开始入档，月底就要送到府衙入档了。我找人打听了，那名额上没有你。按理说你是前线归来，今年朝廷有特批，得予你们优先照顾，就是直接给一个差役的名额，也说得过去。多谢谭兄告诉我这些。虾仁兄，告诉你这些，是因为当初你帮我挨罚了。另外，我敬你是一条汉子，前线归来的兵士，你们才是王朝砥柱。谭兄，问你一个事。什么事？你觉得我和前几日有什么不同？这个啊，过去你有些沉闷，不过临近后备差役1年期截止，大多数人心里都很着急，情绪上有些变化也正常吧。我倒是觉得你健谈不少，挺好的，老憋着也不好。你问这个做什么？没什么，就是我家娘子说我最近变化挺大。虾仁兄，你娘子这个人，据说和徐朗关系不简单。当初我提醒你不要应了这门亲事，现在想想，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你才交误了徐朗。他若存心卡你转正，你连一点机会都没有。真操蛋，刚上岗就面临被辞退，若是山穷水尽，那就只能另想办法了。希望郝大哥手里关于徐朗的一些罪证能有用吧。竟然找到了这里，说吧，有什么事？徐队，不知如何做，我才能成为正式差役？先结案再说。案子破了就能转正。据我所知，正式差役的花名册已经开始入档，月底就要送入府衙归档。你是在责问我？不敢，我只是实话实说。据我所知，朝廷给予这次前线归来的兵卒会优先照顾。按理说，我应该第一批被纳入正式差役花名册。而且对于徐队你分发的案件，我也是尽心尽力完成。至于奸杀案的来龙去脉，那个凶手是谁，你我心里都清楚。但我还是接下为你们找人顶罪。想我堂堂7尺男儿，明媒正娶的正妻，却是为你养的外室。徐队，快1年了，我想我做得到位了，你何必咬着破案来说事？属于我的应该给我了。许家人，你今天吃错药了。你一个小小乡籍，我给你脸，让你娶了方柔，让你为我做事，是你的荣幸。真以为你掌握的那些证据能威胁到我？至于你那前线归来的兵卒身份，确实可以优先纳入正式差役的花名册，但优先不是必须照做。这里是青山县，有青山县的规矩，一个正式差役的名额需要100两银子。就凭你做的那些事，我就要替你掏钱。我是该说你太天真，还是愚蠢？另外，你那前线归来的身份有残缺，真以为你做的神不知鬼不觉？若不是我帮你掩盖，你连这个后备差役都捞不到。身份残缺，难道是逃兵？妈的，郝大哥到底还有什么把柄握在对方手里，差点坑死自己？你这条狗用着还算顺手，如果乖乖的听话，即便入不了正式差役，我也可以帮你谋求一个长期的后备差役的职务。不过看在你帮我夜里看门的份上，若是你能拿出80两，我就发慈悲，帮你留意下一批的正式差役名额。郝大哥竟然还有把柄在徐朗手里，随笔里完全没有记载，真是该死！身份残缺到底指的是什么？妈的，事情麻烦了，徐朗这条路走死了。等回到了班房里，虾仁翻阅了一下关于兵役回籍的卷读。郝大哥既然不是逃兵，那就是身无残疾上有问题。我亲自弄死的郝大哥，四肢健全，头脑也非痴傻，难道是？我的妈！方柔不害怕自己睡他，难道他是知道自己根本没这个能力？若真的那般，那他们认为的大把柄，反而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特别是郝大嫂方柔，那就是引狼入室了。
往上走的路被徐朗挡着，那就先弄点银子以待时机吧。方柔母家是县城商户，那就从郝大嫂身上弄上一笔往上爬的银资吧。下衙后，虾仁买了一些米面和几条野生小鲤鱼，又去药房买上一份解毒滋补的草药。路上遇到赶车的乡下饭菜老伯，扔了2文钱，搭了一个顺风车。刚到家门口，就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在门口被方柔说教。她面对方柔只是低声啜泣，不敢还嘴，却又不肯离开。兄长，我家相公昨日说来你这里吃酒，迟迟没有回去，求求你帮忙找一下，可好？哼，一个妇道人家，刚过门就大晚上的跑过来找男人，成何体统？兄长，我是实在没办法了。起来再说。兄长，我家相公一夜未归，奴家是真的很担心，才不得不抛头露面过来。昨日我那弟弟吃完酒就早早回去了，若是还没有归家，想来和人一起进山打猎了也不一定，你也不用太担心。寻常和相公一起进山的人，我也问了，都表示没有见到过，这可如何是好？山里多野兽，他一个人若是酒醉走错路进了深山，那就危险了。我会安排人去找，若是真的找不到，据我弟弟所言，你们还没有洞房，到时候我会帮你上报衙门，再为你分配一个好汉子。我进入了许家的门，就是许家的人。嫁给许家委屈你了，这些米面你拿回去先吃，人我会去找，你放心便是。劳烦兄长帮忙，那奴家就先走了。多难得的好女人，可惜了，她一个女子，若不能天黑之前回去，也挺危险的。虾仁轻叹了一声，跟着走了过去。很快到了村西头，远远看到熟悉而又陌生的一间茅草房。虾仁看着赵婉儿进了院落，才是转身回去。这么小的鱼你也买，穷人都不吃。虾仁没说什么，朝着灶房里走去。今天要做的鲤鱼清热解毒，配上买的一些可入膳食又能入药的草药，可以很好的拔掉体内的毒素。虾仁凭借前世10几年的厨师手艺，这鱼过他手之后，立即香气逼人，传到了外面。方柔循着香气走过来，蹙眉疑惑地看向虾仁：“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了？过去你可是从来不做饭的。”征兵入伍后，在火头军里待过，过去不做是不想做，最近衙门压力大，做个饭犒劳一下自己。那以后家里的饭菜你来做。看来他是相信自己不同往日的变化，是因为临近转正造成的。属于郝大哥的一切，从今日就彻底的消失在所有人的眼里。你怎么不说话？倒也不是不行，不过什么？嘿嘿，如果你让我过手瘾，我倒是可以赏你2条鱼。你也就能过下手瘾，我警告你，早上的事不准再有，想发泄去找姚姐去。那就算了。虾仁朝着灶房外面走出去，在院落里找到一个凳子坐下，埋头吃饭，也就能够下手瘾。可怜的郝大哥，看来是真废了，还折腾得那么起劲，有什么意思？很快灶房里就传来吧唧吧唧嘴巴的声音。高冷的郝大嫂竟然还是一个馋猫，看来这银子赚起来比想象中的要更容易。烧鱼过程中，我可是特意倒了不少酒，何况这些酒对一个成年男人不算什么，不过对于娇弱的方柔，明显是醉酒上头了。娘子，嫂子，嘿嘿，好大一个醉鸡！醉倒方柔就是为了方便进一步求证郝大哥的身体是否真的残缺。虾仁左右看了一眼没人之后，提着灯笼就下了地窖。过了1刻钟不到，他就出来了。郝大哥果然是身残志坚，郝大哥那玩意处竟是被刀给划拉了一刀，子孙代竟是没了，也不知道怎么就被徐朗知道了。徐朗，这次让你赔了夫人又折兵，有蛋的日子注定所向披靡。今日蓬门为君开，横刀立马仗2将军，只待翻江倒海，红肠吞邪龙。许家大哥，许家大哥，婉儿嫂子那边出事了，邻村的醉汉推他们的，你快去看看。虾仁没有犹豫，打开卧室门走出去，单手提着军刀。他欠前身的这份因果不能坐视不理。走吧，铁蛋。许家大哥认识我？前边带路，边走边说。是的，是的，再晚一会，婉儿嫂子就要麻烦了。不大一会，远远就看到了那个茅草房，还能隐约听到狗叫声。是小黑在保护婉儿嫂子。等2人走近的时候，这才隐约看清是3个男子，一个拍打着门窗，2个踹着门。我的小黑怎么不叫了？许家小娘子那许元初已经死了，不如从了我们，让我们哥仨快活快活，你也能提前尝尝男人的滋味。毕竟你这样孱弱无力的小娘子，除了许元初那个倒霉蛋，没人会选你当媳妇的。今天把我们哥仨伺候舒服了，没准我等就收留了你。
哪怕我那苦命的弟弟真的死了，遗孀也不是尔等宵小能欺辱的。你是许元初，你是人是鬼？许元初是我弟弟，我叫许虾人，青山县差役，尔等入室行不轨之事，焉知大圣律法之严苛，差爷饶命啊！误会，我们再也不敢来了。把身上的银两留下。他。小黑。铁蛋拿着这些钱好好生活，这世道人都吃不饱饭，小黑走了也不是什么坏事。谢谢你，许家大哥。感谢兄长救命之恩。弟媳受惊了。虾人看了一眼茅草屋，被3个醉汉给破坏的快要四处漏风。若是再有一次，肯定挡不住人了，就帮忙把窗户重新堵上，木门也再次加固了一些。这一忙就天渐亮了。兄长，铁蛋你们忙了一夜，饿了吧？喝点粥，吃个馍馍。我就不吃了，我家里还有昨天的红薯吗？铁蛋咽了咽喉咙，还是懂事的摇了摇头，表示不吃了。这年头谁家里都不宽裕。虾人拿起一块杂粮馒头，捏了捏，竟是没能捏扁。平常就吃这些，平常哪里舍得吃这些？是兄长来了，没有好招待的，才把家里最好的拿出来。铁蛋，你留下来陪着他。这赵婉儿脸露自责，觉得有些慢待了兄长，怎奈家里真的很穷，她刚嫁过来，也着实没办法。铁蛋，你说相公他难道真的不在了？元初哥哥人那么好，应该没事的。若是元初真的不在了，无宁死。婉儿嫂子，你可别做傻事啊！按照规矩，弟娶寡嫂，兄收弟媳，子继父妾。哪怕元初哥哥真不在了，还有虾人大哥在的，他是有大本事的人，不会不管你的啊！约乎1个时辰之后，虾人赶着陈雾再次回到赵婉儿这里，他肩膀上扛着一些昨天买的米面，还有一些蔬菜。这一路上说实话真的够累的，来回足足7、8里路，还一夜没有睡。放心吃，不用节省，过2天我再给你们送一点来。铁蛋，1个时辰之后在村口等我一下。再次回到家后，虾人很快的做好了几张香喷喷的鸡蛋灌饼。想吃吗？哼，你要什么？我警告你，许虾人，不要有不该有的念头。你先尝尝，咱们再谈。哼，还不错。如果觉得好吃，那就谈谈价钱。放心，这次我只要钱。你用的还是我的鸡蛋和油，饼是我做的，所以刚刚我让你免费吃了一个。你们方家也是做生意的，卖东西会按照成本价吗？算了，懒得和你磨嘴，直接说多少钱。1两银子一个饼，我做饭的手艺你清楚。刚刚那张饼加上昨晚你偷吃的，应该心里有数吧？你知道1两银子能买什么吗？可以买100斤大米，10斤油，150斤面粉。1两银子放到乡下，那些穷人半年也赚不到。银子我有，但并不是傻子。你说的对。给你。娘子，下一顿想吃什么？切。许家大哥，铁蛋，这1两银子你拿去给赵婉儿，让她找人重新修葺加固一下房子，如果有剩下就填补一些家当吧。许家大哥，若是元初哥哥不在了，你会要了婉儿嫂子吗？他让你问的。我只是看婉儿嫂子情绪不佳，怕她想不开了。把银子拿过去，吃得饱，有地方住，他暂时不会想不开的。另外，晌午吃过饭后，还在这里等我。知道了，许家大哥。今天是收规费的日子，我的辖区更换到了城南靠近城中心庙市的3条街。按照老规矩，9四茶楼每家50两，赌坊青楼100两，各类摊贩根据大小1两到100文钱不等。所有参与的人这次可以领1两跑腿费。恭喜徐队，我等为徐队马首是瞻，万死不辞。班房里需要留下1个人，那就许虾人吧。其他人心知肚明，班房里哪有什么事，根本不需要留人，只不过是徐朗敲打许虾人罢了。家人领命，1两银子罢了，老子烙张饼从你那姘头嘴里就赚回来了。虾人等人都走后，也没有留在衙门，买了些菜就直接回了家。你晌午怎么回来了？衙门的饭吃不习惯，顺着饭菜的马车干脆回来了。没多一会，在院外和邻居聊天的方柔就闻到了灶房传来的香味。方娘子，王家大娘什么时候做饭这么香了？真够香的，我刚吃饱晌午饭，也有些馋了。切，哪里是王家大娘做的，是许下人做的饭啊！许家大哥这么厉害？厉害什么？
君子远庖厨，上不了台面的人才会做饭。若是方娘子不喜欢许家大哥，不如和离了，各找新欢。反正惦记你家相公的人不少。哼，是你惦记还是灵儿啊？你倒是说清楚一些啊！如果许家大哥不嫌弃，我倒也无所谓。我可不想被官府像是卖牲畜一样，随便只配个糙汉子给嫁了。哼，看上寡妇了，你能满足他？许下人，我警告你最好守规矩一些，在家里你闹腾一下，我也就忍了。若是让我知道你和外面那俩女人勾勾搭搭，别怪我一句话，让衙门立即辞了你。别动不动衙门，衙门不是你方家开的，直接说徐朗就行了，也不用他开了我，反正还有半个月，后备差役1年任期就结束了。哦，我说你怎么突然爱上银子了？原来是在谋后路，求我啊！只要你求我，我一句话还能让你继续当这个后备差役。吃饭嘛，这顿饭5两银子。财迷，嘿嘿，喝点水，小心辣。想让我多喝水，少吃肉，你真是一个乡巴佬，满肚子坏心眼。我放了不少花椒，有些麻压过了辣劲，但是吃完之后，不常吃辣的人就会知道与众不同了，那是见缝就辣，蹿火的辣。午饭之后，虾仁拎着剩下的大盘鸡就直接离开了。等走到不远处的村口，就看到铁蛋已经在等了。许家大哥，这个拿过去，你们吃。是鸡肉，我2年没吃过鸡肉了。铁蛋，村子里谁家卖冰，你帮我买点。许家大哥，不用钱的，山里一些山洞里常年结冰，哪怕夏天也不会化冻。你要多少，我给你搞多少来。能行吗？别看我瘦，我可有劲了。自从我爹被拉重钉一去不回，村子里的铁器都是我打，30斤的锤我能抡一上午，都不带歇的。好，那就辛苦你了，也不用太着急，晚上天黑送到村口就行。等虾仁回到县衙后，班房里一个个同僚都乐滋滋的，看来收规费赚了银子。半个时辰之后继续去城南，把未收的规费今天争取收齐了。另外明天上午休息，下午所有后备差役参与笔试测试，不过也不用太担心，笔试测试只是走个形式，对于最后正式差役的录取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毕竟我们差役还是看破案率的。虾仁兄，你可以给徐队送送礼，只要能转正，未来赚的只会更多。谢了，谭兄。对了，谭兄，我听说正式差役可以接触到更全面的书籍，你能借到吗？你打算通过笔试测试来争取机会？不过徐朗刚刚没有说谎，这个笔试测试没什么用处，毕竟我们是差而非士，有这个功夫不如多走走关系，多个机会多条路。下午你哪也别去，到时候我偷偷回来一趟，帮你带过来。这些银子你拿着。不用，我找我堂哥拿，顺便帮你打听打听消息有没有机会转正。不过我堂哥比不上徐朗资历高，估计也没什么用。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你不惜杀地伪造认罪书，但那徐朗也不会让你转正，你就安心躺在这里，我会在合适的时机让你发挥最大的价值。你得不到的女人，得不到的权势，我会一一拿到手。郭大人，这次对差役的考试是不是过于隆重了？上头竟明确要求开启贡院，那可是为月底求为科举准备的，竟然先给差役们使用，而且连正式差役也要考。这次涉及了整个府城下辖的18个县城，所有差役同时参与考核，这规格是一场不亚于科举的大考了。这份手令是今日早上发出，明显是不给反应的机会，更要完全按照科举的规格开启贡院、糊名、封卷、上交。看来朝廷是对我们底层的差役有所不满了，毕竟差役的权限很大。朝廷的考虑不是我们能揣测的，不过我反而认为是朝廷要进一步加大差役的权力，严要求才会强赋权。明日下午的大考，两位今日就不要回去了，留宿县衙吧。是。此刻虾仁搭着马车走在去乡下的路上，到了青山村路口，虾仁一跃下了马车，向饭菜老伯扔了2文钱，就朝着家里走去。谢大人赏。你是故意的。方柔扶着墙，双腿紧紧地夹着，整个下午他都在折腾上茅房的事了。吃的时候也没有见你说辣。这么呛人，肯定不好吃。真以为自己是大厨，这次肯定搞砸了，今晚就不吃了，还能少花些银子。虾仁在灶房里，锅里倒了小半锅油，加热后放进了密密麻麻的辣椒，足足有2-3斤之多。他要做的是红彤彤的火锅底料，色香味俱全。做完之后，虾仁拎着下午买的半块肉，朝着外面走去。在村口处看到铁蛋，应该是早就来了，在他旁边靠着一个独轮车，上面有2个大麻袋，透着寒气。许家大哥，辛苦了，早点回去。
这个拿回去。晌午的鸡肉都没舍得吃完，许家大哥这个不能要。婉儿嫂子也交代我了，你在家里也不容易，不要老拿吃食给我们，省得那个厉害的嫂嫂不高兴了。他怎么知道我在家里不容易的？我听婉儿嫂子说，你娶的是县城里有钱人家的女儿，住的房子也是他们家建的，这在乡下叫入赘，是要事事都听娘子话的。拿着吧，这肉是我赚来的银子买的，另外明早饭后过来一趟。这一块冰块约乎40-50斤重，一个10多岁的孩子是怎么可能切开？应该是他和赵婉儿一起切的冰吧。虾仁想到那个柔弱且坚强的小媳妇，轻轻一叹。你喝的什么？冰镇水果汁。酸甜酸甜的，很好喝，就连那辣的窜火的某些羞人的地方，好似也舒服了不少。真粗俗，骨子里就是一个乡下人。要不要尝一下？切，不吃。那你喝水果汁吧，免费。今天用你的油和锅做饭，水果汁就当是使用费，算你识趣。要不要尝一尝？盛会10两银子。穷鬼。虾仁，你做饭的本事真不错。现在缺银子。你只是为了银子，不然呢？替别人养媳妇，还乐呵呵的好吃好喝供着。他不过是一个少了血性的废人，在这个乱世和徐朗相比，还是差得太远。他或许没错，我也没有错，我毕竟是一个女子，需要的是强大的依靠。你不惜杀弟伪造认罪书，但那徐朗也不会让你转正，你就安心躺在这里。我会在合适的时机让你发挥最大的价值。你得不到的女人，得不到的权势，我会一一拿到手，是不是很开心？虾仁从地窖里走出来，就进了书房，点燃油灯，翻开一本本好大哥收集的书籍。太祖大号，这可是好东西，连衙门里都找不到的。太祖大号可是大圣王朝开国皇帝所著，哪怕当今皇上也不敢无视的存在。我没有根基，只能借势显明，才能有机会从后辈差役杀出一条路来。明日的差役考试就是我的机会。这是什么？红糖糯米汤圆，你试一试，很滑腻。乱摸什么？怎么想女人了？我有洁癖，不是什么女人都要。你是说我脏？这和你脏不脏没有关系。若是不花银子，我倒是可以克服一下，你愿意吗？虾仁，我警告你，不要阴阳怪气的。我们之间的关系你是明白的，若不是因为娶到我，你早就被县衙辞退，所以我不欠你的。说的我好像占了天大的便宜。我也不休妻，免得让你难堪，不如我们和离。你问问徐朗愿不愿意，或者我好事做到底，我也不怕丢人，再帮你撺掇安排一个婚事，方便徐朗可以和你偷偷私会。衙门那些人都是县城本地的，估计看不上你，那就从乡下找。青山村老宋家的傻儿子，老王家的瘸子，若是不喜欢残缺的，那就找个健全的年轻汉子。不过他们怕是不会配合你和徐朗。那帮你找个老汉。你实话给你说，我和徐朗撕破脸了。他不但阻止我转为正式差役，还在衙门里百般排挤我，就是怕我一旦转正就不受他控制了。我愿意维持眼下的这个局面，就是为了赚些银两。在我眼里，你只是一个长得好看的女人，和姚姐没有什么两样，或者说你还不如他们。你应该感激我，感激我还愿意配合你，感激我给了你一个体面，给了你一个可以被人看得起的身份。我虾仁前线归来，是为国为民浴血奋战的国之英雄。为了能更好的报效朝廷，谋个差役的工作，却被你们百般算计凌辱。是你们欠我的。我没有算计你。吃饭吧，你花了银子的。吃好后，碗筷放在这里就行，回来我收拾。虾仁到了村口和铁蛋约好的地方。
等了好久才看到不远处一个瘦弱的男孩，瘸着腿慢吞吞地走了过来，好似走了很久。陈露打湿了身上的衣服。许家大哥，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这是怎么了？许家大哥，我把你昨晚给我的羊肉搞丢了，还好昨天晚上你没给我银钱，要不然把我卖了也赔不起。我知道那是给婉儿嫂子的羊肉，能不能等我攒够钱，再重新买一份还给婉儿嫂子？说说看，是被人抢走了，还是被山里的野兽给抢走了？是前天晚上欺负婉儿嫂嫂的那伙人，他们半路上拦住了我，他们人多，我没有跑过他们，他们逮住我，抢走了羊肉，逼我跪下磕头，我不磕头，他们就一个劲的踹我，他们还说你只是一个后备差役，还有半个月就被衙门辞退了，改天还要找你报仇。许家大哥，你快躲躲吧，他们坏得很，宁愿地里的庄稼荒了也不愿意打理，却时常欺负我们这些人丁单薄，家里没有兄弟姐妹的人。看来他们路子挺广，调查的挺清楚，知道他们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吗？是临安村的，他们不止一次来我们村欺负人，经常抢我们的东西。为首的叫张大富，另外2个叫张二狗、张三魁。前天被你砍掉手臂的是他们的弟弟，叫张福海。手里拿的是什么？这是我自己打造的一把刀，我怕今天路上再遇到他们。许家大哥，我们这些穷人活着已经很难了，为什么连那些乡亲也欺负我们啊？见过差爷。上午就不去县城了，你带句话到县城东大街净水巷105号找一个叫谭磊的，告诉他临安村发生叛乱，让他带人过来帮下忙，每人1两银子，至少10人，穿差服，带军刀，告诉他我叫许家人。差爷，话我一定带过去，银子您还是当面给对方吧。让你拿着就拿着，速去传话，不可耽误。是。许家大哥，那可是10两银子啊，你就不怕他跑了吗？他是一个本分人，不敢贪官府中人的钱，否则就是家破人亡。刚刚你问我为何别人会欺负你，那是因为你比他们弱，只要你足够强，他们就不敢欺负你，还会敬畏你，捧着你。当你有朝一日足够强的时候，身边围绕的都会是良善之辈。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好大哥得不到的女人，得不到的权势，他将一一拿到手。家人带着铁蛋先回到了家，看到院子里的桌几上的碗筷已经收拾好了。衙门办休。虾人示意铁蛋找个地方坐，铁蛋怯惧的不敢乱坐，有些惧怕方柔，于是缩着身子坐在地上。许家大哥，我不饿，在家里婉儿嫂子就说了，许家大哥算是入赘，当家的是这个女人，若是看到她，不要称呼许家嫂嫂，要喊方娘子，因为她是主家。看我做什么，一点吃食，跟你吃你就吃，哼。吃吧，这东西凉了，有些粘牙。铁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碗，更没有吃过碗里的食物，一时间感动得快哭了，低头咬了一个汤圆在嘴里。方娘子，我有那么吓人吗？这是跌打药酒，受伤的地方自己涂抹一下，1两银子1瓶，省着点用。下次算在饭钱里，赶紧吃。许家大哥，你是官，我是民，身份有别，怎么能让你给我这么卑贱的人上药？别动，不够吃，锅里还有。许家大哥，走。虾仁兄，临安村叛乱的事我等已经知晓，今天来这里的皆以你为首。虾仁兄，今日我和诸位还是同僚。我晓得有些人看不上我，认为我只是一个乡籍出身，但今日我等代表的大圣差役，望诸位助我一臂之力，扶大圣秩序，撼大圣天威。扶大圣秩序，撼大圣天威。扶大圣秩序，撼大圣天威。这还是那个只懂厨艺，我呢没有大出息的废人吗？他是为了刚刚那个受伤的小男孩，鬼才信，非亲非故的，一定是他那漂亮弟媳被欺负了。男人果然都是阿杂的贱东西，20多个佩戴军刀的差役，这发起狠来，完全可以屠一个小村落啊！许下人，什么事？你私自聚众，这不符合衙门程序，若是被人弹劾，你会被立即辞退的。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散了。那就在脱掉这身差服之前，弄死一些不怕死的刺头，也省得我回乡之后反而被小人轻视之。现在的日子不好吗？你想那么远做什么？你只要把我照顾好了，我可以给你银子。你这2天赚的银两比很多人几年都要多了。另外你吃的还是用的，哪一样不比周边的村民好上100倍、1000倍？你说的好日子确定是我想要的，区区几两银子。
我知道你要银子是为了转正差役，那么长时间你都忍了，为何今日突然冲动了？还是说你是为了你那弟媳赵婉儿？你是担心我？哼，我是怕你犯事，害我成为一个罪犯之妻。你过去不是这样子，怎么才2天的时间，突然就变得不一样了？过去的我2天前已经死了。虾仁兄，刚刚嫂夫人说的没错，这临安村毕竟是一个人口数百人的村落，我们还是要谨慎处置。无妨，这次的事是我挑的头，出了麻烦算我的。若是上头怪罪下来，你正值考核转正的最后时刻，我怕对你影响不好。毕竟说他们叛乱，有点高看他们了。说他们叛乱，并不是我夸大其词。大圣律例第312条规定，凡不是生产、作奸犯科者，3人以上者，查实可直接处决。若涉及群体超过100人，无需通报，可依叛乱罪缉拿。如欲反抗，凡王朝体系所属任何一部，皆可先杀后报，无罪无责，所获财物就地取5成。有这一条吗？当然，今日之事我挑头，我等后辈差役平常游说不多，这次是难得的机会。临安村虽穷，但炸一炸，游说不会少的。对这些敢于劫掠的暴民，一切是他们咎由自取。今日之事，不管收获多少，按照规矩5成要上交衙门，余下5成由我们来处理。虾仁兄独取2成，有无异议？很快到了临安村，村口处几个懒汉一大早就躺在那里，旁边放着酒瓶子。这些人废了，若是发生战争，指望这些人上前线保家卫国，哼，估计会立即落草为寇，或是背叛王朝为敌寇驱使。这是我等的疏忽，按理说早就应该上报衙门进行处理了。就在这个时候，从临安村子里出现了上百人，为首的是一个穿着还算体面的老者，是临安村的村长。余下的村民虽然穿着褴褛，但精神头还不错，那是经常能吃饱饭的缘由。鄙人是临安村村长张有礼，敢问诸位差爷来临安村是送救济粮的吗？劫道苦主报官，昨晚临安村张大富、张二狗、张三魁3人抢劫了青山城村民陈铁的财物，并打伤了他，现在把人交出来。切，差爷，临安村穷的连饭都吃不起了，一个个都是烂命一条，你至于为了一个小屁孩子兴师动众的非要和我们临安村过不去吗？普天之下，大圣所辖，律法泱泱，尔等敢聚众抗法，欲叛国否？我等岂敢叛国？我查过县志，临安村当年和青山村同为兵源之地，是赫赫有名的战功之乡。今日尔等不是生产，不思进取，数年之久靠官府救济粮生存，你们对得起临安村的列祖列宗，对得起曾经为王朝、为国民浴血奋战的临安村先烈吗？如尔等这样的人，活着就是王朝屈辱，今日竟公然阻止我等缉拿嫌犯，是谁给你们的胆子？是你吗？差爷饶命啊！我等绝对没有忤逆大圣律例，阻挡差爷们执法的意思，请差爷明察。所有人扔掉手上的家伙，全部抱头，统统跪下。滚出临安村！这里是我们的村子，天王老子来了也要盘着。不发救济粮，就滚出我们村子！姓许的，你竟然敢来临安村撒野！乡亲们围住他们！许家大哥，就是他们抢我东西打我的！都跪下，跪下！张福海，你们赶紧放下武器，统统的跪下！你会害死大家的。张叔，您老了，这临安村我早就说了，不如交给我们4兄弟当家做主。这些差役也就在城内无法无天，出了城算个屁！我是为了临安村好，今一打走了这群差役，我看在10里8村，谁还敢忤逆我们临安村？许下人，上次是我大意才被你偷袭，今天你主动送上门来，这次我不但要弄死你，还有你那娘子和弟媳，我都通通带回来，当我们临安村的村鸡。霸道，带人成群，手持凶器，内有违制武器，遵大圣律例，依法认定为乱民暴动，按叛逆罪诛之。大圣差以今日执法，有剑无退，战则生，退则死。霸道，王朝养100年，万民之下敢后退半步者，国法不恕，上官不饶。他们不敢动手，他们是吓唬人的，差役没什么可惧的，我们人多。给我死！完了完了，都跪下，双手抱头，放弃抵抗才能活命啊！开爷，饶命啊！我们投降，投降啊！是否伏法？我服了，我服。我愿意服刑，我愿意坐牢，让我上前线杀敌也可以。大圣律法不会留你们活到第2天，那些被你们欺负、劫掠，本就食不果腹的良善村民，也不会允许你们活着。既然伏法，那就送你们上路。
这个时候，不远处10里8村的村民也都闻声赶了过来，特别青山村离得最近，是最先赶到的。前面隐约看到赵儿，竟然还有方柔。他怎么真的敢啊？我给他带来了如此奇耻大辱，他会不会趁我睡着时也砍了我？今日一战，在场的差役们无不心悦诚服，看向虾仁的目光再也没有之前的轻慢和无礼。虾仁兄，接下来怎么做？大胆！许虾仁，未经衙门正式手令，你竟然敢屠一村！见过徐队、宋队，见过徐队、宋队。许虾仁，我现在处决了你，你觉得有冤枉你吗？徐队，这次事出有因，其实你敢多言一句，视为同伙。许虾仁，11大圣律例行事，无错，请徐队宽恕许虾仁。徐队、宋队，这2箱宝物送给2位，你们就放我一命吧。这么多手机，你在哪里弄来的？这些都是我在左下角领的。左下角3月开服活动，原先的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升级为玩家的下载保底福利，担心玩家们不知道，特地发了短信提醒。这么多，我拿1台没事吧？想要自己领取，左下角在我这放了内部链接，点链接下载就行，上线就能看到手机的领取界面。还真有，点领取是吧？点就行，从我专属链接下载进去的，还有隐藏福利，华为 Mate X5，不过只有1000台，先到先得。那我也去左下角下个。你们难道忘记了，尔等只是后备差役，我可以直接辞退了你们。为一个乡级出身，注定走不远的废物求情，值得吗？徐队，怎么现在怕了，想求饶了？我是军级，你无权杀我。你根据大圣律例，后备差役虽然未经府衙归档，不领俸禄，不掌调查，即呢行审3大权力，但户籍依然落于县衙，所以我也算是县级。另外，大圣王朝承认后备差役的存在，你和我从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你和我只是职权不同，并不比我高到哪里。许虾仁，大圣律例规定判你是需要上报衙门，派遣至少3个差役进行查证，再由府衙决策，才可以出兵镇压。你一个后备差役，既然知道自身上不掌调查，既拿刑罚3大权力，却擅作主张屠戮一村，你口口声声说大圣律例，难道不懂法吗？还是说你想借大圣律例杀人敛财？哼，知道错了吧？和一个正式差役较真大圣律例，你还差得远呢。邱场馆，为我们临安村做主啊！我们都是良民啊，这些人过来就乱杀无辜，我们临安村要报官，要上告。这个时候，跪在地上的临安村的村民，没想到还有机会翻盘，砰砰砰的纷纷磕头，请求惩治许虾仁等人。徐队果然懂法，你说的没有错，不过太祖大号，太祖大号。不管私下如何，当众见太祖大号如太祖显示，无人敢不恭敬。太祖大号对惩治暴民、定以叛乱有明确的指示。我屠村是依据太祖大号，遵循大圣律例，维护的是大圣国法和权威，代表的大圣。徐朗，你如此急迫地想治我罪，难道你和这些乱民、暴徒是一伙的？这临安村张福海等人可是把我等的身份摸得清清楚楚，难不成是你的人？按照太祖大号，是涉乱民暴徒，无另一可诛，事后做一个上报就行。所以我现在斩了你，你也是白死。不要杀我！周边的人都咽了咽口水，连呼吸都变得细微了许多。特别刚刚喊冤的临安村的村民，已经吓得脸如土色，惶恐不已。100米开外的方柔看到这一幕，脑海里竟是冒出一个莫名的念头：徐朗和他比起来，好像也不过如此。许虾仁，此事不如从长计议，在外还是要维护衙门威严。另外，下午还有差役大考，这边的事情忙完之后，不如早早赶回县衙。这次的考试不同以往，乃是全府范围的。虾仁谨遵宋队的命令。哼，你们办完事，早早归衙参加差役大考。你刚刚有打算杀徐朗吗？徐朗毕竟是正式差役，就这么杀了他。虽然律法无法治我的罪，但我在县衙的路就断了。我觉得你没有说实话，不过你没有出手是对的，否则哪怕你这次战里挟持斩了徐朗，确实在衙门里也很难混下去。毕竟徐朗刚刚只是一时冲动，才被你抓住话茬，占了脸，他还不至于和这些暴民有牵涉。宋队，请稍等片刻。好，虾仁兄，发号施令吧，我等莫敢不从。抄家！一群人堂而皇之的进入了临安村，胆敢阻拦的上前就是劈开，2次阻拦的拔刀直接上。这个时候，临安村叛逆的罪名在太祖大号出现，徐朗退避的那一刻，已经绝难翻身。宋队，按照规矩，5成交给县衙，麻烦你代为转交。好，
若是小恩小惠，我不会为了许家人得罪徐朗。但一箩筐的财物，约莫估算足200多两的价值，由我转交，具体有多少银两，是我说的算。这是许家人的投名状，更是为这次屠村的事，由我代为向衙门说项一二。虾仁，下午的大考，好好考。这次不同以往，若是你能拿到好成绩，纵使徐朗为难你，我也会为你伸张一二。感谢宋队，韩星，余下财物给大家分了吧。好，按照之前的约定，虾仁拿2成，也就是至少40两，余下的160多两，在场的人每个人都能7、8两银子，这可是一笔意外之财，放到县城内也不少了。临安村不是农产，作奸犯科，今日青山县衙依法行事，守卫已经斩杀，所获财物按照太祖大号和大圣律例依法收缴。念及周边村民生活困难，这些吃食和家禽就当场分发下去，各村的村长过来领取一些食物回去，分发给老弱病残的家庭。铁蛋分到了2只老母鸡，喜得他满脸笑意。虾仁走到赵婉儿的身边，把自己分到的财物递给了他。兄长，这些我不能要。我需要赶去县衙，先放你那里。那好吧。哼，他这是摆明了，当众告诉所有人，自己这个娘子做的不到位，不得相公信任。虾仁，听刚刚那位差爷说，你们下午到衙门还有重要的事，村子里已经套好了马车，随时可以动身送你们过去。有劳三爷了。大娘，赶紧跑回去，把马车赶到官道上候着。知道了，爷爷。等到了县衙后，不少后辈的差役们对他们投以艳羡的目光，就连一些正式差役们也对许家人投来了赞许的眼神。下午，差役大考竟是青山县秋闱的考点。贡院，肃静，一一上前进行查验。入考场，按照发放的号码找到自己所在的号舍。你叫许家人？见过县尉大人。考试时长4个时辰，日落收卷。最近翻阅各类卷读书籍，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大圣王朝的一切，倒也不是为了这次大考。不过还真是走运，这次明显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次大考定然政治意义非凡。考完试后，上午去临安村的20多个同僚们都聚了过来，表示想请虾仁吃饭。行，也确实有些饿了。走，去闲楼，平常不舍得去吃，这次要好好吃一顿。饭后，天色渐暗，眼瞅着就要关闭城门了。等虾仁出去后，倒是有一辆马车没有走的，正是那个饭菜老伯。差爷，今天走这么晚？不敢，为差爷做事是小人的荣幸。我听闻差爷们下午在公园考试，料想您不会走那么早的，就一直在城门口等候。差爷，请上车。马车走在回乡的官道上，很稳当。晚风吹走了一天的疲惫，虾仁躺在马车上，翘着腿，面前就是满天星斗。纵使青云梯上升很难，但机会是人争取的，我信我能行。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面对成百上千的恶民，虾仁带领20几个差役屠了临安村。面对上司徐朗的刁难，虾仁也毫无畏惧，直接和他撕破脸。虾仁拎着饭菜朝着家里走去，刚到了院门口，看了一眼开着的院门，隐约间还听到了屋子里有争吵声。徐队火气这么大，看来今天不太顺。哼。你回来了。饿了吧？你怎么知道我饿了？你是在关心我？那是很费体力的，懂的都懂。刚好晚上聚餐，同僚们给你准备的一些饭菜，不是残羹剩饭，算你2两银子吧。哼，许虾仁，你什么意思？是不是醋吃多了，心里不好受？你明媒正娶的娘子，要眼睁睁的看着和别的男人一起而不吭声，心里很不爽，竟然拐弯抹角的骂我是剩饭。我和你的关系你有心知肚明，你又凭什么指责我？吃就给银子，不吃放那里就行。你今天当众把银两交给赵儿是什么意思？看上他了？没什么意思，没有就好。你别忘记自己的身份，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你不能在外面乱搞。还有事吗？许虾仁，别忘记你只是一个废人，以后离赵儿远一些。怎么被戳到痛处，恼羞成怒了？反正你也是个废人，哪怕讨好你那弟媳赵婉儿，最多是动动手，亲两口罢了。一个粗鄙的乡下女，也就值几文钱。如何？你许虾仁这辈子能摊上我，算你走了大运了。你不过是徐朗发泄的玩物罢了，他真的喜欢你，又怎么会把你扔到乡下来？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另外，不要试图激怒我，我和徐朗已经撕破了脸，你信不信？我现在睡你，徐朗哪怕来了也拦不住你。
该死的许下人！第二天一大早，虾仁就炒了几个菜，饭菜香飘，惹得各家各户都是艳羡不已。方柔还真是幸福啊，起床后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许家大哥好像并不待见他，等许家大哥转成正式差役，应该会在填房了吧？小丫头，春心荡漾了，那你可要抓紧了。若是他真的转为正式差役，怕是县城里那些又白又嫩的大小姐们也会看上他，他估计就看不上乡下粗鄙的大脚丫头了。哼，谁粗鄙，谁大脚了？吃过饭后，虾仁要把灶房的灶台给改造一下。他找了一个麻布绳，把炒菜锅打了一个十字结，拎着就直接出门了。大概半个多时辰，就到了青山村西头。远远就看到了赵婉儿和几个妇人在河边洗衣服。兄长来了，这就是许家大哥。许元初失踪了这么多天，还好有许家大哥接济，房子也盖起来了，也有的吃了。婉儿妹子真是好命啊！许元初估计回不来了，婉儿妹子倒是不如随了许家大哥。像我们嫁过人的很难自己找了，跟了许家大哥总比再被官府抓走，强行嫁给其他人的好。是啊，许家大哥还是差役呢。我的娘啊！昨天在临安村，可把我吓得心都跳出来了。跟了许家大哥，这10里8村的，谁还敢欺负我们妇道人家？他们的话把赵婉儿给羞得无地自容，站在河边不知道眼神该往哪里放。见过差爷，兄长。擦擦早上的河水凉。谢谢兄长。你们忙吧，我找铁蛋有点事。许家大哥不愧是在县城里当差役，见过大世面，懂得疼女人。婉儿妹子，你别犯傻。许元初要是回来，早就回来了，你可别拧子。求许家大哥向官府打个招呼，要了你，接下来安心过日子才是正事。赶紧跟过去，殷勤点。许家大哥，你来了。铁蛋找你帮个忙。虾仁告诉铁蛋，想要给郭安一个把手。很简单，许家大哥，你稍等，我一会儿就给你做好。许家大哥，你看怎么样？铁蛋，你技术很不错。嘿嘿，村子里的农具我都能打，我6岁的时候就随着我爹学打铁了。铁蛋，你帮我打造一个烤炉，不似现在的炉子是这样的。虾仁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杈，就在地上大概画出一个烧烤炉的形态。这么长的炉子，烧水做饭都不方便吧？我另有用处，能打出来吗？倒也不难，我下午就能打出来。拿着，傍晚的时候直接送我家里去。许家大哥，用不了这么多的，10文钱我1个月也赚不到这么多。东西做得好就值这个钱，拿着吧，平常吃好点，尽快长大。兄长，你喝点水。你这个锅还打个把手，是做什么？做饭。你还做饭？不应该是方家娘子做饭吗？我娘说，女人做饭照顾家，男人在外赚钱。她不会做饭，只会吃，我总要吃饭的。这怎么可以？女人怎么能不会做饭，还让男人在外面忙完后回家自己做饭的道理？许家大哥，元初哥哥如果回不来了，不如你把婉儿嫂子带回去，她做饭很好吃的。你个小鬼头，先顾好自己吧，走去家里看看。赵婉儿的茅草屋变成了有土坯和石头垒砌的结实屋子，院落也用石头垒了起来。走进屋子里，里面添置了一个简易的衣柜，床也加固加宽了，连带着凳子也多了几个。屋里不开门，外面的人想闯进来几乎不可能。兄长，这是你昨日交给我保管的财物，很怕丢了，一夜没敢睡，心里怕得紧。这个你拿着。兄长，我不能要，你帮我的已经够多了，我不能再要你的东西。元初好几天没有回来，有些事你早做打算，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念头。很快衙门会重新审查人丁，你会被强行分配再嫁，这些你应该晓得吧？我知道，兄长，相公真的死了吗？这个乱世，死不死的谁又说得清？按照规定，无故7天不归就会进行销户，判定为身死。女无子者需改嫁。兄长，我最多还有多少时间？你应该不满20岁吧？这个年龄段正是生育的最佳年龄，会从急从快，快则1个月，慢则3个月就必须再改嫁。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奴家知道了。赵婉儿眸光内环顾四周，看了看刚刚垒砌的新房屋，眼眸内透着一些不舍。刚刚有个家，就这么快就要离开了。你如果有中意的，或是又中意你的，可以如实告我说，我会代元初写一封合理的文书，不会让你背负着寡妇之名，更会出资让你可以风光出嫁。像我这样瘦弱无力的女子，哪个男人会愿意娶我？多填一张嘴，让对方多纳一份人头税，这不是害人家？当初若不是相公看我可怜，收下了我怕是已经被分到了青楼。兄长莫要为我的事担心，这些天奴家谢过兄长的照顾，奴家在这里祝兄长官运亨通，一切顺遂。不要做傻事，还有至少1个月的时间，到时候我来安排吧，你且安心住下。
虾仁回到家，方柔在院子里悠闲地嗑着瓜子。这么久的时间，是不是把你那弟媳已经弄到床上了？也是啊，你那弟弟这么多天没有人养，你那弟媳迟早也要被官府重新分配，定是急的，巴不得有个男人肯要她的。虾仁懒得搭理他，径直走向了灶房。很快里面就传出啪啪啪的剁肉声。虾仁在灶房里忙活了一会儿，就听到外面乱糟糟的争吵声。方娘子，虾仁和你成婚，你刚刚说是入赘，但既然住在青山村，那就是入的男方的家，谈不上是入赘吧？男子纳妾，符合伦理纲常，你若是强行干涉，可是犯了七出，擅及这一条。这院子是我出资，吃的用的都是我买的，不是入赘是什么？许村长，你虽然是青山村的村长，但也不能睁着眼说瞎话。方娘子，你也太欺负人了！现在虾仁可是县衙的差役，哪有差役入赘一说？就是你这是欺负我们青山村无人了。大不了让虾仁同你和离，我们青山村有的是年轻待嫁的姑娘，不就是女人那点事儿吗？和谁睡不是睡啊？凭啥就要和你一个人睡？太欺负人了！就是我们已经很尊敬你了，只是让虾仁纳妾，没有妨碍你正房的身份。连这你都管，这是悍妇之风，完全可以去衙门告你，直接给你一封休书。嘿嘿，好大嫂也有吃瘪的时候，不过乡亲们真是抬爱，送妾一次都是10几个妙龄俏妮子。哥，那你去死吧，嫂子我会照顾好的。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虾仁来了，大家静静，让村长和虾仁说。虾仁呐，你看咱们青山村各家待嫁的姑娘都在这里，还有一部分没有来，那些配不上你。今天能来的都是个顶个的年轻貌美，上得厅堂下的灶房，还能干得起一把子力气活。这个嘛。三爷，这个事不如从长计议。我从前线归来，在衙门里任职1年期，还没有结束，就忙着开始纳妾，容易让上官误会。那就等1年期结束，也没有几天了，还有8天。其他人一听只是8天，那等得起，就把随身带的礼物放到虾仁门前，示意他一定要收下。虽说乡下物资匮乏，但家家也有一些压箱货的。哼，你不会真打算8天后纳妾吧？怎么，你是不准？当初我们可是说好的，你不准纳妾。你和徐朗不会是想拴我一辈子吧？切，你倒是想一辈子，我还不愿意。快了，过不了多久，你有多远滚多远，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到那个时候随便你纳妾。嘿嘿，看来徐朗又给你灌迷魂汤了。听说徐朗能够在县衙混得开，背后是他娘子一家的资助。因为这个，徐朗连纳妾都不敢。你该不会以为他会为了前途和他那强势的娘子和离，转而娶你？我劝你清醒一些，别说娶你，纳你为妾，你都进不了门。徐朗已经答应我会和离的。他自然会好好讨好你，毕竟你方家在县城是有名的商户，虽然没有地位，但却有银子。哼，许下人是你为了我的银子，不是人人都是如此。我确实是为了银子，如果你给我200两，我可以帮你搞定徐朗，让他能够娶你。切，就凭你一个后备差役，你别以为临安村你给徐朗难堪就能斗得过他。信不信由你，200两不多，绝对没有徐朗从你方家拿得多吧？而我却能给你一个名正言顺圆梦的机会，200两买个机会不亏。徐朗这些年从我方家拿走的银两，陆陆续续少说也有3、4千两，这还是自己知道的，不知道的只会更多。就在前2天，徐朗又拿走了500两，说是为了打通关系，拿下城南2个街道的地盘，到时候加倍还给方家。但街道拿下，却不见还上1两银子。方柔蹙眉望着正坐在桌前喝着小酒、吃着肉的许虾仁，哼，一丘之貉，都是为了我方家的银子。该死的混蛋，也不是这个东西。200两，在此期间我绝不纳妾，给你足够的体面。另外饭菜方面也不收你银两了，最多150两。来，娘子吃饭。哼。傍晚的时候，虾仁从书房里走出来，去了一趟外面，再拐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打好的烧烤炉，铁蛋也跟在后面。方娘子，哼。铁蛋那些你拿走点，家里也吃不完。虾仁指了指院子一角，上午10几家送来的礼品，这么多东西都是乡下过年才舍得吃一口的。铁蛋知道虾仁不喜欢客气，就走过去腾出一个菜篮子，拿了一些蔬菜。趁着天没有黑，快点回去吧。许家大哥，谢谢你了。去吧。许家大哥，我有句话和你说。什么事？能不能出来说？哼。
说吧。你走之后，懒儿嫂子哭了很久，她心里也明白袁初哥哥怕是回不来了，他会被衙门重新安排配婚。我看着他哭，心里很难受。许家大哥，你是做大事的，家里不缺一口饭吃，你能不能收下他？其实婉儿嫂子很能干的，做饭、洗衣、地里的活她都能行。别看她瘦弱，但很勤快的，她真的是一个好女人。是他让你说的？没有，婉儿嫂子觉得她的身份配不上你，而且你毕竟是袁初哥哥的亲哥哥，凶手弟媳，她脸皮儿薄也张不开那个口。你先回去，让他安心待在家里，不用想那么多。等我忙完这阵子，自有安排。哦，那许家大哥，我走了。赵婉儿确实是个好女子，凶手弟媳这个时代玩的真够刺激的。吃完了，你先去洗澡。白天晒的水温度刚刚好。今天倒是知道关心人了，看来给银子就是管用。当然关心你，那是因为老子现在就造得慌。吃完后，虾仁先去书房里躺了一会，待到1个多时辰之后，估计隔壁的郝大嫂也熟睡了。今晚他喝了那么多果子酒，怕是扛起来转圈都不会醒的。是时候消饱去了。第二天早上，虾仁把早饭做出来，放到院子里的桌机上。怎么浑身酸酸的，像是背着一个人爬了一趟山一样，嘴里也不是味。昨天吃的太腻了。我今天要去衙门，吃完就先走了，等我回来再收拾。知道了，吃了赶紧走。碍眼。许虾仁加上昨日休沐，已经第8天，你的案子还没有破。妈的，赤裸裸的报复！是衙门紧急集合差役的号令，难道是大考名次下来了？喊大家过来，是关于前日贡院大考的事。名次公布之前，我先简单说一下此次大考的缘由。前线大战，后方不宁，山贼横生，民怨多发，各地衙门案件明显增多，所以这次朝廷做了重大调整。王朝下辖180个府城分别设立兵部司一部，直接受命于王朝中枢，管辖各大府城，包括常规兵力和差役。进一步扩大差役的数量。我们青山县今年有10个差役转正名额，这是历年之最，决定给予各地差役更大的权限和荣誉，这就是这次大考的由来。这次的大考不只是局限在我们青州府，而是大圣王朝180个府城同时进行，所以这次的大考名次决定了未来你们手里有多大的权限和荣誉。望诸位掌握更大权力之后，善用之。妈的，大圣王朝垂直打击啊，直接把各府的兵权给拿走了。关键是差役独立的调查权、缉拿权和行审权都已经大得害人了，竟然还给放权，看来差役才是朝廷的亲儿子。大考名次基于4个评定，不入流，优者青山县有3人，良者有32人，差者15人，不入流者39人，优者3人，直接归属青州府兵部司统辖，户籍落入青州府城。最后一句话说出，全场哗然，直属兵部司统辖，户籍落入青州府。更高的户籍意味着更大的前途，更多的机会。两者仍隶属各地衙门同属，俸禄提高3成，拥有直奏府城兵部司的权利。涉及后被差役可直接转正，拥有同样权利。差者和不入流者，由各府衙门酌情去留。好，现在公布名单，名次分为优、郎、差和不入流4个评级。优者方远山、郝军、赵志鹏，良者。待名单公布完后，虾仁却懵了，他仔细听了，绝对没有漏掉，但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虾仁兄，我没有听到你的名字，这怎么可能？我都入了良，你的能力最差也是良啊！大人，我所带的后备差役许虾仁尚没有公布评比结果，敢问大人，此次是不是考得不尽如人意？若是如此，是卑职的失职，我请求当即辞退此子，通告全衙，以儆效尤。许虾仁留档待用，回家等消息。比往常早回来1个时辰，不会被辞退了吧？我刚给了你150两，不会要肉包子打狗了吧？莫名其妙，不会真的被辞退了吧？不应该，卷子上的所有问题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大部分题目都是按照书上回答的，不可能出错。该死，到底是什么情况？大不了老子凭借过目不忘的能力走科举。哥，那你去死吧，嫂子我会照顾好的。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早上，虾仁难得睡个懒觉，却被外面一阵乱嚷嚷给吵醒了。
虾仁穿好衣服走了出去，看着院子里正是前日送闺女给自己为妾的10几个同乡们，在院门外还围着不少好事者。他们说你被衙门赶了回来，就过来想要回前日送来的东西。虾仁啊，我们家也不容易，那些东西都是压箱底的年货，求求你还给我吧。是啊，虾仁，前日是我考虑不周，既然你已经有了方娘子，那我们家闺女就另嫁他人吧，就不破坏你和方娘子的恩爱了。虾仁啊，咱们都是一个乡的，乡下日子不容易，那些东西你看能还给我吗？10几个乡亲七嘴八舌的说道，说话还算客气，但一大早就过来逼要，就是怕虾仁给直接吃完了。你们是在做什么？还要不要脸了？前日求着我来做中人，希望把闺女嫁给虾仁为妾，现在又是做甚？真丢我们青山村的人！老村长，我们也没有办法，若是虾仁能当个差役，哪怕看不上我家妮子，送典礼留个香火情也是好的。可早上去县城的赵老三都说了，县城里不少人都知道虾仁被衙门赶回来了。老村长，别怪我们势利，实在是乡下日子不好过。是啊，若是虾仁能够当差役，我们挨几顿饿就算了，现在没机会了，我们只能顾好自己家了。听说虾仁还得罪了县衙里的大官，我们可不敢沾上他了，求求老村长为我们做主。灵儿，你劝劝你爹娘，我听说衙门那边只是让许家大哥回家休息，可没说辞退，没准过2天就回衙了。这个时候你可不能犯糊涂。切，红梅嫂子，你别说了，我爹娘都打听清楚了，他得罪了大官，是被人当众赶出衙门的。他以后的日子指不定过得还不如我们家的。而且我爹娘给我介绍了邻村的杀猪匠，虽然猪肉是不能天天吃，但是一些猪下水还是能够顿顿管饱的。你们三爷，算了，不要难为大家了，东西有一部分被吃了，我补给大家钱吧，2两银子足够了吧？那些东西只多值1两，吼，便宜他们了。真是鼠目寸光，凭虾仁当日在临安村的做法，我许老三绝对不会看错眼，虾仁未来前途不可限量。你们啊，和你们这些闺女们错过了天大的机缘，都走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虾仁啊，你别往心里去，这群人是有眼不识泰山、目光短浅的女子，咱们不要也罢，回头我到新狱里分分钟给你找个贤惠大方的。真的假的？三爷，你不会骗我吧？我乃一村之长，怎会骗你？就我视频左下角这个，点开里面都是咱们附近周边真心恋爱的优质单身美女，长相身材要啥有啥不说，人也特别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资料都是美女本人认证过的，照片、年龄，想看啥信息都有，喜欢谁直接就能语音视频，而且上面女多男少，一上线就是来个喜欢你的妹子抢着和你聊天，美女们不图房不图车，就图聊得来，特别热情主动。三爷，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啊，不错，回头我也下个试试去。吃过早饭，方柔一如既往地坐在院子里嗑着瓜子。就在这个时候，门外来了2个人，竟是铁蛋和赵婉儿，两人怯步不敢上前。切，许下人，找你的。你们怎么来了？兄长，我找你说点事。出去说吧。有什么事？兄长，村子里传的事我听说了，他们说大嫂还会把你赶出去，说你们住的房子是大嫂出资盖的，说。赵婉儿低声复述，一些事连虾仁都不知道，传得这么离谱。那你来的意思是？我只是来看看，怕兄长被赶出去，没地方住。若是实在没地方落脚，可以去老房子那里，相公不在了，那里还是很宽敞的，以后也不用兄长做饭的。他所言的老房子，就是他此刻居住的地方。若是我去了，那就只剩下我们2人，此举无疑是冒着名节有损的。外边的谣言不用在意，我这边一切安好。如此，那自是极好了。你们早点回去，如果有什么麻烦，就让铁蛋来找我。好的，兄长。许下人，今日陪我回一趟县城我家里。必须我去。你难道忘记每个月今日我们都要回去一趟的？知道了，也罢，那就走一趟方家。奸杀案的凶手大概率就是方柔的弟弟，这也是郝大哥尾随徐朗发现的。小姐，走吧。姑爷，你坐在这里。小姐，老爷和夫人已经命造房做了你最爱吃的饭菜。方柔回到家也是满脸开心，走路都轻快了许多。虾仁跟着2人后面进了方府。方府有前院、中院和后院3处，前面是供仆役居住，中院是供一些丫鬟以及宾客留宿，后院才是方府的内院。姑爷，你在中院吃饭就行。妈的，就是入赘也不能不当人看吧。临近晌午，中院的灶房内不断的出了一道道午宴，几个仆人端着盘子络绎不绝的往后院送过去。这些人看也没有看虾仁，认识是肯定认识，但就是不重视。
这是你的餐食，在凉亭用餐即可，不要乱逛。徐大人，老爷和夫人都在等你呢。我家小姐刚刚也回来了，都说等你到了再开宴。这不是虾仁吗？怎么待在这里先吃上了？哼，方家门槛高，上不了桌，只能在这里吃了。知道就好。等你离开了衙门，你连方家的大门都进不来，能待在中院吃上一晚上好的米饭，就好好珍惜吧。徐郎，差役是立而非官，称一声差言那是尊称，忘乎大人而不惧者，犯的是欺省之罪。谁敢告官？你有人证？我就喊徐大人了。哼，在方府里谁会为你作证？喊你一声姑爷，是看小姐的面子，不然你也配进我们方府，一个即将要被衙门辞退的小小乡级农夫。大圣律例，欺省不惧者鞭30，凡奴及欺省者罪加1等，鞭100。女纳入教坊司，男或充军或纳入官役。你这贱婢伶牙俐齿的，到了教坊司，我倒是看你在那些下九流的功夫，车夫和粪夫身下，还敢如此嚣张？我没有欺上。许虾仁，你当我是死的？有我在这里，岂容你一张嘴就胡乱治罪？切！该死，差点被你唬住了！一个大考评级都没有的贱货，也敢耀武扬威！我乃前线归来，任职青山县后备差役，王朝特批，县衙备案，小小奴籍敢当众辱我，杀你无需走流程，麻烦徐队借刀一用。我今日斩了此贱婢，以儆效尤，让世人不敢辱我王朝差役。别杀我！够呢，许虾仁，这里是方府，你和方柔的关系，你确定要把事情闹大？今日给你一个面子，麻烦告诉我那贱内，天黑之前不滚回青山村，那就等着我的休书。不管方柔是否被休，我和方家的关系因为许虾仁这个不确定因素，都很难再平顺的维持下去，只能尽快从方家多捞一些了。虾仁出了方府，询问了一下离这里最近的书铺在什么地方后，很快就来到了一家书铺。给我准备一套秋闱科举所需的书籍。虾仁回家没多久，方柔一身疲惫，似是匆匆赶回来的，后面跟着的仆役还带来了不少米面和肉类、蔬菜等等。小翠木无尊卑，已经编摆，关进柴房10日自省。另外，关于你是有残缺之事，方家无人知道，他们对你慢待，只是做给徐朗看的，你不用多想。等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虾仁出去喊了一个邻居家的小孩子，给了他1文钱，让他去村西头把铁蛋喊过来见自己。等到天快落黑的时候，铁蛋就过来了，拿点带走。铁蛋哦了一声，拿了一些米面，最后还是虾仁给他捡了一块肉，才敢收下。回去吧，天黑路不好走。知道了，许家大哥。许虾仁，那是我爹娘怕我在乡下吃不好，给我带的，你吃就吃了，竟然还拿去养别的女人。天热吃不完，哪怕放到地窖也存不了太久。哼，能放多久就放多久，坏了就扔了。有必要这样？拿我方家的东西去养外面的女人，你许虾仁现在还觉得我方家对不住你吗？许家大哥，我先走了。过了2天，虾仁去了一趟县城，找到谭磊。虾仁兄，你想让我帮你找个书院，然后走里面的关系，参加秋闱的科举？多个选择，多条路，这事好办吗？能是能，问题也不大，只要交个5两银子，买个名额就可以直接参加秋闱。我就是有些想不通。有什么想不通的？我虽然一把子力气，但种田是肯定不能种田的，1亩地8分水，连顿饭都吃不饱。若当不了差役，那就走科举。虾仁兄既然思虑周全，那我这就帮你办。科举之路已下定决心。哥，那你去死吧，嫂子我会照顾好的。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大人，我等这3日已经汇总了近1000名待考察差役的详细事宜，加上各县报告的情况，以及我们下派人员的汇总，已经登录在册。根据我们的共议，共有32人符合我们兵部司对于案位的要求。若大人阅览后无意见，明日即可发放下去。预计青州府所属下辖县衙全部送达，大概1到2日的时间。只是有1人有些拿捏不准。哦，你们都是我从京城带来的老班底，连你们也拿捏不准，此人是什么情况？我们考察青州府近1000名符合条件的差役，大部分人在拿不到大考评级后的表现，或郁郁寡欢，或各类投机，四处寻找关系。但唯独青山县一后备差役，竟是要准备参加月底的秋闱科举。哦，是看不上差役这个行当。
据汇总的信息介绍，此人还是很愿意当差，更是颇有才能。我翻阅了此人大考的考卷，评级是在优之上。此人对于大胜律例掌握熟稔，更能举一反三，实属难得。只不过一直以来被排挤打压，这次更是连评级都没有拿到。或许参加科举是属于无奈之举。你倒是首次如此赞誉一个人，把他的名册以及考卷找出来，我看看。这次写的不怎么样，不过思路和见识倒是不凡，竟然能够找出大胜律例的不足之处，是个有头脑的人，在差役中倒是少见。咦，此人竟然还是前线归来的兵士。王朝这些年越发开始重视前线的兵士。这个叫许虾人的评级在优之上，又是前线归来的兵士，忠诚毋庸置疑，完全符合我们兵部司的考核。不过如此优秀之人，为何没有在第一天就呈送给我？我先飞鸽传书询问一下。太慢了，把这个 Mate 60 Pro 拿去，效率高点。大人，这件宝物价值不菲，臣不能要。这玩意左下角免费领的。你看我15 Pro Max 都用好久了，这价值连城的宝物现在左下角都能免费拿到吗？那当然，左下角现在新增了5000台15 Pro Max 和 Mate 60 Pro， 上线就有机会领。现在这次下载的还有 iPad Pro 1人1份配套送。那现在还能领吗？能啊，只要刷到这条视频的都能领，手机还都是官方包邮直发的。你从左下角链接进去，点底部下载，下好注册上去，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了。我这试试。这许虾人根据我们后来的深入调查，身有残缺，是前线大战时伤了。那里的子孙代，经过我们讨论，认为不符合历年来颁布的差役入党条件，而且身有残缺，仍转投科举，多少有些投机取巧之举。但念及大考评级十分优异，所以并没有第一天呈上，只是留作待用。大圣老卒百战之兵啊，为国受伤，我朝岂可辜负了如此忠良之辈？我倒是觉得他欲考科举，绝非是掩盖身有残缺而投机取巧，实则是想为国效力的无奈之举。大人如此认为，那这许虾人品性称的是上上之选，只是他身有残缺这事。出了问题我来担着，不能让如此忠心为国的老卒报效无门。大人恩泽厚重，此子必定感激涕零。若是他一心科举，我可以为他担保；若是仍旧愿意入我兵部司当差，可以在兵部司给他谋个职务，做我的亲随吧。你亲自去见见这个许虾人。是大人，这许虾人是走了狗屎运，当个亲随。眼前的大人可是依四品出任青州府兵部司，在青州府可是权力排名前5的大人物，大胜官场上名副其实的京派，王朝亲命的兵部司主官，堪称天子门徒。此刻的虾人回到家之后，一直待在书房里看书。自从方家之后，虾人和方柔几乎懒得说一句话。又过了1日，秋闱科举开考了。虾人一大早吃过饭，带了一些水和干粮，准备出门。你一大早去做什么？科考。什么？你竟然要科考？当不上差役，难道还不让我当官？你现在变化真大。没什么事，我就走了。这几日你找人做饭吧。你的身体，你考不上则罢，若是考上了，后期被查到，这可是大罪，在衙门里还有人给你掩着。入了仕途，你想过后果没有？身有残缺，确实不能考科举，乃至是当差役都不行。统治阶级是要脸面的，甚至于后世一些官方岗位也对样貌、身高等有要求的。关键是老子的身体没有残缺，这个事哪怕此刻告诉方柔也无妨，但我懒得多此一举。等到了青山县城门口，看着密密麻麻的行人聚在一起，人数约乎近小万人。真正来科举考试的人不算多，但奈何父母乡亲一块来的多，有的甚至一个村的人都赶来了。不管富裕还是贫穷，这些人都准备陪着自己的孩子熬过秋闱科举的9日7夜。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可比后世的高考付出的更多。贡院门口已经排满了考生，顶着太阳排了小半个时辰，终于快到虾人了。怎么了？回大人，属下的 Mate 60 Pro 好像发货了。哈哈哈哈！你还可以挂机，把其他的手机都拿下。许虾人是吧？跟我走一趟。这位大人，我还要科考。不耽误，从你决定科考也才5日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考不考都无所谓。这位大人，我其实准备很久了，还是有把握的。嘿嘿，走吧。我操！4个护卫打不过，命运不公啊！阻我当差，又拦我考公，还有没有王法了？众人到了离贡院不远处一个僻静的巷子里。许虾人，你是青山县的后备差役，此刻又科举入仕，这是为何啊？这几人身材魁梧，虎口老茧很厚，明显经常摸刀，却又少了浓烈的杀伐之气，应该是差而不是兵。难道是兵部司的？我差役大考不应该没有评级？难道是考得太好了，所以上面派人来加一轮面试？
报国无门，唯有奋力一搏。报国的途径很多，你急事相急，回归原籍，种地纳税同样是报国。术业有专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罢了。你的意思是，你不适合种地的卑贱工作，只适合当差当官？那倒不是，农户不但不卑贱，反而一个个瘦弱的肩膀，供应了整个大盛的强大，称得上一句农夫之国，有时无灾也不为过。但农户毕竟守的是自己的1亩3分地，护的仅仅只是一家一户。我年少入前线3年，见识了外敌入侵的杀戮和疯狂，纵使回归原籍，也希望为大盛多做点事。纵观各行各业，唯有当差入仕，才能保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服务一方百姓。好一个保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服务一方百姓。虾仁兄，你对大圣的忠心，当个农户确实是辱没了你。虾仁兄，张某来自青州府兵部司，你的那份大考试卷被评为优之上，是我亲自举荐给薛大人，薛大人对你赞不绝口，亲自派我来带一句话给你，你若是科举入仕，他愿意为你写一封举荐信；若是放弃科举，可以直接到他身边当个亲随。新晋的兵部司主官，大盛王朝兵权至上，兵部司又是王朝中枢直属的强势部门，握的是天子宝剑。薛涛的地位完全不亚于青州府其他主官，他口中的亲随自然不是普通的护卫，那是会培养成嫡系，走出去代表的就是薛涛的威势。虾仁兄，如何？能得薛大人赏识，张大人举荐，虾仁感激涕零。既然有的选，能否让虾仁留在青山县当一个差役，足矣。虾仁兄，这是为何？跟随薛大人才能更好的报效朝廷，护持百姓，一展你的抱负。唯有身居底层才识的百姓疾苦，虾仁愿意为薛大人守护青山县一方百姓。若天下之人皆仰慕权势，竭力往上爬，朝廷设置兵部司，加大对县城掌控的意义又何在？虾仁愿意依毕生之力，扎实基础，深耕一线，护我大盛青州府这一边陲之地。今日府城之上少了我一个许虾仁，而青山县多了一个差役，足矣。虾仁兄，请受我一拜。不敢当，不敢当，张大人折煞虾仁了。虾仁兄的志向令我汗颜，我本以为前面你所言为的还是谋求权势，听到你最后的要求，实在是让我无颜面对虾仁兄。虾仁兄，你的想法我会如实禀告给薛大人。至于这科举不考也罢，你放心等消息，短则1日，长则3日，必然会有好消息。张大人，以后你我兄弟相称兄长。好，以后虾仁你就是我张方平的好弟弟。恭喜张幕僚。虾仁你已经赋闲在家多日，你的事我还要抓紧时间安排。青山县到府城一来一回就要2日，事不宜迟，我就先走了。以后有事我会让他们4人来通知你。兄长辛苦了。感谢4位兄弟一路护持我兄长，辛苦了。这，既是虾仁无地给你们的，就收下吧。走了。虾仁兄保重，劳请护我兄长安全，来日府城重谢。哥，那你去死吧，嫂子我会照顾好的。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虾仁，我刚刚听闻有人在贡院门口找你的麻烦，看来还是来晚了，不过下次再考就是。无妨，我还有些事，过2天再找你。谭兄，今日秋闱，县城人数倍增，我们还要去巡街。我想虾仁兄不是轻言放弃的人，过了秋闱再找他好好聚聚也不晚。走。好家伙，难道徐朗大白天来了？值此秋闱，他有那么空？是谁？你不是参加秋闱科举的吗？怎么回来了？没参加。你大白天的院子插上门栓做什么？怎么没有在院子里躺着哼曲嗑瓜子了？哼，还不是怨你，好多人看到你拎着行李一大早就出发，一个个都来问我你是不是参加秋闱科举了，满脸的不看好，就差说你不自量力，狗急跳墙了。原来如此，怪不得路上遇到了几个乡亲，一个个看到自己像是看到鬼一般，唯恐怕我赖上了他们一般。估计是从外面听到我没进贡院，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既然敢参加秋闱，应该有书院的推荐名额，进入贡院应该问题不大。难道入考场检查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你身有残缺，直接把你赶出来了？今年秋闱竟然检查这么严格。有没有一种原因，我忽然觉得当差役更有前途，所以主动放弃了秋闱？切，得罪了徐朗，你现在连后备差役也当不上了。
婉儿嫂子，你这房子本就不大，再分割开，中间又要留出堂屋的位置，睡觉的地方可就小得可怜了。没事，我铺一些干茅草，上面加床被子，只要够睡觉就行了。外面宽敞的地方留给兄长。许家大哥过来住的话，一定会高兴的。还不知道他会不会来的，毕竟这里不如方娘子的房子大又宽敞。我听说许家大哥去参加秋闱，没进公园就被赶出来了，外面的人都在说，很快方娘子就要和他和离，而且那房子也是方家盖的，估计很快就会把许家大哥赶走了。他若来了，你可千万别提之前的事，只要我们肯努力，不会活不下去的。我会打铁，也可以帮婉儿嫂嫂去地里干活。等我再长大一些，我还可以进山狩猎。许家大哥留在家里看书，准备下次秋闱就好。婉儿嫂嫂，你也别管外面的人怎么说，只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天色渐渐黑下来，虾仁在院子支起了炉子。你今天怎么了？精神头这么好，竟然还搞了这么多好吃的，难道是秋闱不成？你吃一顿就能舒坦了？吃就完了。明日还要回县城家里一趟。据早上送信来的家仆说，徐朗又向父亲借了500两。这些年，徐朗的胃口越来越大，频次也更多了。说是借，其实从来没有还过。不过这次的借口，徐朗说准备和他的娘子和离，自己这次是要嫁给他了吗？明日我要回县城家里一趟，你就不用去了。好，你不问原因，和我没有关系。哼，本来就和你没有关系。虾仁发现方柔这次吃的很多，快赶上自己的饭量了，完全一副这是最后一次吃。已经夜深了，方柔靠在院子里的躺椅上，静静地看着天上熠熠闪烁的繁星。她微微闭上眼，感受着乡下的夜风，月光洒落而下，她清冷的面庞多了一些淡淡的暖意。熟悉这里，习惯了这里，好似有些不舍这个住了1年的地方。许虾仁，什么事？成婚1年了，今晚门不上刷，你过来吧，记得洗澡。什么意思？你门上栓我也能进，但是你突然让我进去，倒是有些迟疑了。本来也是打算今晚庆祝一下的，这到底是去还是不去？这可是你让我来的。怎么了？徐朗来了。我不知道他来。你不走？这是我家，我走什么？何况是你让我晚上来你屋的。我这。让我走也可以，之前那150两就算无偿给我了。不行。那行，咱们在这里等着徐朗过来。你先走，我不会让徐朗留宿的，这样总行了吧？他留不留宿我不介意，只是我才是你名正言顺的相公，你让我走合适吗？床够大，给你们多留点地方，不用谢我。哎，还是大床睡着舒服，比我书房里的小床舒服多了。你150两，我不要了，给你。得嘞。快走！如果他留宿，再给我150两，100两是留宿费，毕竟这也是我家，50两是对我的补偿。说好的今晚你归我的。他不留宿，自己要走了。本来想弥补一下他这1年来的委屈，反倒是气得一肚子火。老娘明天就离开这个上茅房都四处漏风的破地方，让你这个废物守着银子，在乡下寡汉一辈子，舔不到半点腥。可惜了。等虾仁走后，方柔直接上了2道门栓，还把椅子抵死在门后面。果然没多久，徐朗拿起木棍想撬开门栓，但看到有2道门栓，还有东西抵在门后面，气得低声骂了2句。谁呀？我家进贼了，快来人啊！问你妈！娘子，人走了，要不要继续？滚！不继续就不继续，反正赚了150两。该死！方柔，枉我对你真心实意，你竟如此不要脸，果然是卑贱的商户之女。还好当初没有娶你，既然如此，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第2天一大早，虾仁坐在院子里一边吃一边喝着小酒。没多久，方柔走出了屋，冷冷地望着虾仁。我以为你赶早去县城不吃饭了。混蛋家伙，昨晚就当被狗给摸了。这次回方家再回来应该就会和离了吧？可怜，估计是要被徐朗给骗了。这个倒霉的女子，让我爽了3晚上就和离吧，算是给你留点体面。毕竟你要被徐朗那厮给坑的不轻。这处院落留给我，至于给我的补偿就不要了，毕竟我以后也不缺银子。柔儿回来了。见过父亲，雪姨。我们家柔儿越来越漂亮了，前些年还是青涩的小女子，此刻看上去已经有了一家主母的风姿，以后嫁到徐家，定能把家管得好好的。姐夫这次过来可是要谈婚事，你很快就能如愿嫁到徐家了。
既然来了，那就签下这份契约。什么契约？姐，赶紧签了这份契约文书吧，你就可以随着姐夫一并走了。方柔看着那契约上的文字，双手一阵抖颤，眸光内透着愤怒、不满和深深的后悔以及无助，因为他的父亲已经签下了名字。入徐家为妾，住外室，方家给予文银1000两的嫁妆，送院落1套，美婢3名，仆役10人。徐郎，你是1两银子都没有花，还从我方家捞走了这么多东西，这就是你答应我的？求我父亲这样的契约你也写？别人是嫁女儿，你倒是好，倒贴还是为妾啊？我也不想啊，但奈何徐朗现在势大，而且还抓住了凶杀案不放手，凶手可是我唯一的儿子，女儿终究不如儿子。方柔啊，徐朗现在身份不同以往，嫁给他当妾也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何况你父亲又送银两，又送房子和婢女仆役的，还不是为了让你嫁过去之后能过得好？是啊姐，姐夫不嫌弃你嫁过人，这样重情重义的好男人多难得，换成我嫁过人的婆娘，倒贴金山银山我也不要。你们好了，你是我女儿，事情就这么定了，父母之命由不得你不同意。我愿意在契约文书上签字，就是给你们方家最大的彩礼，愿意走就走。你站住！还有什么事？你当年说的话都是骗我的。什么话？你说会重金娶我，以8抬大轿，行3媒6聘，用明媒正娶引我入许家，以主母之礼待我。方柔，你是不是还没有睡醒？重金娶妻，娶的是完璧之身；8抬大轿，抬的是大家闺秀；3媒6聘，聘的是知书达理；明媒正娶，娶的是贤良淑德。此刻的你站哪样？你给我滚！我纵使死也不会答应。哥，那你去死吧，嫂子我会照顾好的。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我纵使死也不会答应。方柔，昨天晚上你和那废物争的好事，我可是亲耳听到，你也别觉得自己多委屈，大家彼此，念在这几年你伺候不错的份上，我就给你交个底，不管有没有那个废物，我都不会明媒正娶那你成为正房。你毕竟是一个商户之女，完都完了，又何必明媒正娶？不过你毕竟有些姿色，你如果跪下来求我，我还可以考虑收下你为妾，给你一个体面。除此之外，其他不该有的念想就别想了，你只配为妾。做梦，我死都不会向你下跪。别以为回到青山村还能当你的许家正房，许家人是一个残缺之人，而你正值壮年，若是你迟迟不能怀孕，到时候我只要一句话，你就会被拉出去强行分配，到时候分给一个瘸子、傻子还是阿萨的更夫、粪夫，或者直接拉到青楼，那就由不得你了。啊！不要啊！徐贤侄，别走啊！姐夫，你要走，把我姐一块带走啊！要打要杀随你，留在我家算什么事啊？徐家官人，别走，别走啊！方柔不傻，其实早就已经猜到，从始至终，不管有没有许家人，徐朗根本没有打算娶自己，只是不愿意相信罢了。在这个世道上，她毕竟只是一个女子。父亲，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但求你不要让我随了徐朗为妾。由不得你，给我把他绑起来，送到徐朗的别院。老呀，不如明天吧，让他先清醒一下，万一到时候寻死觅活的，反而惹恼了徐朗就不好了。把他关起来，派人看好了。别！父亲，求你了，放我走吧，我宁愿回到乡下去，不要把我送给那个畜生。等到天黑的时候，下人在家里已经做好饭，看了看天色，嘿，这是直接走了，东西也不要了，也罢，回县城是过好日子，祝他如愿以偿吧。这该不会是要抓许家大哥的吧？有可能，若是吃脆茶，来一个人通告一声就行了，一次来4个，还穿着茶服，配上军刀，这是执行公务啊。这许家大哥不会还犯了什么事吧？当初在临安村就发现他杀性太大，肯定是杀人掠财，被人报官了。闭上你们的乌鸦嘴！虾人毕竟是青山村的人，多帮也就算了，竟然还敢风言风语的，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几位差爷，虾人他真的犯事了。老人家放心吧，许家人不但没有犯事，还会被王朝重用。今日我等前来是报喜的，你们村出了一个被王朝看中的英年才俊啊！好，我早就看虾人并非池中之物。
几位兄弟一路辛苦了，是不是我那兄长有什么话需要传达？虾仁兄，这是薛大人的任务，张幕僚本来也要来的，但因为临时有事，就命我们4人过来了。自今日起，任命青山县许虾仁青山县差役一职，兼任青州府案委一职，领7品官衔，职奏职权，户籍入青州府，档案归青州府兵部司，统领青山县3大油平差役，大圣律例之下，有专职处理职权，非兵部司之外，任何人不得干涉。虾仁兄，这是密盒，你所奏之事放这盒子里，会有专人直接一路畅通呈送到薛大人的案前。另外，你所处理的案情，当地县令也会记录归档送呈兵部司，作为案委的考核。案委是每3个月考核一次。虾仁兄，以后你就隶属于青州府兵部司了。青州府兵部司差役张彪，青州府兵部司差役宋虎，青州府兵部司差役刘强，青州府兵部司差役王龙。见过许大人。远处的青山村乡亲们听不见，不过下跪的一幕却看得清楚。那些乡亲们惊得目瞪口呆，特别刚刚还嘲笑许虾仁的人顿时缩了缩脖子，面如土色。4位快请起，只是一个7品小官，以后我们兄弟相称。你们是府城差役，和我这穷乡僻壤的差役相比，未来还要仰仗4位兄弟。虾仁兄和张幕僚是兄弟相称，我们这是僭越了。各论各的，以后苟富贵莫相忘。虾仁兄，好才情。三爷，让乡亲们都散去吧，今日之事不可对外人言。要的，不打扰你们了。爹娘，我还有机会吗？灵儿，你那杀猪的相亲之人，不是已经下聘礼了吗？我没答应，我心里只有许家哥哥。当家的，不如回头去说说。我哪有脸说？若不是你撺掇，这乡里相亲的我咋可能去逼虾仁归还东西？娘，你帮我说说，现在方娘子走了，我不求当正室，哪怕是当小我也愿意。行，回头我托人说说，我家妮儿俊俏还是有希望的，只是屠户那边给了5斤猪肉聘礼的，已经吃了不少，这可咋办？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若是跟着许家哥哥，我以后还能断了你们的肉吃。是这个道理。这谭灵儿人不大，还真是够有心眼的。前2天还看到他和那屠户卿卿我我的，现在竟是又看上了许家大哥，真当人家许家大哥现在还缺女人。虾仁几人聊了一会后，张彪4人还要回府城复命。虾仁掏出40两塞给张彪4人，4人推辞不受。只是酒水钱，你们一路奔波，规矩不能破，不影响感情。虾仁兄告随。过了一会，虾仁就乘坐了村里专门安排的马车，前往了县衙。许虾仁，你又来做什么？不是让你在家里等消息？又没说我不能来县衙。伶牙俐齿，一个大考没有评级的后备差役，你离辞退也不远了。不过我真希望你能有个好的评级，这样你那身有残缺的把柄还能有用武之地。你呀，还真是不争气。我本来对你还略有忌惮，你倒是直接大考连不入流都没有评上，让我凭空少了很多乐子。另外还有一件事，方柔以后给我当妾，住在外室。你现在孑然一身，过段时间衙门重启送亲时，我会特意给你找几个卑贱丑陋的村妇。放心，我不会说出你身有残缺的事，让那些卑贱丑陋的村妇按捺不住寂寞，频频给你戴绿帽，岂不是更好？哼！虾仁兄，你怎么来了？过来办点事。办事，稍后再和你说。对了，谭兄，上次来临安村时的同僚们有几人转正了？加上我一共3人。转正后人如何？都替你打抱不平。好，你把他们喊过来，等我回来再和你们说。当日我就知道你会被青州府兵部司看上，不过后来听闻你去丘为科举，我还挺不解的。现在看来，你最终还是入了青州府兵部司，还要感谢大人的举荐。和我没有关系，我可没有那个资格插手兵部司的任命，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本事。其他县的案位有没有品级，我不知晓，但是眼前的许虾仁从后备差役直接晋升到案位，领7品官衔，现在和我是一个级别。见过大人。兵部司应该给你们下达命令了吧？案位统领你们3人，此事不可对外人传。已经下达。见过你们的上官吧。许虾仁是我们青山县的案尉，领7品官衔。顾忠明说完转身就走了，他的任务就是确认身份，介绍双方相见。虾仁望着顾忠明离开的背影，倒也不怪顾忠明态度淡漠，换做谁都是如此。但也明确一点，兵部司案尉确实有实权，哪怕顾忠明也很忌惮他。许虾仁妥妥的一跃站到了青山县顶端。
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兄长得不到的女人，得不到的权势，他会一一拿到手。这一世，他要痛快滋润的活着。属下见过许大人。三位同僚不用客气，以后兄弟相称即可。虾仁兄。在青山县，徐某只是一个新人，以后还需要3位的帮衬。另外，暗卫3个月一考核，若是考核不过关，是会被辞退。这些你们都知道吧？不过你们也别想着我下去了，你们就能上来。虾仁瞟了一眼3人的神态，就知道有想法。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暗卫的差役也同样如此。一旦我考核不过关，你们也有连带责任。别说当暗卫了，就连你们现在的优平带来的福利也会受到影响。当然，我若考核过关，大家的好处也不会少。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个利害关系，凡事三思而后行。我等愿尽心辅佐。徐某在青山县根基浅薄，3位讲讲这徐朗到底是什么来头，该怎么惩办此人？我来讲吧。方兄请讲。徐朗的依靠分为2方，第一，在县衙里，徐朗和县尉邢明大人的侄儿邢大海走得很近，徐朗也是借助这层关系在县衙里站稳了根基。第二是徐朗娶的那位娘子，此女的家族来自于府城，虽然没落了，但关系尚在。据说此女和青州府府衙某位主官的一个宠妾有亲属关系，这也是徐朗最大的依仗。你们2位怎么看？这徐朗虽然在衙门里资历不深，但是关系还是很硬的。毕竟是一个衙门的，如果能够握手言和，也不失为上算。厅堂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虾仁不发一言。很快，方远山、郝军和赵志鹏3人都有些撑不住，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向虾仁。3位也是老资历的差役，有没有想过兵部司成立意味着什么？你们的户籍转入青州府，有直走兵部司的权利，又是意味着什么？虾仁兄，不如另寻个地方聊。无妨，都是为大圣尽忠。顾大人是青山县的主官，未来我们还要仰仗顾大人的协助。没有什么地方比在这里更加的安全和隐秘了。既然你们不说，那就我来说。我很不解，你们没有一个人敢说出如何惩办徐朗，是忌惮他什么？是忌惮县尉邢明大人，还是青州府某位主官家里一个靠着睡觉、有点名头的小妾？虾仁话音方落，3人额头上都流出汗来了，却也是心底骤然一凛。3人都瞬间明白，若是在瞻前顾后，他们尚未暖热的荣誉和好处就要飞了。我方远山愿遵命。我等愿遵命。好，很好，不愧是兵部司看中的优平差役。现在立即逮捕徐朗和邢大海。虾仁兄，3位如果没事的话，不如陪我看一场好戏去。行，那就走一趟，刚好赏我没事。大海兄弟，这是200两，是城南规费的分成。啥？竟然有200两？每个月？自然每个月都有。若是我能再拿下庙市这边的一条街，每个月有这个数。庙市这边可是全县油水最大的地方，每条街都是划分好的地盘，哪怕我叔叔也不好一眼而觉之。只要邢明大人点头，余下的我来安排，事后还有一份厚礼。看来徐兄弟从方家那边捞了不少啊！方家方柔可是我们青山县一绝啊，对徐兄还真是够痴情的。只要大海兄弟喜欢，今晚我就安排上。实不相瞒，今晚是我和方柔的洞房之夜，到时候大海兄弟先上。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晚上回去我就和我叔叔说，今晚咱们兄弟俩一起上。原来是方兄、郝兄和赵兄，你们有事。关上门，赶紧滚！徐朗、邢大海，随我们回一趟衙门。衙门有事，协助调查一起案子。什么？方兄，我没有听错吧？你是把我和邢大海当犯人了？我叔叔是邢明，我坐在这里不动，我看谁敢抓我！呸！狗差子不过是我叔叔的几条狗。拒绝配合查案，缉拿期间辱骂王朝差役，等同藐视王权，按照大圣律例，可强行拘押。若敢反抗，就地处决。许家人怎么哪里都有你？你他妈的以为自己是谁？念着一句大圣律就能为所欲为了？这小子我不喜欢。扎人！方远山，你发什么疯？这许家人给你什么好处了？你还要不要在青山县混了？我说扎人，动手！都愣着做什么？赶紧扎人啊！我看谁敢反了你们！大海兄弟不要冲动，赶紧把刀给我！废物！
我的手臂。你竟然砍断了刑名大人侄子的手臂！拒绝缉拿、抢刀、反抗，不杀他，已经是看在刑名大人的面子上。他没有抢刀。徐朗，你的意思，邢大海手里的刀是你给的，军刀是朝廷所赐，王权所化，你假手于人，还是一个平民？你徐朗是对朝廷心有不满？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绝对没有把佩刀给邢大海的意思。我是说，邢大海应该是手忙脚乱之下，胡乱抓了一个东西握在手里，或许他也不知道那是军刀。带走。是。这是谁？竟然连邢大海都给砍了！邢大海可是青山县顶级纨绔啊，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敢抓他。不只是邢大海，还有徐朗，那可是负责城南治安的差役。衙门里难道内讧了？这下子青山县可是热闹大了。这徐朗听说十分骄横，在城南那边胡乱收取费用，搞得民怨沸腾。不过民不敢和官斗，没人敢吱声。你不要命了，指不定明天徐朗就出来了。是。虾仁等人赶回衙门，县尉邢明就站在衙门口，背负双手，冷冷地望着众人，目光更是直直地凝视着虾仁。见过刑名大人，查徐朗和邢大海存有以权谋私、私相授受以及财物不明等，现带回审查。期间邢大海抢夺徐朗军刀，欲反抗差役缉拿办案，导致受伤，一事已经处理过，生命不会有危险。你是兵部司看中的优平差役，办案经过不用和我说，我只有一个诉求：查实查清，不要让获罪者逃脱制裁，也不能冤枉一个人。若是存在公报私仇，我会严惩不贷。是。后被差役许虾仁为转正期间无执法权，回家待命期间，按照大圣律例，在此期间不可干涉衙门一营案件，擅抢差役军刀，致嫌犯受重创，责令押入大牢，一并处置。方远山、郝军和赵志鹏并没有动手去抓虾仁，他们三人心里明白，虾仁已经不是后备差役，而是兵部司暗卫，是他们的上官。尔等敢抗命？什么事？接顾大人命令，我是去找许下人的。什么事？许下人结束后备差役职务，自今一早上起入正式差役，所以档案已经送入府城归档，命其接手今天的案子。许下人领命。叔叔，救我啊！疼死我了！带走。是。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大人，这个事情该怎么办？你去徐朗家，把事情告诉那个女人。是。许下人到底目标是徐朗还是自己？我是知道自己这个侄儿背着我做了不少事，有些我也没有细问，只希望事情不要太大了。许家人还不放开我！你一个废人，走了狗屎运竟然能转正，看来花了不少功夫吧？这次到底是谁想搞我？是方远山还是郝军和赵志鹏？不愧是徐队，被抓了还这么威风凛凛。你敢打我？徐朗，这个地方熟悉吗？你上次就是在这里打我的脸，你那副高高在上，把我当一条狗一样对待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时间过得真快，1个月不到，你就落到我手里了。你想干嘛？若是再搞点粗眼粒子，摁下去不出3息能有6分数。许家人，我乃青山县差役，我的娘子乃是青州府府衙通判大人最得宠小妾的亲姐姐，我劝你不要自误。徐朗，抓你审你，遵的是大圣律例。别说你那娘子只是和青州府通判大人一个小妾有关系，纵然你徐朗是青州府通判大人的亲儿子，落到我手里，除非王朝颠覆，大圣律例成为一堆废纸，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你向邢大海行贿，共计多少银两？有多少人参与？在城南规费上，有多少人参与了贪污？共计多少银两？还不早点交代？呸！废物，有本事就杀了老子！今日老子不死，明日我出去后就让你100倍偿还今日之痛。那我们就慢慢玩。徐队，这第2块青砖落下，刺痛就会变成刀绞一般；第3块，你的膝盖可就差不多废了；第4块，你的腿骨就会变形，哪怕最好的医师也无法让你复原如初，你这辈子就是一个跛子了。第5块，你的腿筋和腱子肉会生生的撕裂，想当个跛子都难，这辈子只能躺在床上。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老虎凳，如何？
哪怕你徐朗是一头真老虎，也要被硬生生的给训成温顺的病猫。只需1刻钟的时间，你就废了。到那个时候，你那娘子会为了一个废人和衙门作对。我估计明日你那娘子会把何离叔直接送到牢房里。继续。徐队，你真是一条汉子。继续。我说啊，我估计你能扛得住第4块青砖后才会开口的。我认栽了，早知道今日就应该提早弄死他。这个混蛋真够隐忍的，我看走眼了。说吧。我若说出来，你敢办这个案子，办下去，你就会成为衙门公敌，整个衙门都会把你当仇人，你会毁了所有差役的财路。那是我的事，就不劳你操心了。县尉刑名大人手令，命令我等入牢房参与审问徐朗，还不让开。我看看手令，方差役。算时间，应该能审出一些东西了吧？徐朗那身子吧，按理说撑不了几道刑具。让他们进来吧。走。我进去看着他们。不用。万一他们串供了怎么办？没事。过了大概1炷香的时间，那4个差役从大牢里走了出来。许家人，徐朗毕竟是你在后备差役室的队长，是我们的同僚，你这么对他用刑，难道就不怕有朝一日你也落到这个下场？你叫赵泰是吧？是我，你难道也想对我用刑？邢大人安排的任务完成了，不该打听的不要打听，我们走。听这意思，那就是完成任务了。那就好，徐朗已经交代你们在城南区收取规费时的不法事实，私自提高规费，变相索取好处，干涉商业竞争，随意殴打、驱逐交不起小摊贩。我有理会怀疑你们意图扰乱青山县经商环境，意图颠覆青山县稳定。根据大圣律例，你们被收押了。问你妈！你连我们4个都要抓了，有问题？你疯了吧？哪个差役在外面只是老实收取规费？你身边的这些人，哪个不曾私扣过规费？民不举，官不究，要怪就怪你们吃相太难看了，抓了他们。骤然得势，就无法无天，如此堂而皇之的大兴牢狱，法上且不避人情，他大肆抓捕同僚，这是逼自己当毒妇，离死不远了。到底是孤臣还是毒夫？孤臣所行无稽，尚且遵循律法；毒夫那就是六亲不认，一切为无。若是毒夫，恐怕会落个众叛亲离，终难成大事。兵部司应该不会看错人的吧？顾忠明竟然还不出手，这是铁了心要帮许下人这个新晋差役，到底是为何？难道他要和邢明斗上一斗？嘿嘿，斗就斗吧，不是什么坏事。平静的青山县难得出现一点乐子出来，青山县不乱是大家的底线。这徐朗够黑的，区城南竟然搜刮了这么多银两，涉及的人远不只是赵太4人。虾仁兄，要不要继续抓？怎么抓？城南牵涉的差役超过了20多人，今天抓了，明天青山县谁来巡逻？谁来维护青山县的稳定？确实不能都抓，如果都抓了，那就真的成了毒夫。毒夫没有一个有好下场。难道犯了错就没办法处置了？其实大家都误会我了，人人都会犯错，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大家都懂，只要不是太过分，大家想过个好生活，并没有错。不瞒大家说，我和徐朗有仇，不单单是他阻我转正，实则是这个家伙背后有个金主，正是我娘子的方家。这些年徐朗这厮从方家拿的银子，少说也有3、4千两，真实数目肯定不止这些。若是如此，我还不生气？啥？这都不气，至少3、4千两了。当一辈子差役能赚这么多吗？毕竟方家的银子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我只是方家女婿。问题就出在我这个女婿只是摆设。徐朗已经有了家室，不愿意娶方家之女，又想不断的从方家拿银两，所以把我拉出来当挡箭牌。这徐朗拿我的前途逼我娶方家女，更要求我和方家之女方柔做一对有名无实的夫妻。原来虾仁兄娶方家女是徐朗逼迫的，这徐朗太不是东西了。族人前程就是血仇，竟然还逼人娶妻，更要有名无实，真是欺人太甚了。妈的，如果换做我直接送他几个窟窿眼。徐朗做的太过分了，前程和婚姻乃是一个男人一辈子的大事，他竟然也敢暗中使手脚。
如果只是如此，我无外乎受点委屈。但我父母早死，唯一的弟弟刚刚成婚，也突然失踪了。正是在我转正无望，打算去找徐朗摊牌之际，我的弟弟突然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事后我有所调查，这件事和徐朗脱不了关系，他欺人太甚了。虾仁兄确实和我提过，他有个弟弟，没想到突然失踪了，定然是这徐朗为了敲打虾仁兄，故意找人掠走了其弟弟。希望徐朗没有杀了他吧。娘的！好看的啦！哎呀，这小子真是的。看来大家也觉得徐朗不是一个东西，那麻烦把这些事转告其他人一声，免得人心惶惶的。另外收缴了徐朗不法财物200两，按照规矩一半上交衙门，另外一半大家分了吧。虾仁兄，刚刚那些事是真的还是假的？比这个还要真。徐朗这人该杀，只是贪污还不足以弄死徐朗，加上一条人命，足以让徐朗翻不了身。可惜前身只是一介平民，还要不了一个差役的命。不过不着急，还有奸杀案以及城南那些被徐朗等人坑的商户们。开局反杀歹毒凶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此刻衙门深处的顾忠明听到外面的喧嚣声，微微一惊，还以为是差役哗变了。很快听到身边人汇报后，此子这个时候把私仇公布于众，不但不是坏事，反而让人觉得其有情有义。前期缉拿徐朗、赵泰等差役，一副孤臣的做法，肯定会得到兵部司认可和看重。此刻公布私仇，分发银两，显得有情有义，轻而易举就化解了毒夫的形象，是都让许虾仁做全了。兵部司选人的眼光果然独到。愚蠢混蛋徐朗，你既然搞这些阿杂事，为何不早早处理干净？竟敢还让人抓住了尾巴，真是自寻死路，还白白的便宜了那许虾仁。虾仁兄，接下来怎么做？不急，我要处理一下私事，你去拿2条鞭子，带着这次出任务的同僚们，就说我请客吃饭。此刻方家府邸，一顶软轿从府邸后门离开，那顶轿子外面披着红绸，一副婚嫁迎娶的喜庆场面。此刻轿子里的方柔被五花大绑，身穿红裙，脚踩红鞋。轿子怎么停了？难道到了吗？娘子，这是又要嫁人了。我不是自愿的。看出来了。啊，你来做什么的？那个是不是来接我的？我来要银子的。要银子？我给你银子，你赶紧带我走，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回到家怎么样我都依你。谁敢破坏我方家的大喜之事？我女婿乃是青山县差役徐朗。许虾仁，你还没有被衙门辞退。许虾仁，我姐夫徐朗很快就来了，我劝你赶紧离开，要不然等下有你们好看。姐夫，看来徐朗和方柔真的要晚婚。我不是自愿的。闭嘴！是你为了拉拢徐朗，才把我嫁给他为妾。方中堂把我和方柔和离的文书或是休书拿出来让大家看看，若是没有，你强迫方柔再嫁，可是触犯了大圣律例。看什么看？我姐夫徐朗是衙门差役，掌管城南的地盘，你们赶紧把这个家伙给我抓起来！就凭他也敢破坏我方家的婚嫁，真是找死！闭嘴！父亲，你怎么打我？干嘛打孩子？孩子也是为了咱们方家。你早晚会害死他。见过方差役，好差役。今日毕竟是我方家的喜事，看在老夫和我那女婿徐朗的面子上，不要让这许虾仁再闹下去了。择日重谢。方中堂，你求错人了。许虾仁已经是正式差役，并得到县令顾大人首肯处理徐朗和邢大海一案。徐朗、邢大海一案，徐朗他被抓了。贤婿，我那苦命的娘子昨日回方府省亲，竟然被你们给绑起来再嫁了。方家区商户真是好大的胆子，我一个差役都敢如此欺凌，若是平民百姓遇到方家，岂不是叫苦无门了？这贤婿是我一时糊涂，既然婚事还没有完成，不如就此取消。你把方柔领回家，不，我在县城给你们准备一座院子，以后你们就住在县城。这银票你先拿好，我等下自己来拿。好，我给你备着。来人，把方中堂、赵化雪和方强就地拘押。是。贤婿，为何啊？刚刚不是说好了吗？姐夫，我错了，不要杀我啊！经查，方家女方柔婚约在身，另行嫁娶，按照大圣律例，罚金1000两，鞭刑100。念及方家女并非自愿，其刑罚有逼迫者受之。行刑结束。
给兄弟们的喝茶钱。谢许差役。诸位还留在这一作甚？是想吃一下县衙的挂烙？今日月丈家摆宴，小婿前来贺了。诸位同僚，请小翠过来领路。是姑爷，把人抬进去，命人重新准备宴席。哈，小姐。虾仁兄，接下来怎么做？是继续查下去，还是如方家这般罚进外室1小城？我出去透透气。两位兄长，是前程重要还是银子重要？自然是前程重要。方家只是商户之家，上不了台面，略施小城另起，知道皇恩浩荡即可。像方家这样的小案子，你哪怕再是尽心尽力，也入不了兵部司的眼。两人要的是前程，那就说说前程。好的前程，自然是去府城。若是两位有机会去府城，若一没有根基傍身，二没有颇天功绩，到了府城真的就能比现在好吗？虾仁兄看得通透，该不会有机会进入府城，特意留在咱们这青山县的吧？嘿嘿，承蒙兵部司张幕僚看重，举荐于薛涛大人，倒是为在下谋了一个差事在府城。那个什么职位？倒也不算什么机密，给薛大人当亲随。啥？4品大员，兵部司主官的亲随。虾仁兄，这是一步登天，进入官场晋升的最快通道，你竟然放弃了？徐某喜自由，不过言归正传，亲随虽好，但毕竟是狐假虎威居多。现在大圣设置兵部司20万差役，正经历自大圣开创以来最是翻天覆地变化之际，这或许是我们此生最大的机遇。若是在下面干得好，未来哪怕上升，也能有更大的机会。今日我人暗卫，享7品官衔，手握职奏职权，独立的调查、缉拿和行审权，这颇天的权力，谁敢说就比亲随差？差役有官身，这是开天辟地的头一次呀！差役当得好，不比走仕途慢。以现在的局势，正是差役晋升的好机会，前程就在眼前。要办案，要办大案，未来才有机会真的奔那青云路。所以两位兄长想前程，就安下心，在这知根知底的青山县深耕下去，办几个像样的大案才是正道。愿跟随虾仁兄。如此的话，两位和我不如联名奏请兵部司剔除犯案的差役，增补新的差役名单。徐朗等人没了差役这层身份，那案子的阻力就小了很多。增补新的差役，还按照过往的规则。过往的规则是1个名额100两，算是灰色收入，是属于捐赠给衙门的。但我们提交的人选也能节流50两，算是一笔难得的收入。只要各项条件符合，自然是按照过往的规则。毕竟水至清则无鱼嘛。两位每人2个名额，这加上徐朗和那4个被关押的差役，只有5人。虾仁兄难道只要1个名额？不妥，我们1人1个名额即可。这次凑够10个名额，10个名额，剔除谁？徐朗和赵泰是5个人，另外5个人算上一个赵志鹏，还有他的一些亲信。老子请吃饭就是让大家站队，他竟然敢不来，管你是想投靠别人还是骑墙派，那是绝逼不能留，不然指不定哪天就要被刺。王赶超、宋小虎、刘超是赵志鹏的表亲，赵僧是赵志鹏外面养的女人的弟弟。好，加上赵志鹏凑够5个。一场晚宴，小酒一喝，兵部司任命的暗卫和平定的幽平差役，就暗搓搓的把青山县的衙门给清洗了一番。这是1000两银票，你们1人1张，余下的100两分给手下人。虾仁兄使不得，这笔银子是方家赔给你的，不属于公银。宴会结束了，只留下了谭磊、赵俊和张天3人。这是100两，你们3人分了，不要拒绝。谢过虾仁兄。谭兄，之前被辞退的后备差役，你选6个知根知底、办事靠谱的，让他们最近在家等消息。我承诺你的事，你还记得吧？记得。徐朗这次栽进去，他那娘子折腾一番救不出来人后，只要不傻，就会和徐朗和离。到时候只要我提一句，他会巴不得和你成婚，对你明媒正娶，视为正妇。当然也可以让他死，只在你一念之间。那让他去死吧。真是最毒妇人心！你现在高升了，又何苦这么嘲讽我？我此刻在你眼里是一文不值的卑贱商户女，可我方柔自问，从未害过你。那徐朗利用我，遮辱我，我又为何救他活命？这份和离文书签了吧？我不签。你若执意如此，那就休了我吧。给你体面，你都不要。你自己也说过，我们本来就是临时拼凑，又何必继续伪装下去？半年前你说过，我愿意和你过日子，你会不计前嫌的。之前说的我忘记了，不算数。好大哥绿帽子戴上瘾了，这样的承诺都敢提，真他妈的又给自己挖坑。这份承诺你是手写给我的，可不是说说而已。不过我不会拿这个逼你，但是和离文书上我是不会签字。你想休就休了我吧。
怎么看徐朗不是个东西又倒台了？突然发现我现在飞黄腾达了，就赖上我了。不要以为我不敢休了你。我等你的休书。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顾爷，洗澡水已经放好，奴婢伺候你洗漱。你下去，我来吧。是，小姐。我没有其他意思，方家人多口杂不比在青山村，你应该也不想别人知道你是有残缺的事。你就不想拿这个去衙门告我？我告你，对我有什么好处？那倒也是，不过你告了也没用。你是怕我进你房间来？残花败柳之姿，何惧被睡？等你的休书到了，我也好过活在这个世上遭人白眼。这不像你的性格。我看男人的眼光太差。今日虽然没有过了徐家的门，但也算是大红花叫人牵走了一遭。一女上衣加二夫为耻，我若再被休，还活着作甚？况且按照规矩，我没有子嗣傍身，若被休，是要被官府强行送亲的。再嫁三夫，我宁死。刀收起来吧，你也挺倒霉的。这个时候，不管是和离还是休妻，确实不太合适。不过有个事我要明说，你那同父异母的弟弟牵涉前些日子的奸杀案，当时是徐朗一直压着，应该也是因为这个，你那父亲才百般讨好徐朗。会波及我父亲吗？你父亲应该没事。那就好，明日我就回青山村，之后发生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若不是我今日赶来，你入了那徐朗的别院，就是徐朗的人了，可就是妥妥的罪妇了。徐朗犯的事是注定跑不掉了，他那原配娘子身份不简单，尚可豁免，你就没有那么好运了，或入教坊司充当官妓，或是沦落到最低贱的青楼，这可比被休一女嫁三夫惨多了。我对你可是有大恩的。你要我做什么？来，给我搓搓澡。我去换件衣服。不，就穿这件婚服，看着容易上头。嘿嘿。不知道徐朗若是看到这一幕，会不会气得直接嗝屁了？你不休我，不是怕我死，而是图我的身子，是否？我现在会缺女人吗？也是。不过你最特殊。我有什么特殊的？有机会我会告诉你的。我知道你也想报复徐朗。很早之前我就发现你晚上会在我门外逗留偷听，今晚我就随了你。只是可惜你毕竟不能人事，怕是徐朗哪怕知道了，反而也会嘲笑你。否则我不介意随你去一趟衙门大牢，当着他的面让你真正的报复他。这怎么可能？他身体竟然没有残缺，这不对啊！徐朗难道骗我？还是徐朗也被眼前的男人给骗了？你在青山村时，你就进过我房间里。有一日早上起床后，嘴里不是滋味，正是刚刚那个味。你喝醉了，可不止一次。可是你明明身有残缺，他肯定是故意的，自己肯定被轻薄了不止一次，而且刚刚的花样也忒多了一些吧？是我未曾经历过的。不骗徐朗，他岂能放心用我？起床吧，今天你就回青山村。一大早在门外偷听，还往男人怀里钻，怎么我那老丈人家教这么不严？瞎人我儿，你真会打趣，我可是你娘啊！这么想当我娘，我可不曾记得吃过你的口粮。瞎人，为娘是来喊你吃早饭的，你那个快点去厅堂。她毕竟是我父亲的女人，是长辈。你若是想要女子，我回青山村的时候把小翠带着。我只是好奇，这小心思多、偏偏又胆小的女人，若是哪天许家败了，她该怎么生存？难道我那同父异母的弟弟犯的是很大？贤婿，你们往徐朗身上投了多少银两？方家是商户，应该有登记的习惯吧？贤婿，方家和徐朗从此恩断义绝，绝对不会再有联系。我所知的至少3、4千两，不止。徐朗那个喂不饱的恶狼，还从我这里拿了几百两，还有1000两的嫁妆，现在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有登记，差不多5000多两，那可是我方家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现在我方家看似光鲜，实则连日常花销都裹不住了，都被徐朗给掏空了。想不想要回来一些？自然是想。贤婿，如果要得回来，我愿意拿出3成给你打店。5成，3七分，贤婿7成。
我给你1成，你把徐朗从方家拿银子的记录整理成册交出来，再写一份声明，就说是徐朗逼你们给的银子。另外上个月方家低价收的城北酒楼也交出来。这。贤婿，1成太少了吧？才500多两啊！还有那城北酒楼，可是我花了1000两盘下，每个月赚的银子都有200两。我呸！城北的酒楼区1000两就盘得下，老丈人你真会做生意。徐朗已经交代了，那家酒楼东家的3女1妻被奸杀是方强做的，你儿子杀了别人全家，你吃下别人的酒楼，你们方家真够凶残的。你们还能坐在这里吃饭，就应该感谢我了，还嫌1成给的少。贤婿，你可一定要救救我方家，我都听你的。虾仁我儿，你可一定要救救你那可怜的弟弟。把方强喊起来，随我去衙门。3女1妻，他那小身板，料想一个人也弄不完。我的妈！还敢跑？姐夫，饶命啊！那起案子我是冤枉的啊，徐朗给我酒里下了药，我不想的呀，不想啊！儿啊，你真的杀人了！娘救我啊！救我啊！我醒来的时候，生下的女人就死了，我当时太害怕了，我什么都记不住了。你之前可没有说是徐朗给你下的药啊？当时徐朗没出事，我哪里敢说实情？而且那个女人确实死在我身下，我醒来的时候还没有分开的。该死的徐朗啊，害了我方家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让他死了吧！天啊，我们只是商户，实在是不敢反抗差役啊！你如果不爱算计，徐朗哪怕想害你们，也不敢如此肆无忌惮。娘救我啊！我不想死。到了衙门，老实交代，我可以酌情留他一命。一定要老实交代，尽快把记录徐朗拿银子的册子以及那家酒楼的房契一并交到衙门去吧。你是不是从一开始你就知道许虾仁要的事了？你是不是为了报复我昨日逼你出嫁给徐朗为妾，才放任许虾仁如此对待我们方家？你觉得我去求情他会听？我们方家过去是怎么对待他的，你应该没有忘记吧？你真的以为昨晚的1000两加上早上的这顿饭，就能让他老老实实的做方家的好贤婿了？你去找他，他要多少银子，我凑就是。徐朗能够压住这个案子，他肯定也能。我只要你弟弟方强能够安然无恙的回来，那可是我方家的独苗苗啊！独苗苗，哼！看来在你眼里，女儿就是赔钱货，可以随时丢弃。我劝你还是省省吧。他如果想要银子，随便一个理由就能把方家抄家，到时候方家的所有一切都是他做主。你若是少点算计，接下来老实配合，如实交出徐朗索要银两的证据，再让你那好儿子配合咬死徐朗，然后和那奸杀案的酒楼早早撇清关系，或许你那宝贝儿子还有机会活着走出衙门大牢。虾仁兄，我走访了城南，那徐朗搞的是民怨沸腾，听说还牵涉了逼良为娼。若是再给我一些时间，大范围的排查，我可以查得更清楚。不用查下去了，衙门的脸面还是要的。真让徐朗的丑事曝光于众，以后我们办事就会被动了。那邢大海怎么处理？罚金交上就放了。是时候回一趟青山村，解决好大哥的事了。是有什么事吗？见过嫂夫人。你先进屋，四处搜查一番，消息说就在四周。这么小的范围，怕不是搜活人，而是尸体。他们不敢耽误，屋内屋外先四处搜查一番，过来表示没有发现异常。去那里看看。虾仁指了指地窖的方向，谭雷等人点头，打开地窖挡板，散了散气后，以此下了地窖里。虾仁兄，找到了，这个该死的徐朗竟然把尸体埋到了你家地窖里。家里怎么有尸体？这难道是你失踪许久的弟弟？虾仁兄，发现尸体身上留下的认罪书，此人应该是你那失踪的弟弟亲节哀。我可怜的弟弟啊！你一个老实庄稼人，连村子都没有出过的本分人，不但被徐朗给弄死，还被逼写认罪书。徐朗欺人太甚，太甚啊！是我害了你啊！我若不在衙门任职，徐朗也不会选你当替死鬼。虾仁兄，请节哀，一切都是徐朗的罪过，和你无关。虾仁兄救伤了身体，你还要主持大局的。徐朗该杀，虾仁兄，这一切不是你的错，别糟践自己身子。是我对不起我那可怜老实的弟弟。
不是说两兄弟感情不好吗？难道是装的？看着不像，脸都扇红了。唉，看来是人死了才知道惋惜吧。我弟弟死得惨啊！我下地窖多次，却没有发现，我该死了！我弟弟竟然埋葬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这徐朗是让他永世不能超生啊！我竟还屡次踩着他，踩着我弟弟。我弟弟死了，我许家人从此在这个世上就真的是孤身一人了啊！很快，四周村民听到哭声，也纷纷赶了过来。哎，许元初是个可怜的人，刚刚娶妻，竟然就这么死了。他的哥哥现在已经是衙门差役，许家要发达了，他年纪轻轻却死了。这些乡亲们听着虾仁悲戚的哀呼声，心底也是一酸。特别一些女人们都跟着哗哗哗的流眼泪，直言许家大哥是个重感情的人。虾仁呐，可莫要伤了身体。你现在可是衙门差役，身上的担子重啊。青山县少不了你，咱们青山村也少不了你啊。消息很快传到了县城，方远山和郝军第一时间带着人赶了过来。起初两人看到一具尸体，还以为是虾仁为了弄死徐朗做的局，但听说这是他的亲弟弟，再看虾仁此刻的悲伤，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徐朗难道真的如此歹毒？不仅贪污受贿，还是奸杀城北酒楼掌柜3女1妻的幕后主凶，最后更杀了许家人的亲弟弟顶罪。如此的话，怪不得朝廷设立兵部司，整顿差役队伍，想从轻处置徐朗，看来是不行了。在青山县一处府邸，门头牌匾写有华府2字，这里是徐朗的家，严格来说是徐朗娘子的府邸。当年的后备差役徐朗谨小慎微，谦恭有礼，没想到会变成今日这般样子。你说人是不是当了官就会放大丑恶的一面？老奴也说不清楚，不过人总要为自己犯的错负责，牵涉奸杀案会辱没夫人的名声。派人去青州府追回求救信，斩断一切和徐朗的联系，拿和离的文书去衙门大牢一趟，让徐朗签字。是，夫人，徐朗的那些财物是否追回？算了，徐朗当了几年差役，若是一清二白反而不妥，就当捐给了青山县衙。相公！赵婉儿不顾周边的人阻拦，直接扑倒在了那死者的身边，泪如雨下，声音中透着压制不住的悲伤之意。一个刚刚成婚的女子，还没有洞房的相公一去不回，再见已成死人。一旁的方柔站在虾仁身边，看一眼，看2眼，他忽然一怔，望着那具尸体的眼神有些呆滞了，因为尸体已经腐化，不宜再久放，要早早下葬。村民送葬，方远山、郝军以及谭雷等差役陪行。虾仁走在棺木前，扶棺而行。刚刚打的脸有些疼，眼泪也没少流。好大哥，我对你的好，我自己都感动了。另外还给你找了一个儿子，披麻戴孝，送你入土为安。以后这上面的一切就和你无关了，好好下去投胎吧。希望下辈子你能投个富贵人家。放心吧，我很快就会把徐朗送下去陪你。有苦有冤你就找徐朗吧。另外告诉你哈，郝大嫂一脸高冷，但背地里玩得特嗨了。郝大哥，这场面你可以安息了。虾仁兄，唯恐我们都离开衙门会有变，我们就先回去了。好。虾仁兄，那赵志鹏竟然没有来，按理说应该得到了消息才对。不用管他，首尾两端他都想兼顾，哪有这么好的事？虾仁兄，你要找的6个后备差役的名单，我已经找好了。走，我们也回衙门。回衙后，虾仁把厚厚的卷宗提交给了顾中年，在案宗结尾处，虾仁塞了一个条子，并写出了判决意见：徐朗抄没家产，斩立决；赵泰等4人罚金，送往前线。按照兵部司给予许家人的专职处理一切案子的权利，待宣判之日，我必须直接按照条子去念，快的话2日就能宣判。虾仁兄，刚刚我去了一趟大牢，下午有人去见了徐朗，是刑民的命令放进去的。我打听了一下，来人是徐朗娘子的老仆人，过来是签署和离的。看来那华娘子是放弃徐朗了。华娘子毕竟是体面人，徐朗牵涉奸杀案，这个时候唯有早早和离，才能保证不被污名沾身。徐朗当年也是衙门里的风云人物，要银子有银子，要背景有背景，却最终落个树倒猢狲散。人呐，还是要低调一些。徐朗审判之前，我就不来了，请假2日。下衙后，虾仁回到了青山村，刚到家就看到赵婉儿没走，在屋子里和方柔聊天的。见过兄长，多谢兄长为相公洗涮冤情，并入土为安。快起来！袁初毕竟也是我弟弟，现在袁初已经去了，在大圣民间没有守孝的规矩，你也要多为自己打算才是。切，
无外乎是凶手弟媳和再嫁他人2个选择。若是弟媳有意中人，尽可和我说。你放心，哪怕你再嫁，我也会视你为亲人，不会让你受到半点委屈。你真舍得？难不成早上没有弄他，他火气大，就在这里拱火？我没有意中人，相公走了，以后一切我儿听凭兄长做主。哼。此事不急，先烧饭吧。兄长，家里的菜就剩下灶房里这些了。傍晚的时候，嫂嫂把地窖里的菜都送了人，还让人把地窖给平了。这个败家娘们！灶房里的菜还算丰富，虾仁手脚麻溜的炒着菜，赵婉儿一直在灶前添柴，炉火红彤彤的照得她俏脸也是红润润的。方柔刚刚问自己是不是真舍得，说实话，看眼前这俏模样，真有些舍不得。兄长，听说你当上了正式差役，这是喜事，我是不是应该换下校服，别冲了你的喜？你是为我弟弟穿的校服，无妨。兄长是好人。云鬓青疏蝉翼，峨眉淡抚春山，便云玉度香腮雪。兄长，这是什么意思？他夸你美。嫂嫂，家里没有那么多客套，饭菜已经做好，先出去吧。哼。等饭菜上桌，虾仁示意站在灶房门口的赵婉儿也过来吃饭。兄长，嫂嫂，我在灶房吃些馍馍就行了。吃不完也是到了，赶紧过来坐下。我去便是。看来男人都喜欢温婉听话的。哼。赵婉儿一脸担心地看了一眼方柔，又低下头咬了2口白面馍馍，不时地打量着天色。夜越来越黑了，再不走就不安全了。拿到灶房门口去吃吧，也不用去灶房，里面热。谢谢兄长。吃完饭，赵婉儿站在灶房门口，却也没走。你站在那里做什么？我等兄长吃完了，把碗筷一块洗了再回家。你倒是贤惠。突然屋子里哐的一声，是门栓被硬生生插上的声音，暗暗透着不爽的味道。晚上路不好走，你睡书房，那里有床被。赵婉儿犹豫再三，四也知道夜黑不好走，又不敢要求虾仁送她，最后看了一眼虾仁尚且没有吃完的饭菜。你去休息吧，我还要待会，过后我收拾。辛苦兄长了。葡萄美酒夜光杯，玉银琵琶马上催，上马上马。你果然不止一次进屋了。也没有来几次。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这么问？你没有大惊失色，对我露出戒备之心，看向我的眼神依然平静。你好似早有准备我会如此问。你到底是谁？你是怎么发现的？今日在院子里，我发现了那具尸体的小腿内侧有剑痕，那是前线剑簇穿透的伤。每到阴雨天，许下人都会说有些刺痛，那伤绝不是寻常农夫应该有的。哦，原来如此。你到底是谁？嫂嫂。你这么不好吗？徐朗难逃一死，我又是正常男人，能满足你。若不是我，你今时今日怕是早就沦落到徐朗的玩物。你苦等多年，却沦落到外室，说侍妾不过是养的计，到时候不定会被徐朗送给谁攀附权贵的。何况有些真相，你说出去，怕是也没有人信。一个人行私也就算了，农夫怎么会有如此心机？好大嫂，夜深了，是时候睡了。以后我就是许家人，你名义上的相公。第二天一大早醒来，虾仁感觉神清气爽，轻轻地抚了抚方柔的脸颊。嘿嘿，妙人也，既然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倒也不用再做伪装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和离或是休了我，营赵婉儿成为正房？你心底明白，有些事不能让他知道。你果然是一个狠心人。若不是当日我谨慎，昨日下葬的那个就是我。我能活着，能保他一世富贵，在这个世道上，我算的哪门子狠心？我的狠心比起我那好大哥，已是菩萨心肠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之前认识的那个许下人竟然会杀自己的亲弟弟，而这个亲弟弟却没死，竟然还伪装得如此之像，和我搭话，同桌吃饭，同榻休息，这该让我如何自处？好大嫂，你想通了，你就糟践我吧。嘿嘿，疼你还来不及的，现在挺好，你安心当许家的正房，帮我料理好一切。外面那个女人，你打算如何安置？她是个好女人，若有良配，我愿意成全她。难道我就是卑贱恶毒的女人？你看你又乱发火。好大嫂，咱俩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谈的是正事。过，长嫂如母，遵命。兄长，你起了，饭菜快好了，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我还以为你走了。我是打算走的，不过总要等兄长和嫂嫂起来知会一声。我煮了一些润喉的糖水，可以给嫂嫂喝。
昨夜那动静有些大，还听到了嫂嫂好似吐之不出、咽之不下的难受感，听得我嗓子都不舒服了。辛苦了。吃过早饭后，就送赵婉儿回了家，帮她打满了吃的水，劈了柴火，四周看了一圈，院落倒也安全。兄长，你的衣裳都破了，要么你脱了，我帮你洗洗缝缝，外面风大，一会儿就能干。不用，回去自己缝补一下就行。很快的，家里有相公的衣裳，就是破旧一些。谁娶了你，真的有福。都是娶了我，相公才出事的。我就是一个丧门星，害得兄长少了一个弟弟。兄长对弟弟的感情之深，十里八村都是夸赞，更是让我很自责。我只希望能为兄长做点事，心里也舒坦一些。别哭了，外人看到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兄长是县城的大人物，村子里都想把干净的女儿嫁给你。我就是一个寡妇，别人哪里会误会兄长欺负我，只怕会说我不知廉耻勾搭兄长。有人嚼舌头了？没有，只是一些茶余饭后的玩笑话，不是大事。虾仁换上那可怜前身的衣裳，自然合身，然后就去了铁蛋的家里。许家大哥，你和袁初哥哥真像。自家弟弟。不好意思，又让许家大哥想到了袁初哥哥。你还会打造箭头？这是村里猎户需要修补的箭头，这也是我最大的活计，做得好能赚100文钱，足够我吃上半年的杂面馍馍。这些箭头修补好需要多久？最近进山的猎户多，不过1个月也能完成了。许家大哥，你若是需要打造什么，我可以抽空先帮你的。是这样的。虾仁给铁蛋形容了一下记忆中婢弩的样式。武艺不行，武器来凑。这弩在县衙武库里竟是没有见过，看来这个世界还没有弩的存在。远程武器还是以弓箭和投石车为主。许家大哥，我可以试一试，不过我家里的铁杂质太多，打造粗鄙的铁器还行，若是精巧的就需要精铁，不过精铁我买不起，家里也没有存货。你要多少精铁？1斤就好，这精铁十分昂贵，如果不行半斤也行。我给你10斤，不要怕失误，只要能够打造出来，你就是帮了我大忙了。许家大哥，我一定打造出来。稍后虾仁又给铁蛋讲解了婢弩的每个部位，铁蛋听得很仔细，不时的也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这让虾仁放心了不少。回到赵婉儿那里，就看到院子里晒着的衣裳，他为了不耽误晒干，就站在晾着的衣裳下，拿起针开始缝补。也不急着穿，不碍事的，一会就好。你若是不穿这身衣裳回去，嫂嫂肯定会多想了。你人不大，倒是心思挺多的。多想一些才不招人厌。我小时候爹娘死得早，一直在叔叔家生活，若是不懂点眼色，该怎么生活下去？吃的用的我会给你备齐，你若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害怕，养条狗吧，在这里生活，以后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了。虾仁找个椅子靠在墙边阴凉处坐下，赵婉儿一边缝补一边偷偷看向虾仁，和自己相公长得一模一样，特别穿着这身衣裳更显得平易近人，不像差役的差服，看着心都狂跳，说话都不敢说。弟媳，你小心扎着手了。没事的。兄长，喝茶，这是山里的一棵茶树，不是什么好茶，你凑合喝。兄长，你先休息，我去忙一下地里的活。临近晌午的时候，赵婉儿这才从地里回来。兄长，不如晌午在家里吃饭，你之前给的菜都还有不少的。不用了，家里那个不会做饭。婉儿嫂嫂，你咋让许家大哥走了？我刚从地里回来，他说要回去给嫂嫂做饭。许家大哥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干嘛还去地里？多陪他说说话呀。当初我爹和我娘没事就凑在一起说话，俩人感情可好了。地里的活总不能不干，眼瞅着一直不下雨，挑水浇灌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我心里还挺急的，而且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和他说话，心里有点怕。唉，咱们这里可没有守孝一说，袁初哥哥走了，村子里都知道了，到时候就会把你的名字报给官府送亲队，你要么赶紧找个自己如意，要么就只能凭运气了。我知道了。婉儿嫂嫂，你每次都这么敷衍，还好许家大哥让我帮忙打造弩，过几天应该还会来，你要上点心，若是许家大哥不愿意，你也好想想其他办法。还以为你要和他一起过，不回来了。你如果巴不得，我倒是无所谓。哼，你过来烧火，那么脏，那么乱，干点活，省得胖了。哼，胡说，你才胖。过了一会，突然听到方柔惊叫一声，麻絮子点着了。这娘们竟是没有放进灶眼里，而是看到烧起来直接就扔脚下了。你傻啊！我不想给你添乱，你非要让我给你帮忙，我坐着不动就是帮你了，害得我裙子都给烧了。就你都不需要花心思找理由，只是不会引火烧饭这一条就够了。
吃饭吧。说你一句还生气了？没生气，只是人贵要有自知之明。以你现在的身份，若是别人知道我的过往，肯定会撺掇着你休了我，再换一个登对的好女子。而你没有休我，已经是极好了。方家现在一团糟，我又是嫁出去的女儿，无依无靠。若不是你收留，我要么饿死，要么只能被官府送亲队随意支配给一个粗鄙阿杂的汉子。指不定别人还不要我这样什么都不会，又失去家里支持的商户之女。徐朗的事结束，过个1年半载，也就没人知道你过往的事了。有个事我刚刚想起来，你要把徐朗看紧了。我曾经听他提过一句，和大青山里的一个山匪头目是八拜之交，他们之间应该是有生意来往。山匪头目，如果生意不大，他们应该不会冒险去冲击县衙大牢。我去一趟县里，是为了我刚刚说的事，小心为上。那你可要小心，山匪可不是临安村的村民。我惜命。我愿俯首，戴罪立功。虾仁兄，你难道是知道了徐朗重伤需要就医的事？啥？重伤就医？是啊，本来明天就宣判了。这个节骨眼上，如果真的死了也是麻烦。刑名大人就下了命令，安排人送徐朗去外面的医馆就医。不过虾仁兄放心，我让胡俊和张天寸步不离的跟着，另外方远山也安排了几个老资格的差役配刀跟着的。带我去看看。另外去武库取甲胄和盾牌，再找方远山安排5个差役随同。这好。虾仁兄，没必要如此谨慎吧？伤病就医是常有的事情，差役审讯没有个轻重，去的医馆也是我们衙门定点的，那边的人也很懂规矩。是了，虾仁兄，前些日子我们闹的动静已经很大了，这个时候我们一静不移动，毕竟命令是刑名大人下的，我们屡次驳斥他，哪怕我们背靠兵部司，但这里毕竟是青山县。道理我懂，不过这个时候我们的密信应该已经送到了兵部司，若是犯人跑了，那可就是渎职的大罪。虾仁兄说的没错，这是我们交给兵部司的第一份投名状，不得有失。我带人陪着虾仁兄过去。好，我留在衙门策应。另外，我派我那徒弟过去，他那身板能顶一头熊。过了没多久，方远山带着5个人领取了甲胄和盾牌就过来了。虾仁看了一眼其中一个差役，好家伙，接近2米高，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高壮的人，真像是一头熊。诸位同僚，此刻多流汗，战时少流血，都打起精神来。过后每人2两银子的酒钱，我管了。遵虾仁兄命令。走。你们在门外等着，我要为伤者清洗伤口，拆服上血无多，不利于病人的恢复。大概1刻钟之后，那医师的一个徒弟低着头，捧着脏污的衣裳就出来了。胡俊和张天蹙眉扭过头去，挥了挥手，就让人赶紧走。不要让他走了。该死，这些人手里都是军刀。徐朗，你敢私贩军刀？许虾仁，若不是你，我徐朗岂会落到这一步？今日我会亲自宰了你。徐朗，你走不掉了。现在束手就擒，我还能让你活到秋后处决。你个废物，没有蛋的家伙！若不是我，你能当上后备差役？你许虾仁就是我养的一条狗，凭你也配判我罪？在这个世道上，没有人能判我徐朗的罪。你死的时候，我会让你知道我有没有蛋。徐朗借以讨脱，私贩军械，伙同匪患乱杀无辜，数罪并罚，无需审判。如此人者，赏金100两。在场的差役脸色皆是一喜，100两啊，那可是妥妥的一招报复。我徐朗的命应着的，今日就先斩你！我靠！你别动，护着我就行。放响箭，关闭城门。诸位同僚，杀贼！贪生怕死的废物，今日留你一命。我们走。张大牛寸步不离保护许差役，就是大功一件，赏金少不了你的。放心，有我在，谁也杀不了许差役。跟我走，诛杀徐朗。先把那2个放暗箭的给杀了。许差役，看我的！大牛，借你一功。妈的，没有暗箭了，老子也能露头了。大牛护持左右，随我杀。远处的城门轰隆隆的开始关闭，循着人群走，把人往庙市方向赶，沿途不要留手，砍杀几人，造成混乱。大牛，跟下来把我拖起来。是。好，大牛，只要抓住徐朗，我许虾仁单独赏你100两。
许差役你指呢？我打呢。方远山往前面冲，徐朗就在你们前方100米处，把他往左侧的巷子里赶。炮军别朝着我这边来了，带着人从马市后面绕过去，再进入庙市区域设置路径，不准任何人通过，一定要把路给我堵住了。今夜天王老子也不准过，给我拦住了。好了，徐朗，我们就是大贼。去那边。徐朗指了指街道另外一侧，正是华府，却已经不是他的家，因为合力文书已经签了。那里是华府。是，正是华娘子所居。我记得曾经顾大人下过命令，不是差役不要在此地逗留。这个华娘子不简单，高门深院。徐朗，我家娘子已经和你和离，速速离开华府周边。王伯，请禀告华娘子，念在徐某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只要让我躲到天亮，我就离开。速速退去。和这老头废什么话？我们翻墙过去。听着弓箭的响锐之声，华府配备的是官方军械。先杀了徐朗，避免夜长梦多。山匪手里拿的军刀，只靠徐朗很难私卖出去，要不要留下他一个活口？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这个时候不要横生枝节。好。该死的衙门，老子18年后还是一条好汉。我愿俯首，戴罪立功。我以为他要动手，无罪当赏。谢虾仁兄。见过诸位差爷，刚刚匪徒冲击华府，我华府家丁被迫反击，这是我们华府由府衙颁布的持械令。山匪冲击华府，华府有权进行反击。既然华府有府衙颁布的合法持械令，那此事就作罢。不过华府并非县衙，军械还是不要暴露在外。是，谨记差爷的话。对方即使解释也是震慑，在青山县竟然有第2批武装力量的存在。你猜里面有多少人？高门深院，若是要藏兵，少则几十，多则数百，也轻而易举。走吧。回到衙门后，虾仁向顾忠明禀告了今晚之事。余下的事你来处理即可，有些事尽量缩小范围。至于查抄罪犯徐朗府邸，念及此次伤亡有些大，抄获的现银交给衙门一半即可，其他所涉及的财物以及房产等由你处理即可。是，顾大人。敢问大人，兵部司有新的命令下达吗？哼，兵部司不是只给你许虾仁开的，上面什么时候下达命令，等着就好。多嘴问他做什么？兵部司分的是他的权利，自己主持徐朗的案子，搞得整个青山县这一夜都不得安静。他能有个好脾气才怪。顾忠明只要1半现银，其余的财物都交给自己处理，意思很明显，给些好处，让自己收敛一些了。哥，那你去死吧，嫂子我会照顾好的。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等回到衙门班房，虾仁拿出500两银票给了谭磊，由他去兑现自己今晚的承诺。这银票是方家乱嫁女儿赔给自己1000两银票中的，花的差不多了。当带头人也不容易，银子开路，一次出动20多个正式差役，外加上那些被辞退的后备差役，还有一帮后期赶来的正式差役们。虽说抓捕徐朗是差役职责，但能这么拼命，也是自己撒钱的缘故。不过弄死徐朗这个家伙值了。你安排几个人封了徐朗的院子，派人值守，明日抄家。另外和徐朗有交易的一些商户也派人守着，防止离开。是时候查获收益了。是。第2天一大早，虾仁就带着人去查抄徐朗常住的一个宅子。屋顶的瓦，院子里的水井、茅房，屋内的密室和柱子，以及脚下的一块块青砖，就连树上的鸟窝，但凡能放银两的，都要一一的排查。丑话说到前面，谁敢私藏，不要怪律法无情。为了一些蝇头小利，丢掉了屁股下的位置，可就不值当了。我既然负责主持这个案子，该有的赏赐1分也不会少。是。虾仁兄，徐朗这厮藏匿的财物着实不少。按照你刚刚提的几个点，初次搜索就搜出了500两，这还不包括一些古玩字画和珠宝首饰等。继续，500两现银还要分给衙门1半，余下的还不足自己的成本。虾仁兄还发现了3个好物，我没有登册记录。
是什么好物？值多少银子？嘿嘿，这个你自己来判断。谭磊随后挥了挥手，胡俊和张天就持刀押着3个女子过来了，大概18、19岁到27、8岁不等，环肥燕瘦各有不同。徐朗被抓这些天，他们竟然没有跑。他们是奴婢，跑出城也没人敢收留，留下来也不会被波及，毕竟是美女嘛，顶多就是换一个男人伺候罢了。你为何不自己留着？我年事不小了，该成家立业为主了。家中老母前些日子还在催促我寻亲时呢。谭兄可以试试爱聊啊，既可聊天解闷，又能找对象。这无可靠，我推荐的还能不可靠吗？我身边的兄弟都在用，你大可放心，而且操作还便捷。于左下方进入即可匹配，100丈之内的家人都是真人真心寻良人，无需加好友，直接就能聊。要觉得不合适，每天还有不同的美女主动跟你打招呼，不怕嘴笨没话题聊。现在进去还能找到同一天出生的有缘人呢。那我晚点便去试试。至于这3个女子，我帮你找个宅子先安置下来，回头改换奴籍到你名下。反正抄家这种事只要银子不少，少一些人倒是无妨。徐朗这厮玩剩下的还不知道前面又经历过多少人的。这3个女子在市面上作价至少300两，哪怕留着不用，以后卖了也是值钱。这么贵？女子和女子自有不同。大圣最负盛名的4类女妓，分别是扬州瘦马、大同婆姨、泰山姑子和西湖传娘。那个年长丰腴的女子，便是大同的婆姨，价值不菲，一人可抵200多两。至于另外2个年轻的，虽不属于4大之列，却胜在年轻颇有姿色，能值个100、10两。至于这大同婆姨，简直是男人梦寐以求者，从小就做9缸训练，肤白貌美，丰腴多姿，更是下盘功夫了得，曲径通幽，难以言说。错过了，就咱们青山县这穷乡僻壤之地，下次遇到不定什么时候的。既然身怀绝技，那就是有用之人。嘿嘿，明白。那2个年轻女子下仁兄没有看上，以后可以当个丫鬟，或是卖了换成银子。另外，你安排人送10斤精铁去青山村，交给一个叫铁蛋的铁匠。我这就安排。水至清则无鱼，偶尔顺应时代洪流，才能更好的为大圣万民服务。接着虾仁又来到城南，12家和徐朗有交易的商户掌柜就战战兢兢地赶来了，也不敢坐，站成一排垂下头。诸位想来也知道，徐朗已经被诛，是涉山匪。现在衙门那边怀疑你们有资助山匪的嫌疑，是涉山匪，衙门向来是杀一儆百，宁可错杀，不会放过。我知道你们这12家肯定有冤枉的，也有被徐朗胁迫的，但这和我无关。要怨就怨徐朗，不过被冤枉的也不用心里骂娘。为什么？凡是和山匪有交易的真凶是绝对跑不掉的，衙门也算是帮其中被冤枉的商户报仇了。差爷饶命啊！我真的不知道徐朗牵涉山匪啊！差爷求求你饶命啊！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牙牙学语的孩子。差爷，我知道错了，求求你啊！这一求活路，我不知道徐朗和山匪有关系的。现在给你们一个活路的机会，给你们每人一个同规格的信封，里面有张纸，把和徐朗交易的货物写出来。如果已经贩卖出去，那就把卖了多少银子写出来，会有衙门统一从城东采购未做记号的麻袋，然后回去后把纸上写的货物以及银两统统放进麻袋里，扔到你们各自店铺的后门。这件事就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东西交出来，山匪的事就和你们无关了。如果你们以为徐朗死了就死无对证，实话给你们说，徐朗死之前已经全部交代了，凡涉及山匪，无需人证物证，只是口供就足以要你们的命。老实交出来，可以保一家老小的命，否则别说我不给你们机会。是银子重要还是命重要，你们自己掂量着办。感谢差爷给我们机会。写好后，虾仁一一打开看了看，粗略计算，差不多有400多两，比徐朗交代的100-200两翻个倍了。我靠！果然有和山匪有关的东西了，足足100多头的兽类，一次性这么多，也只有常年厮混在山里的山匪能够做到了。按照肉价和粮价的差别，这肉寻常百姓肯定吃不起。100多头，这可是2000多两的财物，发财了！怪不得山匪会派人协助徐朗逃走。2000两银子啊，从抄家来看，明显还达不到这个量，这是有漏的。银票容易藏，不容易找。虾仁没有多待，银票的事最重要，因为信只有他看到了，一旦找到银票后，那就是他的私房钱了。走，办正事，事情办好了，给你1头烤全羊。虾仁兄，这哪打呢？虾仁带着张大牛去了一趟徐朗的宅子，门口贴了封条，已经抄完了家，也没有留下其他人守着。你在外面守着，不要让任何人进来。虾仁来到厅堂门的时候，正待撕开封条的时候，忽然看到厅堂的一扇窗户打开了。他记得很清楚，抄家后门和窗户都是关闭的。是谁？我看到你了。去你妈的！敢抢老子的东西！
兄弟们，活捉了他！我的妈！该死！贼子哪里逃？大牛，别追了！虾仁兄没事吧？你在这里等着。应该没有丢吧？银票放书房里应该是最容易隐藏的，毕竟那么多书，随便一塞就很隐秘。虾仁活动了一下手腕，开始一本本的翻找，翻了大半个时辰，没有找到银票。这里没有，其他地方就不大可能有了。徐朗这厮会放在什么地方？郝大哥的随笔里提过一句，说是徐朗此人最爱在衙门里看书，但学问并不高。哦，走，大牛回衙门。嗯，这东西人人都有，很少会有人留意。徐朗啊，徐朗，你真是鬼机灵！4张银票，2000两到手。什么事？虾仁兄，不好了，有人抢我们的东西。啥？什么人这么胆大，连我们县衙的东西都敢抢？是守备军的人。守备军按照一个县的配置，守备军数量大概200人左右，这他娘的打起来也打不过啊！抢的是哪些？都抢的。妈的，其他的丢了也就丢了，那8头野猪和2000两银子的财物，这么大一笔巨资，也不怕撑死了他们？走！此刻酒楼后面，谭磊和张天还有另外3个差役被打得满脸是血，3人被人踩着脖子屈辱地跪在地上，连带着酒楼的掌柜也被打得蜷缩在地上哀嚎求饶。住手！是你喊的住手？虾仁看到王虎身后的一个兵卒，望向他的目光透着一抹杀意。怎么这么眼熟？我在徐朗的宅子里见过你，你虽然蒙面，但眼神和身形我记得很清楚。大傻哥，你说什么宅子？我不知道。怪不得这么眼熟，看来后备军是有备而来，这次不好收场。倒是不知道对方知道徐朗多少事。王虎队长，大家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哼，你是谁啊？我认识你。王虎，你是什么意思？问你吗？小崽子，在青山县也就县令顾忠敏、县城陈大雷和县尉邢明3位大人才有资格喊我的名字。怎么想动手？凭你们这些上不了台面、只配对普通人耀武扬威的小小差役，敢动手？你倒是动手试一试。呸！上次敢这么打我的徐朗已经凉了，这个距离，对方谋戮杀意，手握刀柄，只要自己还手，对方是做好准备一刀斩了自己。以现在青山县的局势，自己若是被斩，青山县的3个主官肯定会息事宁人，或是心里还暗暗开心。小子倒是能忍，我会盯着你的。我们没有带重武器，动起手明显吃亏。我们走。虾仁兄，他们是明摆着抢我们的东西，我不甘心。以后再说。我让你们走了吗？王虎，这里是青山县城区，是属于青山县衙负责，你们守备军负责城门防守。怎么，真的想开战？你一个小小的守备军队长，连个品阶都没有，担得起这个责任？和我讲开战，你算什么东西？给我围起来，即日教一教这些差役是什么叫大圣军人，一群只会在后方为虎作伥的小崽子们，你们也配和我们比？王虎差不多就行了，非要闹到府城，让上官知道青山县差役和守备军发起内讧。行，给邢明大人一个面子。徐家人，青山县有青山县的规矩，不要以为当了正式差役就能无法无天，你还嫩着的打胜律例能震慑得住普通人。对于这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守备军，他们说在执行军务，你能怎么着他们？青山县内我们差役的权力最大，但战斗力最强的，青山县还是200人的守备军。这赵志鹏看来是攀上了邢明大人，不知道虾仁兄的身份有没有漏。而且这邢明来的太准时了，好似就在一旁等着看热闹的。不用理会这些。差役，2000两的银票外加上8头野猪，我已经按照要求放进了麻布袋里。我真的不知道那些军爷怎么突然来的，我发誓，真的和我没有关系啊！守备军敢抢我们的东西，以后需要你作证的时候，你来作证。这作证？不愿意。我作证。
另外，你觉得是谁走漏风声，通知了这些守备军？肯定是马四海这个王八蛋。当时我们12个人离开酒楼的时候，他就满嘴的不满，而且此人常年负责守备军的粮食供应，和对方很熟。马四海，马家酒楼，这个家伙当初信封内写的货物只是一些凉面之类的，也就值40-50两左右。他和徐朗的交易不会比我少的。我听徐朗说过，对方有些贪心，加上和守备军有关系，所以给徐朗的提点比较少。之后徐朗偷偷的找到我的。如果你说的属实，我不会亏待你的。谢过差爷。该死的兵痞子！这些混蛋吃我们青山县，喝我们青山县的，竟然还敢如此猖狂！平常屁事不干，南着城门吃卡拿药，每个月都不值几百两，竟然还敢把手伸进县城里面。这些人不过是不敢上前线，投机取巧，靠家里关系近的2线队伍里算个屁的大圣军人。谭雷，你去把这次围杀徐朗的同僚们都请来院外。好。过了没多久，方远山和郝军带着自己的人都赶来了。这次围杀徐朗，一部分是他们两方的人，赵志鹏的人最后也来了。在徐朗这个事上，他确实出力了。查抄徐朗府邸的1200两，上交衙门600两后，余下有600两银子，我自己再掏500两。另外，徐朗府邸出售了一些赃物，卖出去150两，这里一共有1250两，250两用来补偿受伤的行人，以及补偿他们的财物损失。另外，我邀请之前被辞退的同僚出手，给他们留下200两，最后的800两，在场的大家分了吧。虾仁兄，你不用私自掏银子的。是吧？没有这个规矩。虾仁兄仁义啊，你竟然还有500两的。我那500两是当初方家赔我的，当时在场的差役不少。这个我可以作证，我当日也在。那个，我刚刚没有其他意思，就是随口一说。其实虾仁兄不用私自掏腰包的，我倒是觉得那些行人的损失不用赔偿那么多。还有那些被辞退的后备差役，毕竟他们是青山县人，是有义务配合我们差役执法的。有义务不代表就必须拼命，既然拼了命，那衙门就不能薄待了流过血的人。至于行人，只要是因公受损，我们就有义务补偿他们。赵志鹏，这次的案子是虾仁兄主抓，怎么分是他说的算，这个规矩你都不懂了。方兄帮忙分了。很快，一个个人开始领取银子，在场的人有喜有忧的。许差役，我不服。你有什么不服？徐朗可是我一箭射死的，那张大牛只是拖着你都拿了50两，两者我的功劳明显最大，凭什么奖励没有我？另外，赵志鹏赵大哥带着我们可是为了围杀徐朗，没少出力，他竟然也没有奖励，你明显是打压我等，如此不公，以后谁还敢尽力帮你的忙？就是我们凭什么没有奖励？我们也出力的。赵志鹏赵大哥可是老差役，是阜成平的优平差役。我靠，你们要不要脸？给你们银子还给错了。就是有本事把银子扔了。哼，有些人有奶喝，反而骂起了给奶的人。没有拿奖励的不只是你们，还有其他10几个人。你叫刘超对吧？是哥，徐朗是我射杀的，我的功劳最大。徐朗已经俯首，我没下命令你就射杀了他。你既然承认，那就好办了。按规矩，不遵命令擅自行动，视同僭越。另根据调查，徐朗和城外山匪有庞大的财物利益交换。当时的徐朗已经穷途末路，我正准备逼他招出更多的人和事，你却突然射杀了他，不得不让我怀疑你和徐朗有所牵连。来人，把他给我拘起来，严加审问。是。许虾仁，你是故意报复，你他妈的肯定是打击报复，有本事找守备军的麻烦啊！被人打脸就直接回来找自己的同僚撒气，你真没种！给老子闭嘴吧！许差役，这里是县衙，这么殴打同僚，有些过分了吧？你们不服，直到徐朗被杀后，你们才出现。你们是怕徐朗活着，说些什么？还是说你们和徐朗是一伙的？这。徐虾仁，你是想抓光青山县差役？刑名大人，徐朗案件尚没有完全结案，我受命于顾忠明大人负责此案，在此期间，我有权利也有理由抓捕任何具备嫌疑的人。哼，徐虾仁，差役是有独立的执法权，不过作为你的直属上官，在你明显做错的时候，我是可以指出修正的。顾大人命令借兵不司指示赵志鹏、刘超等5人，以及徐朗、赵泰等5人，共计10人取缔青山县差役职务，首额即除，之前重重，概不论罪。自即日起，名单上的人立即离开县衙，后续差役增补名额会另行通告。哼！刑名大人救我啊！你答应我的，会帮我的。赵志鹏，你胡说什么？我帮你什么？没什么。
许下人在守备军手里折了面子，却也不是什么人都能骑到头上的。至于守备军那边，我更不会放过。我来到这个时代，可不是被人打脸的。欺辱我可以忍一时，但不会太久，必要加倍偿还。把这些人嫁出去，疯疯癫癫的。大圣差役若是这种秉性，为的只是当差而当差，而不是身上的这份荣誉，劝侥幸留下来的，也考虑一下自己是否适合穿这身差服。赵兄，走吧。一步走错，步步错。赵志鹏转身离去的时候，一瞬间好似衰老了10几岁。你不要走的。许差役，兵部司命令，让我看一眼。好。谢了。虾仁兄刚刚看兵部司的命令，是有什么不对？没有日期落款，最后的节骨眼上，顾大人才拿出兵部司的命令，这个时间把捏的可真够精准的。顾大人一向是人狠话不多，算了，反正也是帮了我们一把，10个名额，按照上次谈的，开始上报兵部司吧。虾仁兄若是执意和守备军一较高低，我愿意助一臂之力。我也是。后备军200人，我们3方的人加上现在这10个名额，也不过27人。先不说战斗力，就是人数都差得远。方远山和郝军反而长舒一口气，就是怕虾仁年轻气盛，咽不下这口气了。等2人走后，虾仁没有立即离开衙门，反而拿起笔把10个差役的名单写好，禀告兵部司上官，青山县一切安好，但人手尚且不足，望开启后备差役的招募，充实差役人数，以200人为佳。虾仁写完发给兵部司的密信，转身去了一趟庙市那边，特意绕了几圈之后，就进了一家货行。许差役，你怎么才来？怎么了？你应该2、3天左右来询问一次兵部司的回信。我为了隐蔽，也没办法主动去联系你。我也是担心来得太勤，容易暴露。就是为了担心这一点，分布在青州府下辖的18个县城里，我们开的大多是货行，东西种类多，往来人员复杂，不容易引起人误会。以后来买这个很畅销。这是什么？羊肠套，选自2个月的小嫩羊，更软更滑，韧性更佳。许差役，你可是兵部司重点培养对象，日常生活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好，省得被人算计。之前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孩子被人拿捏，才背叛大圣的。感谢。程会10两银子。纳尼？这么贵，10两银子我买几个身世清白的小妮子都不用带这玩意的。许差役这次抄家可是没少赚银子，衙门里发银子的场面羡煞我等了，你还在乎这10两？你们知道的挺多，看来在青山县安插的人手不少，即为同一个阵营。我在城南酒楼后巷快被守备军干死的时候，怎么不过来帮我一把？我们只负责搜集信息，不主动干涉地方上的一切事务。敢问熊掌柜，兵部司给予的回复是何时到顾中明手里的？若是官方下令，不会经过我们的手，会直接传达给各地县衙主官手里。不过下派送命令的人，我刚好认识，昨日早上就已经送达县衙了。顾中明真够阴的，昨日早上啊，自己昨日晚上还问他有没有收到兵部司命令的，对方却故意不明说。许差役，记得看信，另外看完即回，送客。是谁？我。怎么怕山匪劫财劫色啊？我还担心着的，昨晚你们搞的动静听说很大，据说死了不少人。是徐朗死了。死了好。等一会做饭，我买的有些糕点和干果，你先吃点。虾仁无地，多日不见，甚是挂念。你提交的徐朗一案以及所提的要求，已经汇报给了薛涛大人。薛大人对于你的表现多有夸赞，并嘱托你要注意安全。另外，货行熊掌柜是我的故交，可以完全信赖。县衙内部关系复杂，然兵部司新近成立，不宜大肆插手。望弟你行事要依顾全自己为先。10个差役的名额已经批准，早早安排好名单提交上来。若有事可来信告知。薛翁张方平。这封信言辞恳切，关心之意一语纸上。张方平想自己之所想，是真兄弟。稍后虾仁就去了灶房做饭，突然方柔走了进来，直接来到了灶台，开始引火烧锅。虾仁直接炒了2个荤菜，2个素菜，那小锅颠起来，看得方柔一愣一愣的，闻在鼻子里满是菜香。饭做好后，方柔主动端菜到了院子里，倒是有眼力劲了。今日我父亲托人送来口信，询问方强如何了。这2天就会宣判，徐朗已经死了，方强是被徐朗胁迫的，多交上一些罚金，应该不至于送到前线，但多少会判个几年徭役吧。我到时候尽量安排在青山县服刑吧。
只要不去前线，不判死刑就好。你倒是还挺上心的。毕竟是同父的弟弟，难道在你眼里我就是冷血无情？今天早上你那弟媳来了，应该是担心你。说什么了？就站在门口，让他进来他也不进来，估计是怕我害了他，就问了问你在不在后就走了。不过能走这么远的路过来一趟，挺重情重义的。看来某个人在他心里开始变得很重要了。哼哼。刚刚死了相公的萧寡妇，现在就思春了。你说话还真是刻薄。徐朗和我那兄长死了，也不见你哭个粉。你做好你自己，不要管其他事。方家，你觉得自己还能回得去？不定哪天你还要指望曾经看不起的那些人。哼，吃好了就去洗澡。你当我是什么？嘿嘿，娘子，大嫂，你想让我喊你什么？哼。你干嘛？娘子，你还没有沐浴，我来帮你擦擦身子。你心底明白，我不是你娘子。大嫂，原来你喜欢这个身份。啊！别！你个混蛋，你就是故意羞辱我的，你有本事来真的。说什么傻话，我可是童子身。你个杀千刀的。就我们4个人了。现在50个正式差役，分为5个班房。方远山1号班房，郝军和赵志鹏是2号班房，我们是3号班房，宋志忠和谭明辉以及张耀是4号班房，余下的5号班房据说是县令和县城的人。请下仁兄上座。我一个后进的小差役，可当不上那个位置，坐在那里遭人急。这时一个差役走了过来，说是县令有事召集。见过上官。先有徐朗，后有赵志鹏等人被踢出衙门队伍，原有的片区需要重新划分。今日召大家来，就是为了此事。方远山和郝军明显脸色难看许多，反倒是谭明辉和方中堂以及张耀以及另外几个差役脸露笑意。从今日起，青山县划为5大片区，东西南北和中央庙市区域，楚中天等负责庙市区域，后龙等负责南城区域，赵耀等负责东城区域，谭明辉和宋志忠等负责西城区域，方远山和郝军等负责北城区域。3号班房许家人、谭磊等人新进差役，人手不足，暂时负责城外事宜，掌管送亲、收取粮税等。方远山和郝军等人脸色一变，北城是最为贫困的区域，只有几个菜市和一些小型商铺，下人更是直接被扔到了城外，他们无疑是被边缘化了。好了，各自忙碌吧。方差役、郝差役，我等还要养家糊口。你们摸着良心说，家里真的穷吗？人各有志，随他们去吧。楚中天是顾大人的人，过去还不敢如此明目张胆。侯龙是县城陈大人的人，顾大人和陈大人的亲信也浮出水面了。看来一次性踢出10个差役，让3位大人担心我们人手太多了。北城还能收点银子，那城外？城外有城外的好。青山县城内虽是繁华，但面积和城外相比，就牛1毛罢了。哎，我让你勤来着，没说1天1来啊。昨日的信刚刚送过去，此刻应该刚到兵部司，回复的话最快也要明日。反正也无事。被你们县令顾大人给打压了。嘿。兵部司也不能干涉过多的地方政务，强龙也要和地头蛇共处一段时间。前些日子大考是兵部司新近成立，地方上给朝廷面子，可一段日子过去了，兵部司也要低调一些。是上面说的，这种事上面不会说，但是每次经关下来都是如此，习惯了就好。接下来就要看上面的交手了。如果兵部司赢了，那我等就能跟着威风一下；反之，我们这些人可就倒霉了。你最近低调一些。听说其他县城有几个暗卫已经被明升暗降，给孤立了。你说我写个信能把王虎调到前线进入敢死队吗？这个嘛，调到前线太麻烦，过的手太多。不过我有个办法，绝对能让这王虎倒大霉，但是需要银子，1000两银票。王虎拿的银子不管能不能拿回来，这个就算你老的辛苦费。哈哈哈哈哈！怪不得张方平会如此看重你，够爽利。事情成了，再给也不迟。多谢。时隔7日，青山县突然迎来了一个不小的消息，原青山县守备军千总调任永丰县任千总，新晋任职的青山县守备军千总是由府城直接任命下来。此人任职时就带了100兵卒，轻而易举就掌控了青山县的守备军，更是直接把王虎为首的一个小队直接绑起来，指名道姓交给青山县衙门许下人。王虎久违了。呸！有本事1对1，背后耍阴谋诡计算什么本事？许瞎兰，当日只恨没有弄死你。完了，求差爷饶命！饶命啊！
你们的骨气哪里去了？我们不是你胡川，王虎对你最是看重，我们可捞不到什么好处。不错，大头都被你们拿下，我们最多讨了几杯酒。我们这一个小队就说你们2个最贱。王虎和胡川留下，其他人杖30，罚金10两，就放回去吧。多谢许差役。把王虎和胡川关押进大牢。是。走。虾仁看了一眼周边望过来的众多差役，其中包括楚中天、侯龙、赵耀、谭明辉以及宋志忠，这也是最近最为风光无限的5人。友情提醒一下，最近出城的时候最好不要携带违禁物品。许下人负责城外，又和守城门的守备军关系密切，那岂不是意味着青山县的外围都成了许下人最为牢固的根基？我们反而成了瓮中之鳖。求你饶了我吧，这华为 Mate 60都送你。别白费功夫了，新款华为我左下角多的是。胡说，我上次去没看到能领手机啊。你是从我左下角下载注册吗？别的我不知道，我左下角游戏厂商是保真的，里头除了不限量华为 Mate 60，还有1万台苹果15配套送，都全新正品机。下载了没有领取界面啊？不能光下载不实名啊，不然怎么给你寄手机？还真是，我验证过真实性的，现在还有不限量 iPad Pro 配套送，下载注册基本都能领到。大难临头，我也没工夫领了，让你家人去领呗，反正链接在就有库存，但得认准我左下角下载游戏才行啊。完成任务，苹果华为隔天送到家。你们未经判决不能如此行审。虾仁瞥了他一眼，只是一挥手。胡俊和张天很快明白过来，直接把王虎从架子上解开，朝着一口大缸走过去。稍后谭磊拿起了一个麻布袋子，当着胡川的面解开袋口，哗啦啦的一个个蚂蟥从袋子里啪啪啪的掉进了水缸里。你们想干嘛？这是我们许差役在水行一道上的特意改进，蚂蟥会顺着边抽烤制的伤口不断的往身体里钻，到时候一个个蚂蟥拱进身体里，整个身体就像是得了麻风病一样的水泡，应该比麻风病更恐怖。你们不能这么干，我们是守备局呀。守备军，大圣差役下抓黎明，上不王侯，你一个小小的守备军，连个品阶都没有的臭老九，算个什么东西？开始吧。你们倒是审了，为什么一句话都不问？杀了我，求求你，杀了我啊！我知道错了，我该死，让我死吧。气息弱了不少，只怕扛不住下面的老虎凳了。放出吧，可惜了，我的老虎凳。当初徐朗就是在这一招下，老老实实的什么都招了。许差役，差爷，我招，我什么都招，你让我咬谁，我就咬谁。求求你别对我用刑了，求求你们审我吧，我真的什么都招。录口供。虾仁兄，事情有些大。和华府勾结，试射县尉刑名，走私物资给3洞口山匪，这次的水太深了。重新录一份口供，所有事情推到徐朗和王虎身上。是。为了维护大圣统治，我也不能大动干戈。这要是逼得山匪屠城，死的最多的还是无辜百姓。这个吹号人不能当啊！1000两银票归你了。怎么样？现在舒坦了，别怪我赚你1000两。为了把原来的守备军千总调走，再把熟人委派下来，这中间我可是托了不少关系，花了不少银子。抓一个王虎，拽出一大串子，我总算明白为何上面设置兵部司了，整条根子都烂掉了。你能这么说，说明你没有冲动。维护大圣统治，捍卫大圣律例，也要有那个实力才行。明着没人敢违抗大圣律例，暗地里什么事都敢做，先顾全小命吧。这不是自私和渎职，这是顺应时势的最佳选择。回到衙门后，虾仁整理了王虎和胡川的口供，就直接向县令顾忠明报备，提请查抄2人名下的宅子。按照上次的规矩，现银上交衙门一半，其他的你看着办。是。兵部司批复了100个后备差役的招募，给你30个名额，另外增补正式差役的通知，应该也快下达了。感谢顾大人体恤，帮忙申请200个，批复100个。果然兵部司也不能随心所欲，看来这是兵部司对自己最大的支持了，被截留70人也无可奈何。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去申请，把城外交给你也不是我的主意，你可以打听打听其他县城的情况。顾忠明哪里听不出虾仁话里的意思，端起茶盏抿了
了一口茶汤。虾仁拱了拱手，转身就走了，拿到了县衙的批复。虾仁带着谭磊等人直接去抄王虎和胡川的家。一个守备军的小队长就住这么好的地方，肯定贪了不少。行了，2个人守住前后门，余下的人按照上次的规矩开始干活。是。谭磊上前一脚踹开大门，身后一伙差役手握刀柄就是冲了进去。这一幕如果不是一身差服，妥妥就像是土匪一般。老夫3银，您家女子2银，太三姑子1银。我的妈！徐朗和王虎还真是会玩，穷乡僻壤的青山县，愣是让他们日子过得逍遥自在，怪不得城墙之外的乡下如此艰苦。嘿嘿，恭喜虾仁兄，还差西湖船娘和扬州瘦马就凑齐了大圣4大技。我曾经在我堂哥谭明辉那里见到过扬州瘦马，那身段娇柔，热而不腻，皮肤白皙毫无瑕疵，十分喜人。哪天有机会抄了你堂哥家那个你留下。谢虾仁兄。很快众差役连续检查了3遍，足足用了2个时辰之后，全部抄没登记完毕，一共3200两银子，其他财物科第600两。另外，王虎后院树下埋藏了一批盔甲和盾牌，看标志是朝廷去年下发的一批，成色10成新，没有登记也没有挖出来的，足足有50具之多。派个人守在这里。虾仁兄据查，这王虎还有一处院落，住着他的妻子和女儿。按照现在王虎犯的罪，肯定活不了，其女也要送到钦州府教坊司。但如果我们留下，倒也无妨。我去亲自看了一下，其女皆是品貌端正。你在县城内的院子，总要需要一个正经人家打扫收拾，不如去看看。如果合适的话，就留下伺候着。稍后虾仁带人前往胡川那里。相比于徐朗和王虎的院落，这里只能称得上一个普通院子，没有前后院，但在县城里有这么一个住的地方，也比很多兵卒强得多了。抄没胡川这里简单许多，大概花费了1个时辰不到，就全部搜罗了3遍。超银180两，其他财物加一起也就值个110两。这胡川替那王虎卖命，若是知道王虎的财富，肯定会后悔的。拿出来100两，让兄弟们去喝个酒。谢虾仁兄。虾仁兄，天色尚早，不如去看看王虎的妻女，若是满意，今天也能早早结案了。去看看。既然是王虎的宅子，那该抄家还是要抄家的。走你！我前面带路。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兄长得不到的女人，得不到的权势，他会一一拿到手。这一世，他要痛快滋润的活着。4人走进一个偏僻的弄堂尽头处，一个门口处站着几个地痞流氓，在那里拍打着门，嘴里不干不净的骂骂咧咧着。滚开！问你妈！开眼！我和你们拼了！就这泼辣劲，收留他们会不会夜里给自己来一下？大胆！差爷，请恕罪，我女儿不知道是您，灵儿还不赶紧给差爷磕头赔罪。好一个美妇人，你是王虎的原配赵梅？正是名妇。敢问差爷，我那相公是怎么了？哼，他不是我爹，死在外面更好。王虎犯了重罪，今日我们是来抄家的。虾仁看了一眼房舍，只是比乡下好上一些，不大的院子，一眼就看完了。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和那个人没有关系，他也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不要动我家的鸡，我们就指着这只鸡下蛋，拿到菜市上卖，能换点吃的。除了那鸡窝之外，院子里没有发现异常。怎么没有去找份工打？是那个混蛋说我们找工丢他的人，只让我们窝在这贫民巷子里，每个月给50文钱。前几年还行，现在根本不够用。我和我娘只能偷偷的给人洗洗补补，然后加上一些鸡蛋，换点吃的。据说这女子是王虎在乡下的原配，虽然被接到了县城里，不过因为生的是一个女儿，加上出身不好，被王虎随意打发了。往后差使的人估计看王虎不待见这对母女，每月给的钱就给贪了。也是这2人倒霉，摊上了王虎。他在外面住着大宅子，吃肉喝酒，却不曾想还有这么2个人的吧。随我进屋。娘，你们在外面守着。是啊。灵儿，你去外面帮娘买点盐巴，等半个时辰再回来。娘，他们凭什么欺负我们？我们和那个人根本没有关系了。你别怕，大不了我们去府城去上告。我就不信这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去府城？此地到府城路途遥远，多有山匪乱民，寻常汉子没有3-5成群都不敢走那道。凭你们2个弱智女流，信不信只要离开治安还算清明的县城一步，立即就会被人劫掠到田地里轮番蹂躏。像你们这样的罪犯家属，死了也就死了，报官都没有人理。娘，你和王虎有和离或是被休的文书吗？这没有。那王虎可曾时常来过
是人妇倒也无妨。不过若是王虎那厮时常来，我倒是多少有些膈应。几年前还曾3、5天来一次，听说当上了军营里的大官，就不曾来了，应该是嫌我年老色衰了吧？算不上大官，连个品阶都没有，但养活几个人还是足够的。既然是结发夫妻，为何不待见你，也不休了你？他说我长得拿不出手，身材很差，不如县城内的女子妖娆迷人，会哄人开心。前些年他只是一个守城门的，俸禄不高，说是为了攒钱谋个好差事，就把去青楼的银子省下，真是憋得很了。才3、5天来我这里一趟，每次都骂骂咧咧，说我像是一条死鱼，每次那个的时候还会大巴掌抽我。自从他有了新的差事，就不来了，却也不肯休了我，说是他不要的女人也不能让给别人，我若是敢有外心，他就把女儿卖给别人。就这不对称的身材，放到后世一准能令男人心痒痒的抓破手心。你恨他吗？不恨，出嫁从夫。虽然人有些笨，但倒是一个好女人。我是有些笨。王虎犯的罪，不但他要死，连他的家属都要跟着遭殃。你因为没有和离或是被休，连同你和你的女儿，按律是要送到荆州府教坊司，做的事就是日日夜夜的去伺候男人。能不能我去饶过我的女儿？她还小。我和王虎有怨，虽然私怨祸不及妻女，但他犯的是国法，我凭什么知法犯法去救仇人的妻女？你给我一个理由。这，因为你是好人。好人？我不喜欢当好人。这个世道上太多好人不见苍天，恶人喜笑颜开的事。这个世道上有太多好人被落井下石，恶人却趾高气扬的事。这个世道上有太多好人一生背负恶名，恶人时刻道貌岸然的事。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可给你的，差爷，你看奴家还能入你眼吗？嘿嘿，你手脚倒是麻利，起来吧。奴家只求差爷不要把我送给其他人，我一定听话，少吃饭，勤干活。起来。奴家也不知道为何，我其实吃的很少，却还是长肉。说正事，就你们娘俩是要冒风险的。我要去衙门大牢里，让那王虎签了和离的文书。他一个将死之人，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不定他理都不理，巴不得带上你们娘俩。毕竟他迟迟不肯休你，就是不想你去找其他男人。对，他就是那样的人。差爷呢？怎么办？这个嘛。你签个卖身契给我，这样我师出有名，也方便办事。大不了我花一些银子，让那王虎安心的上路。他想来见你，已经卖身，最终会同意签的。我们娘俩愿意和差爷签死当，求差爷一定要救我们娘俩，以后我给你做牛做马。那也行。好家伙，我打算签个3、5年的卖身契，你直接搞个死当，是想让我骑一辈子的大白马啊？娘，这是卖身契还是死当啊？你怎么能签啊？娘虽然没有读过书，见过世面，但大道理还是懂的。你爹犯了事，一旦死了，先不说我们会被连累，就是你爹那脾气肯定得罪不少人，到时候我们俩也没安生日子过。我们是女人，跟着差爷能有口饭，别的还求什么？再说差爷刚刚说了，送你去识字，这是多大的恩德，你如果不识好歹，就别认我这个娘了。小女儿看着卖身契，自己的娘亲已经摁了手印，知道说什么都晚了，只能拿起笔写上了3个字：王灵儿。好了，你们跟我走吧，贴身衣服带着，其他的都不要拿。那听差爷的。几人很快走出这个平民巷子，直接来到了徐朗的宅子。这么大啊！你们打扫一下，我去采买一些吃的用的。你们下衙吧。对了，虾仁兄，过2日要送亲了，我们负责城外，到时候送亲队是我们来负责。这次送的是哪类？今年定下来的规矩是年满17岁尚未婚嫁，或是已婚3年内未有子女者，不管是未婚或是已婚，无特殊缘由，都要重新完婚。统计好名单后，给我过目。是。抄家，抄出烫手的东西了，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放心，我没有监视你。王虎是守备军的人，在地方军务上贩卖最多的就是军械，那也是最值钱的东西。50具军械放你这里就好。那要给个仓库使用费。没问题，刚好想要采购一些吃食，一起结算。一共给我500两就行，没占你便宜。军械这个东西需要日日维护，处处都要银子。地址告诉我，我安排人去取。这个事你不沾手，兵部司那边你如实上报，功劳算你的。
谢了，吃食等食材送到庙市北区青石巷3号。好，守备军，你那个朋友这次帮了我大忙，需要多少打点？不用，他当上这个守备军千户是来镀金的，过段时间就走了。另外，王虎这个案子上，他也能捞到不少功劳。说起来，应该是他感谢你才对。下次介绍你们俩认识一下。虾仁离开熊老党货行，天色已黑，他接连截断了山匪的财路，小心被打了闷棍，就没有回乡下，而是直奔徐朗那处宅子。不知道那对母女把家收拾的怎么样了？老爷回家了。货行把东西都送来了吗？已经送来了，灶房也开始做饭了。你那女儿做什么呢？她在灶房帮忙的，我是怕她不会伺候，就赶她去灶房忙了。她没有偷懒的。他既然喜欢读书识字，平常就多读书，粗活就不用干了。谢过老爷。老爷，那后院偏房处还住着2个女子，其中一个还是尼姑，这哪位是夫人？哪个都不是，他俩事迹不用惯着他们，给口吃的就行，有活就让他们干，在我这里不养闲人。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兄长得不到的女人，得不到的权势，他会一一拿到手。这一世，他要痛快滋润的活着。嘿嘿，你这手竟然细腻光滑，没有一点干粗活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怎的，平常洗洗补补的，手上却没有一点茧子。娘，饭好了，你弯腰在干嘛？比天大，比海深，王虎真是一个大傻，这可是一个宝啊！饭后，虾仁在院子里走动了一番，月光如幕披挂而下，花香四溢充斥在空气之中，好一番美景美色。老爷，你今晚夜宿哪里？是后院两位妹妹让我问的。嘿嘿，这么快就姐妹相称了？你女儿睡下了？吃饭的时候，老爷赏的酒水，他贪杯就多喝了一些，现在已经睡下了。王虎的案子明天就要判了，他犯的事不小，活是活不了。如果他知道我对他这么好，还帮他养着妻女，不知道会不会感激我。他就由自取，我们娘俩现在日子过得很好，我没什么想说的，老爷能不能不要提他？去准备洗澡水吧。有。我活了30多年，哪里经历过这种事？还是一个刚刚认识1日，只是比自家女儿大不了几岁的年轻壮实的大小伙。虾仁挥了挥手，让他回去休息。见过虾仁兄，今天要把王虎和胡川的案子上报给顾大人，有些事早点解决，大家都能安心。是。补充一下证词证人，把上次那个酒楼掌柜的带过来写份证词。另外，王虎也交代了，正是那个马家酒楼的马四海给他透露的消息。这个人抓过来，谭磊你来审，重审重罚。我一定严格执行虾仁兄的交代。稍后，谭磊递给虾仁一个册子，说是满足送亲标准女子的名单。随后就和张天以及胡俊一起离开了班房去办事。虾仁大致过了一遍，果然看到了赵婉儿的名字。强迫婚姻算不上好事，但在这个时代有个依靠，总比单身一辈子要好。我听说上次徐朗的院落和一些财物，你另外花了银子购买。是。这次象征性的给个几两银子就行。是。送亲的事要抓紧了。另外还有一件事，福城已经下发了10个正式差役的名额，这是名单，你拿去看看。妈的，名单上划走了自己3个人，10个是正差役，自己有6人，方远山和郝军加一起4人。方远山和郝军的没有变，自己提交的6个名字被替换了3个，应该是换成了顾忠明他们的人。有问题吗？没问题。另外后备差役给你的30个名额，你尽快提交一下，记得是给你的。其他班房的名额怎么分？其他4个班房会平分余下的70个名额，放心，都会照顾到位的。是。你回来了，几天不见，瘦了不少。切，虾仁倒也没有像饿狼一样，转身就去了灶房里。方柔跟着虾仁进了灶房，熟练的生起了火。虾仁，没有打扰你们吃饭吧？三爷吃了吗？要不要再给你炒俩菜？人老了，晚上吃多了不舒服。听说你让我这2个不争气的孙子喊我过来，是衙门有什么任务要向村子里传达吗？你放心，我们青山村肯定不会拖你的后腿。三爷是这样的，衙门要招后备差役，我看大牛和二牛挺不错的，不知道你是否愿意他们去当差？不过能不能转正不好说。另外当差是有危险的，青山县城内围捕山匪的事，你老应该知道的。啥？他们2个混球也能当个差役？嘿嘿，问题不大，我手里有名额。你们2个崽子跪下！以后跟着虾仁要言听计从，咱们是一辈子山沟里跑土为生的人，就信一句话，
有恩必报。你虾仁大哥对你们的恩情，那是在造之恩。从今天开始，遇到危险一定要冲到前面，替你们虾仁大哥挡刀挡剑，死了那是好样子的，也为你们高兴和光荣。如果贪生怕死，好着，那就直接扔到乱葬岗里，这辈子别想进青山村祖坟。咱们村民出生就是相继，一辈子地里求活，但一定记得一句话，谁帮你们穿上的差役，谁就是你们的天。是爷爷。我去，这话有些大忤逆吧？这天不应该是大圣王朝的那位皇上吗？万一这个混蛋要造反，也跟着……三爷严重了。虾仁，以后这两小崽子就跟着你了，要打要骂皆由你。三爷没有看错你，你果然是我们青山村的贵人，是我们老许家的龙啊。三爷，在咱们青山村是否还有合适当差的人？实不相瞒，我手里名额还有一些，需要一些知根知底的人手。虾仁有什么具体要求？这个嘛，当过兵或身手好、见过血的，忠诚听令行事。好，我尽快给你答复。随后又聊了一会，徐老三也离开了。你选他们两个当后备差役，还打算从村子里继续招人，你可想清楚了。后备差役的名额虽然不如正式差役，但放到县城里也能值20两银子，他们这些乡下人可给不了你20两一个人的银子。说了你也不懂，这30个名额，不管如何要找一些忠诚可信的人才行，本村本族才是最可靠的。哼，方柔冷哼了一声，看虾仁不说，也懒得问，就直接回房了。在县城里，我是当老爷；回到乡下，就差没有给好大嫂洗澡擦屁了。什么事都要干，还摆着一个臭脸给我，看我等下怎么治你！虾仁用在院子里晒得温热的水，迎头浇下，去了去暑气。这些天也快要憋炸了，也是时候劳逸结合，放松一下了。哎，娘的，失算了，把门给打开。不开。哟呵，别逼我来硬的。我来那个了。来那个对我没影响。你个混蛋！你倒是脾气挺大。衙门这几日就要派送亲队，带队的是我，信不信明日我就把你放到名单里？到时候你被那些不讲道理、抬手就揍人的粗鄙汉子选上了，我看你还敢不敢发横？快点给老子把门打开！老子说3个数，3、2，听话就对了。好大嫂，来吧！你个混蛋，你个混蛋，你就会欺负我，我咬死你！许家大哥真是厉害，听说村子里的送亲名单已经提交给了衙门，这次是不管怎么，我怕也躲不掉了，这可如何是好？最近一些懒汉都开始在门口晃荡了，唉。第二天一大早，天只是蒙蒙亮的时候，虾仁起床后，在院子里走了一趟圈，打的是虎虎生威，尘土四周卷起。这时门口有道身影，探着头鬼鬼祟祟往院子里偷偷的望着。虾仁走过去打开门，就看到一个娇俏的小妇人身影。殷娘子有事。许家大哥，是不是衙门要组织送亲了？那名额上有没有我呀？有，这是好事。回头我帮你留意，选个知冷热、身材魁梧的好汉子，到时候也能有个人照顾你了。我能不能不去啊？大圣对于符合送亲标准的女子都必须落实到位，谁也不敢在这一块上打马虎眼。殷娘子还是不要在这块上耍小聪明，如果逃避送亲，衙门那边一旦抓住，是直接会卖到青楼里的，而且你的娘家也会被罚金的。送亲被人挑挑拣拣的，好男人早就成婚了，到现在还没成婚的，不是矮子矬子就是残废的，哪怕侥幸有一个囫囵的，谁会要我这个寡妇啊？一旦选不上，还是要送入青楼的，到头来左右都没有好日子过。早知道今日之前，何不想办法找个如意的？我是有心意的，人家看不上我。这许家大哥，我是谭灵儿。有事吗？许家大哥，我听说要送亲了，我不想参加。我喜欢你，我能不能嫁给你？就是当个妾也行。我最近不打算纳妾。许家哥哥，你是不是还记恨上次我爹娘把礼物要回去的事？我当时什么也不懂，但我心里是有你的，求求你留下我吧。哼，干什么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一群不知道廉耻的粗鄙女子，小男人回家找你们爹去，专挑有妇之夫算什么事？切，一个寡妇的有什么好的？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兄长得不到的女人，得不到的权势，他会一一拿到手。这一世，他要痛快滋润的活着。吃过早饭后，虾仁带着大牛和二牛一起上了官道。饭菜老伯已经在等着的，不过看到是3个人，脸色难看了一些。
我们俩跑着去县城没有多远，我们不带喘的就能跑过去。就当提前进行训练了。后备差役对于气力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虾仁大哥，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给你丢脸的。到了县城门口的时候，大牛和二牛气不喘腰不弯，明显这点路程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挑战。到了3号班房门口前，谭磊等人已经带着后备差役集合了起来，加上大牛和二牛，刚好22个后备差役。虾仁把大牛和二牛交给了谭磊来带。作为村长的孙子，上过几年村署，在村子里又是负责带领临时巡逻队，拳脚功夫也很不错，略加培养，未来虾仁身边就多了2个好帮手。人员招募如何了？5个班房，报一下人数。1号班房正式差役5人，后备差役17人，全员到齐。2号班房正式差役6人，后备差役17人，全员到齐。接下来谭明辉、宋志忠、楚中天、后龙以及张耀也纷纷发言，全部到齐了。3号班房正式差役7人，后备差役22人，尚有8人未到齐。人数都给你们补充到位，若是再干不出成绩，就说不过去了。昨日顾大人前往了青州府，今日来自青州府的命令由我传达。在场的众人脸色微微一变，就连后龙和楚中天以及张耀等亲近3大主官的人都是一副不知道今日会下达命令的表情。朝廷旨意，秋粮在即，命令各地衙门提前1个月开始筹备。鉴于前线战事严峻，今年秋粮比往年多征收5成，其余杂税一律不收。在此期间，一切事宜延后，以秋粮征税为重。诸位就不用常驻衙门，只要能把秋粮征收到位，期间大小事宜你们可以便宜行事，征收保准按照去年的标准进行摊派，有粮收粮，无粮银地，收不上来者自己进行填补不足的。若是未能完成，一概依破坏朝廷秋粮征收的罪，一并开革，缉拿送入青州府，从重论罪。大人，这提前1个月，可比往常早得多啊！城外粮食还没熟透，城内才刚刚结束下税没多久，民众没有余银余粮啊！哪怕我们现在人手比之前多了，可增加5成，也是难完成啊！最近几年是年年增税，总不能让我们去抢吧？是啊，大人，这几乎没办法完成。现在的税费已经很高了，如果继续往下摊派，青山县的商户怕是要跑完了。去年秋粮交纳了多少？城外地里的粮食总产量又如何？去年我们青山县的秋粮税，城外交粮约1万担，城内税银达16000两，而城外的粮食总产量只有差不多4万担。城外交粮1万担，一担大概120斤，也就是税粮120万斤，而青山县粮食总产量只有480万斤。青山县的人口有大概3万多人，每个人平均一下约有160斤的粮食，要过完接下来的冬季和春季，这已经近乎不可能。收粮过后的结果，每个人留下的粮食怕是只有100斤了，这是让我去逼人去死啊！城内挤一挤还是能凑够银子，城外可是要出人命的啊！你们觉得这秋粮是我能做主的？我也是青山县人，我何尝不知道秋粮过后会是什么景象？大人，若是粮食无法征收到位，可否依银抵量？若按照银抵量，作价几何？可按照市场价，1担粮食1两银子。这段时间内一切事宜，我们能擅作主张。只要不是忤逆大罪，任何事你们都可以自行做主。这段时间，不管是青州府还是青山县衙，都会给你们足够的权利。好了，下去安排吧。记得告诉青山县的民众，此次秋粮征税是为了前线大战，保家卫国，人人有责。这次大家再凑凑，来年应该就好了。虾仁兄，这宋金赶上了秋粮征税，估计难搞了。趁着秋粮征税的消息还没有散布开，你去把王虎、胡川和徐朗的另外1处宅子，这3处宅子给卖了。另外奴仆你看着卖，其他的财物能卖的就卖了。这虾仁兄，你这是如果缺银子，我家里也有几处田产，也可以卖了。你可要想好了。真想卖也行，如果我们还能在这个位置上，秋粮征税之后，县内的物价肯定暴跌，再买回来就是。但是如果征税不顺利，其实你们的影响不会很大，毕竟衙门还是需要差役的，不会全部拉到青州府抵罪，只是为首的几人罢了。现在卖还能有个高价，一旦填补不了秋粮征税不足的漏洞，哪怕还在这个位置上，也是被人排挤。也不用太担心，我说的只是最坏的情况。今日来有事，嘿嘿，我手里有一个后备差役的名额，有没有可靠的人送我那里？怎么想主动让我3人监视你？如果真是监视也挺好，让上头放心，才能给我更多的好处。
言归正传，留个人在我那边，很多事我不用单独跑过来。另外有些事交给他去做，也省得让人怀疑到我和你的关系。看来你是准备做生意了。抄家没有前途，现在我人手足够了。你做货行生意，货品种类多，渠道广，又有兵不丝的路子，横行无忌，在各个区域都能畅通无阻。我在青山县是本地人，未来合作的机会肯定不少。哦，我听说秋粮征税在即，你负责的区域在城外，税粮足额征收的困难更大，该不会是怕完不成任务，准备赚银子应付这一关吧？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以后你就知道了。行，我发一封书信，让本家堂弟过来一趟，跟着你。你到底卖什么东西？让我心里有个准备。你这次的缺口可是不小，我帮你把关，省得你白折腾了。不管卖什么东西，只要远远低于你的进货价，是不是就有的赚？如果是在青山县附近售卖，在我的进货价上低上1成。若是要覆盖整个青州府，算上路上的损耗和打点，在我进货价的基础上，你出售的东西价格需要再低上2成。如此的话，有多少我就能吃进多少。我操！奸商！对了，告诉你一个消息，你应该会感兴趣。什么消息？青山县的县令顾忠明去了府城，你觉得是做什么？这个嘛，难道不是逃避责任？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他能逃到哪里？从昨天晚上，青州府18个县的县令都被强行招到了青州府。这次的秋粮征税如果完不成，就会先拿这些人开刀。如果放任这些人在本地，他们意识不到情况的严峻，或许还会趁机耍滑。现在他们被禁锢在青州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动用一切可用的力量完成秋粮征税。若是完不成，他们就不用回来了。缺额会拿这些县令的财产进行冲抵。现在看来，顾忠明把你直接划到城外，并不是为了对付你，而是为了今日。这顾忠明不简单，上面肯定有人提前知道了一些消息。他倒是看得起我。这顾忠明接连几次拿捏自己，找准机会把自己的片区划分到城外，之后更是主动划拨了30个后备差役的名额给自己，7个正式差役的名额给自己这边，他只留下3个正式差役的名额。看这情况，也是他背后帮了自己一把，否则估计能给5个正式差役的名额就不错了。此刻这一切看来，更像是为了秋粮征税。这个老阴其他差役都是老油条，真出了事，他们有办法躲得过。你许虾仁不一样，你得罪了太多人，只能往上走，你前程断了就是死。他顾忠明不敢把身家性命交给别人，而最终选择了你。傍晚下牙，虾仁回到了城内的宅子里，刚进门就看到赵梅和女儿王灵儿就跪在了地上。你们这是做什么？求求老爷，不要把我们赶走。谁说把你们赶走了？秋粮征税开始了。上午时，上次随你一起的那位差爷来了，把几个老仆和妇人以及一些财物都给带走了。起来吧，你们安心住下。不过没了奴仆，以后你们要做的事就多了。谢谢老爷，我不怕吃苦。去做饭吧。来到书房，虾仁大致算了一下，秋粮征税今年多加收5成，需要上交15000担的粮食。现在城外正是干旱，估计远远不够凑足秋粮的。老爷，是不是这次的秋粮征税你压力很大？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话，我们可以走。走？你们走去哪里？我也不知道。你们娘俩的卖身契还在我这里的，走了，我可是要报官抓你们的。老爷，你干嘛老是吓唬奴？好了，我的事和你们娘俩没关系，你就别胡乱猜了。那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到你的？真想帮我？想。这样你行吗？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兄长得不到的女人，得不到的权势，他会一一拿到手。这一世，他要痛快滋润的活着。我答应老爷。小心！哟，我忽然有些期待。晚上了，你吃饭吧。先吃饭。老爷，是不是饭菜不合口？以后4菜1汤，再煮些粥，冰镇1份酒水，或是果子酒。这么丰盛，那一顿饭可是至少100文钱。现在都开始征收秋粮税了，是不是太奢侈了？是啊，征税了，连外面菜市上买菜的人都少了好多。按照我说的来。是。以后家里开销你来管，不要舍不得吃。明日你们再做几件衣裙，记得内搭的都给，重新做上新的，要真丝的。是，老爷。
从明日开始要忙碌了。原本以为结束了王虎的事，自己短时间内也不打算抄家了，大家相安无事。自己呢，女人、房子都有了，是时候好好享受日子的。可惜事与愿违，但不得不说，顾忠明是个明白人，换做自己是他，估计也会把自己放到城外去收秋粮睡。老爷，灵儿已经睡下了，你是不是要沐浴了？水已经准备好了。你拉我一下。好。老爷，你故意捉弄我。嘿嘿，你老爷我明日就要去乡下做大事了，你们母女俩在城内过舒坦的日子，这一切可是我给你的，你总要让我临走之前也舒坦舒坦吧。第二天早上，赵梅早早就做好了早餐。是不是要喝些奶，营养更充沛？老爷，我给你煮了米汤，很浓稠，你要不要先喝一碗润润？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我了，这是给你的礼物。华为 Mate 60，不行，太贵重了。你收着，这是我在左下角免费领的。再说了，给你手机是让你随时和我联系。真的假的？其他视频评论区都说领不到啊。别的我不知道，我验证过的左下角是绝对真实有效。厂商新增了8000台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座专属福利，这批只有我这有，下载的基本都能领到。真是诶，一打开就看到领取界面了，还是全新顶配机。我验证过，才和左下角合作的，现在还有无限量 iPad Pro 做保底，我领的都发货了。要拉人助力吗？不用，但只有从左下角下载注册才行。休息放一旁挂挂机，苹果、华为都能一起拿下。这么简单，我马上去。交代一下接下来的工作，整个青山县上百个村全部走访一遍，核查土地、人口、粮食收成等。我需要一个详细的情况，比衙门里的榆林册更详尽、更全面。正式差役7人，后备差役22人，一个正式差役带3个后备差役，分为7个队伍。我希望3日之后能给我一个详尽的数据。当然，皇上还不差恶兵。我知道这次事情急，任务重，正式差役每人每日1两银子，后备差役每人每日100文。是。虾人详尽的给他们划分了需要走访的区域，嘱托他们带刀穿甲带剑。这年头，大部分村民是淳朴友善的，但也不乏刁民匪患。先从临近县城的村子开始走访，往远推进，切记注意安全。另外注意一点，暂时不要把秋粮征税的具体数额透露出去。至于他们从其他地方知晓的，一概否认。是。稍后，虾人带着大牛和二牛就直接出了城。等到了青山村的时候，就看到村口聚拢了不少人。这个时候，按理说都下地干活了。许家大哥回来了，快问问，今年秋粮征税真的增加5成吗？一个个村民七嘴八舌的纷纷询问。还好有大牛和二牛护持着，不然这么多人下，想站稳都难。好了，都不要乱了，一个个像什么话？该是缴多少就是多少，难道缴得多，你们还想进山当山匪？虾人，三爷，我们单独聊聊。三爷，秋粮征税确实提高了5成，另外城外征税的工作交到了我的手里。这10里8村的情况你最清楚，今年您老估摸着能收上来多少粮食？保证村民勉强活着，今年城外能收上来8000担，如果饿死一半，勉强能凑够1万担。真若是不计后果，十室9空，逼粮为匪的话，能凑够13000担。这今岁的粮食收成这么差，村民手里都没有存粮，这就意味着最多只能征收8000担，缺口达7000担。按照市面上各类粮食的价格来算，不管怎么算，也要至少7000两银子。存粮，我说的就是加上存粮，夏税秋粮，一年比一年高的税。如果不是我们有大青山在，还能扒拉一些野菜，每个村组建狩猎队，拼着命进山，时不时的打上一些野兽，怕是早就扛不住了。原本打算自己有3000多两，补一下缺口，赚银子的事徐徐开展。现在看来，不但不能徐徐开展，还要尽快着手安排，至少要1个月赚够至少7000两银子。虾人，你放心，咱们青山村的份额我们绝对完成，不会给你拖后腿。只是其他村子怕是难了。三爷，我总不能逼着父老乡亲去深山里虎口夺食，或是去啃树皮树叶吧？入了冬，大雪封路，怕是进山都难了。我已经安排了人去走访4周村子。三爷，你先安抚村民们正常劳作，等我摸清楚所有村子的情况再说。好。徐老三张嘴欲言，最后作罢。走访过后只会更绝望。他刚刚说的还是好的情况下，虾人回到家后，看到院子里的方柔躺着还挺舒坦。他倒是不担心秋粮征税，方家再是差，也不至于交不起税。听说征税了，是不是那个送亲都要取消了？这2天好几个娘们在院子外晃悠，搞得像是除了你之外，这天下就没有其他男人了。会延迟几日，送亲和征税都是国策，不可能取消。这是那小铁匠送来的东西。虾人打开麻袋，拿出一套臂弩，尺寸不算太大，卡在手臂上，用袖子可以遮掩住。征税不会有危险吧？从人嘴里夺粮，你觉得危险不？
虾仁摆了摆手，表示没事，稍后就转身离开了家。是要去看看赵婉儿了。宋亲加上秋凉征税，他估计日子很难熬。青山村西侧，几个女子在洗衣聊天，穿着麻布粗裙蹲在岸边石头上捶打着衣服。兄长，你来了，见过差爷。都是乡亲，不用客气。许家大哥，你是打算把婉儿妹妹带走，送给其他男人当娘子的吗？这送亲要晚上几天？是啊，许家大哥，婉儿妹妹可还是黄花大闺女的。婉儿人模样也好看，虽然是你那弟弟的媳妇，但总归也是你许家的人，总不好给别人当媳妇吧？你看婉儿妹妹皮肤多白，羞答答的样子，一准能把你伺候好的。不多时，虾仁看到不远处来了几个年龄不小的男子，不大熟悉，像是外村的人，朝着这边指指点点，满脸嬉笑，像是挑选货物一般。他们是做什么的？没什么不好说的，我家男人进山没能走出来，我一个寡妇没有孩子，也要被强行送亲的，又偏偏赶上秋凉征税，家日子不好过，与其被人拒了卖到青楼，我打算随便找个汉子给嫁了，管他是瘸子傻子，总好过去送去青楼，运气好的话，还能给我那死了儿子的苦命婆婆留下2斤粮食。那边几个懒汉，平常没有女人看得上他们，现在赶上送亲和秋凉征税，就想拿2斤粮食换个女人。赶上送亲和征税这种事太常见了，在青山村这种事还少一些，听说其他村子里男人没死，女人都夜里出去卖身子换粮食了。兄长，几个姐姐们都是良家女子，实在是日子艰难，才有不得已的想法。这几天听说要秋凉征税，大家心里都很是担心，怕活不下去，都寻思着一起结队去山里采一些野菜野果了。许家大哥希望你能当上大官，能照顾咱们青山村，让村子里的孩子们有机会长大，老人们不至于为了省口粮食活活饿死。奴家几人来生愿意给你做牛做马。好日子在后面的，且等上几日再看。几女只当是安慰之词，又聊了几句，就抱起木盆结伴离开了。兄长，快到晌午了，我去给你做饭。你若是为他们求情，我会帮他们度过眼下的难关。帮得了一时，又哪能帮得了一辈子？我怎么好让兄长为难？几个姐姐也是良善的人，明知道我和你的关系，却从未求过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就我们2个直接说。我听说县城里的差爷身边都养不少女人，若是兄长也有心如此，能不能多照顾一个村的女人？春儿姐她们虽然不是完璧之身，但肯定忠心，不会背叛兄长。只要给口吃的，定是侍奉兄长如天。兄长不用给他们名分的，只要给口吃的，养在外面就行。你想什么时候来就来一趟，他们绝对不会给你惹事的。这就是现实，天灾人祸的时候，一口饭换一个忠心不二的女人。先回去吧。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兄长得不到的女人，得不到的权势，他会一一拿到手。这一世，他要痛快滋润的活着。等到了家，不大一会，铁蛋就过来了，询问虾仁是否满意，闭怒。很不错，许家大哥满意就好。铁蛋脸露笑意，然后就急忙跑走了。赵婉儿在灶房忙碌，虾仁寻思着搭把手，就去帮他把衣服晾起来。拿起木盆的衣服，这才发现不适合呀。这。兄长，等下我自己来就行。行。虾仁放下木盆，就去灶房里帮他生火。兄长，你晌午不回去，嫂嫂她会怪罪吗？不会，我平常在衙门也不常回去。兄长，灰蹭脸上了。哦，谢谢。我来帮兄长擦吧。兄长，你是一直自己睡在书房的吗？那倒也没有。兄长，我……虾仁走过去，看到锅里的菜都烧糊了。赵婉儿流着泪，锅里都是舍不得吃的菜叶子和肉，也就虾仁来了，他才舍得做的。别哭了，回头我让人再送点来。兄长每次送菜，嫂嫂肯定心里不高兴，毕竟相公已经不在了，我这个刚过门的媳妇待在这里和白吃白住有什么区别？兄长，送亲队来的时候，您把我送出去吧，哪怕对方是个瘸子、汉子也没事，莫要再让兄长为了我这个不祥的人辱了名声。你是我许家的媳妇，我那苦命弟弟的娘子，我帮你不会辱了名声。你如果不想嫁给别人，我自然会安排好一切。至于送你的吃的，和方家没有关系，不要听外人乱嚼舌头的话。养你一个人的饭菜，我还拿得出手。谢谢兄长。你去添柴，我来做。等做好了饭，虾仁盛出来一份，让赵婉儿送给铁蛋。我这就去。虾仁把饭菜端到院子里的树荫下，天气虽热，但吹着山风，在树荫下还是挺凉快的。兄长不用等我，赶紧吃吧。赵婉儿坐下后，更是把肉菜放到虾仁面前。她吃的最多的就是馒头，连菜都舍不得夹。
多吃点，你操持这个家也辛苦了。谢谢兄长，其实我挺笨的，但我会努力的。你可不笨，忙前忙后，一个小女子操持一个家真不容易。我10岁的时候就和爹爹一起下地干活了，从小娘就教我做饭，缝缝补补，说这是女孩子必须都会的。爹娘走了后，我就在叔叔家了。适龄后，因为我瘦弱，也没有人愿意娶我。以后有我的。谢谢兄长。等吃过饭后，虾仁就打算走了。兄长，你何时再来？最近这段时间我会留在乡下忙秋粮征税的事，有空就会来。你快回去歇歇，天太热就别去地里干农活了。稍后，虾仁喊上大牛和二牛，亲自把青山村的土地和庄稼长势探查了一个遍。小心，别射箭，别射箭！灵儿妹子，大牛哥。妈的，张屠夫，你一个外村的，竟然敢来我们青山村欺负人！我是自愿的。喂，你真丢我们青山村的人？二牛哥，我哪里丢人了？跟着他，我不说顿顿有肉吃，最起码能尝一些荤腥。你们呢？别说现在当上差役，威风凛凛。如果秋粮征税不能完成任务，不但要免职，还要抓起来杀头的。我看你和大牛哥赶紧脱掉这身衣服的好。还好许家大哥当初没有要你，见风使舵，倒是和你娘一样，张嘴就来，明天就让人下聘，赶紧把人给我取走。许大牛，你敢打老子？等哪天你被砍头了，我要站在最前面看。该死的许大牛，你真想射死我啊！大牛哥，你干啥呀？你射死了他，谁来娶我呀？真给我们青山村丢人！许家大哥，我谭玲哪点不好了？你当初为啥看不上我？我眼光比较高。那张屠夫没少靠一些猪下水，和一些寡妇不清不楚的。好女孩哪能看上那屠夫？呸！娘说张屠夫是个如意郎君，他们肯定是嫉妒我以后能吃肉，我才不信的。我还以为你吃不下饭了。秋粮征税罢了，还不至于吃不下饭。每年因为征税，可是有不少人倒霉。今年听说还加税了，村子里都叫苦连连，也有不少人觉得你要倒霉了。还别说，你负责秋粮征税的消息传过来后，来院门口守着你的小妮子果然少了不少。事在人为，别人想说就说吧。你该不会是想靠抄家，到时候自己填补缺口吧？抄家没几两银子，何况抄家1半银子要交给衙门。那你打算怎么办？你这么上心，怎么你们方家愿意为我这个女婿补缺？切，方家现在好不到哪里去，先是下税，再是秋粮，又要不少银子出去。你真以为商户就家财万贯？每次征税先杀商户，是农工商，商户就是留着养肥了被杀的。现在知道自己什么地位了，以后老实一些。你混蛋，放开我！你晌午去找赵婉儿，没爽够啊？她是黄花姑娘，难道还满足不了你，非要找我这个残花败柳？怎么吃醋了？怪不得今晚上火气这么大，不该吧？你这么要强的女人，哼！吃醋？我才不会因为你吃醋。不是最好，就咱俩这关系，不定什么时候就一拍而散了。等这次的送亲结束，谁不合理谁是狗。我祝你和赵婉儿和和美美，早日成婚。不要老是拿赵婉儿说事，有些事既然发生了，就已经成了定局。顶着兄长的身份，不能重新做回自己，不好过吧？是不好过，每次回来都要和好大嫂在一起。你就不怕我破罐子破摔，把你的事抖露出去？有人信吗？我那被你和徐朗联手欺负的好大哥，现在怕是在地下已经化成肉泥了。另外，别忘记自己的身份，你一个商户之女，若是敢在外面编排大圣差役，除非我是忤逆叛乱，否则我遭殃不遭殃不好说。你是铁定要被流放前线祭子营的。哼，我什么也不说，我和李总行了吧？我一日都不想看到你。也行，送亲的册子正好在我手上的，等下这边签好和离的文书，我抬手帮你加上去。不过你是我名义上的妻子，哪怕我们和离，怕是也没人敢要你，免不了到时候去一趟青山县各大青楼走一趟了。青楼挺好的，那些恨你的人估计巴不得给你戴绿帽子。老娘生意好，还要多谢你许差爷大笔一画添上我的名字。我操，你有种！第二天早上起床后，虾仁在院子里活动了一下筋骨，走了一趟拳，打的是虎虎生威。随着来到这个时代的时间越长，他能感觉体力上也越来越好。你不去衙门？最近不去衙门，忙着秋粮的事。这是我身上最后压箱底的银子，1000两银票，是我娘留给我的。这你收着吧。怎么？缺口至少7000两。你还是拿着吧，也别往缺口里补了。想办法找上官，把征税的差事给去掉。免了这个差事，怕是差役这层皮也要扒掉。不当差役最起码还有命。涉及秋粮征税，哪年不死人啊？到底是命重要还是当差役重要？
之后，虾仁喊上了大牛和二牛，又开始统计附近庄稼地里种植的农作物。大牛，你对王家村有了解吗？我去过一次，离我们青山村挺远的，那边很穷，而且离山有些远，土壤不肥沃，每年农作物收成都很差。王家村一旦遇到灾荒时，都是一整个村出去讨饭。根据这2天的摸排，看来想按照府城的要求如数缴纳秋粮税，怕是远远不可能了。我算了一下，可以征粮8000担。老村长昨日预估说，征粮8000担可以让村民勉强活着，但现在这8000担是土地里的所有产量，这可比老村长说的严峻很多。城外征粮本来就是一个大麻烦，大不了扔下这摊子事，凭什么让我们来征粮？回去吧。虾仁回到家里，看着慵懒躺在椅子上的方柔，在树荫下都快睡着了，那姿态别提多悠哉了。不用担心交税的好处。你去地里了？不然呢？晌午怎么吃？随便吃一些吧。我买了1只鸡。原来是想让自己做大盘鸡了。他吃过一次，感情上瘾了。如果今天太累的话，改天吃也行，多养2天的事。虾仁看了他一眼，明显眼内满是想吃的念头，就点了点头。你如果急了，可以出去找个村姑。我这人很本分的。本分？在县城里房子里养了4个女人，大同婆呢，泰山姑子，还有一个得罪你的守备军官的妻女。这娘们还挺关心我的，还以为昨晚发火是因为赵婉儿，看来县城内的4女也有份。不过赵梅管理一个家还是弱了一些，让方柔这个好大嫂过去帮忙管着，就其乐融融了。不过她这股干不服的野劲，还需要好好驯服一下。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兄长得不到的女人，得不到的权势，他会一一拿到手。这一世，他要痛快滋润的活着。这一顿饭，2人吃得很是酣畅淋漓，都出了不少汗。我来收拾吧。你热一身汗，去洗一下，我来收拾就行。那行吧。虾仁把吃完的碗盘收拾一下，野山鸡不算太肥，2个人刚好吃完。刷起锅碗后，虾仁看了一眼大太阳，晌午头还是睡个觉吧，喝的刚好有些微微上头。这门栓哪里挡得住我？嘿嘿。啊！别！嫂子，你吓死我了！哼，你动手动脚欺负我就够了，还拿言语羞辱我，你真是一个混蛋！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你混蛋！等到了傍晚的时候，陆续有差役送来了各个村的详细情况。虽说还没有汇总完所有村子的情况，但也能推断出结果了。靠征收粮食根本无法完成这次的秋粮征税。不大一会，虾仁喊来了大牛和二牛，给他们描绘了一下自己需要做的东西，大概就是土窑差不多的样式。许家大哥，你放心，今天晚上就给做出来。一晚上能做出来，会不会太勉强了？虽然初次建造的规模不大，但也有上百平方，5、6米高。因为砖瓦成本高，大多数都是用石块堆砌，特别是切割石料是很费时的。没问题，咱们青山村有不少匠人和掏力气的汉子，又是帮衙门做事，他们肯定上心的。那行，人手你来找。如果一晚上能做出来，每个人奖励100文。这会不会太多了？100文足够让他们干半个月的活了。就按照这个标准给，但事情一定要给我做好了，保证完成任务。他们也没有询问虾仁搞土窑是做什么用，这也是虾仁欣赏2人的地方。听指挥，够忠诚。很快，大牛和二牛就带来了50多个魁梧汉子，其中2个是泥匠和石匠。你们2个全负责，做得好，你们2人每人1两银子。谢谢差爷。一个村的喊我虾仁就行了。2人很快把50多个汉子分成了3队，一队10多个人直接去刨石块，然后切成石砖；一队10多个人在另外一个泥匠的带领下，选择了一个空旷的区域，往地下深挖了几米的深度。这也是虾仁特意叮嘱的，不要建在地面上，一方面是安全问题，另外不利于后期的保密。最后一队的10多个人去远处的河道冲刷的岸边挖取胶泥，烧出一些草木灰进行搅拌拌匀，既能用来粘固石块，也能做模子等。三爷，你老怎么来了？村子里这么大动静，寻思着过来看看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虾仁，这是在建土窑。三爷慧眼，是土窑，不过里外都会用到石块，会更费时一些。我们是要烧制砖瓦，砖瓦虽然值钱，需要的成本也不高，不过在青山县可不好卖啊。你想用银两抵扣秋粮税，靠砖瓦盈利怕是很困难。嘿嘿，不是用来烧制砖瓦。三爷容我卖个关子，不过你老有一点说的对，秋粮税只能用银两来抵扣了。
今年秋粮征税，想要保证民众活着不闹事，最多只能征粮5000担，这和官府要求的总额差得太远了。今年的任务是15000担，现在缺口达1万担，那简直是无法完成。如果换算成银两，少说也要1万两啊！是差得远，到时候还需要三爷鼎力相助。虾仁，你有几成把握？7成吧。7成，好，我本以为能有5成就值得一试，既然有7成，虾仁你放手一搏。别的村落我管不着，但是在青山村，我老头子的一句话，绝对比你们衙门的县老爷好使。三爷有你这句话，我就心里有底了。稍后虾仁安排人先送徐老三回去休息，天色也渐渐的暗了下来，在周边升起了火堆。这里用石砖搭起一个灶台，要有寻常灶台5个大小。泥匠连连点头，立即着手安排。大家齐心协力，一直忙碌到了后半夜，才算是完工。给大家把银子发下去。这多了，多的算赏的。我去换文钱。二牛，你跟着过去。到。不大一会就看到2人拎着2个麻布袋子，这里面有8000文，8000文是80贯，约乎有700-800斤重，一个人根本扛不动这么重。说好的100文是只多不少，在场的人都高兴得合不拢嘴，领到钱的村民都恨不得给虾仁跪下磕头。诸位父老乡亲，今天辛苦了，这样的土窑不会就建一座，以后还要麻烦诸位。虾仁，你发话，我们随时能到，不过这钱下次就不用给太多了，只是出一把子力气，你随便给个10几文就好了。不错，这钱来得太容易了，我们拿的也有些不踏实，随便给点就行。100文钱罢了，有了这土窑，我们未来能赚更多的银子。秋粮征税，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很慌，我在此承诺，青山村的秋粮征税今年只收5成。5成？真的？能5成？这衙门能答应吗？过2日会出告示。好了，诸位先行回家等消息。等虾仁回到家的时候，天色已是有些蒙蒙亮了。虾仁直接去了书房睡下，这一睡临近傍晚才醒。虾仁刚走出书房门，就看到院子里站满了人，正是谭磊等差役。3日时间到了，他们来复命了。虾仁兄，幸不辱命，辛苦诸位同僚了。大牛，你去安排一下，为诸位同僚准备一些吃食和休息的地方。领头的6人留下，其余的就随着大牛去吧。方柔从灶房里端出一些糕点和茶水，她也不会做，都是从县城带来的一些吃食罢了。谢过嫂夫人。虾仁兄，情况比想象中的糟糕得很，不但庄稼收成差，而且不少村子都已经知道了今年秋粮征税又加重的事，哪怕我们不主动透露，消息也已经漏了。我们去一些村子的时候，一些村民恨不得弄死我们，不少村民已经开始串联，准备去山里躲一躲了。我去的刘家坝子，整个村子都是一副要走的样子，不过那里确实很苦，离大青山比较远，地处偏僻，加上今年天旱，庄稼收成很差，哪怕不征税，他们也很难熬过这个冬天。这3日我看到你们提供的信息，也大概算了算，土地产量约乎8000担，所以我决定秋粮征税5成，也就是4000担。再多，青山县的这上百个村子就要面临流民四起。这4000担和府城要求的15000担差距太大了，这哪怕我等填补，也堵不住这么大的窟窿。放心，我有安排。虾仁兄尽管吩咐，我等定全力以赴。很快你们就知道。先去吃饭休息。是。差距达到11000担，至少需要11000两银子，你能补得住这个窟窿吗？补不住也要补。这些都是你最后的后路了吧？你负责秋粮征税，如果完不成，以你做的那些事，肯定会被问罪。我这个罪犯之父，留着这些也没有用。你倒是清醒，给你一个机会，我现在可以写一份和离文书，你就能恢复县级了。你可以拿着这些离开青山村。我也快倒霉了，没有我在，以你方家的财势，哪怕不比之前，也是大户人家，完全可以再寻个读书人改嫁了，不至于被官府强行拉走。切！你会这么好心？我有必要骗你吗？不管是和离还是被休，都不可能有良家子愿意真心娶我。我方柔还不屑，随便找个邋遢的男人，死就死吧。最起码在外人看来，我方柔算得上是从一而终。东西拿回去，我这人惜命，放心，你也死不了。你若有需要，和我说，晚上我给你留门。你是真以为我必死了？现在这么好心？我是一个妇道人家，帮不了什么。如果这是最后的日子，也懒得反抗了，随你折腾便是。毕竟你若真的完不成秋粮征税，不死也要下大牢，我这个罪犯之妻也好不到哪里去。可以烧制一个土锅吗？乡下多用铁锅，
土锅还真没有烧制过，不知道能不能行。我需要的是1丈长的大锅，锅底深度也要半长左右。这么大？不大，一切只是刚刚测试，后期会更大。这边有没有陶土、石灰土或是锅泥？陶土是浅灰色的土吗？不错，我曾经在山里见过这种土，听说这种土很特殊，可以烧制瓷器。有陶土就行，你们一起把陶土运到这里，差不多够打造1个锅的量就行。进山记得注意安全。我们这就去，快的话半个时辰足够了。二牛，你喊一些人带过来一些好的木柴，另外火折子、铁锹和木盆带上2个，记得木盆要找洗澡用的最大的那种。是。开局反杀歹毒兄长，凭借一模一样的长相取而代之。兄长得不到的女人，得不到的权势，他会一一拿到手。这一世，他要痛快滋润的活着。过了半个时辰左右，果然陈大虎和大牛等人就回来了，每个人后背都扛着一个麻袋，健步如飞，快速的赶了过来。你看看，是不是这种？正是陶土，把土倒进木盆里。虎叔，你先用泥土做出1个锅的模子出来，就按照我刚刚说的尺寸。这个没问题。大牛、二牛，你们在这里守着，烧到明天破晓才能停下。是。吃过饭之后，虾仁坐在凳子上，背后靠着那棵老槐树，脑海里想的就是接下来的事。熊掌柜那边的渠道应该没问题，只要东西好，不愁卖不出去。我已经想好了，做红糖。这个时代已经有了糖，红糖居多，白糖更是稀缺。白糖多是红糖在蒸煮冷却之后，会有一层薄薄的水雾凝结成霜后，事后被刮下来，几乎是10几斤红糖也产不出1两白糖。不过我暂时没有打算直接提纯白糖，白糖太惹眼了，能吃得起的都是达官显贵，容易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我先去洗漱。你最应该漱口，今天晚上的饭菜有些辣。哼，你也漱口吗？第二天早上醒来，虾仁就来到土窑，大牛和二牛一直守着没有走。泥匠陈大虎以及昨晚的几个青山村的汉子们也都在。这个时候，老村长徐老三也拄着拐杖过来了。三爷，你老也来了。过来看看。打开看看。好嘞。烧的真不错，大牛二牛辛苦守夜，功不可没，这些送你们当奖励。苹果15和 iPad Pro， 老板大气。小事，你们喜欢可以去左下角多领几台。我上次看都领完了呀。不可能吧，我这发货物流都还在呢，你是不是没点虾仁左下角啊？好像真下错了，我左下角才是真实有效的，不限量苹果15和 iPad Pro 配套1人1份，厂商承诺链接在旧有库存，下载的都能领到。怎么一打开是华为 Mate 60领取界面？顶配华为 Mate 60是我申请的隐藏福利，限量8000台。这回也没套路吧？没有，不过要认准我。左下角进入装备神器上古神剑，自带剑气，件件清屏，挂3天机，升上千级。苹果华为隔天到家。我试试。熄了火，可以封凉了。虾仁，这锅到底是做什么用？竟然这么大！三爷，也是时候告诉你了。等下再说。虾仁，说吧。三爷，单靠现在地里的庄稼很难足额完成秋粮征税。我们青山村努力，能够完成自己的份额，却没办法承担整个青山县所有村落。到时候哪怕我们青山村完成了交税，也会被摊派更多的份额，所以只能赚取足够多的银两，才能解决这个麻烦。所以这些庄稼既然全部交上去，也没办法完成秋粮征税，那就要想办法让这些庄稼产生更大的财富。我要做的事就是让这些玉米换取更多的银两。虾仁，这玉米除了直接打成玉米面和玉米糠之外，还能做其他事。这玉米杆可以制糖，玉米颗粒剥离后，既可以打成玉米面和玉米糠，更可以用来酿酒。不管是糖还是酒，都比玉米本身价值高得多。糖和酒那可是暴利啊！这靠这些随处可见的玉米，真的能行吗？这么多玉米的，取一部分试一试就知道了。是，如果能行的话，虾仁你可是我们青山村整个青山县数万村民的恩人了。秋粮征税也是我的职责，完成不了我的麻烦也很大。完成不了，一虾仁你的本事也能脱险，但是一旦完成，你可是造福了我们整个青山县的村民了。
三爷，做这件事之前，咱们要谈一谈这收益的问题，省得到时候起了纠纷就不好了。能够足额交付秋粮税吗？问题不大，那就不用谈了。交完秋粮税之后，余下的都是你的。这。三爷，咱们都是一条根上的，我也不骗你，这利润很大，我也不能自己一个人独吞。这样我说个方式，您老把关，也和村民们商讨一下。你说，按照制糖对玉米这一块的消耗，每亩玉米地的补偿，上等田的玉米我给2两银子，中等田玉米1两银子，下等田玉米500文。以后这土地里的庄稼由我说的算。不行，给的太多，这样你会亏的。三爷放心，我不会亏的。何况玉米还没有完全成熟的，现在砍玉米杆对收成是有影响的，给予补偿也是正常的。另外，接下来制糖在咱们青山村的收益，所获银两我会拿出2成，奖励青山村的每一个村民。这份生意就算是咱们大家一起做的。虾仁，这让我该怎么说？你这付出太多了。三爷，这利润不薄，到时候大家都能拿到好处，才能用心，也能保护好这一切。毕竟这世道太乱了，我也希望咱们青山村能够守得住这一切。虾仁，这你完全放心，青山村是这100里大青山最早的村子，我们青山村人是地地道道的大青山人，若有敢背弃大青山之辈，开族谱、去祖籍、迁祖坟，绝不留情。三爷，有你这句话，我就安心了。等到了家之后，刚好赶上了晌午头，方柔正在灶房里，好似在做饭。竟然一点也不害怕，难道你外面还有姘头？切，大白天的，除了你，还有谁会如此龌龊？嘿嘿，原来大嫂知道是我。你来做饭。你最近搞什么东西的？难不成打算在乡下折腾1个月，然后回衙门领罪？领罪那是不可能领罪的，我好不容易转正当上差役，这辈子除非我想退休，其他人别想让我下马。哼，你倒是说得轻巧，难不成还能变出来足额的税粮？这些年谁摊上城外收粮的事，谁就倒霉。你如果真有本事，能让你摊上？怎么现在心里慌了？昨日是谁信誓旦旦说的，好像已经认命了一般？不如打个赌，如果我能完成呢？你如果能完成，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还有什么值得我惦记的？你别激动，和你开玩笑的，其实我还挺喜欢你的身体的。你哼，虾仁兄，靠这些玉米杆真能造出糖来？不只是玉米杆，玉米本身以及剥离了玉米籽的玉米芯都是可以的，只是出糖量的高低罢了。现在主要是利用玉米杆制糖。若是真的能行，那这次秋粮征税不但能顺利完成，还能大赚一笔。若是都用来制成糖，你觉得糖还能卖得出高价吗？这也是，人人都吃得起，就不经贵了。那是偷偷的制作一些，但是哪怕保护的再是隐秘，玉米杆制糖的事也会漏的。我们不大面积的制糖，别人也会的。玉米制红糖的秘密挡是挡不住的，不过只要自己遏制住白糖这一关，那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毕竟提纯可不是谁都会的，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争取在这一个农季，我们占据主导，发财的机会以后多的是。虾仁兄，你能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我们，我等弟兄们没有二话，该怎么做？虾仁兄，你下命令就行。好，苟富贵莫相忘，属于大家的一份，我留着的。接下来青山村的巡逻队要增加人数，这些人一身蛮力气，你们要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带领他们封锁土窑周边，防范外人靠近。虾仁兄扩大那批村巡逻队，若是每个村都有巡逻队，上百个村，那人数那规模，加上这次虾仁兄在秋粮征税上的付出，肯定是进阶愿意笑死，我都不敢往下深想了。现在看来，城外秋粮征税对别的差役而言是苦差事，对虾仁兄而言简直是龙入大海了。人员部署上外松内紧，战力上前重后轻。前期误入这块区域的多是一些好奇的人，但等红糖大批量制造出来的时候，来这块区域的人可就不只是毫无战斗力的平民老百姓了。你们不要大意了。虾仁兄果然是行家，既可以避免引人瞩目，又能在关键时刻拥有绝对战力。你亲自去一趟衙门，多带剑簇弓弩和部署陷阱的工具，一定把这片区域守好了。这剑簇、弓弩这些衙门怕是不会让大规模的带出城。呸！谁不让带，就谁来负责城外的秋粮征税。青山县最富裕的是城内，而征税额城内和城外近乎一样，合理吗？公平吗？是。你个混蛋，老娘反悔了！你完不成秋粮征税，你就去蹲大牢，我不伺候了。合离就合离，我不要名声了，大不了嫁不出去，我去青楼啊。至于嘛，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叫苦喊冤的。屁的一会儿功夫，你给我滚！
你呀，大小姐一个，没有吃过生活的苦。想一想我那可怜的好大哥当年多憋屈，和那一比，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忍一忍算个啥？另外当初徐朗身死，真是往下揪，你们方家不抄家，也不可能轻轻松松就过去的。这一切我可是放弃了，为我那可怜的好大哥报仇，只看在你的面子上成全的方家。现在的你应该偷着乐，心里感激我，养好了身子，白白嫩嫩的，日日期待我能够看得上眼，愿意施舍一下，恩泽雨露在你身上，让你更有价值一些。别！这一夜睡得十分舒坦。稍后虾仁去了院子里，开始锻炼身体。练拳就是为了保命，日夜不辍，不敢荒废。等出了满身汗之后，虾仁冲了一个凉水澡。舒坦，回头是不是教方柔做个饭什么的？自己偶尔下厨还行，但一直当厨子说不过去。算了，这娘们和好大哥毕竟是夫妻啊，好大哥敢下毒，这娘们不得不防。他还是躺着就行，对他要求不能太高。昨晚你伺候我，早上我给你做饭。哼，不要说的你好像很有情有义，你是怕我毒死你了？我如果想下毒，哪天嘴里含着毒，也照样能毒死你。你这么怕死的话，最好以后就别碰我。吃饭吧。等吃过早饭之后，方柔一拳腿就是慵懒地躺在了椅子上，阳光洒满了她起伏有致的身段，随意的一个躺下拳腿，就使得那一群勾勒出万千魅惑出来了。你还不去吗？现在可是大白天的，别让我看不起你，是一个只知道闯踏之事的无用之辈。哟呵，什么时候我做事情还需要你来指挥了？你想干嘛？嘿嘿，教你什么叫贤良淑德，我的好大嫂。你若有使不完的劲，你去找赵婉儿，你何必百般的欺负我？凶收弟媳对我名声有损，但众所周知，你才是我的娘子，我怎么欺负你都是理所当然。要怪就怪我那好大哥自己作死吧。还有徐朗那厮太不中用了，这么快就被我弄死了。他们都死了，唯独留下了你，白白便宜了我，是不是好大嫂？夫为妻纲，大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娘子，你想做什么我反抗不了，但是你别想让我感激你。感激能值几两银子，我要的不是你的感激，你可以始终保持着对我恨得牙痒痒，却又要配合我的状态。别！没错，就是这样的。甜，真甜。你们也尝一尝。接下来过滤一下，把杂质滤掉就行了。三爷，是时候扩建土窑了。好，要大规模的建设。咱们乡下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玉米杆和劳力。这外面大片的土地，50%种的都是玉米，整个青山村的男人都能过来卖力气。其实制糖流程也简单，随便搭个棚子也能干。不过建土窑，一是为了隐蔽，二是为了利用土窑也可以生产一些砖瓦之类的，改善一下咱们村子里的生活。那就建土窑，保密是最重要的，才博动人心。咱们青山村绝对不会出现叛徒，但乡里人没有文化，难保哪个混小子喝多了，一秃噜嘴说出去了。土窑先建4座，直接和现有的这一座土窑一样的布置，深挖地面，铺设石料。另外，土窑附近的玉米地就不要砍了，可以做一些遮掩。进入土窑内的人手，只要嘴巴严实，短时间内的保密性上，想来问题不大。这虾仁加一起才5座土窑，是不是太少了？咱们立即起上100座土窑，反正青山村不缺壮劳力，土窑也就是土和石块，都是随处可见的东西。三爷，上100座太过于惹眼了，你老难道是想10里8村的人都来我们青山村打探消息？这还是虾仁你考虑的周详。咱们现有的这座土窑内部完全可以放置10口土锅，我估计5座土窑一天可以熬制上1000斤的红糖，完全不成问题。这么来看，5座土窑最多只需要10日的时间，就能完全把青山村的玉米杆都消耗完。虾仁不愧是读书人，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是理论上的，其实是用不到10日的。三爷，这红糖是挺好的，但若是全部拿青山村的玉米杆这么操作，怕是消息想捂都捂不住了，人人都会怀疑的。这是这个道理。10日的时间，消耗3000多亩的玉米地，这需要动员不少人砍玉米了。现在还不到真正农忙的日子的，所以我打算3000亩的玉米地，我们就动1000亩用来制糖，其余的正常成熟即可。这样的话，3天多的时间就能把咱们青山村这边给搞完了。余下的村子派人去收鲜玉米棒子，就说县城里有人采购，用来煮熟了吃。到时候玉米棒和玉米杆一起运过来，如此操作才不至于引人怀疑。对。
虾仁，你考虑得很周到，那就按照你说的办。只是1夜的时间，另外4座土窑已经建成，和最初的那一座连贯成一起。那片区域挖开了足足近万个平方，全部铺满了青石块，乍一看还真像是一个篮球场一般。虾仁，你来了。三爷，找一些信得过的人，以咱们许县为主，5座土窑招50人，这些进入土窑内劳作，里面的活计比较热，工钱就按照每人每日100文，另外再招募200人，每人每日20文，100人清洗玉米杆，砍成一节一节的，100人开始制砖。虾仁，我带青山村的父老乡亲，感谢你了。大家利益一致，只要把事做好就行。虾仁，你放心，谁敢坏了这次的大事，不需要衙门出手，青山村会开祖宗家法，当众弄了他。一些祖宗家法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不只是身前要死，身后也不能落祖坟，更会开出族谱。徐老三随后喊来大牛耳语了几句，大牛就跑回了村子里。再过来的时候是牵着2辆马车，为首的1辆车是把青山村祠堂里8家先祖的牌位给请了过来。青山村许姓最大，人最多，还有其余7个姓氏。后面1辆车上坐着的正是其他7个姓氏硕果仅存的老人，也是每个姓氏的领头人。在场的人都收起了嬉笑之色，陡然间变得肃穆了起来。今天喊7个老兄的过来，又把祖祠里各家先祖的牌位请过来，是因为这次的事关系着我们青山村，更关系着青山县外上100个村子能不能撑得过今年这一波的秋粮征税。现在什么年景，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青山村能够咬牙交得出1份秋粮，但周边村子可没办法凑齐，到头来还是会让我们青山村给担着。一旦完不成秋粮征税，后果如何，大家都很清楚。这次即使为了救西塔村，更是救我们青山村，唇亡齿寒近在眼前。这个时候，只有我们青山村站出来了。自古以来，青山村是许姓担任村长，青山村8大姓供奉许姓命令，没得说，还按照老规矩，三哥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叩拜先祖，跪！1拜，2拜，3拜。救救青山，共赴劫难，不敬天地，不畏鬼神，唯我青山永垂不朽。护尊，护尊。徐老三等老人的声音最后汇聚成一道低吼。与此同时，身后的500多汉子也纷纷拍打着胸口，咣咣咣的大声吼着，一道道吼声响彻大青山，贯穿天际。惊天列祖的牌位看着你们的，青山村从不亏待自己人，该给的好处1分都不少。打在大难下，只要有一口吃的，是绝不会在我们老人没死绝之前饿死一个年轻后辈。但谁若是敢在大是大非上偷奸耍滑，不听从命令，那就别怪我徐老三执行祖宗之法了。我没有想到眼下做的这些事会惊起这么大的动静来。徐大哥，你做的这些事足够让我们青山村在接下来的日子能吃得饱，过得好，少饿死人。我们青山村和其他村子不一样，他们能乞讨，能进山为寇，我们不能。你做的这一切，给了青山村500户最大的尊严。我爷爷昨晚还和我说，如果不是你已经当了差役，这村长的位置就应该给你。是你救了青山村，救了青山县外2万多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讨食的粗鄙农户们。虾仁眼光远眺那片叫青山村的村落，以及近处的那8大姓的老人和500多个眼路坚定的汉子们。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认识这一切，真正意义上第一次以青山村许家人的身份融入这一切。兄长，这是冰镇的果子汁。米面都有送过来吗？都已经送过来了，那边还列了1头野猪，正有屠户在宰杀。好，你们用心做饭，量一定要大。另外，你们每日的工钱是50文。兄长放心，我们一定用心。好，去忙吧。虾仁，你这弟媳我记得也在衙门送亲名单上的吧？是有他。我看他倒是手脚麻利，虽然略显瘦弱难干重活，但是做个饭收拾个家还是不错。你不如收下他，如果方娘子那边不同意，我去说。像虾仁这般大的年轻人都已经有1、2个孩子了，还是要抓紧的好。咱们青山村出了虾仁这么有为的年轻人，是要抓紧留个后。我听过那方娘子的名头，不是能相夫教子的女人，还是要抓紧时间多纳几房。哼！你怎么来了？寻摸着没事出来走走，就过来了。你们这里是做什么的？制砖。骗人！制砖砍什么玉米杆？现在还没有到收玉米的日子。新式的制砖。不想说就不说，我还懒得知道。哼，
方柔冷哼了一声，然后眼神瞥了一眼不远处做饭的赵婉儿等女子们。那一个个女子虽然有些美貌不如她，穿着不如她，一看就是乡下女子。赵婉儿也下意识怯怯地看了过来，稍后就急忙低下了头。哼，做贼心虚，把你弟媳都招过来了，该不会接下来就借口不回家，直接住在这里了吧？倒是逍遥，还不只是一个女子。让你过来，你能做点什么？我会引火烧锅。行了，赶紧回家去。如果我晚上顾不得做饭，你就过来这里吃饭。哼！虾仁和徐老三等人又进了一趟土窑里，瞬间热浪滔滔，蒸得虾仁浑身发热。人要来回替换着。没事，都是青山村的棒小伙，这点热算什么？等下让人送来一些冰镇的凉茶就行。三爷说的对，这点热算什么？这点工作又不危险，就是热了一些罢了，无妨。虾仁等人出了土窑，这个时候临时搭建的灶房那里，方柔竟是没有走，就站在那边看着。虾仁，我看这方娘子虽然脾气不小，不过也是知道进退的人。那些个女子都是家里没了男人的，若是方娘子能容得下，我帮他们家里人做主，你看上哪个，哪怕全部都可以尽管带回家。虽然是嫁过人的，不过身材在那里摆着的，绝对能生儿子。而且乡下女人更知道疼人，绝对不会耍大小姐脾气，你使唤着也舒心。这三爷现在正忙大事的。也是，等忙完了这次的大事，我帮你好好选。咱们青山村8大姓，其他7个姓的女娃子可是有不少水灵灵的。虾仁兄，你们青山村的汉子们个点个的都是好兵种子啊！等事情上了正轨，一步步来。官道我已经安排人进行封锁，四周区域在短时间内不会有人注意到这边的。兄长，下午的时候也给方柔安排点活干，只要别让她长勺就行。我看嫂嫂穿得很是干净，怕弄脏了她的衣裙就不好了。需要干什么，你给她说，她若是愿意做，会去做；不愿意做，她也会主动说的，别的你不用操心。兄长，你对嫂嫂真好。哪里好了？她帮忙不用给工钱，哪怕什么都不做，就在旁边多看看多学学，也省得以后连个早饭都做不好。原来是这个意思啊。说什么你都信？婉儿嫁进了许家，相公不在了，自然是要事事听从兄长的。兄长说的话，婉儿自然是要信的。去休息一会吧。以后和他说话是要注意一些的好，这弟媳认死理。等到了傍晚的时候，赵婉儿他们又开始做饭，毕竟250多人的饭，只是米面的消耗就是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用的锅都有10几口。赵婉儿给方柔安排了一个最简单的工作，就是洗菜，不用担心弄脏了衣裙。在炒菜的赵婉儿不时频频赶往土窑那边，一看到虾仁出来，就是赶紧去一旁把冰镇的果子汁拿出来。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那不是兄长，是相公呢。我对俺家那口子可没有这么上心。婉儿妹子一直眼瞅着土窑那边，只是这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了几10次了。徐家大哥总算是出来了，婉儿妹子还不赶紧去？嫂嫂，你给兄长送过去吧。哼，你拿的，你去送。婉儿，我陪你一起。婉儿妹子，你怕他作甚？有我们在的。再说就那方娘子的脾气，史家大哥早晚厌了她。你可是黄发大闺女，又勤快听话，那史家大哥肯定成你的。再说了，史家大哥纳了你，只要他点头，咱们姐妹就当陪嫁一并送给他。他可是赚大了，那一个大闺女生娃，送一群暖脚的女人。春儿姐，你就别打趣了，兄长现在是大人物，你看这次带了20多个差役过来，那是威风凛凛的，怎么会缺女人？唉，连给史家大哥暖脚的机会都没了。春儿姐，你还真有这个打算啊？不然呢？你以为人人都和你这么好运啊？有一个待你这么好的兄长，如果史家大哥点头，别说给他暖脚了，就是什么？你呀，黄花大闺女，懂那么多做什么？等你有了男人，自然会知道是要干嘛了。现在还是给你保留一些神秘感的好。以后不用提过来了，想喝的时候直接过去就行了。三爷，你们喝点不？太凉了，年纪大了就不喝了。史家大哥，等下晚饭做好之后，你能陪着我们去旁边河里洗一下吗？这想洗直接去就行了，没人去偷看的。我不去洗。唉，给你制造机会也不知道珍惜。很快天色渐渐黑了，大部分人到了天黑就没活干了。吃过晚饭之后，就先回家休息，明天一亮再赶过来。
今日辛苦你们了，每人50文。如果明日来的话，还是这个数。竟然50文啊！我们只是做的饭，天啊，什么时候做饭能赚这么多了？竟然比男人赚的还要多！灶房里的少妇们七嘴八舌，莺莺燕燕的一个个看向虾仁的目光含着泪，高兴的都发光了。不如我们去那边河里洗洗，这样等回家的路上也清爽一些。实在不想回到家再洗了。好啊，这个点天黑了，也不怕被人看到。我也去，看到就看到，在水里只能看个头发梢。就是再说看一眼，又不会少一块肉。这不是有许家大哥的吗？让许家大哥和我们一起下去，等大家洗好了，让他先出去守在外面，我们再上岸。七嘴八舌的少妇们说的是兴致勃勃，就是围着虾仁，上手就是推着他往河边走。那边方柔脸一沉，大牛看着不远处单独站在一旁的方柔，刚想给他50文，竟是发现都发完了。应该是我人数没有算好，方娘子你别气，我先把自己的给你。不需要，大牛，你送方柔先回去。你一边待着去。方柔冷着脸推开大牛，径直朝着虾仁离开的方向走了过去。不过等走出几步后，方柔犹豫了一下，最后轻轻一叹，停下了脚步。我毕竟不是他真心如意娶的娘子。走吧。快点，快点！婉儿妹子，赶紧脱啊！害羞什么？大晚上的许家大哥看不到的。要么我给你挡着一点。虾仁没去看他们，刻意撇开了一些安全距离。他脱掉外袍，只是穿着长裤就跳了进去。小时候他也是爱玩水。快点吧，不然那些会憋气的娘们肯定在下面戏弄许家大哥的。怎么静悄悄的？这些女人去哪里了？该不会抱着自己的衣服给跑了吧？我日！很快虾仁就感觉一双小手在摸着他的脚，还慢慢往上面摸了。别闹了，赶紧上来，小心憋着了。还不止一个。虾仁忽然感觉身后软软的，感觉被小鱼啄啄一样，竟然上嘴了。差不多就行了，赶紧扶上来，别出事了。春儿姐，我知道有你，你先上来。兄长，你还在吗？在的。就你自己吗？还有，就我自己。果然是年少不知姐姐好啊！这个时候，水面下扑腾2声，忽然掀起一片涟漪，感觉人是游向了赵婉那边。这做好事不留名。兄长，我们就先走了。还有一段路的，天也黑了，我送你们。那辛苦兄长了。很快就到了赵婉住的附近了。许家大哥，我们就住在附近，就先走了。明日不用去太早，等太阳出来了，你们结伴一起去。另外问一问铁蛋，如果铁铺不忙的话，也可以过去，我给他安排个活计。好了，累了一天，你早点休息。兄长，你怎么了？刚刚在水里，兄长你不是一个人吧？兄长，我不是干涉你，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他们都挺不容易的。姐姐们心善，不会做昧良心的事，也绝对不会拖累兄长的。求的是能有一口饭吃，我怕兄长认为他们是心思不纯了。你知道水里发生什么事？怪不得水里那2个女子做完就直接游走了，怕是不想让自己认为是别有目的。倒是和赵婉儿所言一般，是个心善的人。难不成只是看自己这一天累了，为青山村做出了贡献，所以这晚上河里特意犒劳自己一下？这好了，我知道你们最担心什么。关于官府送亲，这是大圣国策，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哪怕当年的方柔也是躲不过。这个事还是要早早和他们说清楚。若真能找个称心如意的，就别耽搁了。知道了，兄长。去休息吧，你自己不用担心。若是你不想，我会想办法的。兄长，那你不会觉得我是无所不能吧？青山村里有很多女子都不想参与官府送亲，还是说都让我收下？别想那么多了，官府送亲赶上秋粮征税，会延后一段时间，先把眼前的事搞定了，不定以后会发生什么的。兄长，走夜路注意安全。第二天早上起床后，虾仁没有做饭，土窑那边会安排早饭，就待准备往外走。你等下，你昨日为何不给我工钱？你缺那50文钱？缺不缺？该是我的就是我的。当时若给你，就你做的那些轻便的活计，别人看到会心里不自在。今日还要去吗？这50文你先留着，我会靠自己的本事得到认可。你等我一下。
方柔看虾仁确实准备了50文，脸色稍缓，说完就是转身进了屋。等他再出来的时候，就是换了一身朴素的衣裙，也显得糙了一些。嘿嘿，还挺像那回事。和上次一样，是红糖，是红糖。汤真甜，我们青山村要发达了。多亏了虾仁啊！当年许家先祖带领我们谋了一个安身之地，现在又是许家人给我们过上好日子的希望。我等七大姓谦虚性太多了。虾仁第一批如此大批量的熬制，还是发现了不少问题。土锅还是太少，过滤的时候需要用木桶接着。若是直接从一口锅过滤到另外一口锅，可以直接进入下一步流程，能缩短不少时间。另外制糖过程中，土锅需要用扁担挑去发酵，再折返回来过滤熬制，最后再挑过去冷却，流程很多，费时费力。万一脚下一打滑，好不容易熬制的红糖就没了。咱们乡下的马车是不是能改造一下，用车子拉就安全多了？车体稍微改动一下，以卡住土锅的锅体为标准，车体不需要过高，高了会不稳。另外车身做长一些，足够一次性5口土锅放上去。我操！谁说古人传统守旧的？那只是对于一部分人而言。听他们说下去，怕不是很快就能把火车皮给打造出来了。虾仁，你有什么看法？几位老爷子的想法很好，不如这样做，我们在这土窑区域做一个专有的车道，可以通往发酵区和地窖区。其实也简单，就是卡住车轮子，不至于倾斜和歪倒，但又可以前后行驶。如此的话，车身可以做得更长一些，可以贯通5个土窑，一次性把所有需要发酵或是冷却的土锅全部运到指定地点。虾仁一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只是这个车道怕是不好搞吧？用铁来打造，只有铁才能承担起重量，而且也不易损坏。虾仁，这个是你做主。好的，三爷。稍后，虾仁喊来了谭磊。虾仁兄，有什么事？等下你回一趟县城里，和守备军那边打好招呼。晚上我们要回一趟青山县。好，熬制好了。我这就准备回去。去吧。过了没多久，铁蛋也赶过来了。许家大哥，我听婉儿姐姐说，你让我来这里找你的。这次喊你过来是让你帮忙打制铁器。虾仁大概描绘了一下车轨以及专属的轮子，特意说了一下长宽。你看看需要多少精铁，我让人从县城里取过来。许家大哥，其实这不用精铁的，精铁韧性好，这个车轨是需要拐弯的，铺设的距离也很长。精铁自然是好，但是这么长的距离不可能一体成型啊。我们乡下的杂铁其实也足够用了。行，多久可以打造好？如果人手足够的话，1天就够了。不勉强吗？嘿嘿，不勉强，我主要是劲儿不够，要是能一直抡锤，我一个人就够了。好，你看看谁合适，你就带谁走，能够完成任务，我奖励2两银子，你选的人每人100文。我这就去安排，先打造一段给你看看。去吧。很快就到了晚上，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虾仁和徐老三等老人一起吃饭的。这个时候，春儿姐走到了不远处，犹豫再三，没赶过去。收拾好就可以早早回去了，明日提早来收拾锅碗也行的。不是工作的事。那是什么事？晚上还去河边去洗洗吗？我靠！昨天晚上是不是有你？那另外一个是谁？要么你晚上去，到时候我喊他一起，你亲自抓他，我可以帮你把他给拽住，哪怕你在水里把他就地咒法也可以的。你真够坏的，都是姐妹，何苦为难姐妹？哼，得了便宜还说呢，本来还打算今晚给你再换一个的，现在倒是埋怨我了，我是里外不落好。其实以后日子不会差的，没必要这么糟践你们自己。至于官府送亲是国策，你们要做的是找个靠谱的人，总不能一辈子不嫁，不如趁着这个空档多花点心思。许家大哥是诚心的人，你明明可以什么都不说，却还是告诉了奴家。虽说不知道土窑里在做甚的，但我们也相信许家大哥肯定是做一件大事，是能让青山村日子过得更好的大好事。我们都相信未来日子会过得好。许家大哥，你为我们青山村做了这么多，我们女人能做的不多，也不过是想让你能放松舒爽一些罢了。你们这么做不觉得？许家大哥是说我们不觉得亏。我们这一些小寡妇有什么亏不亏的？我唯一担心的是许家大哥会不会觉得自己吃亏，毕竟我们是贫贱的村姑，又是寡妇，不如方娘子是县城的大小姐，所以才在河里不敢面对你。先去忙吧，结束了就早点回去，今晚我要去县城一趟。不敢耽误许家大哥的大事，奴家就先走了。
吃过晚饭，马车上放上了那2口盛满了上千斤的红糖的大锅，虾人又命人将烧制出的青砖也纷纷的堆到了马车上。从外面看上去，就是堆满了密密麻麻青砖的5辆马车。很快，大牛等10名青山村的许姓汉子也都做好准备，挂刀佩剑，护送红糖去县城里。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上路，每走一段路就会碰到提前踩点的差役，纷纷复命。开城门！辛苦几位兄弟了，多谢许差役上。谭磊，你们趁着这个空档回家一趟吧，明天一早在衙门会合即可。好。之后，虾人示意了一下方向，马车就径直朝着庙市货行驶去。也就是天黑了，有宵禁，庙市这片区域没有什么人了，马车行驶畅通无阻。找你们家掌柜谈笔生意。许差役，掌柜的在2楼的，请把东西送入后门。等到了2楼后，就看到熊掌柜竟然还没有休息的，在那里翻看账本，一番忙碌的样子，旁边点着油灯。这么大的掌柜还这么努力，我若是休息了，谁来接待你？晚上的时候知道你安排人去守备军，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在乡下这么多天，看来是搞出好东西了。先说好，肉类难以保存，无法长距离运输，可是卖不上好价钱的。如果靠卖肉，我这差役的身份也当到头了。也是，不过今年天旱，城外收成不好，我估摸着按照上面给的秋粮税份额，你缺额至少7、8千两。不是7、8千两，不瞒你，我临时做出改变，现在城外是按照地里收成的5成粮食来支付秋粮税，所以缺口更大了，达到11000两。你不像是儿女情长的人，为了那些村民付出这么大，拿自己的前途去赌，值得吗？我不是说不救那些村民，但你下去了，换上来的人只会更加变本加厉。看看货吧。咦，像是红糖，不过比普通的红糖纯净了不少，品质是上之选。这个容易出售吧？红糖是上流阶级的必需品，很容易出手。往常都是从南方调配，今年干旱，连南方也受到了影响，红糖产量大跌。你该不会是有南方的渠道吧？运过来成本不会低吧？不用顾虑那么多，按照上次约定的就行。当真如此的话，只要你有足够的量，秋粮征税对你就是9牛1毛。君子一言。好，我也不瞒你，红糖若达1000斤，进货价是每斤1两3钱；红糖若达2000斤以上，进货价是每斤1两5钱。往年市场上红糖的出售价一般可卖到每斤2两左右。今年南方产糖的区域受灾严重，红糖产量大跌，若是运往京城附近，可以卖到3两银子。这次我直接按照进货价收你的红糖，无需低个2成，有多少我吃进多少。2000斤以上都是1两5钱。这你手里的红糖超过2000斤？现在没有。切！真是一惊一乍。不过我能每日给你1000斤。什么？每日1000斤？这个每日1000斤的量，绝对是掌握了制糖的技术，还有大批的原材料，完全是现做现卖。没错，谈价吧。总量能超过1万斤吗？可以。好，每日1000斤，我按照1两8钱给你结算。成交。熊掌柜和虾人会心一笑，有些话无需多说。在青山县这个小地方，熊掌柜自问他有绝对的实力和财力，独自揽下这条财路。虾人要的只是价格合适，两人的关系这一刻更加紧密了。每口土锅里至少有500斤。熊掌柜好眼力，一口土锅内是500斤，只多不少。虾仁兄，我没有看错你，你果然有本事，在这穷困潦倒的青山县，竟然被你发现了这么一条泼天财路。熊掌柜也没有多含糊，从怀里取出一沓子银票，100两一张，一共18张。对了，以后用这个来装红糖，一桶可以装100斤，没问题。这个好，货行里还有多少个，我都要了。还有上百个，足够装1万斤红糖。在这青山县，我可是最大的酒商。9桶我全要了，明晚多送你100斤红糖。爽快。你们辛苦一些，连夜就回村子里给三爷他们报个喜，明日我再回去。大牛连连点头，憨厚本分没有二话，就带着人牵着马车离开了货行，消失在了夜幕中。很快，虾人就到了自己在县城内的宅子。
老爷，卢家还以为你走了。哭个什么？我若是走了，你娘俩住在这大院落里，岂不是快活？卢家10000个不敢有这种想法。老爷不在家，我住在这里，感觉还不如我之前住的小屋子踏实，实在是心里不安稳。好了，去准备洗澡水吧。娘，我去烧水吧。老爷，不如先换身干爽的衣裳。这女儿怎么起来了？难不成是怕我欺负她娘？嘿嘿，你这次怎么也不躲了？奴家虽说不是娶过门的，但我们娘俩都和老爷签了卖身契，还是死棒。女人在家里需要做什么，奴家晓得。有这个认识，胜读10年书。奴家大字不识，哪里敢和为人比？你还真是单纯。王虎这厮真是送了我一份大礼。老爷，你嘿嘿，说起你那死鬼相公，你每次都这么激动，就喜欢你这个劲头。这，去忙吧。这几日你娘送你去私塾了吗？娘说秋粮征税日子都困苦，能省则省，缓一缓，明年再说。赶上秋粮征税，私塾的费用更便宜，自然是赶上这个节骨眼去。明日你自己去，最好再请一个先生给你好好补课，记得好好学，莫要浪费了我的银子。谢谢老爷。去休息吧。老爷，我娘今天不方便，我也能伺候老爷沐浴。这你还小。你可比你女儿有眼力劲多了，怎么我在你眼里就这么饥不择食，在门外候着都不敢进来？我今天不方便，怕扫了老爷的兴致。老爷走什么路，你难道不晓得？第二天，虾仁到了衙门，方远山和郝军4是知道虾仁回来了，一同过来了。2人满脸的疲惫，看情况最近不太好。看来2位压力很大。这是500两，先拿去填补一些窟窿。这怎么能行？我们没有帮上你，怎么能让你帮我们？城外的压力众所周知，比城内严峻多了。这银票你留着，先把城外的那份秋粮税凑齐了再说。虾仁兄，真的不用，4、5千两罢了。我们是不愿意过分压榨那些商户和民众，他闹起大乱子，否则凑够还是可以的。2人说什么也不收这笔银子，眸光内却都透着感激之色。虾仁只能暂时收回。今年秋粮税突然提高5成，前些年连年征税已经掏空了所有人的大半积蓄，这次算是让我等赶上了。下面的人比想象中的更穷。这几日在北区一些暗娼频出，有些女子更是大胆的白天当街拉客。我们也调查了，大多数都是老实人家的妇人，没人愿意买，只能沦落当个暗娼，最后抓到也就给放了。另外几区如何？娘的！说起这个事，就来气其他几区，特别是藐视那些青楼，频频派人来我们北区买卖年轻女子。买卖后，青楼的这些人会乖乖的交上一笔银子给所在区的差役，所以其他几区的差役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怂恿和鼓励。除非在北区当场被我们抓住，才会交上一些罚金，否则他们一旦跑回其他几个片区，我们再去抓就难了。看来哪怕在秋粮征税的节骨眼上，有些人也想搞斗争了，更甚至这其中是有庞大利润的吧？哼，他们难道就不怕被秋后算账？还是说徐朗的事过去很久了，对他们没有警示了？每年到了夏迎秋粮的时候，买卖女子就越发猖獗，今年更甚，几乎摆在了明面上。哪怕明知道很多女子是被迫的，不符合律法，但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眼下的共识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撑过秋粮征税。到时候你们所在的辖区被逼的卖儿卖女，挨骂的就是你们。哪怕熬过了这一遭秋粮税，以后在衙门里可不好待了。我现在家都不敢回了，靠他们主动停手，以后就被动了。眼下的这件事，我倒是有个方法。虾仁兄，你说。北区有个酒楼，现在是方中堂在打理，你拿这个由头去找方中堂，让他多认一些银子出来，我看有个3000两，应该足够减轻你们北区大半的秋粮税压力，民众到时候摊派的秋粮税会减轻不少。这不太妥吧？方中堂可是你老丈人。没事，到时候我和老丈人聊聊，商户嘛，为国义捐，我看可以给点奖励，就让他那宝贝儿子方强提前回家吧。只是3000两，方家能拿得出来吗？现在的商户日子可不好过，能拿出500两现银的都不多了。他给徐朗纳斯前后几年加一起足有5000多两，不差这3000两。放心，他会给的。至于到时候他还会提什么要求，如果要求不过分，你们答应便是。岂有此理！卑鄙无耻，简直是和徐朗是一丘之貉。我比徐朗还不如，徐朗那个混蛋还只是一次只要个几百两，这个混蛋
竟然让我们拿3000两啊！3000两啊！他真当商户是肥猪啊？有杀不完的肉，喝不完的血啊！方中堂，注意你说的话，许差役岂是徐朗那厮可比的？两位差爷，误会，我们是骂徐朗那个贱蹄子。哼！尽快按照许差役的吩咐办事。你看看，贤婿不是说了吗？可以帮我们把儿子无罪释放，而且3000两银子，我们只需要出1000两，另外2000两是垫付，他过几日会给我们的。哼，你觉得他会给？你别忘记，你儿子现在是有罪之身，你就不怕得罪了他，把你儿子给暗地里处理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秋粮征税的关键时候，外面天天都是死人的，我就这么一个儿子，银子给了他就是，没了儿子，你要银子有什么用？关键我没有3000两啊！现在家里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就去当铺抵押房产借出银子，只要儿子回来，让你女儿吹吹枕头风。我看那许家人不像是言而无信的人，早日归还就是。方柔那边，这信还有第2页，你没有看完吧？3000两银子，他要求我花费其中的1000两，买下一些适龄女子。这么多女子在他身边，到时候方柔还能得宠。这个人真是阴险啊！特意写信交代如此清楚，明摆着是让我出银子，还要帮他背骂名。徐朗死在他手里，不冤。这家伙有这么鸡色？1000两用来买下女子，即便城内女子金贵，那也至少能买上100个女子了。这家伙不怕累死吗？这个嘛，不如我们买一些丑陋的女子。你是不是傻？你明摆着打他脸，他会放过你？另一边，方远山和郝俊也正准备离开衙门去找方中堂。方远山和郝军明显轻松了不少，难道是许家人给了他们银子？不应该吧，城外可比城内征税压力大多了。城内看似卖儿卖女，只不过是有些人想趁机发财罢了。若是真想凑足秋粮税，那些商户们以及一些隐藏的大户，凑足几千两还是不成问题的。那许家人是明白人，应该不会放着城外不管，把银子给方远山和郝军的吧？也不知道许家人在城外搞什么的，得到的消息竟是擅作主张，只收今年5成的粮食充当秋粮税。难道说他在城外找到了什么财路？算了，我们和他们虽然不是一路人，也没必要结怨，不管就是了。大人，这许家人应该在城外密谋什么？他竟然敢只收今年土地收成的5成，冲抵秋粮税，简直是肆意妄为。这是他的权利，我看的只是总额，只要城外15000石的秋粮税满足数量。至于他对那些民众有什么要求，有关系吗？怕就怕他是破罐子破摔，万一他自认为收不上秋粮税，只是为了卖给民众一个好感，获取他们的支持，然后图谋叛逆或是入山为匪，我们不得不防。你觉得可能吗？不怕1万，就怕万一。大人，你是差役的直属上官，若是许家人有不轨之心，你可是很难脱身。你安排一个人去城外打探一下，记得找个生面孔。是。什么？你说方远山和郝军同那许家人聊过之后，就满脸轻松了？不错，这些日子方远山和郝军处境确实不太好，其他几个区都是去北区买卖人口，方远山和郝军去收取秋粮税，都是被民众骂出去的，都认为是2人的出现，逼得他们不得不卖儿卖女。你们啊，也别逼得太狠了，在这件事你们做的有些过了啊。大人，这件事我们要不要查一查？邢明是你们差役的直属上官，这个是他会去查的。是。虾仁，你回来了，幸不辱命。好，属于我们青山村的好日子终于来了。三爷，按照之前约定的，秋粮征税只收土地收成的5成用来交税，余下的不足我来承担。另外红糖收益的2成用来给青山村的全体村民。这现在分什么银子？等过了秋粮征税再说。三爷，一码归一码，这是400两，360两是分利，余下40两用来结算每日的工钱。分到银子，大家也能干劲更足，靠为村子奉献，是会全心全意努力。但是该给的好处给足了，大家做事也能更有奔头。好，听虾仁的。
三爷，接下来再起5座土窑，围绕着现有的土窑外面进行建设，其中3座用来制糖，余下2座用来烧制砖瓦。另外开始向附近村子里采购鲜玉米棒，告诉他们连杆子一起送过来，按照给予我们青山村的银钱标准减半即可。我这就安排专人去收，保证他们不敢弄虚作假。等徐老三等人走后，虾人又喊来了谭磊。这几日注意一下，估摸着有人要来探查消息了。放心，绝对让他们走不到土窑附近。好。方远山和郝军来到方府，听到对方答应给3000两银子，其中2000两是无偿支持秋粮征税，指定在北区；另外1000两则是要求买下对应的妙龄女子，并保证会超出现在的市场价，不会强买强卖，一切自愿。这难道你打算开设青楼？我只是买来当婢女的。1000两啊，少说上100个女子啊，说当婢女，这话鬼也不信啊。方府是大家大院不假，可也不需要这么多婢女，行吧？不过我要提醒一句，一旦奴籍达到适婚年龄，没有婚配者，也要强行送亲的。明白。方兄，这波操作难道是虾仁兄授意？他不会是真的想趁机搞点女色？不好说，不过虾仁兄毕竟是从乡下进入县城，一朝风云起，现在在城内有了宅子，因为年纪轻轻想找点女色，倒也有可能。不管真假，到时候我们把关吧，多选一些品貌俱佳的女子。北区秋粮征税算是熬过去了，虾仁兄好本事啊！晚上，虾人到了和熊掌柜约好的交易地点。熊掌柜身边人数足有上百号人，配备的都是军刀、弓箭，一个个精气神，一看就是战场上闯过的老兵。虾仁兄手信，验货吧。这有必要用砖瓦遮掩吗？这竟然还有玉米棒。砖瓦和玉米棒走个账后，找个地方储藏着，还算我的。这样按照昨晚的约定，拿你的名头去填补秋粮征税的窟窿。我可以说从你那里赚来的银子也有迹可查，到时候对外也好解释。你考虑得很周到，不过别人肯定说我是个傻老缺。砖瓦和玉米棒从自己这里换走上万两银子，想到别人听闻这个消息就是头疼。验货吧。这位是我那本家堂弟，叫熊玉坤。上次你说过想找个中间人当差，他今日一早才赶到。一共1200斤红糖，去掉昨天置换酒桶的100斤，按照1100斤红糖结算吧。好，这是2000两，多的请虾仁兄的同僚们吃酒。以后我这堂弟还希望多多照顾。行。熊掌柜又和虾人约定了明日的交易时间，稍后对堂弟交代了几句后，趁着夜色就亲自带着人朝着青州府府城的方向赶去。见过许差役。你留在衙门里听令，明日我会安排人带你熟悉情况。从今日起，你负责我和你堂哥之间的联络。对了，守备军那位千总，你应该熟悉吧？那位千总是我爷当年的随从。好，这样进出县城也方便。另外，这些玉米棒和砖瓦送入城内或行走个过程，找个仓库做好储藏。是。虾人没有多耽搁，带着人顶着夜色步行先返回了青山村。等虾人到了家，已经快后半夜了。他撬开了方楼的房门，躺在了床上准备睡觉了。第二日早上，虾人醒来后，又是朝气蓬勃的一天。望着已经起了床、换上了朴素睡裙的方柔，还别说，这几日来，方柔倒是有了奋斗目标一样。昨日工钱，大牛给你了吗？给了。继续保持。昨天傍晚的时候，仆役就送来了父亲的书信，说是许下人逼父亲拿出3000两，更让我要配合一些，委屈一些，不要再激怒了他。虾仁兄，我回来的路上，好家伙，看到了不少人在官道上铺设青砖。若不是身为差役，知道现在还不是服徭役的时候，还以为上面又加派徭役了。按照这个速度，估摸着晚上我们再去城外交易，只要半个多时辰就能到。乡亲们太热情了，告诉他们不需要往我们这一段官道上赶，就在各村附近的官道上进行铺设就行。我们免费提供青砖，就说是县城内的熊掌柜为了尽快让城里人吃到新鲜的玉米棒，免费从我们青山村购买的青砖修补各村邻近的官道，哪个村子临近官道修补的越快，就先往哪个村子里去收购玉米棒。是，都往青山村这一段赶来，也不妥。乡亲们热情，万一连夜干活，那去交易就容易走漏风声了。又做好人好事了，算了，就当帮熊掌柜洗白名声了。毕竟高价购买砖瓦和玉米棒，这名声实在是有损一个大商户的名声。春儿姐，你什么时候过来的？刚刚过来，害你自言自语的，没敢打扰你。
婉儿怕你娘子方柔多想，又怕你口渴，就由我代劳送来果子汁。如果打扰了许家大哥，你说怎么罚？我都忍了。忍？不然呢？许家大哥身材可是很强壮的，那日晚上水里，奴家就是硬撑着忍过去的。再约你去，你也不去了。看来县城里有娇媚的女人等着你，是看不上我等粗鄙的乡下寡妇了。我靠！原来那碗水里前面那个是你。这最近要连夜去城内交接货物，所以才无暇去的。那你还想去吗？这要么你晚上忙完回来的时候，直接去婉儿那边，那里还有一条河，比这里的还要清澈，还要清凉。我可以带着他们等着你，等洗过之后，若是不想回去，也可以宿在婉儿那里。我家里还有一个婆婆，她倒是不介意，不过你估计不愿意去。菊儿那边倒是可以，她家里只剩下她一个女人了。菊儿那边有个孩子，你若是不介意，孩子还小也不会乱传话。男儿那里问题也不大，他家有2个房间，可以偷摸去另外一间。春儿姐，这事可不兴替别人乱做主的。他们心里想得很，早就巴不得和你在一起了。春儿姐，那你呢？就上次水里，你们俩就可以，不过要晚一点。24桶，急了。虾仁，马车在外面已经准备好了，找的都是可靠的人，这次量比较多，路上如果有什么闪失，切勿记得保存好自己，或和其他人不要理会，你只要跑回来就行。许姓的族人护持车辆，我们7大姓的挑选的3代以内的嫡系族人会远远跟着，只要虾仁遇到了危险，头也不回的往回跑，不超过1刻钟就能聚在一起。到那个时候，哪怕青山县的官兵赶来找梁子，也绝对奈何不了虾仁。不错，我们7大姓3代之内挑选的族人，年龄最小也有30岁了，一个个都是上过战场，从前线能回来就是刀架脖子上都不带皱眉的好汉，空手对甲胄在身的官兵也能1换1，若是身披甲胄，一个打10个也不成问题。至于那些山匪，咱们的人真抡起刀尖，他们连跑的机会都没有。这些年山匪在官道上劫持，冲入一些村子里烧杀抢掠，唯独不敢来我们青山村，那不是没有道理的。大青山上成气候的山匪有18路，若我们青山村想要为匪，匪旗一立，插到哪个山头，根本不用打，那些山匪就要乖乖的挪位置。也就我们祖上规定，不能为匪，不能叛国，才在这里干熬着过苦日子。老爷子们不用担心，都去过2次了，这次想来问题也不大。现在被你们说的，我反而担心了。行了，许姓的人跟着，我想问题不大。另外7大姓的子弟隔着一端放着一些人即可，加上天黑，想来问题不大。三爷，我们走了。熊熊，注意身体。前些年走南闯北的，马背上就能睡着，睡一觉眨眼就是100里外了，是常有的事，才是安稳几年。倒是有些撑不住了，不过还好，路子烫平了。这次入青州府府城，会把红糖直接进入京城，就不在这片地方卖了。一方面会赚得更高，另一方面也能更好的保密。从京城到青山县路途遥远，天大的本事也很难查过来。接下来我把红糖送到青州府即可，会省事不少。验货吧。2400斤，虾仁兄，这量可以啊。虾仁兄，你要注意安全，你那里就是夜空中最耀眼的地方，如果走漏消息了，我能保证守备军不会打你的主意，但其他人就不好说了，怕是你们衙门内部也会生出杀心的，更何况这大青山里18路山匪也是不容小觑。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道兵器落地的金属撞击声骤然响起，熊掌柜浑身骤然一紧，在他身后跟随的上百个护卫也是骤然眸光四射，杀意昂扬。20个许姓族人也是浑身一紧，脚下一动，把虾仁四周围的水泄不通。谭磊等人也第一时刻聚拢过来，不过很快发现是从马车落下的一把军刀。无妨，虾仁兄的这些乡亲们个顶个的好手啊，乡下人拼的一股子血勇罢了。好，2400斤，合计4320两，不过我身上只有3000两了。虾仁兄如果放心的话，下次一并补上。无妨，不过熊兄，你确定还要连夜送往青州府府城吗？这堂哥，不如我去吧，青州府那边我也熟。行，那就你去吧，到了那里亲自交给三叔。好。虾仁兄，这次去青州府府城，我特意去了一趟兵部司，和你那义兄张方平聊了聊，为你讨了一个护身符。
这个东西必要的时候可以随意调动各县城的兵部司兵马，当然只是针对县城，关键时刻可以保命。毕竟哪怕你们青山县县令顾忠明也无权直接调动兵部司兵马，任何非军部之外的地方政权是禁止染指军权的。你有了这个，一旦遇到危险就可以合法的调动守备军了。想来你也已经知道了，此刻任职青山县守备军的千总是我熊家的人，到时候加上这个令牌，他会倾尽全力帮你。一不小心成为了这青山县最大的军头子了。说这话不假，你虾仁兄现在掌控着青山县县衙一半的差役，又有守备军的调动权，在县城内你可是完全能横着走。就连你们青山县3大巨头，只要你不露出致命破绽的前提下，现在他们也要拒你3分。多谢熊兄了。互利共赢，毕竟兵部司也掺和了我熊家的生意，加上你我2人的面子，再有你义兄张方平居中调解，这才拿到这个，否则牵涉军权，外人可是很难染指的。倒是想念我那义兄了，有段时间没有见了，有机会就能见到了。我那50具军械可以送出城了。好，你不说我也要提醒你的，等车队随我入城卸了砖瓦等，就直接装走。回到青山村也挺晚的了，虾仁还要走一段路才能到赵婉儿住处附近的那条河边，正是和春儿姐约定的地点。不能欺骗小寡妇，咱最大的优点就是信守承诺。妈呀，是许家大哥吗？是我。谢天谢地，我还以为不是你，刚刚都怕死了，心都快从胸口跳出来了。许家大哥果然守信。我这个人最重承诺。就你自己吗？母家也是诚信之人，那一位是河边等着的，我一个人实在担心夜路不好走，就壮着胆子过来迎迎的。春儿姐提溜着灯笼，和虾仁一起朝着河边走去。很快临近赵婉儿住的地方，屋里还点着油灯的。这个时辰她竟然还没有睡。婉儿妹子很贤惠的，白天去土窑那边帮工，晚上回来还要缝缝补补的，真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女孩子。她不像我们都是婚后的寡妇了，可怜她一个大姑娘，这么年轻就过着这样的日子，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哎，看我说这个做什么？平白扫许家大哥的心情。其实现在日子比过去好多了，上次老村长还发了我们每户700文。天啊，700文！我从来没有一次见过这么多银钱。春儿姐看着点路。妈呀！这个时候两人也快走到了岸边，就在此时，突然听到扑通一道水花声。没事，估计是有些害羞，他水性好得很。春儿姐，那个到底是谁？等下你去抓，我帮你。娟儿姐，果然是你。许家大哥，我什么也不求，我只是春儿姐，你明明答应了我的，为什么又要反悔？傻妹妹，许家大哥多聪明的人，他其实早就猜到了。再说这里又没有外人，怕什么？姐姐我都不怕，你有什么好怕的？娟儿姐，委屈你了。不委屈，不委屈的。现在日子多得好，大家生活有了盼头，我们都知道是许家大哥的功劳，奴家能够有幸伺候你，心里满是欢喜的。哎，功劳是大家的，你们也参与了，以后不用说这些话了。现在水里凉了，我们上去吧。许家大哥，天色晚了，你还要走吗？去婉儿那边不合适。那去珍儿那边，他家里就他自己一个人。许家大哥明日还有工作，这么晚回去太辛苦了。你若是不嫌我那里寒酸，就去我那里吧。很快就到了娟儿姐住的地方，院子不大，低矮倾斜的篱笆子，一间石头房子，旁边是茅草搭建的灶房，堪堪能遮风挡雨罢了。天也晚了，早上起来还要去土窑，虾仁也确实有些累，没有客气就先躺下了。我经常来陪娟儿一起睡的，她胆子比较小，我若是现在回去，我那婆婆才会多想的。许家大哥这床会不会太膈人了？倒是铺了不少晒干的绒草，但终究比不上方娘子那里的好。还可以的。第二天一早，春儿姐是早早先回她自己的家了。娟儿姐怕别人看到，让虾仁先走的。等虾仁到了土窑那里的时候，刚好迎面看到方柔，那双眼睛透着审视、怀疑和高冷，不过却什么话也没有说。虾仁也装作没有看到，直接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大人，我安排的人传来了消息。那许虾仁在做什么的？传来的消息说是许虾仁正在日夜不断的烧制砖瓦，还有收一些玉米棒。这个消息还用打听吗？县城内怕是连3岁小儿都知道了。
大人恕罪，只是那霍行熊掌柜收那些砖瓦和玉米棒做什么，简直是匪夷所思。往年也没有听说过，在咱们青山县能靠砖瓦和玉米棒赚上银子的。这个是不用查了。大人，这个事一看就知道有问题，难道就真的不查了？他去虾仁给出了解释，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庙市或行熊掌柜出银子，高价收城外的砖瓦和玉米棒，这个是能帮城外村子顺利熬过秋粮征税。在这个事上你继续查，耽搁了城外的秋粮征税，你负得起这个责任？搞斗争也要分时候。哼，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许家人如果秋粮征税不见起色也就罢了，一旦他有机会完成秋粮征税，你敢从中坏事，郭忠明可不会放过你的。他虽然不在青山县，不代表他没办法让你死。是，大人，属下明白了。这个许家人还真是事事都能绝处逢生。城外秋粮征税哪年不处罚几个差役？今年难道让他给躲过去了？这2日终于扬眉吐气了。方府捐的揽千揽已经入了账，另外1000两够一些妙龄女子、卖女子的家庭拿到银子也足够交秋粮税的，一下子大大的减轻了北区秋粮税的压力。许差役送来的书信。官府强行送亲名额，可以买卖女子进行替换，并需向衙门支付一定数额的置换银。如此既不影响送亲的数目，又能让想躲避送亲的人家可以心甘情愿地出银子。对于那些卖女儿的家庭也是好事，成亲总比为奴为妾或是入青楼要好得多，又能多的一笔银子。虾仁兄竟然把主意打到了强行送亲上，还真是天马行空，胆子够大。方兄，你觉得这个方法在衙门里能通过吗？这个嘛，若是往年，怕是很难。但是今年秋粮征税的压力太大了，对于朝廷来说，手上银子才是最主要的。若是有人愿意花银子买一些女子代替，并支付一定数额的置换银，对于朝廷不亏的。毕竟送亲的数量是没有变化的。我的妈！我总算明白虾仁兄为何会借方府的手买下妙龄女子，只不过他买的有些多吧，感觉又有些不对吧？难不成虾仁兄外面的姘头很多，不方便纳妾，又不想那些女子嫁给其他人？好了，言归正传，如果你没有意见，我们就联名上报这件事。我没有意见，这对我们北区是好事。与其为奴为妾进入青楼，那些被买的女子参与送亲，算是幸事了。想来民众也会支持的。去见县城陈大人。大概半个时辰后，方远山和郝军就从县城陈大雷处走了出来。没想到陈大人还是支持我们的。应该这个事在上面已经有人讨论并形成了意见，要不然咱们这位不爱掺和事的陈大人不大可能明摆着支持我的。或许他也正等着下面的人主动提出申请的。不管如何，这个世上也是为国为民，我想也不会出什么乱子，何况这对我们北区太重要了。写信通知虾仁兄吧。在晌午的时候，虾仁就接到了方远山的回信，打开扫了一眼，心里大定。春儿姐、娟儿姐以及赵婉儿他们总不能都带回家纳妾，现在改变官府送亲的决策，花些银子买一些女子代替，也算是暂时解决了。至于明年，再看明年的情况吧。许家大哥，这么多人的，你找我有什么事？怎么，现在知道怕了？是谁昨日就在这里？告诉我，不管多晚，你都会在河边等我的。切，我才不看，我这是怕别人说你闲话。毕竟昨日我才和你单独聊过，今日又单独聊，太频繁了。若是许家大哥不怕，何时何地我吹都陪你。喊你来是说一件正事。虾仁和春儿姐大概讲了一下关于送亲的事。真的？只是提前给你透露一下，等事情落定你再和他们说。不过大方向上应该不会出岔子。许家大哥，太感谢你了，我这辈子给你做牛做马都愿意。你以后让我干嘛我就干嘛，绝对都依着你。也就是今年，明年是不是照常强行送亲还不知道的。明年再讲明年的，今年能躲得过去，我就谢天谢地了。许家大哥，晚上你空吗？我想好好的报答你。春儿姐，没有耕坏的地，却有累死的牛，你总要让我缓一缓。也是，是我收获了。把工作做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这个你放心，我现在就去工作。等吃过午饭之后，虾仁在土窑里走动一番后，发现没有大问题之后，就先回家睡个午觉。睡得像死猪一样，昨晚上肯定没有干什么好事。不要试图挑衅我，你是知道我的。你醒了，这是2000两。
你爹应该给你说了，我让他出3000两的事，其中1000两是他这个商户应该出的，也是属你那弟弟的负罪之身，他不亏。另外2000两是让他帮忙垫付的，你抽个空把银票给他。秋粮征税，青山县算是熬过去了，不过周边其他县城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差役频繁的强行征税之下，很快就出现了伤亡。临近的天河县乡下征税时，一个叫许家坝的村子暴乱，直接群殴打杀了4个差役。这些村民后来都直接入了山为匪。原本还算平静的秋粮征税，从今日起开启了波荡不安的一幕。虾仁，许家坝离我们不远，他们入了山，那块山头离我们直线距离仅有20里，正是3洞口山匪的所在。这3洞口山匪人数过千，现在加入许家坝村的村民，去掉老幼妇孺，至少增援300男丁，至少1300人，不少的人数了。不过虾仁你也无需太担心，我们青山村是青山县最大的村子，哪怕在青州府也是如此。那3洞口山匪往年也不敢侵袭我们青山村，这次应该也不敢。纵是赶来，咱们青山村的儿郎们也定让他们有去无回。我其实最担心的是，离开土窑和青山村覆盖范围之后，你夜里去县城交易的这段路。三爷，我会小心的，放心。徐老三哪能真的放下心，稍后急匆匆的去找另外7大姓的老爷子们商量一下。虾仁又喊来了谭磊。虾仁兄，三河县许家坝的事，我等也已经知道了。若是虾仁兄信得过，我愿意代替你去和熊掌柜交易。你的命也是命。虾仁兄，打算怎么办？你去联系熊掌柜，询问他是否能多找一些战马。好，若是有了战马，只要不是被山匪和暴民给层层包围着，想走还是很容易的。等到傍晚的时候，谭磊带着人匆匆回来了，与之一起过来的还有10匹战马。虾仁兄，熊掌柜获悉了天河县暴乱时，就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战马。这看来是租不是卖了。也没有说租，也没有说卖，就是让我带回来给你。等银子足够了，早晚给你配1匹，但前提是你要有资格骑上它。是。都听好了，你们5人一队，手持火把，间隔1000米，20队完全展开了。一旦发现有埋伏或是异样，立即点燃火把，发出信号。多的我不说，就一个要求：发现任何不安全因素，立即点燃火把，有多高举多高，务必要让虾人能够看到，并在第一时间离开是非之地。若是贼人是的，你们该怎么做？晓得吗？杀贼！杀贼！杀贼！狭路相逢勇者胜，犯我青山村者，一定要杀得他们心惊胆战，屁滚尿流，此生后悔。好家伙，估计把我们衙门的差役都调过来，若是玩近身战，估计1刻钟就被青山村的人给打趴下载了。把50具军械取出来，放1辆马车上，最好用不上。是。等徐老三那边训话完毕，示意虾人交代几句。我就说3句：诸位护我周全，我愿送诸位泼天财富，今晚安全归来，每人1两银子，伤者5两，战死10两，以此类推，只多不少。杀贼！杀贼！杀贼！稍后虾人等人上了战马，就冲这架势，除非山匪大范围不要命的进攻，否则一些宵小远远看到就不敢露头。在青山县外的其他村子里，也纷纷在出入山和靠近其他县城以及官道上设置了路障，配备了巡逻的村民更是在官道上安排人留宿，也都是为了保证青山村和虾仁兄的安全。都是朴实的人，你给他们一口饭吃，他们就能为你拼命。在这些最底层的民众眼里，朝廷律法远不如一口吃的重要。没过多久，就到了约定地点。熊玉坤照例负责查验红糖，熊掌柜和虾人走到另外一片安静地点闲聊。虾仁兄，你要小心点。事实上，不只是天河县一起暴动，其他县也更甚。只是消息被捂住了，很多民众只知道临近的消息。我这边问题不大，你那边路上能保障吗？若是青州府这边乱子大，怕是其他区域也多是如此。红糖运到京城，路途可不太平了。问题不大，青州府这边我还能扛得住，只要不是点子很背，面对几千乱民冲击，就问题不大。送入京的红糖会走海路，绕是绕远了，但是从海路入京还是安全的。路上危险了，卡脖子的道口就会盘剥的厉害。你那边若是成本提高，我可以降价。我没有看错你，不过降价不需要。不但不降价，我这次是打算通知你，从今晚开始，每斤红糖我按照2两银子收你的。越是天灾人祸，物资越贵。之前送入京城，红糖每斤作价3两，现在我打算按照4两银子每斤。安全第一，多安排一些人手护持着。这次去青州府，再回来就会带来200人护卫。家族也看中这条红糖线，要不然你那10匹战马，我可没有本事给你调过来。
等虾仁带着人回到土窑处时，徐老三等人才长舒一口气。虾仁挥了挥手，让人抬出2个箱子，里面装的是500两现银。按照走之前的约定发下去吧。是。虾仁，乡亲们只是跑一圈，也没有伤亡，就当饭后消饱了。我看不需要1两银子那么多。哎。言而无信，以后谁还禁止？没有伤亡是好事，那就攒着银子，等真正面对敌人时，也能没有后顾之忧。先提前声明一点，这银子拿到手就立即交给家里管钱的婆娘。若是让我知道谁胡乱花掉，那可别怪我许虾仁丑话没有说到前面。这银子是拿命赚的，是给家里人留下的最后念想。谁敢胡乱花掉，谁就离开这支队伍。我许虾仁不需要这样的人护卫。真是的。虾仁回到家后，方柔还没有睡下，躺在院子里的躺椅上那凉。怎么，怕我有去无回了？如果这样的话，可就没有人折腾你了。哼，本人自有润人魔，老天爷不会让你死那么早的。许家大哥，许家大哥。殷娘子这么晚了还不休息？我又没有什么事，有的是时间睡觉。有事说事，我家里那位还没有睡的，你晓得他脾气可不好。许家大哥，你那土窑出灶房还缺人吗？不缺人了，不过最近正为青山村西边村民盖房子，应该需要不少人手，你可以去那边试一试，也有工钱的。我其实就是想离你近一些，许家大哥，我什么事都愿意做，你就收我在身边吧，只要你说，我肯定尽心尽力，绝不喊脏喊苦。许家大哥，我虽是小寡妇，但我懂得疼人，还爱学，你只要肯教，我就照做，绝对不会拖累你，就求能跟在你身边，有个安逸的活儿。哦，妈呀！嫣红梅，你前几日一直在门口晃悠，我忍了，你竟然胆大到大晚上就在门口堵我家男人，你真当我方柔是死人？方柔，我也是没有办法。没办法？你真当他睡了你就能帮到你了？许家大哥是重感情的人，又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我不求许家大哥明媒正娶，依纳妻纳妾之礼待我，只求能够安安稳稳的跟着他就行。我是自私，但我确实是没了办法。每日想到官府送亲，我就彻夜难眠。你说除了许家大哥这条路，我一个寡妇还有什么活路？哼，你不想被人挑来挑去，你不想被送入青牢，你就当众勾搭别人的男人，这就是你的道理。方柔，这里没有外人，既然话说到了这份上，我也就如实说了。我觉得你配不上许家大哥，当然我也配不上。你这样理直气壮地指责我，心里不虚吗？还需要我当众说出来？我心里明白，有些事能瞒得住其他人，未必能瞒得住在隔壁的嫣红梅。徐朗的事是我的污点。我来说2句吧。我听许家大哥的。哼！殷娘子，官府送亲，我可以帮你解决，你安心的住在你现在的住处即可。另外，至于你说的会饿死之类的话，只要你肯努力，别的地方我不敢保证。在青山村，从今往后不大可能饿死人。当然，这个前提是世道太平。若是天下乱了，你哪怕跟着我，对于女人而言，结果也都是一回事。许家大哥，你说的话我认，你帮了我，我若不报答你，我还是人吗？可我一个小寡妇，又能怎么报答你？大家都是一个村的，我和你家男人也都是相熟的，何况你能报答我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比如现在正在帮青山村西边的村民盖房子，你可以去那边，是做饭还是直接帮工盖房，你自己权衡。我听许家大哥的。和一个小寡妇生什么气，都是可怜人。你这一吵，以后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哼，没人说话就不说。虾仁兄，咱们留在班房里的2个后备差役传来话，说是衙门今日要召集所有差役到齐。看来上面有什么话要传达下来了。10匹马，我、你、胡俊和张天再选6个差役一并去，其他人就留守在这里。好。虾仁等人一路上疾驰，只用了1刻钟就到了青山县城。看着城门口部署的守备军，明显人数增多，皆是穿甲带刀，严阵以待的样子。许差役，请进。公务在身，就不逗留了。来到衙门议事厅，已经站满了人。
足足100多个差役，算得上是有史以来青山县差役数量最多的一次了。这个时候，县城陈大雷和县尉行米一并走了出来。有些事无需多说，关于周边县城的动乱，你们或许比我们知道的还要早。今天召集大家赶来，主要传达以下3件事。第一件事，接青州府命令，府城之下所有县城，不管城内和城外，傍晚之后开始戒严，无令者不得随意行动。第二件事，官府送亲有了新规，若不愿意参与官府送亲者，可以出银依自愿原则置换衣适龄女子代替，并需向当地衙门缴纳每人50两的置换费。第三件事，青州府下达命令给当地县衙，在秋粮征税结束期间，所有差役在自己分属片区里拥有一切决断权。针对第3件事，我需要进一步阐述，给予了你们极大的权利，但对于你们也是有要求的。在此期间，1必须保证秋粮征税份额不打折扣的完成；2所属片区不得出现乱民暴动；3不得借权势在手，横征暴敛，大肆中饱私囊。这3条不管哪一条出了乱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就只有一条路，死。那个杀千刀的许下人不在，还真的是自在啊！肯定是郝大嫂又骂我了，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来，干了这位！虾仁兄，这次北区还要感谢你的帮助，我干了。若是没有虾仁兄，北区这摊子怕是我和方兄就要脑袋落地了。现在想想，真是悬啊！现在不但能够保住脑袋，运气好的话，秋粮征税结束之后，还能换一个不错的片区，一切都是虾仁兄的大恩。哎，两位客气了，咱们的关系帮你们就是帮我，本就应该守望相助。这次我们是侥幸撑过去，可其他县城可就难了。咱们青州府所辖的18个县本就贫困，只希望不要发生大乱，波及到我们这里了。虾仁兄提醒的不错，我通过附近一些衙门里的好友了解，其他县城现在是如临大敌，一些县城城外已经完全乱了，城内也打砸烧抢不断。秋粮征税和乱民暴动本就是相辅相成，这个度驾驭不好，就容易出乱子。虾仁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方远山绝不推辞，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亦如此。我的命是你救的，我好局也是如此。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现在青山县城内城外也开始在傍晚戒严，也就意味着这些城外的商贩们想要在傍晚回到家，晌午过后就要陆续出城了。从早上赶来，晌午就要走。若是哪天戒严加紧，怕是这些商贩根本不会再来，也没有时间来。他们不来，饿不死，城内的人可就麻烦了。虾仁兄有什么好的建议？现在差役在自己片区有了擅专的权利，你们可以提前告诉那些商贩，每次多送吃食入城，能运多少就运多少，不再限制贩卖数量和规模。你们要提前囤积一些肉食，可以没有，但蔬菜和米面一定要足够多。对，多谢虾仁兄提醒。一些该死的商户，米面和蔬菜在后院堆积了不少，还有人正在那里挖地窖，估计是备货量太多，地窖不够用了。这些人的鼻子还真够灵的，怕是青山县一旦出乱子，他们就会开始陆续坐地起价。这些该死的商户坐地起价就不怕差役手中的刀吗？到时候他们一起涨价，总不能都杀了，真杀了，以后青山县可就真的乱了。何况到那个时候，真正敢涨价的商户还真未必会惧怕我们差役。现在局势还没有乱，所以两位尽快运吃食进城。另外，若是运作得当，或许还能赚一波银子。估计其他几区的差役加一起也比不过你们。这个时候赚民众的银子不太好吧？与民争利是动乱的源头，但是这些东西可以卖给一些商户等，只要民众不乱，那就不会激起暴民动乱，更不会影响秋粮征税。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出力赚一些银子，还能造福城外民众，总比横征暴敛的好吧？只是得罪一些商户罢了，无所谓。这些家伙平日里装的老实可怜，却又精明得很，能让他们吃个亏，我高兴还来不及的。让他们吃亏可不是说那么简单。也是，不得不说，这些商户都是家财万贯，靠我们差役的家底子，总不能赊账吧？虾仁兄有方法，我和方兄当个跑腿的就行。这个嘛，一是货物要顺利进入北区的口袋里，二是快速收购，避免价格战，毕竟不能赔本赚吆喝，更不能高价出售，导致民怨沸腾。虾仁兄，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若是这件事我来操盘，城外的那些小商小贩，我会直接掌控下来。关于城外上百个村子，我早就安排人进行了摸排，土地情况都有了解，那些吃食完全可以经由我安排的人大批量的运过来。第二，这件事肯定要让守备军占一些力，只有他们点头，城外的吃食才有机会大批量、快速、不受盘查的入城。至于前期的银两，我来垫付，你们只要在北区安排好合适的仓储，记得要挖地窖，派人购置冰块，这天还是有些热的。行，我们听虾仁兄的。行，这次事后会给2位一成利。这顿饭吃完之后，虾仁就直接来到了熊老板的货行。看来局势变了，你也被招回来了，这次是不是权力更大了？恭喜啊！现在是分包到人，哪个片区出了乱子，要哪个人的脑袋。乱世当差并不算什么好事。乱世中，对于有能力的人，未必就完全是坏事。说吧，今日过来找我，不是叙旧吧？是不是有什么好事想到我了？各大商户，特别是酒楼和粮店为主的那部分人，已经开始收购吃食。若是在这个时候控制好进城的小商小贩，提高价格，你觉得他们还会继续收购吗？只要不是太离谱，这些人坐等着乱局加重、封城之日时坐地起价的暴赚的机会，肯定会继续收购。我估计按照往常价格3倍之内，他们都会不眨眼的继续收购。那就今日翻1倍，明日2倍，后日3倍。若是他们胃口足够大，就继续翻倍，提高价格，让他们慢慢收购。你能控制进城的吃食价格，这赚那些商户的银两，确实有搞头。哦，好家伙，眼前这位的片区在城外呀，而且这位更是收今年庄稼收成的5成地税，这对外面的民众简直是救命之恩。在城外那片区域，他有人、有权、有银子，还有天大的名声。城外的小商小贩，我可以管控着，会按照过往的量逐步递减吃食送入城内。到时候北区那边的差役会进行管控，限制大众吃食被商户进行采购。如此操作能确保民众有的吃，也能刺激那些商户见到有利可图，更挖空心思大肆收购吃食。到时候大批量的吃食会经你的手输送到其他商户手里，到时候轻轻松松就把银子从那些商户手里给赚了。与此同时，我们暗地里再把大批量的吃食输送进城内秘密储藏起来，一旦局势生变，城内和城外的交易完全断绝后，这些吃食就直接启用，全部按照过往的价格充斥市场。再对外放出消息，就说朝廷的赈灾粮也已经在路上，有衙门和守备军出城接粮，想来民众和商户都会相信，届时民心可安，民众有的吃。那些高价购买吃食的商户，若不想继续砸手里，只能低价跟着卖出去，这样城内的吃食价格不但不会出现暴涨，还有可能比之前还要优惠，而你也把银子给赚到手抽筋了。这还真是得罪人的差事。青山县城内人口过万人，每日吃食上面满足基本需求，需要价值1000两银子的米面和蔬菜等。若是运作得当，那些商户囤积个10多日或是1个月的话，去掉成本价，至少还有2倍的溢价，应该能赚个2万两到6万两左右。虾仁兄，其他县城有办法操作吗？青州府可是18个县城，救人这种事，我还是觉得要大干才行。怕是不行，估摸着其他县城哪里还有心思种地，指不定现在都开始闹灾荒，有本事的烧杀抢掠，没本事的在啃树皮了。那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县城的商户盘剥民众。以我对那些商户的了解，哪怕城外啃树皮，他们也有大批的存粮。那个也不是不行，就是风险会比较大。你说说看。等你在青山县打起名声了，其他县城的商户应该会有人联系你，你到时候先收银子，承诺一定10日后付足额的吃食，以你的名声和财势。另外，毕竟是他们求的你，大部分人应该会提前支付全额银两。在这之后，你从青州府之外高价收取吃食，只要能让外面的人明白在青州府这边能大赚特赚，想来应该会吸引来不少外地商户冒险贩粮过来。到那个时候，青州府这边就不缺粮了。稍后再放出消息，让所有人相信朝廷的赈灾粮快到的时候，这些远道而来的商户可就坐不住了。路途远，他们不可能再运回去。最好的办法就是低价尽快倾销。如此的话，青州府18县就不会缺粮了。你买到手一部分，偿还给之前欠下吃食的商户就行了。我靠！这得罪的不只是18个县的商户，还有青州府外面的大批商户。你说这么多商户，会不会把我家祖坟？
那我就不知道了，毕竟我没有那个能力让青州府之外的商户们相信在青州府能赚上银子。若是他们不来，这事没办法干。不过这个事确实是为国为民的大好事，朝廷一定会重奖你的吧？青山县的可以干，后面这个我要问一问家里。等回到土窑之后，虾仁和徐老三等人聊了一下城内的局势以及接下来要做的事。这是可以做，你这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也让城内的人有了活路。虾仁，你打算什么时候做？到时候我约几个村子的村长过来聚聚。这几个村子里多是以种植蔬菜、贩卖鱼肉居多。等晚上和熊掌柜交易后再说。另外，三爷，你通知一声大家，今年官府送亲就不安排我们村的女子了。根据官府送亲的新规，谁若不愿意，可以自愿购买一个适龄女子进行代替，并交给衙门50两置换费。人和置换费我来出。虾仁，这是大好事啊！村子里的这些女子们一听官府送亲都吓得哆嗦，过去是没有办法，今年不用了，这可是大好事。去几个人去村子里也吆喝几句，让这个好消息早点通知下去。另外，你们别忘记了，今年不用参与官府送亲，那是因为虾仁安排了置换的女子以及出了置换税，每个人整整50两银子。这笔银子哪怕放到城内，寻常人家也出不起。你们一个个要心里明白，这是谁的功劳，别只顾着高兴，昧了良心。感谢许家大哥，感谢许家大哥救我们。让他们回去吧，告诉他们我只能帮今年，明年有可能还会恢复之前的规定，让他们珍惜接下来的时间。女子终究要嫁人的，尽快找个好人家。晚上交易的时候，熊掌柜没有过来，而是熊玉坤代替来交易的。我堂哥还在青州府，家里从京城来人了，所以让他耽搁1天再回来。或者我堂哥去的护卫先折返回来了，带来了书信交代我，万一他赶不回来，让我来接货送货。行，不过路上不要大意，一定要注意安全。对于熊兄，我就不交代了。对于你我还要交代2句。现在局势更乱了，为了小心起见，若是遇到歹人不敌，逃跑之前记得把红糖放把火给烧了。这条红糖线越少人知道越好。许差役请放心，我们熊家押重货，路上都会配备火油和火箭，还有专门的死士负责善后，绝对不会出任何差错。等财货结清后，熊玉坤就带人上路了。这次因为熊掌柜和熊玉坤都不在，押解玉米棒和砖瓦走过场的事，只能虾仁亲自代劳了。之后，虾仁骑马直接朝着县城的家里赶去。晚上戒严，县城内的道路上空无一人，策马奔驰很快就到了家。最近多采购一些吃食，减少外出的时间。老爷，难道城内也不安全了吗？要不如我们和你一起出城。乡下可不比城内住的舒坦，吃得好。和老爷在一起，心里踏实。就是不知道夫人那边是否愿意。你就待在城内吧，这片区域还是安全的。这样我每次回来也有个伺候的人。老爷会常回来的吗？舒坦。老爷，你醒了？这么早起床做饭，影响你去私塾吗？不影响的，我平常都是和娘一起做好饭之后，打扫好庭院才过去的。你有什么话想说？老爷，我听说北区那边秋粮税收的少了，而且不少人家的女儿都能卖给大户人家，没有再被送去青楼，给的卖身银比往常还要多了，是你帮的忙吗？你这么理解也没有错。谢谢老爷了。你打算怎么谢我？我也能像娘那般伺候老爷沐浴。你知道是什么流程？我知道，我娘她有告诉过我的。她不反对？娘不反对，我们是签了死当的卖身契，不论生死都是老爷的人。你娘是个好娘啊！老爷也是好人，在你爹眼里，我可不是什么好人。娘还说过，老爷喜欢提及我爹的事，让我听到的时候要顺着你一些。老爷，你若是开心，我也可以喊你爹的。老爷，我去喊娘起床吃饭。赵梅这比方柔适合掌管家啊，挺好的，自己养活他们母女，还供养他女儿去私塾，她能这么尽心为自己想，说明是个懂得感恩的女人。
后院那两女平常怎么吃饭的？我会提前送过去的。这次老爷回来了，就耽误了一会。以后你们吃好饭再给他们送。另外，像一些打扫的活儿就交给他们来做，他们只是我留下待价而沽的货物，没必要供奉着一般。记住了，你们才是这里的主人。知道了，老爷。等吃好饭之后，虾人又留下50两银子，让他们多备一些吃食。老爷，我和你一起出去，刚好我要去私塾。行，要不要试一试？哦，妈呀！稍后，虾人来到了衙门里，通过方远山和郝军那里了解到各大商户，特别是酒楼和粮店，已经开始偷偷的大肆囤积吃食了。等人聚齐之后，就直接策马出了城。大白天的，策马奔腾在官道上，除非人多，不然很少有人敢挡路。等回到青山村，就和徐老三沟通了一下，立即派人去请那些主种蔬菜瓜果以及打猎获取肉类等以进城贩卖吃食为主的村子的村长过来。虾人，我给你介绍，这5位分别是赵家村的赵大龙村长、钱家村的钱麻子村长、孙家村的孙大海村长、李家村的李占山村长、王家村的王虎村长。哎，三爷喊什么村长啊？我们在你眼里都是晚辈。是啊，三爷，小时候我来青山村偷地瓜，你不但没有打我，还送给我1箩筐。5个人年龄都在30多岁的样子，一个个身材健硕，喊徐老三一个也不违和。这次喊5位村长过来，是有一事要和大家商量一下。现在周边县城的局势已经乱了，想来大家都有耳闻。咱们青山县虽然还算太平，但谁也不知道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你们贩卖进城内的吃食，很大程度上是局势完全失控后城内普通民众的救命粮。但现在的情况是，大批量的吃食已经被城内的各大商户给私下里采购囤积，留待局势失控后坐地起价，真正落到城内普通民众手里的不多。一旦局势失控，城内和城外断绝了联系，他们只能高价买粮，没银子的只有饿死。哼，这些该死的商户平常都压价，怪不得最近突然大方了，还说有多少收多少。是啊，平常我们卖蔬菜进城，那些酒楼都是挑挑拣拣，一个店小二都敢刁难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过去，连掌柜都殷勤的打招呼，并表示有多少要多少，还愿意给高价。原来这些人用意在这里。许差役，可我们如果不卖给他们，普通民众一次也消耗不了那么多。每次去城那天没有粮就要赶过去，因为宵禁提前到傍晚，晌午我们就要出城。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只能卖给他们。而且我们进山猎的猎物，哪怕放到冰窖里，时间长了也变质，就卖不上高价了。普通民众买的不多，大多数也是供应给这些酒楼，不卖给他们也不行。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谈的事。许差役，您请说。您对我们有大恩，只是秋粮税只收土地收成的一半，就救下了我们王家村全村的命了。只要你说不卖，我们王家村就是把蔬菜烂在地里，也绝对不会卖一片菜叶给那些商户。我赵家村听许差役的，钱家村听许差役的，孙家村听你的。许差役只要你发话，从明日开始片叶不进城。李家村听许差役一句话。大家稍安勿躁，卖是肯定要卖的，烂在地里岂不浪费了？我的意思是，你们所有的吃食可以卖给我，由我来协调如何进城售卖。我已经和城内达成了意见，目的要在局势加重，城内和城外断绝联系之后，城内的民众不至于饿死。毕竟大多数民众是无辜的，他们若是饿死了，以后我们城外的吃食还卖给谁？许差役说的对，若是城内的人饿死了，以后我们5个村的吃食还卖给谁？许差役，你什么时候要？我们直接拉过来，不用提卖，直接给你便是。毕竟你帮了我们这么多，另外咱们也算是救人，救了城内的无辜民众，未来我们5个村的生计也能长久。总不能为了让城内的民众活着，就让城外的村民吃亏。在我心里，若是必须死人的话，我宁愿选择城外的人活着，因为城外在地里刨活的村民才是大圣的根本。没有你们这些人，大圣那些城池内的人连饭都吃不饱，谈何安国定邦、春秋大业之语？这许差役，你这话是心里话。我们这些地里刨活的卑贱农夫，有这么金贵吗？我一直都这么认为。我先是青山村的人，才是大圣差役。若是连乡亲们都看不起，这等数典忘祖的人，哪里还配当差，代替朝廷戍守一方区域？不管我许家人走多远，根始终在青山村，在青山县城外这片祖宗曾抛头颅、洒热血留下的青山黄土上。许差役，哎，在城外喊我虾人即可。
喊虾仁就行。我们村子里的小伙子都这么叫，大家喝的都是大青山的水，不分彼此。好，虾仁，你说吧，没要话，我王家村听你的。我赵家村听你的。从明日起，我会按照你们今日入城贩卖各类吃食的价格提高1倍，收购所有。另外，根据自愿原则，若是村民想单独卖给商户，这个也由着他们，万不要强行干涉。我刚刚说的话，你们没必要和村民说，心里明白就好。其他我没意见，只是提高1倍价格收购吃食，这回村不好交代啊。是啊，价格太高了，我怕回到村里老爷子撵着我打，说我忘恩负义。虾仁和那些商户打过交道，有虾仁接手，一旦局势严峻，既能救下一些吃不起饭的城内民众，也能从那些喝人血的商户手里狠宰一笔。至于提高1倍收购，也不是给你们5人的，而是给你们5个村的所有村民。你们各自安排好村子里的情况，就是帮了大忙。一些钱财方面，我们青山村出得起。好，听三爷和虾仁的。好，大方向定下来了。近期该进城卖吃食的照样去卖，但记得不能大肆出售给商户们。为了配合你们，明日北区差役会发布告示，你们就按照告示执行即可。另外，明日进城各类吃食减半进城，营造一种路途不好走、担惊受怕、下次不愿再来的心态。我要借此给各大商户压力。自古民不与官斗，如果能活着，大部分民众还是老实听话的。不管哪个朝代下，大部分民众的忍耐都是极强的，只要有一点活路，都会咬牙忍下去。这或许也是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一幕吧。只是苦了老百姓，所以虾仁才提高1倍价格收购5个村的吃食。三爷，咱们应该在土窑周边建立必要防御的事，防患于未然。毕竟连商户都开始囤积吃食。虾仁，你打算怎么做？我打算沿着土窑周边挖蓄水渠，类似于护城河那般，靠近大青山水源还算充沛。只要挖出一条3丈宽的蓄水渠，设置铁荆棘部署陷阱，在内侧再建一道2、3米高的青砖墙。虽不如城墙高耸不可攀爬，但遇到攻击，躲避在砖墙后面也能顶点用。再安排人巡逻，安全上就大大有了保证。这个办法好，如此的话，我们制糖的隐蔽性上也大大增强了。这一切多亏了三爷的带领下，咱们青山村欣欣向荣，凝聚力强，人数聚众。换成别的村子，很难3个工程同时开工。先是土窑制糖制砖，后是迁青山村西侧的村民往东边聚拢，并建砖瓦房。现在又要挖水渠，建青砖墙。是咱们青山村的列祖列宗传承下的规矩好，历代村长不曾废除，一代代传下来的关系。若不是虾仁你这次的出手，怕是在秋凉税之下，咱们青山村也要分崩离析了。我老朽就无脸面对列祖列宗了。三爷，未来会更好的。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天色渐暗下去，上百名青山村的汉子手持未点燃的火把，已经提前分散开去。虾仁带着10几名全身甲胄的差役和20名许姓男子，快速朝着县城外疾驰而去。兄，昨晚没能及时赶回来，虾仁兄请海涵。兄，怎么打算的？昨晚家里人从京城赶来，对于虾仁兄的计策十分赞赏。原本家里人也犹豫，毕竟做了之后会大大影响我熊家在商圈的名声。但是朝廷在边疆大战在即，已经无力支援国内的平乱。若是这个时候谁能平定一府之乱，那功劳会比往常更大的多。最后家里人商议后，决定按计划执行。为了执行这个计划，家里联络各方交好的势力，随时可以调动5万大军入驻青州府，掌控全局。不过这5万兵马能不动，还是不动的好。这些兵马是维持其他府城安危，若是把他们调走，一旦其他府城出了乱子，那就麻烦大了。这完全是打个时间差。这本来是办好事的，若是因为其他府城兵马空缺出了乱子，酿出多府沦陷的惨状，那死的人只会更多。但有个前提，这次的事必须虾仁兄你来主持。想来你也发现了，其中最大麻烦的地方是调集5万兵马，会导致其他区域兵力空虚，一旦不能及时回防，后果难以估测。青州府18县的全盘计划在你心里，唯有你才能精准把握时机，既是救民于水火，也是帮我熊家。此次钱财分匀，你和我熊家5-5分，所获功劳你若不要，我熊家欠下你一份人情，你若要，家族会据实上报朝廷。万一失败了，所有罪责和你无关。兄，你这是将我军
纵然我不提你的名字，可这个计划，你觉得我能想得出吗？你若不想管，我给你说句实话，朝廷兵马不可能来平乱。这青州府下18县，加一起总兵力就是护持城门的18支守备军，总人数不到5000人。一旦局势不能逆转，我劝你还是尽快去青州府，那是这偌大府城唯一安全的地方了。最后一句话不是我说的，是你那兄长张方平说的。虾仁吴地，青州府18县局势动荡，已成愈演愈烈之势。唯吴地所在青山县，局势可控，兄为弟喜，奈何一县之地难挡周边乱民暴动之势。弟速带家眷前往府城，身后一切公务差事，我会为你摆平。兄张方平，青州府等吴地相眷。虾仁兄若是不想插足太深，到时候可随我的车队一起前往府城。依你现在掌握的才势，在府城也能逍遥自在。虾仁侧过身看向了远处青山村的方向，若隐若现还能看到淡淡的火光，或是错觉，毕竟间隔了几十里，那里有他熟悉的人，有待他如子如侄如孙的亲人。现在的青山县很平静，可越是平静，越是令人感到不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想做到难啊！做吧，当一天大圣差役，总要尽些力。通知你家里无需5万兵马，抽调2万即可。其他府城乱不能乱，不过兵力可以少，但是军械要送过来，至少3000具，程序上一定要齐备。没问题。接下来继续交易。虾仁收下4800两银票，熊掌柜还要连夜赶往青州府送去红糖的同时，并向家里通报虾仁的意思。你带几个人跟着熊玉坤一起进城，今晚就宿在城内，明日一大早告诉方远山和郝军，发布告示，北区禁止大批量吃食流入各大商户。是。回到青山村后，虾仁找到徐老三以及另外7大姓的老爷子通了通气。还好虾仁提醒了，让青山村西侧的村民往东边迁移。是啊，若是再分散居住，真乱起来，间隔那么远的距离，我们就都没有办法救。先连夜建水渠，清砖墙吧。红塘县至关重要，有了银子，哪怕村子打烂了，人只要还在，就能重建。附近其他村子也要通知一声，守望相助吧。这一夜，原本先回家休息的青山村的村民，再次被挨家挨户的喊起来，重新开始挖掘水渠，建立青砖墙。妈呀！刚刚挨家挨户的喊人去土窑，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挖水渠找的都是男的，和你们女的没有多大关系。天刚黑就让人回去了，怎么又大晚上的再过去？该不会是不安全了吧？最近虽然大家都不说，但还是多少有些风声，说是周边县城不太安全了。是挺不安全的，你可以收拾收拾，明日我安排人送你入城。那你呢？我不能走，我的片区在城外，谁走我都不能走。你不走，我也不走。你这个时候玩什么同生共死？我没有试探你的意思，你先走，我也能少点后顾之忧。我那个家，你比我清楚，我是生是死，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区别。我若不死，你父亲方中堂和你继母会一直待你如亲生女儿般。不想走就不走吧，这样自己回家后，虽然不能吃个热乎饭，但最起码还能睡个热被窝。好大嫂，你是怕我送你回城，还是良心发现了？舒坦。第2日一大早，虾仁和方柔一起来到了土窑处，望着那条环形的蓄水渠已经初步拓宽挖成，完全包裹住了不断建设下已经足有2万多平的土窑周边。这么快？嘿嘿，见到了吧？这就是青山村的速度，只要想就能完成。在蓄水渠下密密麻麻站的人，其中除了大部分男子之外，还有不少女子，就连赵婉、春儿姐等人也满是迷恋。昨晚你说这很男人。骗子！方柔脸色难看，她无疑是这土窑周边穿着最干净的女子了，此刻却觉得很丢人。我也没有想到。三爷，你老一夜没有睡？偶尔熬一夜问题不大。再说这土窑周边的安全不解决，我也睡不踏实。辛苦乡亲们了。虾仁，不要再发银子，乡亲们朴实，心里都清楚，挖水渠是为了整个青山村的利益考虑，一旦做任何事都要谈银子，这个习惯不好。之前是真的太穷了，发就发一些，现在你给我的银子，我多数都没有发下去，不是不发，而是不能时常发，再好的人也经不起一次次银子的砸。三爷考虑的周到。虾仁，你是干大事的，把握好方向就行，余下的事老头子还能帮你撺掇几年。三爷您老可是青山村的定海神针，不管我未来走多远，知道你老在青山村，我这心里就踏实。好，有虾仁你这句话，我就拼着不死，多活几年。虾仁看完了水渠，就去了一趟村子里，
看了看为青山村西边村民建的砖瓦房。今晚上熊掌柜那边的3000具军械，不知道能不能配套到位。这才是我的底气，希望我能守住青山村吧。嘿嘿，今日烧鱼吃。此刻在青山县城内北区菜市，早早卖完各类吃食的村民已经驱赶着马车开始陆续出城了。如此早的收摊，自然和此次进城带来的吃食减少一半有关系。老爷，这些村民卖给我们的菜最多只有3个人的量啊，而且我们换了一个地方去买，这些人好似认识我们一样，不卖给我们。是了，我们价钱都不卖，而且听他们的意思，过几日的话，怕是每个人只能卖1个人的量。哼，该死的北区差役！方差役，没必要这样吧？买卖本就是自由交易，在咱们青山县可从来没有过限制交易一说啊！我们又不是不给银子。这样吧，你放开，让我等大肆采购吃食，我们每人赞助北区100两银子。我看了，哎呀，这小子真是的。哼！告示寄出，法规已成，尔等当街贿赂本差役，妄想破坏法规，来人，拿下他，治他一个扰乱市场之罪。我收回刚刚的言论，诸位差爷，饶命啊！我是土生土长的青山县本地人，咱们青山县人不杀青山县人啊！从即日起，一切交易皆依告示为准，违反者，不论城内和城外，皆一并问罪。今日就小小惩戒你一番。等他醒了，告诉他亲自把500两罚金送到衙门。是。Pentakill。好兄，你在干什么？我在用 Mate 60玩游戏呢。不就是 Mate 60吗？我这也有。这 Mate 60你怎么有这么多？这是我让厂商放左下角免费领的，你们想要也可以去领一个。领手机，我看评论区都说假的。左下角可是跟平台报备过资质的，我群好多人都拿到了。现在还有吗？有，我在左下角给大家争取到了不限量的15 Pro 和 Mate 60，而且上线就能参与，看不到领取界面，你直接卸载，升级喜欢哪个领哪个。关键这个手游可以自动挂机升级，再领个洛神妹妹，手到擒来。不是，我这也没有啊。你只下载不注册怎么拿？你实名注册一下，这次还有5000台 iPad， 挂机升级直接24小时包邮到家。哎，真有啊，刚好我手机就了，那我选个15 Pro 吧。那当然，你山哥还能骗你不成？方兄，这些商户会老实了？不会，商户对银子的渴望和贪心会让他们敢于做任何事。那我等。无妨，不到逼不得已，他们是不会杀公差的。接下来虾仁兄一定会有安排，静待消息便是。傍晚时，城外青山村那边蓄水渠已经通水，内侧的青砖墙也已经垒砌而成，落霞散满大地上，映衬着一片别样的绚烂红色。虾仁兄，熊掌柜派人加急送来的书信。虾仁抽出信看完后脸色阴沉，稍后直接递给了一旁的谭磊，让他也看看。局势这么乱了，天河县城始终未开城门救济灾民，竟然放任灾民互相抢掠、杀戮和流窜。信上提及临近的天河县灾民过2万人，经过内部的几番打斗、抢掠之后，最后仅剩下1万人。这1万人已经开始渐渐聚拢，开始朝着青山县赶过来了。一旦天河县城开了城门，吃不饱饭的灾民很大可能会演变成乱民，继而攻占县城。只要县城还在朝廷手里，就代表这片区域还属于朝廷节制。又有谁敢冒着丢掉县城的罪责，迎灾民入城？失土之责，按大胜率是灭族之罪。纵使不开城门，前些时日收取的秋粮税，总是手里有一些粮食的，可以下发出去，总不至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属地的灾民饿殍遍野，四处流窜吧。上万灾民聚拢，明显有人在撺掇，局势已经失控。这个时候再给他们粮食吃饱，没准局面就变成了县城内给粮，使得他们有持续攻打县城的资本。到了此时此刻，不开城门，不救助灾民，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这上万灾民一旦进入青山县，那就是蝗虫过境一般，怕是要吃光了我们青山县。若只是这上万人，也问题不大了。可一旦这些灾民顺利进入青山县境内，并捞到了好处，后面会有源源不断的灾民如潮水一般涌过来的。信上更是明确说了，这上万人是经过几轮内斗之后余下的灾民，这其中还有多少是真正无辜的灾民？无论如何，让他们进入青山县境内的这个头不能开。虾仁兄，你决策吧，我们听你的。
怪不得我了。你带3个人，起码越过2县边界线查探一番，确定是否有聚集赶往青山县的征兆。记得只是查探，切勿临近。好。5日后，这么看，这么多人，我已经安排人骑马去查探，快的话，明日就能得到准确消息。不过这封信是熊掌柜送来的，应该不会有误。这件事衙门怎么说？城外我最大。这。虾仁，这些灾民绝对不能入我们青山县境内。只要有一波灾民进入青山县境内，很快就会有陆陆续续的灾民进入。灾民中肯定有良善之辈，但裹挟之下一并涌入青山县境内。我们不能拿亲人的命来考验他们的人性。这个时候一定要当机立断，切不可有妇人之仁。夏兰，三哥说的没有错，这灾民一开始或许还是灾民，经过数日之间之后，为死者人人手上几乎都沾上了血，为了一口吃的，什么事都敢做。这个时候，若是朝廷不派遣大军以及发放救济粮，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阻拦他们入境，如此我们青山县境内的伤亡才会减少。诸位老爷子，不如先听听我的打算。你说。我决定在2县交界线的区域，所有农作物全部收割，不留下任何吃的。另外，边界线的村子全部往里面迁，至少内迁20里。在那片区域拿不走，但凡还能填饱肚子的，包括树木、草叶等，全部烧光。我一时2县交界处到内迁的20里，完全化为焦土区。真正的灾民一眼看过去，连一个树叶都没有，还要忍着饿再走20里焦土区。大多数我想会知难而退。若是真的有人铁了心，想继续沿着焦土区往前走，我想这些人就不只是为了一口吃的，而是图谋更多，那就怪不得我们了。好，就按照虾仁说的办。若是局势出现不妙，虾仁切记，你一定要先行回城。你是差役，他们会开城门让你进城的。知道了，三爷。等几位老人走后，虾仁就绕着村口走动了一圈，到了村中央处，才发现一个不错的地方。青山村是有祠堂的，这片区域有个小广场，祠堂周边的建筑都是巨石堆砌，也正是如此的布局，使得祠堂这个广场的缺口处，只需要寥寥数块巨石就能完全封堵住。在小广场的中央处，还有一个露天的深水井，再堆积一些吃食，完全可以固守下去。看来青山村的先辈们留下这么大一个区域，不完全是为了祠堂祭祀时可以站得下所有青山村的人，应该也是为了遇到危险关键时候能够退到这里的。许家大哥，没什么事吧？我怎么看老村长他们走路都比平常快了，好似要做什么急切的事。听说又招募了一批外村人，说是夜里也要持续盖房子。其实我们不着急住的，没必要多花那么多银子的。这没事，还是不忍告诉他能瞒一日是一日吧，毕竟自从官府送亲的事解决后，才高兴没几日的。怎么可能没事呢？往常这个时候，你哪里会如此心事重重的？可惜我也帮不了什么忙。虾仁，刚刚我等老头子又仔细想了想，若真凝聚了一股子气，别说上万灾民，哪怕是3万5万灾民，咱们青山县上100个村子，2万多村民也能堵得住。关键就是要让大家看到希望，看到生活的希望。这三爷说的希望是？那就先说内迁的这20多个村子，以我对你的了解，你肯定会给予补偿。未来你打算怎么给他们补偿？给银子我现在就告诉你，肯定不妥，因为银子是留不住的东西，只会让人心浮气躁，难以定下心来。三爷，你觉得补偿什么能让那些迁移的村民既满意又能凝聚希望？咱们村子里在建的砖瓦房，我去看了，比石砖堆砌速度更快，比茅草房更稳固。若是许诺他们未来每家每户都有一套砖瓦房，再按照之前对于每亩玉米地的定价，就完全足够了。我敢打个保证，只要许诺我刚刚说的砖瓦房和部分玉米地的银子，他们会比你还要积极的一把火烧光所有。而且对于那些闯入他们土地上的外县人，他们会更为积极的抵抗，因为那里是他们未来新的家园，只有赶走了那些人，才能建设新家。三爷的意思我明白了，您老接下来是想劝我分出去烧制砖瓦这一块？不错，就是把烧制砖瓦这一块分出去。
与其到时候赔银子，不如直接送他们建房的砖瓦。乡下人不缺力气，让他们自己建房子便是。现在单靠我们青山村烧制砖瓦太慢了，干脆拉周边村子一起干，土窑遍布四周村子，咱们这里才最为隐蔽。三爷，听你的，这样接下来咱们把精力全部用到制糖上。你觉得行？我就以你的名义安排几个村子开始建土窑。三爷，这好名声都落给了我，不妥吧？不如依村子的名义吧。哎，你比村子更需要这个名声，在乡下有个好名声，可比撒银子还要效果好的。入夜，红糖分装完毕，装上了马车。在马车周边的20个许姓族人已经全部披甲持刀了。虾仁没有走，还要等待王虎等5个村子的吃食一并送达到官道后的消息。5大村的吃食已经在官道上候着了，我们也走吧。很快在官道上果然看到了足足50多辆马车，车上装满了各类吃食，也就是5大村专门供给县城吃食的。你们过去接手。那20个许姓族人略微犹豫，毕竟他们是贴身护持虾仁安全的。若是有危险，散出去的上百人会发出示警。放心去吧，我身边还有人的。一路上还算太平，因为车队很长，花费了足足1个时辰才赶到城外的约定地点。熊掌柜等人已经在焦急的等待了，还以为虾仁兄那边出了什么乱子。熊兄的信我已经收到了，多谢示警，让我能提前安排。一荣俱荣，咱们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后面马车上都是吃食，不错，时间紧，今日先送50车吃食，不少了。一个菜市也吃不下50辆马车满载的吃食。熊兄去荆州府，不知道军械的事如何了？路途遥远，一次性无法凑齐2万具军械，暂时先凑齐5000具军械，已经放进了城内仓库里。本就打算等你送来吃食时，刚好顺路运走。我已经知会了北区的方远山和郝军，让他们挖地窖。你那边若是没地方储存这么多吃食，让他们过来搬运一部分。放心，这次的安排不只是为了赚银子，也是为了稳定局势，迅速平定乱民暴乱。他们若是需要吃食，可以直接来拿。红糖产量还会提高，最高会达到每日3000斤。嘿嘿，虾仁兄，你这赚银子的速度，连我都佩服了。也就是我这整个青州府，估计没人能用直击给付的方式接下你这摊子生意。互利共赢。稍后，熊掌柜派堂弟熊玉坤护持红糖去的青州府，他本人随虾仁一起入的城，毕竟涉及5000具军械的。再打开几个箱子，甲胄2000套，军刀2000把，弓1000把，至于箭都是送来，共计5000支。虾仁兄一定要善用。大圣万万年。大圣万万年。熊兄，城内就拜托你了。放心，我一定让那些商户迫不及待地出高价买下这些吃食。城外你也要一定注意安全，上万灾民可不是闹着玩的。回到了青山村，众差役纷纷开始动手，把上百个大箱子分别放进一个个青砖墙壁犄角处的小屋内。是不是很担心我要做什么？我们听虾仁兄的，我等听虾仁兄的。放心，这些军械是朝廷发放下来的，你们应该发现了。谭磊带着人出去了，是我派出去到2县交界处。据报，天河县上万灾民即将涌入青山县境内，这还只是第一波。所以，为了保证我们青山县的利益，就是这些军械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今晚之前听到上万灾民，我倒是会担心。现在哪怕上万灾民，就凭咱们加上青山县城外的村民，配上这些军械，也完全不足畏惧。灾民虽然来势汹汹，但拼的就是那股气势，打落下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若是他们敢肆意妄为，那就打杀了，对我们还是一番白送的功劳。这2日灶房里，那几个女的都不爱说话了。你那弟媳有几次还偷偷的抹眼泪？虽然有些事没有明说，不过现在局势确实不妙，他们也是担心了吧？乱世之中，女子往往是最倒霉的。还是那句话，你若想回城，就尽快决定。一旦城门完全关闭了，我可没有空再单独送你进城了。我看他们是担心你。哼，你现在急着把我送回城，这个榻上就能1日换上一个小寡妇。我若想，何必等你走了？让你走是因为你有地方去，其他人在城内反而住得不踏实。这方柔还真是好命，就凭她之前那事，许家大哥竟然还愿意要她，真是同为女人不同命。唉。虾仁烧制砖瓦这个事，先让赵、钱、
3妹往这5个贩卖吃食的5大村来负责，你意如何？这5大村是仅次于我们青山村的大村子，人口多，离我们又近。我们6个村子若是能够更进一步，城外上百个村子就稳定了一半。他们这5大村一直和我们关系都很近，他们主要种植瓜果、蔬菜以及狩猎等，主要是进城贩卖。咱们青山村是青山县的产粮大村，所以我们之间彼此常有交易。村子里又多了一个生财的路子，真是太好了。就是青山村收这么多砖瓦，会不会卖不出去了？咱们这边很少有人建砖瓦房。是啊，不如1文钱200块砖货瓦吧。1文钱200块砖货瓦，反正这烧制砖瓦材料都是随地可以取的，无外乎出点力，能有几个银钱就行。这次迁移2县交界线的村子后撤20里，到时候他们的房子也会一把火给烧了。等局势稳定下来后，会在原住处给他们建砖瓦房，所以会需要很多砖瓦。到时候收购砖瓦的银子会有衙门出，你们不用给衙门节省银子。好了，这个事就这么决定了，你们赶紧回去安排人手吧。王虎等村长心里明白，衙门哪里会这么好心，这银子最后还是虾仁出了，心里既是暗下决心好好干活，又是互视一眼，未来一定要报答今日之恩。接下来，当初建造土窑的人以及此刻烧制砖瓦的人，会全部抽调支持5大村建立土窑烧制砖瓦。他们会分成5个队伍，前去王虎等5大村，那边有的是掏力的村民。虾仁，我就带人过去了。空出来的2个土窑也是时候制汤了，这一块你比我懂，你留在这边吧。那辛苦三爷奔波了。先给他们5大村每个村子拿10两银子，就当预付的砖瓦款，让他们不要省着建土窑支出，多花银子，立下规矩，以后也方便管理。我这里准备了，放心吧，我过去就把这件事给落实了。辛苦三爷了。虾仁兄，拿水，拿一些白面馒头，快把人都扶起来，送到一旁凉快的地方。另外让灶房烧一锅肉粥，煮烂点。小口喝水，小口吃馒头，不着急说话。虾仁兄，我深入到了天河县，果然看到不少天河县的人在不断的汇聚，看方向就是奔向我们青山县。天河县那边是真的很惨，不知道哪个杀千刀的，竟是放火烧村，大片的庄稼地化为灰烬。我听你的没敢深入，不过在2县边界线处，还是清晰的看到不少村子几乎都空了，地上不少血迹，一些尸体都没有来得及掩埋。我没有深入进天河县核心，但看过的几个村子，近乎是10室9空，人都没了。其他村子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看那手法，不可能是官兵出手，唯一有可能出手的就是山匪。天河县城关闭城门，外面就是无主之地，各个村子因为秋粮征税跑的跑，死的死，也难以抵挡山匪，这是朝廷的责任。虾仁兄，我敢肯定，这次要闯入我们青山县的所谓的灾民，肯定是山匪和乱民，你可一定要有所准备。天河县的那一幕，可千万不要发生在我们青山县，太惨了，太惨了！那些动手的肯定是山匪，他们根本就不是人。放心，我已经有所准备了。天河县的一幕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青山县。好好睡一觉，接下来的事情等你们醒了，我们再聊。谭磊以及那3个差役松了一口气，也确实疲惫了，身子往后面一歪就躺在了地上，很快就呼呼呼的睡着了。听到多少？听到他们去了天河县，好多村子没了，还有不少人要来我们青山县。听到了，不好对外面说。许家大哥，这是真的吗？真的。怕了？我不怕。10室9空，山匪屠戮，你不怕？我知道，许家大哥能保护我们的。希望我能做到。许家大哥若是真的挡不住，你能答应我，不要管我了，把我挡在你前面？我想他们不会杀了我的。回去忙吧。我若无情，这里的一切很快就会被残破血色所取代。别！你们不要过来！不要啊！虾仁，醒醒，醒醒！还好，虾仁你带来了那批军械，有了那批军械，只要我们正面迎着，不会输。三爷，这次来的可是杀红了眼的山匪和乱民居多，哪怕有灾民，也是被他们裹挟着过来打掩护的。真的不用把妇孺幼童先送进城里或是山里。没有把握，自然要把他们送走。若是有把握，为何要走？今日他们走了，来日孩子长大了，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脑海里想的就是带着孩子一起走，一次次如此，那城外的村子就空了，青山村的骨气也就丢了。所以有些时候可以走，
有些时候哪怕牺牲一些人也不能走。三爷，咱们青山村是不是还有在前线的村民？你不知道啊？前线范围很大，我当时待的地方还挺后方的。自然是有的，不过不多了，算了，不说这个了。徐老三蹙眉，情绪好似不太好。虾仁心底疑惑，不过也没再问。等到了下午的时候，谭磊等人也醒了过来，虽然还有些疲惫，但整体情况好了不少。走，带你看些好东西。这放心，这些程序上都是合法的，为的就是应付暴动而准备的。有了这些军械，加上青山村的血腥，那些山匪和乱民的末日到了。虾仁兄，我愿战于一线。有你出手的时候，不过在此之前，你和这次来的同僚们聊聊，不愿意留在城外的可以回城，要走的不要勉强，每人给100两的分利。等此事平定之后，大家还是好兄弟，想回来城外还可以随时回来。好，去吧。虾仁兄，等确定了再说。过了半个时辰之后，谭磊找到了虾仁，表示没有人愿意离开。晚上去交易，差役分为2队，分别进城和家里团聚一下。这些银子分下去，总要给家里一个交代。若是这次我等侥幸全胜，我会向上面申报，凡后被差役直接转正，正式差役可入青州府兵部司直属。我靠，入青州府兵部司直属。好，我这就去办。入夜后，虾仁带着人来到和熊掌柜的交易地点。虾仁兄，牛，这次有100辆马车的失事。乡亲们感念城内民众，怕城门关闭，他们吃不上饭，此次发出了上百辆吃食。那感情好。对了，方远山和郝军已经主动联系我了，他们随时需要，可以随时去仓库拉。另外，城内的各大商户也开始着急了，应该是听说了天河县灾民要入青山县的事，他们都四处开始想方设法的购买吃食。我已经开始着手安排，既然你上百辆吃食已经到了，今晚入城我就大张旗鼓一些。城外交给我，城内你来安排。虾仁兄，上万灾民能够应付得来吗？什么灾民？一伙山匪和乱民。熊兄，你的消息不太准确。我也没有亲临天河县，是那边我安排的商户传来的信息。若是山匪和乱民，那就是奔着烧杀抢掠来的。是否需要今晚我亲自去一趟青州府，知会家里一趟，派遣1支兵马过来？暂时不着急，兵马这个时候入了青山县，若不能瞬间平定局势，怕是会激发更大的动乱，让周边县城的山匪和乱民狗急跳墙了。那你那边扛得住吗？问题不大。青山县城外到底藏了多少秘密，能够对付上万山匪和乱民？战力若如此厉害，加上红塘县这城外2万多人，完全可以练一支精兵的潜力。回了青山村，虾仁就到了土窑附近。一切顺利。好，回来了就好。虾仁，你早点回去休息，明日2县交界处的村长们都会陆续赶到了。三爷今日你也累了，二牛送三爷回去。徐大哥，什么事？那个，有话直说，吞吞吐吐不像你。那个春儿姐在那边等着你的。这什么时候的事了？天黑左右，那个时候我们正打算去城外交易，因为交易是大事，我一直没有说，怕分了你的心。行吧，你先走回去。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会和方娘子说的。难道已经回去了？许家大哥，我们在这的。你们还真会躲，我刚刚竟然没有看到。不躲好，被人发现了，多尴尬。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去？过几日你就要忙了，我怕万一没了机会。许家大哥，该不会是想在岸边吧？我倒是无所谓，怕是娟儿可不敢在岸边上。很快就入了深水区，水面上就只剩下虾仁一人。虾仁感觉整个人无比的放松，一天的疲惫感一扫而空。感觉怎么样？我还以为我没事的。唉，我可从来没有落到这么关心的时候，看来不爱说话的小媳妇才最招人疼。你当真？之后虾仁就送他们回到了娟儿姐家。许家大哥，这么晚了，回去会不会不太安全？不如留宿这里吧。那就打扰了。那我去准备。
这片区域确实不够安全了。万一灾民从山里钻出来，流窜到了这里，这些女人可就不安全了。可怜的女人们刚刚在河边低声对春儿姐说的话是，让她不要担心未来官府送亲的事，到时候他们若真不想和其他人成个家，那自己便要了他们俩。第二日早上起来后，春儿姐已经不在了。她昨晚和你说了？说了，只是会不会委屈了你呀？怎么会这么说？春儿姐和我毕竟都是村妇，又是寡妇，过个几年后哪能比得上小姑娘好？其实现在就挺好的了，不需要你承诺什么的。我说的我自己，我孑然一身，多活一日是一日，未来什么的也没事。不过春儿姐挺不容易的，你对她一个人好就行。这你不想？我自然是想的，只是觉得辱了你。我觉得好就行，其他的你不用操心。不过也给不了你们什么的，更不可能时常陪着你们。你还是要考虑清楚，若是觉得不合适，也可以找一个能够长相厮守的。未来青山村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哪怕你们也能随便选男人。我不想选其他男人，我不是随便的女子，真的。我没有说你随便。我只是好的坏的前提都一并说了，让你好好思量。那我愿意跟着你，不过就当我是一个陪床丫鬟，行吗？这样我觉得能够配得上，跟在你身边。啥？虾仁，两县交界处的20多个村子的村长都已经来了，我让他们在祠堂候着的了。那我们去吧。不着急，让他们歇息一会，等这边做好早饭带过去一些。三爷想得周到。早饭做好后，徐老三张罗着让大家先吃饭。他们吃饭很快，大家都是奔着事来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青山县差役，我青山村许家的许家人，今日招大家来，也是为了一件关系我们青山城外上100个村子的大事。见过许差役，许差役救了我们村子啊！我等终于见到了许差役，乡亲们都十分感激你。许差役有什么事，派人通告一声即可，没必要喊我们来商量。你的话在我们村那就是皇上的圣旨，我们谁的话都不听，就听许差役的。感谢诸位的认可。不知道许差役有什么要吩咐大家的？这位是宋家沟的宋大河村长，是两县交界处最大的村子了。三哥过誉了，在青山村面前，我宋家沟哪里敢称大村子？这次请大家过来，是有件事通报给大家。想来你们靠近天河县，应该多少获悉了。天河县发生了乱民暴动，加上山匪裹挟，局势非常乱。不错，是有这个事。其实许差役不来召我们过来，老头子我也打算后延过来寻你的，看看衙门是怎么个征法。衙门那边怕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据可靠消息，将会在近日有上万天河县灾民进入青山县，就是从诸位的村子过来。这些说是灾民，据我的人查探，多数应该是山匪裹挟着乱民。看的吧？哎呀，这小子真是。此话一出，全场哗然，一个个村长脸色皆是大变。诸位安静，听许差役说。衙门不管，不过我现在负责城外，毕竟大家都是青山县外的村子，一荣俱荣。我和周边村子商量了一下，决定让诸位的村子内迁20里，在两县交界处至内迁20里的区域里，全部焚烧干净，不留一草一木，一片能吃的东西，营造20里区域的焦土区，借以迟滞和阻挡这些从天河县来的上万人。天河县大批难民正在放火烧村，大片的庄稼地化为灰烬，不少村子几乎都空了，一些尸体都没有来得及掩埋。这些灾民不断的汇聚，人数已达万人，这上万人中都是山匪和乱民，正朝着青山县方向涌来。敢问许差役？宋村长，喊我虾仁即可。那就托大，喊你一声虾仁。虾仁，若是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内迁20里，应该能挡得住真正的灾民。但你也说了，这波进入青山县的上万人中多是山匪和乱民，这些人可不会在乎20里的焦土区，到时候闯进去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宋村长的担心我明白，20里焦土区就是为了迟滞和消耗这所谓的上万灾民，更是为了表明我们不欢迎他们的态度。届时，我青山村愿出1000村民，5大村支赵家村、王家村、钱家村、孙家村、李家村前期愿出1000人，后期可以追加1000到2000人，其他村子到时候也会陆续动员。到时候，血不流尽，战不休。好，我没有问题了。20里焦土区若能让天河县冲过来的上万灾民知难而退，最好不过。
若是不能，给予咱们青山县其他村子一个惊醒，能让大家携手而战，也能早点打退对方。虾仁，你考虑得很周到。我许家寨愿意听从许差役的安排。我小王村愿意听从许差役的安排。我谭家庄愿意听从许差役的安排。一个个村长纷纷高声喊道。宋大河望着身边一个个的村长都表了态，欣慰的点头，也随即带众人再次应承下，那就奔个未来的好前程吧。好，我深知各村村民多为未婚青年，待此事了结，我这边就为各村民每人安排一门亲事。哎呀，此事可不易办啊。是啊是啊，有何难，用爱聊就可以了。此物上有许多真心寻良缘的家人，来人成画像。确实都个顶个的好，只是这个靠谱吗？这爱聊可是有1.5亿用户的大平台，操作起来也很便捷，只要于左下方进入，就能匹配100丈之内的女子，样貌家底皆可查看。上有各形各色的家人主动寒暄问候，自是极易相中的，特别是以嘴笨内向之人。听着靠谱，此事到时就有劳虾仁了。好，我会调集周边村子的马车，随同诸位一起回村。等你们回到村之后，立即开始组织准备内迁，加上今日最多3日的时间，要立即离开那片区域。好，我等这就赶回去。我提个建议，我安排马匹把距离最近的几个村长先一步送回去，余下的村长留下书信，让他们带回去，先行传达给各个村。其余人先行去5大村看一看烧制砖瓦的土窑，未来你们重建家园的砖瓦会从那里出，届时也从那边乘坐马车赶路回去，也不耽搁。好，这个方法好，快的话，上午头就能赶到最近的村子里。很快书信备齐后，虾仁立即安排几个差役骑马送他们5位村长一程。几乎同时，徐老三也开始向几个村子借用足够多的马车，一并随着这些村长们返回2县交界处。背井离乡，想要速度快的搬空一个个村子，马车必不可少。过了没多久，谭磊也带着从几个差役从城内赶了回来。虾仁兄，昨晚进城的100辆马车也已经送回了5大村，另外城内应该有不少人已经知道了天河县灾民即将涌入的事，不少人已经开始抢购吃食了。据说一些商户等也出城了，不过好似没有采购到吃食。经过上百辆马车出城后，现在城内人都知道有大量吃食的，就唯有庙石或杭熊掌柜那边。哈，熊掌柜那里吃食还供应得上吗？我临出城之前询问了一下，量还够，大宗吃食对外销售开始涨价了，几乎是前几日的2倍了。好，通知5大村筹集吃食，越多越好，尽量多送一些入城。这是1000两。是。到了天黑之后，虾仁也打算准备一下，前往城外去交易。你今晚回家吗？看情况，有可能要进城一趟。哼。昨晚的事他还是在意的，自己昨晚回来了却没有回家，不是什么秘密，他很容易就知道了。很快官道上密密麻麻的车队朝着青山县城外驶去，大概1个半时辰之后才是赶到了地点。虾仁兄，城内商户已经入局，我今日按照2倍于往常的价格出售了足80辆马车的各类吃食，已经还有不少商户支付了预定银子，打算明日在大肆购入吃食。看来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顺利得多，只要城外这一波灾民冲击能挡得住，等我把其他17个县的商户完全引入局，再把青州府之外的商户带着大批吃食进入青州府内，到时候2万大军进场，加上朝廷救济粮的消息传达，就能让青州府之外商户手里的大批吃食价格打到底，一举稳定局势，让足够18县的民众吃上足够廉价的吃食，整个青州府的局面就会瞬间逆转。虾仁兄，这次破局的关键在你，但不管能否成功，妥善保护好自身，未来机会还多着的。我大不了在熊家蛰伏几年罢了，以熊家的地位，哪怕这次失败了，也不会伤到根基，你也不用有太大的压力。这话听听就好，既然做了这个事，若不能趁势而起，一旦失势，哪怕熊家不找自己的麻烦，不代表熊家有责任和义务时刻护持自己，其他人肯定会落井下石的。最后虾仁没有进城，他一进去势必会让人多想，还是再耽搁2日，稍后就带人折返回青山村。这娘们晚上问我是否回来，该不会想趁着我不在家想报复我？许家大哥，殷娘子这么晚了还不睡？你倒是挺喜欢晚上待在我家门口。许家大哥，我以为你在家呢，就寻摸着看一看的，我还挺纳闷的。许家大哥，你身体可是很强壮的，每次都吼2声的，我这不是担心你的身体，怕你累坏了，就特意过来看看的。你还有这般嗜好？我也是正常女人，主要还是关心你。
行了，我没事，你赶紧回家吧。哦，妈呀！许家大哥，方柔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了吧？殷娘子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是找个伴吧。方柔能给你的，我也能给。大家都是邻居，现在官府送亲的事也帮你们解决了，自己寻个好人家嫁了，天天偷偷摸摸的，也不怕被人知道，到时候脊梁骨给你戳穿。我何尝不知道，可我只想和我看得上的男人过日子。哦，妈呀！你怎么回来了？误会。随着天河县上万灾民临近的日子快到了，虾仁和徐老三等知情的人心思中明显多了一些紧迫感，几乎每日都会检查一遍军械，更是每顿吃饭增加肉食，主食放开了让大家吃。乡亲们虽然不知情，却也感觉到了什么，个个明显已经做好了准备。青山村的孩子们个顶个的好孩子，不管任何时候遇到任何事，绝对不怕事，也不退缩。三爷，是时候告诉大家了吧？就等你这句话的。听到锣鼓声，不少人纷纷放下了手头上的工作，开始聚拢了过来。此刻的土窑附近加上四周防守的人，差不多有近700人，比一般的小村子的人口还要多了。青山村的儿郎们，最近的形势大家应该有所察觉。不错，一场危险已经步步临近，天河县上万灾民将会在2日后临近青山县。这上万中大多数是山匪和乱民，他们来的目的就是打碎我们平静的生活，抢掠我们辛苦积攒下的财富，冲垮我们的生活，劫掠我们的妻儿子女。他们要毁掉我们双手辛苦构筑的好日子，我们应该怎么做？三爷，没二话，给我一把刀，我冲到最前面。客人来了，我们好吃好喝的招待；敌人来了，那就先问问我手里的刀。这是虾仁带我们建立的一切，这里的一砖一瓦、土窑、水渠、青砖墙，都是我们一手一脚建的。谁要是敢破坏了，那就问问我手里的刀，愿不愿意？好，你们的态度我都看到了，我就一个要求，敌人来了，能立即拉得出去；敌人未至，那就把属于自己的工作做好了，不管对方来多少人，这土窑的工作不能停，通往县城的官道不能断，这是底线。这是我们青山村未来不管遇到多大事，都能迅速崛起的希望和底气。虾仁，你来说2句吧。好。实不相瞒，面对上万灾民即将冲入青山县，我也曾彷徨担心过，但今日看到大家的态度，我不怕了。我们青山村值得更好的生活，作为青山村人，我愿意和大家站在一线。今日起，我代朝廷赋予你们一项权利，一旦天河县上万灾民进入2县交界处20里区域后，就被认定为山匪和乱民，杀之无罪，有功当赏，杀1人赏银1两。若能成功击退山匪和乱民，对于功劳第1的村子给予明年夏银秋粮减免的奖励，功劳第2的村子明年夏税秋粮减半，功劳第3的村子明年夏银秋粮只收70%。最后2份奖励对于青山县外上百个村子通用。我相信青山村，相信你们能够拔得头筹，你们有信心吗？全场顿时哗然，齐声喊道，士气陡然间攀升数倍，一个个村民眼眸里冒出跃跃欲试的光芒，似是恨不得立即冲出2县交界处一般。虾仁，这杀1人赏银1两会不会太多了？另外这夏银秋粮可是不可动摇的国策，你现在就干涉了，会不会不妥？没事，我出城的时候，衙门那边就已经统一了意见，只要能完成今年的秋粮征税以及安定住局势，除谋逆等大罪之外，其余我都可以做主。何况这些奖励，到时候大不了我来填补，上面自然不会干涉。天色渐暗，看向2县交界处的区域，远远能够看到此起彼伏的火把，是最先出发的那千村子已经行走在了路上了。虽然看得见，但距离还尚远。第一批村子最快也要明日才能赶到预定地点。等到了城外交易地点时，熊掌柜已经来到了，他快步迎了过去，不过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熊兄，怎么了？难道城内商户那边起了疑心？没有，是玉坤他受了一些伤。哎，这个家伙，我反复强调了，一旦遇到了敌人，可以烧毁红堂，人只要全身离开就行。他却没有按照我说的做。熊玉坤现在如何了？只是被砍伤了胳膊，人在青州府养伤，问题不大。虾仁兄，我等下为你介绍我三叔，接下来几日对我们十分关键，会有他来亲自掌控红塘县的运输。我三叔叫熊延和，是青州府我熊家所有货行的幕后掌控者，掌控我熊家在整个青州府的商业运行。另外，我三叔还有一个明面上的身份，是青州府守备军都司，这次过来也是顺便把伤了玉坤的那伙人给解决了。熊玉坤受伤了，就出动了一个都司，亲自带人过来了。青州府守备军都司正四品官衔，熊家底蕴果然不凡。稍后，熊掌柜带着虾仁过去，走到那个老者身边，见过熊都司。许虾仁，你的名字在我熊家可谓是如雷贯耳，大家也不是外人，我托大喊你一声虾仁，你就随二小子喊我一声三叔吧。在我这一辈，我排行老二。三叔能够和守备军都司四品大员攀上关系，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这声三叔喊得不亏。你的计划我们都知道了，关键就在你能否挡得住灾民冲击。你喊我一声三叔，我送你一份见面礼，你看看是否满意？这些马匹都给你了。谢过三叔，上百战马加上手里的3000具军械，别说对方是山匪裹挟乱民，哪怕是精锐的山匪，也能正面冲击对方个人仰马翻。你那义兄张方平是青州府兵部司主官薛涛大人的亲信，薛涛大人虽是3品，看似和我只差一个品阶，但完全没有可比性。他是兵部司主官，又是京官下派，掌控整个青州府的兵力、权力和未来的潜力大得很。你那义兄张方平和薛涛大人既是上下级，也是莫逆之交，所以这条线上你要好好的熟握。我已经代替你送上100斤红糖给你那义兄，这件事他若是问起来，你心里有数就行。谢过三叔，三叔送我厚礼，今日的红糖全当结识三叔了。哎，我作为长辈赠予你一份礼物，那是分内的事，若是我收了你的回礼，你这声三叔喊的就有些生分了。何况战马而已，别人搞不来，对我而言不难，我直接报一些战损就过去了，花费不了几钱银子。这3000斤红糖我收下，可就真的无脸见人了。这三叔，虾仁兄，不如我提个建议，送给张方平的100斤红糖，从这批货里折算掉。毕竟送给义兄的红糖，虾仁兄自己出，更有情分。另外战马，我三叔说的没错，他确实花费不了多少银子，也是三叔的一份心意，心意没必要去交换。不过玉坤为了红塘县受了伤，他又是虾仁的属下，于公于私，虾仁兄不如在这一块上给予一些照顾。熊兄说的不错，熊玉坤确实付出很大。我个人建议，此次事之后，熊玉坤转为正式差役，上报青州府兵部司。若是能入兵部司直属，那自然更好。另外，我个人拿出2000两，奖励熊玉坤对于红塘县上的付出。虾仁兄出手还是如此不凡，如此甚好。这2份好处对于我熊家而言丝毫不逊色，免费赠予3000斤红糖，熊家赠予战马之情，相比之下反而弱了一筹。现在看来，熊家反而欠他人情的。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解决了交易问题，到手6000两，目送着熊延和带着红糖离开。远处哗啦啦隐藏的近千兵士骤然起身列队，不像之前的护卫，此刻这些兵士皆是穿着甲胄，配有完备的军衔，妥妥的朝廷正规军。虾仁兄应该也猜到了，熊玉坤实则是我三叔的儿子，儿子受伤了，当爹的自然要找回场子。有个好爹就是好。之后虾仁也入了城，派人喊来了满脸疲惫的方远山和郝军，连夜细致检查了一下北区洼的地窖以及储存的吃食。虾仁兄，尽管放心，一旦城门关闭，北区菜市就会开启定额，限量供应吃食。这几日我已经派人登记了北区所有居户的人口数，按照名册出售吃食，价格不变，保证北区民众都吃得起，绝对保证不漏一人，也不多出售一份吃食。虾仁兄放心便是，城内安稳无碍，唯独城外我们怕是很难帮助你。城外无妨，只要城内稳住事，就是帮了大忙。等回到城内的家后，赵梅隔了几日再次看到虾仁，满脸欣喜之色，急忙唤女儿去准备洗澡水。老爷，你派人传信后，我们就不敢随意外出了，还以为老爷要过几日才回来的。另外，我听说灾民即将涌入青山县，外面很不安全，日日惦记着老爷的安全，
还好老爷平安回来了。是有灾民，估计最近就要关闭了城门，在城内还是安全的。我会安排人送来足够量的吃食，这边住的地方会有差役巡逻，只要你不乱开门出去，安全上问题不大。哦，妈呀，真的有灾民啊！那老爷是不是也不走了？这几日就在家了？还是要走的。这怎么觉得自己不重要，我才不愿意留下的？奴家没有这么想，一切都听老爷的安排。城内安全，若不然我就把你带出城了。但守护城外是我的职责，我不尽心尽力，你哪有现在的安稳生活？你说是吗？奴家特别感激老爷给的好日子。今夜看你的实际行动。老爷，不如今晚沐浴熄了灯，可否？你想怎么样？等下老爷就明白了。那我就拭目以待。叔父，进来一起洗。你这么安排不后悔吗？若老爷不嫌弃他出身卑贱，那是我们的荣幸，哪有后悔一说？若不是遇到了老爷，这次秋凉征税，怕是我们就要被卖入了青楼，哪里还有机会享受眼下的这份好日子？况且灵儿是王虎的女儿，她对不住老爷，有些事就应该女替父偿。你主动提起王虎，是存心不想让我拒绝了。老爷喜欢听，奴家就愿意说，我就在一旁候着，你只取你该取的，其他的奴家可以代劳。老爷高兴，奴家心里也开心。点燃油灯，取我该取的，其他的你来代劳。赵梅，你今晚的安排真是煞费苦心，辛苦你了，我很满意。老爷满意就好，不后悔。我听老爷和娘的话。今天多休息，等下我安排人去买药膏，让你娘给你擦拭一下。别恨你娘，其实你娘也是为了你好。我不恨娘，这个世道能有个安全的地方多么不容易。娘不说，但我心里明白，我们现在的日子太好了，心里却感觉不踏实，所以我很想报答老爷。因为有老爷在身边，我感觉像是有个家的感觉。有时候就感觉老爷就像是就像爹爹一样，灵儿以后一定乖，会听爹爹的话。我先去洗漱。老爷是先吃饭还是？你晓得我的身体，接下来你知道怎么做。王虎那厮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你真是难得的大宝贝。奴家只想做爷的大宝贝。虾仁来到了衙门的时候，谭磊等人都已经到齐了。衙门里的人看向虾仁等人，都是透着莫名的眼神，有一种可怜，又有一种看死人的姿态，还多少带着一种嘲讽，好似在说：当日你们多风光，接下来就会多倒霉。有些人还真是狗眼看人低，压根没有把我当活人了。也不想想，若是换成他们在城外，此刻不定死多少次了。很快，方远山和郝军也一并来了。三人聊了一会，其实昨晚上都聊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忽然有差役过来，喊三人一起去见县城陈大人和县尉邢大人。走吧，三位请坐。见过陈大人，见过邢大人。赶上虾仁今日回衙，刚好有些事要和你们三人聊聊。陈大人请说。据说天河县上万灾民即将涌入我们青山县，该来的还是来了，衙门能做的不多，不知道三位准备的如何了？唯有一次报国。这三位不要老想着死，要想着解决事，好好活着。若是有什么需要，是可以提的。人衙门没有，军械衙门武库也不多，银粮是属于秋粮税。至于权力，上次已经完全进行了下放。大人觉得还能给我们什么帮助？两位大人，若是局势一发不可收之际，希望你们多出去走动走动，稳定一下人心。城内只要不乱，城外我会尽力周旋的。这个会的，虾仁你在城外要注意安全，若是事有不妙，尽量往城内赶，我会安排人放吊篮迎你上来。青山县衙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丢掉任何一个差役的。谢过两位大人。虾仁，两县交界处25个村子已经陆续赶到了指定地点，那边堆积了足够多的火料，这把火随时可以点。不着急点，等看到灾民涌入的时候再点也不迟。好，那边村子内迁的时候，我让他们留下了一部分人提防着，防范对方杀我们一个猝不及防。一旦发现不妙，他们每隔3-5里会点燃黑烟，足够我们看到。三爷想得周到，今天晚上红糖和吃食交易完毕后，我就带人过去，确保万无一失。好，我随你们一起去。三爷不如留在家里稳定大局。现在两县交界线
才是大局。我若不亲自去，让两县交界线内迁的25个村子，数千村民怎么看我们青山村？他们可是冲着相信你和我们青山村而来的。万一局势失控，有我在，你还有后路。三爷，您老放心，一定不会有事的。晚上和熊掌柜交易完后，虾人就回到了青山村。此刻徐老三等人已经在等待了，除了一直护持虾人安全的上百个汉子之外，另有400人等候在侧。三爷，走吧。好。三爷可比我第一次骑马利索多了。老了，往前推20年，给我一马一刀，我直接杀进乱民之中，3进3出。老高，土窑交给你了。三哥，不如把大牛留下来吧。冯大世上，许家子孙哪有退居2线的道理？不只是大牛，二牛也要跟着过去。一旦情况有变，他们是要冲到最前面的。很快，虾人和徐老三带着500青山村的人，连夜赶往了两县交界处。等路过5大村的时候，王虎、赵大山等5个村长已经带着1000人在一侧等待了。接下来，每路过一个村子，总是会有人纷纷的汇聚到队伍后面。如此下去，路程刚过一半，人数已经达到2500多人了。三爷，这么晚了，一路上还不断有村子加入，是你老通知的。这次过去只是放火，无需太多人，我没有通知他们。不过我猜，我们这么多人朝着两县交界处赶过去，他们应该在我们前往的路线上提前安排了人，远远看到了，就立即集合了人手。大家是想出把力。往后的路估计还有村民汇聚，这样太耽误时间了。把马匹分出去，一部分给各个村的村长，我们先过去。虾人3个，你们来了。宋村长，村子里还有多少人留守？人数都排查清楚了吗？一旦放火了，人可就出不来了。留守的不足100人，都在这里了。内迁的时候是挨家挨户检查清楚了，绝对没有落下人。好。天蒙蒙亮的时候，后面的大部分村民一路疾驰，也赶到了宋家沟。走，往前走，去看看他们什么时候露头。虾人，接下来怎么办？以我们现在这些人，真干一架也完全没有问题了。虽然正面干一场已经问题不大，不过上万灾民涌入，对我们青山县就是无妄之灾，能少点伤亡还是少一些的好。接下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25个村子建立3道防线。第1道防线，这10个村子看到一股黑烟讯号后，按计划同时点燃村内村外。第2道防线是这8个村子看到2股黑烟讯号后，按计划同时点燃村内村外。第3道防线是最后的7个村子看到3股黑烟讯号后，按计划同时点燃村内村外。我要让从天河县涌来的上万人眼睁睁地看着大火阻路，延伸20里的火焰就在他们眼前，哪怕他们想进入青山县，除非从绵延危险的大青山内绕出来，要不然就只能等着火焰灭了。走20里焦土区赶路，夜无处可寐，日无食可吃，遍地荒芜，随处可见都是焦炭一片。要让他们明白，我们青山县外上百个村子能打能拼，也能有拼着家园化为废土也要决死一战的信念。虾人考虑的周详，我看可行，也让其他县的人看一看我们青山县的决心有多大。赶来我们青山县图谋不轨的人有死无生。我同意。虾人兄，他们已经来了。好家伙，黑压压的都是人，人数肯定过万人，比预想的多。为首的前方一大批人都是手持各种器械，其中老少很少，都是精壮的男子的。不出所料，对方并非寻常灾民，而是山匪和乱民。退！虾人，看前面这些人的冲击之势，可没有半点灾民的姿态，几乎可以断定对方就是山匪和乱民居多。是放他们进入后放火，还是进来之前放火？若是等他们进来再放火，至少能烧死不少人，但后果就是纵使不费一兵一卒维护了青山县的稳定，后期也要拿人命来平息天河县的愤怒。在对方没有出手的情况下就纵火烧人，和等对方杀到跟前再是近身拼杀，完全是不一样的性质。这种事一旦朝廷追究，为了平息民怨，为首的人不管功过都要死。这个责任我来担，这片区域是我们的家园。我年轻，我来担。我也行，
我来吧。不急，我说他们是山匪和乱民，别人要信才行，机会还是要给他们的。按照原计划执行，敢冲入焦土区的定义为山匪和乱民，这样对内对外都有一个交代。第一道防线就是给他们的提醒：燃黑烟，放火。很快有人把准备好的兽类粪便点燃，再浇上一些水，很快一股浓烈的黑烟直冲云霄。与此同时，分散开的两线交界处，第一道防线上的10个村子的村民纷纷点燃了火把，在各处开始点燃了村内村外，大火骤然延展开。在大面积铺设的草料助燃下，大火瞬间吞没了一个个村子，大火顷刻间犹如火沟，阻隔住了蜂涌冲来了天河县上万人。两方人间隔着近1000米的大火，远远相看，不少天河县赶来的人因为拥挤和推搡，直接跌入了大火里。但纵然如此，他们还是不断的往前冲，有些人更是拿活人点脚，妄想打开一条通道，杀入青山县内。顷刻间惨叫声响彻四周。这样的人真的应该活在世上吗？我拍摄一下，传给上官们看看。你这是华为 Mate 60 Pro， 你怎么有这么好的手机？这是我在左下角免费领的。我看评论区之前说过，我还以为是假的。这是真的，你看这是厂商的发货名单，都是上一波活动粉丝们领到的。我的苹果15 Pro Max 就是左下角领的，正好左下角这次有全新链接，你也下载抢一台吧。现在还增加了苹果电脑和4000台华为 Mate 60 Pro， 只要看到视频的都能领。该不会早被抢完了吧？放心吧，一人一份，只要认准我左下角下载好，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填好地址就发货，再领个漂亮洛神妹妹。苹果华为任你选。那我去搞一个。此刻在第一防线的村落里，大片的火焰很快吞噬村内村外，还有地里的不少坟头。这些村子里的村民一个个抹着泪往后面扭曲撤离。想哭就哭出来，想磕头就最后磕个头。起来后一定要记得，这一切是天河县那些山匪和乱民惹的祸。若不是他们冲击我们青山县，我们何必如此？起来后把你们的愤怒和悲痛，以及想要让家里过上好日子的想法，都拎在手里的刀上，赶走那些狗杂碎。许差役说了，胆敢冲入焦土区的人就是山匪和乱民，杀之无罪。我要杀光了这些狗杂碎。皇叔，干嘛拦着我？这村子虽破，却也是我们一手一脚建起来的。那片地里埋的还有我爷的，现在我爷被火烤着，我要弄死对面那些狗杂碎，拎着他们的脑袋给我爷祭。两县交界处25个村子5日前共同决议，一切行动听命于许差役。许差役没有发话之前，任何人都不能擅自行动。若是人人都像你这样冲过去，那成什么样子了？还怎么给你爷报仇？还有没有章法？皇叔，我错了，我等许差役下命令再冲。这股子气给我攒着，快乐。等命令下达，叔带你第一个冲上去，弄死那些敢闯入焦土区的狗杂碎。此刻天河县的上万人已经完全拥挤到了火势前，开始稳步推进，准备淌出一条路过来，完全没有把下人第一道防线的提醒当回事。走，退到第2道防线。谭磊，你去青山县城内一趟，告诉2位大人，天河县上万灾民个个魁梧雄迈，手持刀剑等为制器械，无任何饥寒交迫之态，气势如虹，完全无视火势阻拦，正欲强行冲进我们青山县境内。按照大圣律法，人数聚众过千，携带为制器械，可确定为乱民暴动。青山县差役许家人在此请命，欲带领青山县上百个村子的村民，准备和天河县的这些山匪以及乱民进行拼死一战。如事态持续严峻，当放大火，消减对方的数量，护我青山县，护我民众，纵死而无悔。原话传达。虾仁兄，我这一来一回，怕是需要耽误不少时间。无妨，你见到了陈大雷和邢明，禀告了此事即可，不影响我这里的安排。毕竟情况危急，我有便宜行事的权利，通知他们2人，就是大家统一一下意见罢了。你觉得他们敢不让我放火烧这些山匪和乱民？那片放火的区域，就是那天河县来人的必经之地。这许虾人到底烧了多大区域？连我们在县城里都能看到那片区域的天色红彤彤的。少说也要烧10个以上的村子。按照他的行事方法，怕这只是刚刚开始。这许虾人还真是做事情，从来都是往大的干。虽说天河县那上万人中，多数是山匪和乱民，但若是一把火烧死太多人了，怕是也不妥吧。希望他只是吓唬对方。这一块上，我觉得许虾人若是真烧死上万人，也挺好的。只要能维护青山县的稳定，死上万人又何妨？若他真敢烧死上万人，估计30年之内，不管多大的天灾人祸，山匪和乱民都不敢再入青山县了，那就一劳永逸，也算是做了一件大善事。当然，他敢这么做，不管是否有罪，事后都要拿他的人头来平息天河县的愤怒。不过他死得其所，死得伟大，听起来不错。但那许虾人有这么傻吗？
反正我们没有授意他如此做，他也没有通知我们。真到了那一步，我们帮他向上面求情，也算是全了这份同衙之情了。急报，许差役急报，禀告两位大人，天河县上万灾民，个个魁梧雄迈，手持刀剑等为之器械。谭磊把虾仁的话复述了一遍。许差役让我禀告两位上官，早做决定。一切行动，许差役做主，我等支持他的一切决定。是什么决定？能具体一些吗？哼，他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纵火消减天河县山匪和乱民的数量。感谢陈大人和邢大人。那可以走了。嘿嘿，我空口无凭，许差役要调动大批村民执行任务，总要有咱们衙门的任命书才行。麻烦陈大人和邢大人盖个章。虾仁，你觉得对方敢冲进来吗？那就看他们对我们的认知了。他若是觉得我们不敢放火，怕是一旦打开一条路后，会一窝蜂的冲进来。大家准备。虾仁，不等等谭磊的回话。无妨。辛苦了，先休息一下。很快，这份任命书一一递给了徐老三等村长阅览，大家心里忽然都有了底气，连上官都支持了，那还有什么顾虑？好，诸位准备，等对方冲入第二道防线内部2/3距离之前，不管有多少人进来，立即点燃第二道防线。冲啊！只要我们冲进去，他们就不敢放火。小小差役也只敢用大火阻挡我等。兄弟们冲进了青山县，食物、银子、美女，大家随意享受3日。这一幕真应该让县城内的人看一看，让他们看一看，就知道我们阻挡的是什么人了。随着虾仁手势落下，两道黑烟骤然间冲入上空，几乎同时，第二道防线的8个村子纷纷点燃了村内村外，干燥的草堆十分顺利的助燃，大面积的朝着四面八方燃烧开去。那些冲入第二道防线2/3区域的天河县人，皆是脸色大变，有的往后面跑，有的想冲过去，但不管如何，火势都会走到他们的前面。一时间，惨叫声和哀嚎声响彻四周。这些人竟然不救被火烧的那2-3千人！他是想坐实我的罪过，另外被大火烧伤救下来只会徒增负担。一直到了晌午头后，他们没有再冲入第二道防线。天河县那些人拿出之前的食物，开始吃饭了。在这混淆着烧焦的一个个肉味的空气中，他们面不改色的吃饭，好似已经习惯了。对方比我们想的难缠很多。到了这一步，也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了。等大火灭掉之后，对方就会冲过来的。还好我们削减了他们2-3千人的数量，否则焦土区怕也挡不住他们冲杀过来的势头和信念。接下来2条路，我们守着第3道防线，对方绝对不敢轻易冲过来。要么我们主动放火烧了第3道防线，然后等大火熄灭之后，和对方决一死战。我们是主场之力，若是一直耗下去，他们耗不过我们。一直耗下去，对方会不会有增援？三爷说的也是我想的，我们要震慑其他17县的山匪和乱民，令他们不敢进入青山县，必须够狠、够果决。仙儿人，大家都看到了对方是什么人，你下命令吧，我等立即回村子，调集大批村民。青山县的村民绝对没有畏惧怯战，一声令下，肯定直接冲过去。不错，我们赵家村没有孬种，林家村也是如此。好，为了感谢青山村的汉子们，这些 Mate 60 Pro 每人发1份。虾仁，你哪来的这么多手机？这些都是我在左下角免费领的。你领了这么多，我看评论区说都是假的。当然不是，这是厂商上一批活动粉丝们领到的发货名单，而且左下角可是我跟平台报备过资质的。那现在还有吗？有，我正好左下角这次有全新链接，不仅无限量的15 Pro 和 Mate 60，还额外增加了苹果电脑，只要看到视频的粉丝都能领。那会很快被抢完吧？放心吧，一人只能1份，只要认准我左下角下载好，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挂挂机升级，填好地址就发货，直接24小时包邮到。刚好想换个手机，那我也去领一个。别忘了先领粉丝手气红包。好，我会安排马匹送你们回去传话，切记原封不动的复述这里发生的一切，若非自愿赶来，切勿怂恿和命令。休息的怎么样？问题不大。
好，你去把军械秘密带过来，3000具军械，带2500具即可，总要以防万一。另外，你安排一个人趁着宵禁之前去见一见熊掌柜，告诉他这里的情况。另外，告诉他一切顺利，红糖交易暂时搁置即可，但吃食会继续往城内送。老高他们会守好咱们青山村的基业，给他们留下500具军械，足够了。一些天河县的人尝试着冲入第2道防线，人数很少，每次都是10几个人。在四周区域刨开一些土壤，形成隔离带，点燃大火，照亮四周。记得要摆成一条直线。我们的人在火堆之后，对于敢靠近的天河县来人，直接放箭射杀。很快，余下领头的人纷纷传达下去，大部分的人开始休息，留下一部分人防守在前方，点燃的一处处火堆后面，随时警惕着焦土区对面的天河县人，不时能够听到放箭的嗖嗖声，伴随着还有一道道惨叫声。与此同时，青山县这边也开始有受伤的出现，对方明显手里也有弓箭。虾仁，好好休息，这点伤亡不算什么，哪次天灾人祸不是尸横遍野？只要能打退天河县这些山匪和乱民，咱们青山县哪怕战死1000人都是大胜。三哥说得对，若不是虾仁和三哥当机立断，我等2县交界处25个村子在最后关头完成了内迁，怕是今日一早，我等25个村子就要被屠村了。眼下的这点伤亡真的不算什么。等到了后半夜的时候，谭磊动用了几10匹马，先一步运来了一部分军械赶了过来。虾仁兄，我担心这边情况瞬息万变，先用马车拉了1000具军械过来，其中400具甲胄，400把军刀，200把弓，以及一部分箭。好，你来的正是时候，宋村长。虾仁，什么事？宋村长让前面防御的乡亲们分批下来，全部换装甲胄，配用军方弓箭。这么多军械，宋村长，事不宜迟，让人快来换装吧。好。让胡俊和张天去一趟县城，去购买一些止血的金疮药带过来，越多越好。是。经过换装军械后，青山县这边的伤亡大大的减少。反观天河县那边，一小股一小股的送人头过来，反而难以近身，渐渐的也放弃了继续送人头了。宋村长，什么事？村子里有个小崽子，趁着天黑跑到天河县那伙人那边去了。本来是提早发现了，不过这样不遵从命令，擅自行动，只当是已经为村子尽忠了。但这小崽子竟然安全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一个消息。什么消息？还是让他亲自来说。走。宋村长，许差役就是他不遵命令，擅自离开了防守地，人我带来了，是我们黄家村的错。我离开之前找了同村的二狗子接替了我的位置，我还脱掉了甲胄，留下了弓箭，哪怕我被对方逮住或是杀了，也不会给对方留下军械。我其实就是想爬过去看看对方在搞什么鬼，会不会有什么阴谋诡计，总不能一直等着对方攻击，我们再还手吧。我真的不是不遵命令，擅自值守。你还有理了？对面一直未在进攻，这个小伙子为了大家去摸底，也不算完全有错。现在说说你去了那边都了解到了什么情况？如果消息有用，你无过还有功劳。我看到他们打制了很多水桶，而且特意挖了一个很大的蓄水池子，连夜从山里的水渠里挑水倒入蓄水池。另外，我还偷听到他们说天亮之后还有人过来这边，具体多少人我没有听清楚。这么重要的事，你之前怎么没有说？从我回来，你就一直教训我，当时脑子里乱哄哄的，有些事现在才记起来。好了，先回去吧，这次记你一功。宋村长记住了这个小伙子的名字，此次事情结束，论功行赏，可不能少了他。对方还有人过来，我们就必须速战速决了。我也是如此想的，只要我们人手到齐，还是速战速决的好。不过在此之前，还是要把他们引进来，不然对方一旦往山里跑，可就不好追了。让我们后面赶来的人不要靠得太近。另外，我们继续往后面退，完全退出第3道防线外。在撤退的过程中，让村民伪装因为夜晚防守导致受了伤的样子，被人抬着走。在这个情况下，我就不信他们不会急匆匆的冲过来。届时再安排一部分人隐藏在暗处，做好随时放火点燃第3道防线的准备。到时候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再杀回来。好，就这样办。很快，大家开始去准备。先是派人截下了赶来增援的村民们，暂时安置在第3道防线之外的区域隐藏，并做好准备。另外就是拆掉第3道防线内的7个村子里的门板、床板等，做成简易的担架，用来抬人，迷惑对面的天河县来人。大概1个多时辰之后，这个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留下一部分人殿后，在对方攻击时进行适当的缠斗，如此才能麻痹对方，认为我们不敢纵火，才会全员出动。负责殿后的人就让。
让大牛来带队，负责殿后吧。3个，不如让我们25个村子留下的孩子们负责殿后吧。这里毕竟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对这里的地形也更熟悉。你们夜里防守已经出现了不少伤亡，该你们尽的力，你们尽了。面对天河县的战斗，不完全是你们25个村子的战斗，也该交给我们了。好了，就这么定了。大牛，你带500青山村的同乡执行殿后的任务，但军械不能给你们配备，避免让对方产生警觉，保证完成任务。宋村长，你留下一部分人隐藏起来，随时等待指示，点燃第3道防线。没问题。好，余下的人接下来开始撤退，队伍凌乱一些，要佯装逃离。撤！不要让他们跑了，杀！他们砍断了王老大弟弟的胳膊，我弄死他们，我们也要倒霉。等下，把他们护住的青年砍死，脑袋带走。拦住他！快拦住他！呵，果然是山匪，竟然拿的还是军械。饶了我，我哥是3洞口山匪头目王大冲，你如果敢杀了我，我哥不会放过你的。3洞口山匪离我们青山县不远，看来青山县没有给你们机会闹的，就在天河县兴风作浪了。饶了我，让你哥来给你报仇吧。给我缠住他们，不要让他们跑了！杀对方1人，赏银10两；杀我地区人的脑袋，谁若拿到，赏银100两，美女10个。给我死！你的脑袋价值10两银子。去死吧！今日你们一个也别想逃！去你娘的！老子就是死也要拉你垫背！老叔，斩了他！替我给俺爹带句话，我下去陪爷去了，来生再给他做儿子。大强子，我来救你。我死，你也要陪着。好胆！我是青山村许大强，我青山村许姓族人，纵死而无悔。去死吧！许大哥，幸不辱命，圆满完成任务。好小子，没有丢了我们青山村许姓人的脸面，记你一功。辛苦了大家，你们是为了青山村的荣耀，是为了青山县外上百个村子浴血奋战的，你们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会为你们请功。我等不死，青山村永存；我等不死，青山村永存；我等不死，青山村永存。放火！第3防线的7个村子瞬间被点燃，最后1道防线也在眼前变成了火海。青山县真够狠的，前后加一起，足足烧了20里。那位就是弄死了徐朗或王虎的差役。是的，首领。据我们的人了解，此人叫许虾仁，是青山县衙门差役，全权负责城外的事宜。本来城外是个烂摊子，没人愿意管，特别又是赶上了秋粮征税，谁知道这个许虾仁不但管了，还直接降低了粮食，使得城外村子不但没有因为秋粮征税而动荡，反而愈发的稳固。若不是此子，我3洞口最起码可以直接占领青山县和天河县，到那个时候，首领就能一人执掌2县了。2人谈话间完全没有在乎那大火，只见有3、4个人合力抱着一捆青嫩竹子，足有4、5米长，顶部的竹叶都还在，他们疯狂地拍打着火焰，也有一些人手持着铁锹或是刀棍，挖开四周的土壤形成土沟，隔开流火的窜过来。派几个人通知一下负责在第3道防线放火的村民，让他们在外缘区域制造一些浓烟，阻隔天河县来人的视线，其余人随我走。撤！小人随时可以准备反攻了。此次青山县上百个村子，一共出动9000多人，这些人都是自愿的。若不是我们主动让一些老人和妇孺回去，人数恐怕会更多。胜利会在我们这边。宋村长，现在3道防线20里区域都已经变成了焦土区，这边还有没有捷径可以绕过正在着火的第3道防线，进入天河县这些人的后方啊？哟，第3道防线这边其实有一个地下暗河，寻常外人肯定是不知道，不过我们这边人都清楚。
可以绕着地下暗河直接绕出去。好，那我们就分2路，9000多人分3000人，通过地下暗河，直接绕道去天河县来人的后方，斩断他们逃走的后路。余下的6000多人从正面冲击，争取在傍晚之前解决战斗。告诉乡亲们，我之前说的2项奖励依然有效，敢拼敢打，我今日就让他们发大财。虾仁，你就不用上了。三爷、大牛和二牛都上了，9000多青山县村民都上了，年龄小的只有17、18岁，我又凭啥不上？您老放心，我惜命，我会小心，也趁机磨练一下。那行吧。不大一会，徐老三再回来就带过来了50多人，皆是青山村许姓人，为首的正是大牛。虾仁，让他们跟着你，不然我就凭着这老脸，说什么也不让你往前凑了。行，听三爷的。废话我就不说了，虾仁的命你们要保下来，打不打赢这一仗和你们没有关系。爷，您放心，我就是许大哥的盾。小心他们的骑兵。许大哥放心，你看那边。许虾仁，你该死！原来一切都在藏拙，这么多人，竟然还有如此多的军械，给我杀了他！杀呀！当！该死，弓箭没有在身上。虾仁兄，我来了。把那个人给我抓过来！谁抓住他，不管是正式差役还是后备差役，都可直入兵部司，并赏金100两；若非差身，可单独获银200两。是，兄弟们，托天荣耀的机会来了，我等兄弟们同富贵，不管谁抓到死人，大家都高兴。杀！首领，我们还是先撤吧。走！我虽然不懂兵法，但也明白，这个时候我走了，其他人就是案板上的鱼。这些人可是我的根基。现在不同以往，以我们掠夺的财富，加上现在局势如此之糜烂，只要有银子，很快就能聚得起更多的人。可一旦命没有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首领，你可一定要深思啊！难道真的就没机会了？我那可怜的弟弟还死在了这里。青山县地方大，不可能没有漏洞。只要这次我们离开，下次完全可以起一支精兵，神不知鬼不觉一一铲平了对方。首领，机会还有很多。好，听你的，撤！不要让他们跑了。不好，前面肯定有埋伏。尔等敢放我青山县，今日不留下你们，他日人人都敢欺我青山县无人了。这位兄弟，若是能让条路，我三洞口王大冲来日一定重重酬谢。若是不让呢？不让，那就是不死不休的仇。只要我能离开这里，来日我一定亲率精锐，灭你满门，诛你全族，屠你全村，人和畜皆要为你今日的决定而付出血的代价。你笑什么？我王家村王侯，我王家村人数过1500人，历经200年，王家村未曾被人灭过。这200年内，我王家出战场老兵372人，皆战死，未曾有一日做过逃兵。30年前的水灾、乱民暴动，我王家是仅次于青山村许家的血勇之辈，共计战死452人，击溃击杀乱民过1000人。200年皇朝动荡，我王家未曾灭过族。你一个小小山匪头目，在我王家眼里屁大一个的小人物，今日毙灭了你，不为别的，只因你也姓王，王之一姓，你不配姓。你们真是该死！给我冲！冲出这里，每个人赏金100两，来日共荣华。撤！难道这青山县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吗？青山县城外才2万人，近乎出动一半，这特么的有这么团结不怕死的吗？我愿去时招处，3洞口进山通道，防务布局，门口财务情况，3洞口匪首王大冲和各大县城衙门之间的交易内幕。你该死！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若不被抓，我一直是你最忠诚的兄弟，你我既为匪，出来混，输了就要认，挨打要立正。山匪和乱民全部羁押，他日上报朝廷是会有奖励的。匪首王大冲单独看押，这是天河县乱民暴动的罪魁祸首，乱民大多数会打回原籍，蛊惑者要承担应有的责任。我愿拿银子赎命。银子弥补不了你的罪过，你的死才能震慑其他人，再赶入青山县。走。
家人果真青年才俊，我要是能学得他半分英字，也不用发愁娶不到媳妇了。我记得你已年岁不小，竟还没婚配，哪里有女生会喜欢我这一介粗人？自言差矣。要我说你还是没找到地方，你试试这个新域，有不少好姻缘。你看这么多咱附近几个村的单身美女都在上面等着找对象呢，照片就是美女本人，身材条件都不差。你要是喜欢哪个，直接就能语音视频，这能靠谱吗？放1万个心，咱村头的大强就在新域找到媳妇了。你看多漂亮，还是他媳妇主动追的他呢。真的？不信你去问他嘛，新域上面妹子都热情主动的很，天天几十个美女跟你打招呼，你就听我的，左下角下一个，喜欢哪个随便你挑。行，我这就下个看看。虾仁，这些山匪和乱民，看押到什么时候？除了已经死掉的，现在收押的足有5000多人，这5000人吃喝可是不少吃食的，还有5000人，我这就去处理一下。虾仁，你看3000人还多吗？在前线还讲一个降兵不杀，何况青山县和天河县一衣带水的邻里，人看守着，等朝廷回复。在此期间，管他们吃喝，但农活还是要做的。至于那些山匪，让他们做最危险、最累的活计，死了就死了。很快，各个村长都开始去忙了。陈阿吉拿着一封信过来，上面都是供述的王大冲的所有事。这些财物没有隐瞒，还有其他人知道吗？除了王大冲和我之外，并没有其他人知道。你就不怕什么都告诉了我，我会杀了你？您肯定会审讯王大冲，我现在如实说，才能表达足够的诚意。那你可是把王大冲给害死了，他因为你的诚意就没有什么可以自赎的资本了。人嘛，总要为自己着想，何况江湖路本就是断头路，他应该想得到会有今日。当老大很风光，可出事的时候，老大总要为小弟遮风挡雨才对，不然这个老大又怎么可能轮得上他来当？行了，你下去吧，如果一切属实，我饶你一命。谢过许差役。另外，许差役还需要谨慎提防荆州府18路山匪，离金山县最近的有5支，除了我们3洞口占据天河县，余下的北洞里山匪占据了开原县，山泽潭山匪占据了华亭县，九门沟山匪占据了广元县，神山口山匪占据了平原县。特别是九门沟山匪首领和王大冲可是8拜之交，而且广元县也和青山县毗邻，若不是隔着的那道山脉过于深邃，不好跨越，今日就不是我们1万人进入青山县，而是2万人从2个方向进入青山县。好，你先下去。怪不得王大冲会重用他，聪明人谁都喜欢。三爷，我们伤亡如何？伤共2000人，亡共计473人，多亏了你带来的战马和军械，否则伤亡肯定要翻番。相比于天河县的伤亡，其实青山县称得上是大胜了，但总归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伤亡。虾仁，这个伤亡大家能够接受，死亡并不算多，受伤的过个10天半个月就又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你不要心里感觉过意不去。若是没有你，只是2县交界处的25个村子，死伤都要过2000人了。三爷，伤亡的名单统计好，另外这一战按功行赏，所有人的功劳都登记清楚了，不能让村民们只流血。放心，咱们青山村的伤亡，青山村伤32人，四爷八们都是好孩子啊，我为他们骄傲。事后名单给我一份。等所有事都安排妥之后，天色也已经黑了，是时候启程回家了。沿途所过，每个村子的村民都进街走出家，在路边支起火堆，照亮了为了家乡浴血奋战的家人回家了。人我带出去的，现在也都带回来了。为胜利者欢呼，为战死者默哀，为每一个敢于向敌人亮刀的青山村汉子们致敬。他们打出了青山村的威武，也杀出了青山村的血气。2县交界处20里的一片片土地上，将会永远留下我们青山村汉子们的战役标炳。迎英雄们回家了，从今日起，他们的妻儿子女和父母将会有青山村来抚恤。许家大哥，村长，这不合规矩吧？我家山子离开家的时候就同我说了，青山村没有打不赢的仗，但打仗就会死人，若胜了他能活着回来，那是报答了许家大哥和村长的恩情了，让我们一家老小能够吃得饱，能在土窑上赚上银子。胜了他若没能活着回来，也让我不要给村子里添负担。他不想起个头，他给我留下的银子足够养活一家老小了。
现在日子够好了，遇到这大难临头的事，家家有男人的挺身而出，这是本分，总不能因为死了就给村子里添负担。我们能养得活自己，就是以后再有困难，家里没有男人可出了，没办法再给村子出力了。老妹妹，你家彪子是我亲自带出去的，他不愧是我许姓的孩子，担得起立得住。我亲眼看到他是为了救同乡，力战数个山匪而死。他走了，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但我知道他挂念你，他付出了他该付出的一切，他的付出值得村子护持他的家人。老村长的话说完，其他人也不再多说什么，很快留下一些时间给各家各户。方柔这个时候想上前的，虾仁又和徐老三又去见了另外7个老人。三哥，辛苦你们了，我只能在后方帮你们看家守门。我也是过去走过场，都是孩子们的功劳。几人聊了一会，虾仁见天色已经很晚了，便安排大牛和二牛把老爷子们先送回去休息。要不要去河边洗一下？只是洗一下，因为身上的血腥味太重了。还不走？家里已经晒好了洗澡水，那几个娘们也已经走了。行，我来帮你。这仗打得很惨烈吗？死了不少人，不过我没有机会凑上前去，主要是他们打下来的。平常看这些村民们不善言谈，老实木讷，但真正拼命的时候，他们才是脊梁，才是厚重的后背，是能给人前所未有安全感的。你们灶房那边，接下来多做一些丰收的饭菜，好好给他们补补，不要舍不得银子。熟悉的桌子、床榻、被褥，一切看上去很熟悉，就连空气中流淌的淡淡的他身上的熟悉味道，都令人放松。看来郝大嫂睡久了，还特么的真当自己媳妇了。他应该睡着了吧？明明我们的关系并非夫妻，他却堂而皇之的躺在榻上，我还要当着他的面沐浴。这一仗打下来，人也差不多只能看了吧。嘿嘿，我就喜欢你这不服输的模样。你这么晚了，人已经到家了，还在乎晚一会吗？相比这在两线交界处不确定的生和死，此刻的享受才能真切的感觉到放松是多么的难得。你到底是谁？是赵婉儿，还是县城内他府里养的那对母女中的小女儿？这个混蛋！第二天早上，虾仁醒来的时候，一旁的方柔正睁着眼看着他的。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到底是哪个女人？这大战之前去了一趟城内，算是因缘际会吧，就顺其自然了。妈呀！没有想到你最后会找一个小丫头骗子，看来男人都喜欢小的。嘿嘿，你要感谢他，若不是他，你能这么爽吗？我的好大嫂。你为什么不找赵婉儿？若是赵婉儿，她可是你真正的妻子，对你也算是忠心体贴。难道是因为你的身份，再去找一个村妇不合适？像赵婉儿那样的女人，要了她就要许她一生安稳，一世幸福。她的努力和付出值得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要我坏了赵婉儿的第一次，让她一生只能为我活，为我生，为我牵肠挂肚，为我日日担忧，我怎么能这么做？哼，你给不了她好日子，就不去碰她，你却去碰其他的女人。难道这些女人在你眼里就是如此的不堪？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赵婉儿为了我许家付出的一切，你看在眼里。我对她的情愫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感情，还有感激、敬重和认可。而你或是其他女子，我自问不曾亏待过你们。行了，赶紧起来去土窑了。我欠前身的，能做的就是让赵婉儿过上好日子。若真有娶她的那一日，自己要能够给她一个安稳的日子，那一日要能帮她挣个诰命身，那一日纵使以许家人的身份娶了她，她这个弟媳的身份才能入许家族谱，被世人认可。自己可以不在乎这些，但她赵婉儿一个外嫁的女子，又怎么会不在乎身份？毕竟落叶归根，她的根是需要一个名分的。许家大哥，昨晚上方娘子一直守在这边不走，我们就先走了。你还好吧？没有受伤吧？没事，身边一直有人保护。怎么还黑眼圈了？讨厌！你一走2日，我都睡不安稳。还好你平安回来了。
一堆的事要处理，你先去忙。今日要中奖立功的村民，今日要借两县交界处的一站，把青山县外的地界好好盘一盘。虾仁，人已经来齐了，除了参战的近9000多人之外，一些刘家的村民也都一并过来了。好家伙，哪怕过年，也绝对没有这么热闹的场景。打退了天河县的山匪和乱民，乡亲们心里也都高兴。另外告诉乡亲们，晌午饭留在这边吃，早上先随便应付，吃上几口。好，我这就安排人进山狩猎，米面乡下还是有存货的。爷，徐大哥，刚刚王虎等5大村的村长对我说了，若是我们青山村要留客，他们5大村吃食和米面也能凑上一些的。告诉王虎他们，银子回头给他们结算，让他们5大村准备开锅做晌午饭。走吧，虾仁。三爷，诸位老爷子，刚好有个事和你们聊一下。哦，虾仁，你说。很快，虾仁简单的把心理规划讲了一下，在场的几个老爷子脸色变化不一，最后皆露出沉吟之色。虾仁，你动的这一块，过去可没有人碰过，或者说有人碰过，但没有你这么深。一旦被人向上举报，会不会对你的前途有影响？无妨，我也是为了青山县外的上百个村子，何况我现在手里握着权力，正是上面赋予，只要是维护城外安定，那就是行的朝廷的全度。那没有什么问题，这确实是好事。诸位，两县交界处，我等青山村村民和天河县的山匪以及乱民一战，成功守住了青山县大家的基业，是可喜可贺之事。之前许诺的好处也是时候兑现了。接下来就有虾仁给大家说说。我许虾仁，既为青山县县衙差役，代大圣皇朝驻守一方，守护一方，也是青山村的人。走出青山县，我最大的身份就是青山县的村民。我和诸位站于两县交界处，一路披星戴月，整个带弹20里的3大防线上流淌着属于我们村民的血。我作为大圣差役，感谢诸位守护了青山县。我作为青山村的男人，倍感荣幸能和诸位一起守护这份基业。今日是我向大家兑现承诺的时候，来人！一个个大箱子打开，皆是白花花的银子。虾仁看了一眼在场的村民们，特别前面站定的皆是站于两县交界处的村民，他们都没有露出贪欲，皆是目光深沉，气息平稳。多好的村民，多朴实的汉子们，说冲就冲，说干就干。那一刻，他们没有因为承诺的好处而去拼杀。这一刻，他们对于这些银子显得很平静，而这般平静下面沉淀的是厚重的力量和朴实的情感。虾仁拿出一份名单，按照名单，一个个人名开始念下去。可等虾仁念完名单之后，并没有人上前主动领取奖励。把银子按照我刚刚念的名目，让各村村长过来带领。很快，每个村长抱着银子，对于各个村的阵亡者和受伤者都很清楚，直奔上前，硬生生的把银子塞给他们本人或是亲属的手里。村长，按照之前定下的规矩，可没说人死了还能领20两的奖励呀。我打听了，俺儿就杀了2个人，收2两银子足够了。咱们乡下人干多少活，吃多少饭，不能因为人死了就厚着脸多要银子，那不像是赖上了人家青山村了。老婶子，我的亲婶子，这银子是奖励你家大壮敢拼敢打，奖励的是他的勇敢和付出，你拿着就是，大家伙不会忘记大壮付出的牺牲的。老太太扬起了拐杖，就要去打那村长，但不管怎么说，老太太就是坚决不收。接下来奖励杀敌者，此次每个村子的贡献都是很大，但规矩就是规矩，还是要公布一下贡献最大的3个村子。稍后虾仁公布了3个村子的名字。青山村、王家村和李家村按照事先的约定，对于明年的夏营秋粮进行减免，交付5成，交付7成。另外还有一件事，此次天河县冲击，我等青山县堪堪渡过难关。为了避免以后乃至最近再次发生此次事，我觉得需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虾仁，你说怎么规范？只要能给村子带来好处，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自然是为了大家好，我不可能一直负责城外上百个村子的一干事宜，所以我对城外村子做出以下安排。第一是互贴制，现在衙门的榆林册多是针对土地方面，而且记录的数据已经不具参考性，所以我打算推出互贴制。顾名思义，就是把看重土地转移到人口户数上。
只要人在，土地就会有，庄稼收成也会有。户贴制下，重新登记所有村子住户的人口数，包括出生和死亡，以及外嫁、迎娶以及迁出等，都会进行登记。人口永远是重中之重，不过专门靠一个村长肯定忙不过来，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里甲制。在摸清楚人口数量后，每个村在村长之下设置里长和甲首，里长管理100户。甲首每10户产生1个甲首，所以100户会产生1个里长和10个甲首。村长管辖里长和甲首，若欲下银秋粮征税，若是哪个甲首管理下的某一户无法缴纳，就会有甲首、里长和村长3方进行分摊，每个村共进退。仙人，每个村富户不多，其实大家都是种地，情况都差距不大，这咋带领下面的人呢？而且让里长和甲首们去辛苦帮助大家，还要承担征税的不足，这会不会有些强人所难？我打个比方，比如你王虎种植蔬菜很在行，你可以带领属于你的户数，把这一块往大了做，提高产量，出售的银两，你自己的土地赚的银子归属于你，其他土地的盈利，因为你的带领，你也可以拿到一定的分利。村民们发展的越好，村长、里长和甲首只会生活更好。哦，这就像是县城里开的酒楼，我来当掌柜的，下面的人跟着一块做好这个酒楼，赚了银子我拿大头，下面的人也能跟着过上好日子。差不多是这个情况。其实村外田地里爆火也是一门营生，只要有能力的人，在哪里都能过上好日子。来，干！我可以提高猎户数量。关于种植主粮的土地，按照律法是不能擅自更改土地种植。我也可以许诺你们进行私下更改。一方面，朝廷给予了我很大的权限；另外，现在的局势，只要夏银秋粮能够交足，其实朝廷也不会过分干涉。毕竟青州府的动荡还在持续，哪怕平息，朝廷方面也会投鼠忌器，不会强行干涉。仙人，朝廷会放过我们，可他们会不会揪住你一个人？不放。这个我会来处理，眼下先把人口数目核查清楚。另外，我也会和城内联系，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营生，交给大家来做。未来日子，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为好日子努力，为好日子努力。等到天色渐渐暗下来之后，虾人也开始安排装运红糖，接连3日，共计9000斤的红糖。恭喜虾仁兄旗开得胜，2县交界处的那一场大火，我在城内都能看到，想来一定十分壮观。这青州府差役，也就你敢如此纵火，对山匪和乱民进行减员。嘿，无奈之举，山匪裹挟下的乱民，一个个如同疯了一样，若不强行对其进行减员，真刀真枪血拼，乡亲们的伤亡会很大。虾仁兄爱民如子，坚决维护青山县的安定，我三叔对你甚是褒奖。感谢三叔的维护，有熊岩河在青州府维持，这次纵火烧死2-3千多人，应该能接过去了。我三叔近日没有来，熊玉坤坚持要亲自押运红糖，还是由他来吧。年轻人是要多磨练一番，轻伤不下火线，未来前程可期。见过许差役，感谢许差役的举荐，玉坤不胜感激。快请起。你是维护红塘县受的伤，于公于私，我都要好好犒赏你的。怎么样，伤势恢复的如何？顶级官2代啊，4品大员熊岩河的宝贝疙瘩，未来说不定自己还要靠他的。其实就是轻伤，家里人过于担心了。三叔就你一个儿子，为了你，三叔可是把九门沟山匪的老窝都给端了。九门沟山匪？是啊，虾仁兄和这九门沟山匪也有过节。和我倒是没有过节，不过九门沟山匪和3洞口山匪的匪首王大冲关系匪浅，我还担心九门沟山匪会为了王大冲来一趟青山县的，看来一时半会是不会来了。看来玉坤这件事还间接帮了虾仁兄。不错，虾仁抬手拍了拍熊玉坤的肩膀，示意他去查获去吧。虾仁兄，青山县城内的各大商户已经上钩，从我这里囤积的各类吃食已经达到了2万多两银子。这些商户还真是富足，特别你和天河县山匪及乱民交手时，县城门关闭，整个县城内的各类吃食都开始封闸。不过北区在方远山和郝军2个差役的安排下，算是稳住了。其他几个县城有办法和你取得联系吗？我已经私下里授意青山县城内的各大商户，有他们做这个中间商，他们眼瞅着在青山县城内粮荒的机会没了，又想回本，我抛给他们的机会，
他们现在算是站在我们这一方了。他们拉拢一个外县的商户，按照采购吃食的银两，我会给他们1成的分利，我就当补贴一下青山县了。毕竟我的店在青山县。嘿嘿，熊高，本来还担心青山县城内的商户赚不到银子后会四处散播消息，影响了其他县城的商户入局。现在好了，青山县城内的商户为了弥补损失，怕是巴不得其他县城的商户纷纷找熊掌柜采购吃食。虾仁兄，接下来就是咱们兄弟间鹏程万里的时候了。希望不再有波折。等回到土窑后，虾仁先拿出300两交给大牛分匀下去，又把2成的分利共计3600两交给徐老三。从来没有发现赚银子如此轻松，感觉像是做梦一样。赚得多，花销也大。也是，两县交接出25个村子建房需要的砖瓦，可是一笔不小的量。你又在各个村扩建烧制砖瓦的土窑，这些都是你拿银子收购的。若是他们不能自行变强，你就要一直贴补。咱们熬制红糖的玉米杆都是取自他们，对他们不值几两银子，但实际上我们从中赚了不少好处，贴补给他们一些，也落个心安理得。我说的花销大，是被我们现在控制住的天河县那批人。那5000人，吃这方面，哪怕吃个半饱，每日也要几百两银子，也就是现在。放到过去，那可养不活。自然给他们吃饱，不过要干活。接下来给青山村东边村民建立的砖瓦房交给他们来干。另外这段日子庄稼也都熟了，已经到了农忙季，多出5000多人也能尽快收割庄稼，平整土地，特别是多开垦一些土地，疏通并挖掘河道。我们背靠大青山，只要河道顺畅，就能保证明年是个丰收的好时节。明年咱们青山县外上百个村子就不会有人挨饿了。虾仁，你可是帮了大家一个大忙。若是按照你的安排，减弱了天灾的影响，加上可耕种的土地多了，咱们乡下人绝对不会偷懒，明年定然是一个丰收年。三爷觉得好，那就这么办。等周边村子核查好人数，适应了里甲制，就有村长和里长以及甲手带头，多分土地给他们。我能做的就是帮虾仁手下这摊子基业，未来虾仁有需要时能够立得起、站得住、拉得出、打得赢。吓老子一跳！我说阴娘子，你老是这样偷看，也不是个事吧？许家大哥，我在自家院子里，总不违反大圣律例的吧？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哪里知道寡妇的不容易？连爬墙头这点机会，你竟然都要剥夺！唉。你上次还曾说，你和我家那死去的相公是有兄弟情谊的，你对兄弟的遗孀都是如此无情的吗？这我无情，老子若是无情，早就拔剑了。许家大哥，若是多情，我倒是欣喜不已了。阴娘子，你要看就看，不过在外面不要乱说。方柔这个骚蹄子，到底哪里金贵了？是殷寡妇。天天晚上兴致勃勃地趴在墙头上，说也不听，随他去吧。哼，这浪蹄子，一次两次也就算了，真当我好说话了。嘿嘿，你倒是劲大。你无耻！来吧，让殷寡妇给我们长个眼，看看到底谁劲更大。哦，妈呀！许家大哥这妖可真厉害，简直像是上了弦的箭，劲道真足啊！比之前是现在的状态强太多了，明显比周边寻常的青年体质上要强上不少，应该是穿越者所谓的福利吧。过目不忘，加上体质的增强。虾仁先活动了一下筋骨，打了一套拳，对着院子里的木人桩，只要在家住就没有间歇过。麻溜点收拾好，时间已经快晚了。虾仁是先收割庄稼，还是先开垦新的土地，或是挖掘河道？我倒是觉得先收割庄稼比较好，先把眼前的事做好。开垦新的土地也挺好的，收割庄稼本就是村民分内的事，他们干起来会比较顺手，让这些乱民和山匪开垦土地最合适。挖掘河道最是重要，开垦新的土地，没有河道辅助会很麻烦。我觉得诸位老爷子讲的都有道理，不过现在的局势是外面还不太安定，我们不如先把给青山村西侧村民的砖瓦房给建好了，另外就是抢收已经成熟的庄稼，先落袋为安，之后再开垦新的土地，疏通或是挖掘河道，一步步的来，诸位觉得如何？行，那就先一步步来，先把眼下的事做好。到了傍晚的时候，青山村这边帮西侧村民建的砖瓦房就已经完工了，人手多了，速度就是快。
虾仁兄有什么交代？昨日事情多，今日也是时候要做了。你先安排一批人带起军械和人手，另外带着陈阿吉去三洞口山匪的老巢近处守着。我这边和熊掌柜交易完，就会直接过去。是时候把三洞口山匪的财物给取出来。是。晚上和熊掌柜做完了交易，虾仁带着120匹马径直前往三洞口山匪老巢。上百人皆是穿着甲胄，腰挎军刀，背着弓箭，带着10几个巨大的空箱子，用来转运财物。里面还有多少人？能否带我们直接进去？禀告许差役，三洞口山匪老巢里面只有200多人，不过这些人皆是王大冲的亲信，平时不会开启石门，我不确定能否带你们一起进去。虾仁兄，我带几个人押着陈阿吉过去，只要对方开启石门，我一定拼死挡住石门关闭。徐大哥，我等也可以去。韩雷，你和大牛各自选4个人，加上陈阿吉，一共11个人，把2线交界处那一站夺下来的马牵过来11匹，刚好这次也顺便带过来10几个空箱子，就说劫掠的财物需要运进去。我就不信对方会不开启石门。杀！杀进去！只用了不到1刻钟的时间，就把这座可容纳上千人的偌大石窟给杀穿了几个来回，死掉了上百个山匪的前提下，余下的过百山匪也主动跪地投降。留着吧，山匪的脑袋放到衙门里，每个可是价值10两银子的。不过在此之前，先押解回去干苦力。许差役，这边走，王大冲的财物都藏在了最里面。虾仁兄粗略地算了算，这里大概价值2万多两银子，军械有上百把军刀，200把弓，还有10套甲胄。这些都是天河县劫掠的财物，怎么如此少？禀告许差役，这城外也没有多少富户啊，城内我等也攻不进去，更是不敢贸然攻进去。别看青州府暴乱四起，但却没有多少人敢拼了命的攻占县城，一旦坏了规矩，会遭到疯狂打击的。看来你们山匪还挺讲规矩的，可惜确实苦了城外的村民们。这是我等罪孽深重，还请许差役得在下一个悔过之心。放心，你兑现了承诺，我自然不会杀了你。不过也决然不能随意的放了你。你一介读书人，短短几年就把三洞口山匪发展到如此地步。王大冲能依三洞口山匪位居青州府18路山匪之列，应该多亏了你的谋划。你这么懂得山匪运作的人，现在各个县城山匪肆虐，乱民被裹挟，接连发生暴动。我若是放了你，没准你随便找个地方就能揭竿而起。所以你还是留在我的视线之内吧。能跟随许差役，那是我的荣幸。我也自知山匪之路长久不了，不知我能否继续科举。我的妈！我不让你当山匪，你就去科举。你把大圣官场当什么地方了？我很敬畏大圣官场，我在山匪窝里混了这么多年，也不敢保证能够挡得住官场上的刀光剑影。或许我连门槛都进不去。先下去吧。这人若是做好事，那肯定步步荆棘；但若是当坏人，做坏事，肯定如鱼得水。虾仁兄，若是不用，我可以帮你斩了他。哎，身边都是好人，未必就是好事，留下吧。我靠！虾仁兄发现了不少被俘虏的女子，送给他们一些盘缠，让他们回家去吧。除了我们青山县之外，其他地方都已经乱了。若是这样回去，怕是他们走不到家，盘缠就会被抢，有可能还会引起杀身之祸。那就送去县城里安排一个简单的活计，最起码还能活。可怜归可怜，可这些被俘虏过来的女子经历了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带回青山村是不可能的，是会被人嫌弃。把石门封闭着，没准以后这地方还有用处的。三爷，你是没有回去休息？无妨，年纪大了也睡不着。怎么样，没有受伤吧？三爷放心，一切无恙。这次收获颇丰。怪不得都当山匪，这些天杀的东西还真是敛财有道，日子过得可比我们过去好多了。过了一会，徐老三看到下人安全回来，精神头丝也扛不住了，就摆了摆手，先是离开了。
这次不同往日的护持任务，所以这箱银子大家都分了吧。虾仁兄，按照两县交界处一战，斩杀一个山匪或乱民，是1两银子的奖赏。3洞口山匪留守的仅200多人罢了，这一箱子的银子足有2000多两，太多了。我等跟随虾仁兄，实话实说，所赚银子已经胜过城内等差役了。我们差役不如就不分了吧，都留给青山村的兄弟们。一码归一码，干多少事赚多少银子，拿着吧。这些银子都是赃款，与其交给衙门，不如留在自己人手里。回头衙门追究起3洞口山匪的事实，报个匪徒携带赃银藏匿，空无一物。这虾仁兄，这衙门会信吗？信不信又如何？3洞口山匪为祸青山县多年，这次更是挑起天河县乱民暴动，更欲席卷青山县。我等顺利灭了3洞口山匪，这份功劳，你觉得衙门里那几位会落不到好处？咱们赚的这些银子和他们在仕途上捞的好处比起来，只是9牛1毛罢了。是。接下来的几日，青山县算得上太平。虾仁，你估摸着也快要回城了吧？不过眼下有个事，还要你拿主意。帮青山村西边村民建的砖瓦房已经完全落成，也通风有几日了，是时候给他们分配房子了。房子是人一辈子的根，大家都想听听你的意见，再决定怎么分配。三爷，这个事您老肯定心里有数。不过既然你问了，我就简单说一下自己的想法。分配房子嘛，最合理的方式，首先是按照贡献，同时要照顾贫困的家庭。名额选出来后，再按照抽签的方式定先后顺序去选。行，那就按照这个方式，想来大家也就没有意见了。徐老三点了点头，然后喊来了大牛，让他把意见反馈给了村子里负责的里长和甲首等人。你们聊吧。赵婉儿虽然瘦弱了一些，但臀部却还算丰腴饱满，不出问题生个2、3个孩子不成问题。只可惜兄收弟媳对普通人问题不大，但下人前途远大，传出去还是有些不妥。兄长，怎么了？要选房子了，原初不在了。我一个妇道人家，又是外嫁过来的女子，那选房子的资格理应兄长来做主。一个房子，你喜欢哪个就去选哪个好了。兄长，那毕竟是一个家，是一个可以至少住几10年的房子啊！这么大的事，我一个妇道人家哪里敢做主？让外人看到了，肯定要说到我擅自做主，霸占许家家产的。那我去一趟吧。兄长，如果你现在不忙的话，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别到时候好房子被人选走了。那行。真是羡慕啊，有许家大哥帮忙选房子，那还不可劲的挑了。婉儿，好福气。接下来开始选房子了，一共170套房子。按照贡献和贫困户的特殊情况，会优先让40户开始选房。我会一一念出名字，这40户再按照抽签的方式，最后定选房顺序。余下的130户，等前面40户选好后，再统一进行抽签定顺序选房。很快，大牛开始念着一个个名字。第一批的有40户人，其中就包括了赵婉儿等女。他们在土窑建立之初，就在土窑临时造房忙碌。兄长，嫂嫂，你怎么来了？土窑造房就剩下我自己了，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顺便过来看看热闹。毕竟是我们徐家选房子，我过来看看，不行吗？过了一会开始抽签，是一把刚削的竹签子，上面写的有1到40的数字。等其他人先抽了一些后，虾人走过去随手抽了一根，打开一看，竟是1号。恭喜许大哥，等下你是第一个开始选。这真是1号。许大哥，你真的是手气好，这房子大小一致，没必要作弊的。虾人选择了一个居中，临近路边不远的，看得出来赵婉儿也很满意，一个人就进去逛了逛。你是担心我以后就住这边了？哼，你若是想住，早就去了。你倒是会拿我的话应付我了。你想想，刚刚赵婉儿面对你的拘谨和不安，碰到别人时也是一副小心翼翼、不敢大声说话的样子，就知道她胆小，也有些自卑的。我现在依兄长的身份照顾她、帮她，别人只会敬她、亲善她。若是换成另外一个身份，她肯定更加不安，更加担心别人的眼神了。那你怎么不带她去县城里？我在城外搞了这么多事，以你的聪明，应该看得出来，现在是特殊时期，我才能安然无恙。若是局势平定后，估计会有人跳出来找我麻烦，把他放在青山村，最起码安全无虞。哼，为了他，你考虑的真够周全的。我真是搞不懂，我身边女人也不少，你怎么对她出奇的上心？你不知道啊？明白了，你这是把我当成小叔子了。
虾仁兄，虾仁兄，哈虾仁兄，刚刚熊掌柜传来信息，大批青州府之外的商户已经进入青州府了，带来了海量的粮食。他询问你是否要回归青山县城内了。终于来了，最大的不确定就是这些青州府之外的商户。等这些商户赶来，熊家的2万大军应该也快到了。青州府的动荡算是要结束了，我的麻烦也要来了。虾仁原本还以为衙门那边还需要等上一阵子才召回自己，却不曾想过了不到半个时辰，衙门那边的命令就传过来了。虾仁看了一眼文书，竟是青州府催促各县秋粮税，限期7日之内运往青州府。熊家2万大军入青州府，青州府那些头头们肯定是默许和认可的。看来他们也知道大局已定，现在又催促着秋粮征税了。7日，这青山县衙的陈大雷和邢明这么快就把命令送达过来了，是迫不及待的想捞一个功劳啊！三爷，县城内传来了信息，已经召我回衙了，并顺带着还有秋粮税一起带走。我今晚交易了红糖之后，就会直接进城，局势上不会再出现大乱了。红糖方面有大牛和二牛一起负责即可，另外3000多具军械以及战马就放在土窑这边了，以备不时之需。军械我一定会妥善保存，不会有失。只是红糖县牵涉的银两过巨，他们2个能担得起吗？问题不大。大牛和二牛跟随我交易红糖有些日子了，也需要单独拉出来锻炼锻炼。同是许姓族人，早晚要出来独当一面的。我看就从现在开始吧。行，到时候交易完红糖，让大牛入城一次，把银子交给你。行。许家大哥，你打算什么时候走？晚上就要走，时间比较急。那好吧。过几日还会回来的，离得也不远。你们住上了新房，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可以告诉我，回头我从县城内直接让人买回来。别的东西也不需要，城里的东西也用不顺手。不过听说县城女子穿的丝质内搭挺好看的，许家大哥下次回来时，你瞅瞅喜欢什么样子的，买上2套就行。买上2套？她和娟儿姐吗？女人呐，还是过于缺乏自信。若是换成了后世的小仙女们，哪会有那么多屁事？你先去忙吧。有什么事？听说你要回城了。临时接到的通知，城外秋粮征税需要上交了，加上局势也已经稳定下来，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是时候回城了。我许久没有回城了，我想今晚跟着你一起。明日我安排人来接你，我今晚还要交接秋粮税，一堆的事。那行吧。吃过晌午饭，很快各个村的村长以及里长和甲手们都自发汇聚到了青山城的祠堂。虾仁和大家交流了一下最近的发展，另外就是嘱托5大村对于吃食方面，特别是瓜果蔬菜就不要种植太多了。另外就是天河县的山匪和乱民继续留着用，等衙门回复后再进行重新安置。该交代的交代完了后，天色也渐黑，虾仁也开始去准备回城了。虽然虾仁兄没有说，但他为我们大家做的事一件件都历历在目。我经常去城内出售吃食，最是明白城内的人心可比城外险恶多了，他们未必见得上我们的好，也未必不会攻击虾仁兄。我们5大村已经决议成立一个巡逻队，先时巡村，预防山匪和乱民。但当虾仁兄受到不公平时，他走出城门的那一刻，这城外纵使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再带走虾仁兄。你说什么？王虎，你此话当真？虾仁此次回归县城衙门，会出现不利？会不会不利？诸位都是明白人，历年来衙门对待我们城外是什么态度，大家都看在眼里。若不是虾仁此次负责秋粮征税，怕是换成另外一个差役下乡，我等城外村子要么10室9空，要么也爆发了暴乱，那天河县的惨状会在我等身上应验。虾仁力挽狂澜，以一个差役的身份推动虎贴制合力甲制，使得我等愈发强大，越发团结，不再担心夏银秋粮，不再担心乱民暴动。试问这么强大而团结的我们，他们还怎么剥削我等？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吗？此刻一个个村长、里长和甲手们都炸锅了，大家改变是为了什么？就是过好日子，就是让子孙后代脱离吃不饱饭的宿命。现在虾仁帮了他们，若是被欺负，他们焉能不管？这他娘的没有二话，干就完了。我们赵家村出300人，我们马家庄出500汉子，我们陈家沟出400汉子。当日是怎么打的天河县的山匪和乱民？他日谁敢欺负虾仁？
我们就怎么打回去。无需虾人走出城门，只要他传个信出来，我等攻进城又如何？青州府18县，17个县都发生了乱民暴动，我等青山县若要暴动，敢称第2，谁敢称第1？好，王虎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找来笔，当即在上面留名，咬破手指摁了手印。其他村长们也没有废话，个个都是说干就干的人。三爷，诸位老爷子，事情办好了，大家伙其实都是明白人，只要一点就通。辛苦了，王虎村长。三爷，您老说哪里话了？您老就是不点拨我。他日虾人真的被人重伤，我王虎包括王家刚都不会袖手旁观，做那忘恩负义之事。虾人给了我们吃好饭的碗，谁敢碎了它，那就是和我们王家庄不死不休的血仇。这个事不得不提前安排，留下签名和手印，那未来就是铁的证据，大家就必须和青山村共进退。谁敢背逆，青山村掉头就先收回他们给予的一切。这个坏人，我许老三要做。晚上，虾人和熊掌柜交易完后，便一起进入了青山县城内，把一车车的秋粮税的粮食运进衙门专用的库房里。许差役，城外秋粮税的总额是15000担，你这里缺额还差11000担，这是11000两银票。那数目就够了。恭喜许差役完成了城外的秋粮征税，你可是咱们青山县第1个完成的。天色也晚了，等回到了城内宅子的时候，赵梅和王灵儿都没有睡的。老爷，你回来了，谢天谢地，我一晚上心里慌慌的，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原来是老爷您回来了。赵梅高兴得满脸喜色，忙前忙后的赶紧帮虾人换衣裳，一边嘱托女儿赶紧去烧洗澡水。今晚上回来上交秋粮税。交了秋粮税，老爷是不回乡下了？嘿嘿，这么想我留下来？奴家做梦都想老爷能够天天在家。这么大的一个宅子，老爷不在，哪里像个家？行，最近不走了。真好。这还怎么哭了？奴家是高兴的。行了，以后少不了你们娘俩一口饭吃的，别天天胡思乱想的。这是100两银票，你单独放着，留个私房钱，不管未来如何，你心里总有个踏实。这老爷使不得，我是奴籍，是过了死当卖身契的，怎么能够留私房钱？我的一切都是老爷你的，拿着就当替我保管的。赵梅帮虾人倒了一盏茶水，她闻到了虾人喝酒了，等喝过茶水，再是沐浴会更舒坦。城内的局势很快就会恢复，灵儿也可以去私塾。你呢，没事就去街上逛逛，不要老是待在宅子里。看上喜欢的就买回来，给家里布置布置，家里多点生气才像个家，不用给我节省银子。知道了，老爷。老爷，明日你要去衙门吧，我来服侍你沐浴。我忽然感觉有一种春儿姐和娟儿姐的既视感，只不过眼前的这一对是。第2日一大早，虾人起床时，赵梅已经不在了，只余下王灵儿。毕竟年轻，正是贪睡长身体的时候。老爷，我帮你穿衣。不用，你再睡会，等吃饭的时候再起床，只要不耽误去私塾就行。老爷，你还骑马送我去吗？只要你想就可以。老爷真好。王灵儿私塾学问学得如何不知道，不过赵梅昨晚上手扶把攥教的，她倒是都熟人了。老爷，等下可以吃早饭了。大早上的，下次勤快一些。哪有老爷起床你还赖床的？我刚刚听你又提要求了，去私塾骑马做什么？过去穷的时候也没见你那么多叨叨，现在有了几天好日子，反而娇贵了。娘，我也是始终领悟不通你教的那个，就想大白天清醒一些，亲自坐在马儿背上试一试。妈呀！等到了衙门后，谭磊等人都已经到齐，已经在3号班房门口等待。虾仁兄，见过虾仁兄。回班房，照常忙吧。大概过了半个时辰左右，有差役来传话，所有人去议事厅一聚。很快，议事厅内人影攒动，不大一会，县城陈大雷和县尉邢明2位大人一并走了出来。首先有一件事提前说一下，就在昨晚，青山县城外的秋粮税已经完成份额，城内的诸位还需要努力。枪打出头鸟，拿自己来鞭策其他4方，自己脚早了，还是多想了。许下人来前面。见过陈大人。坐。这
大人厚爱，诸位同僚都在的，虾仁焉能独自入座？还请大人收回成命。哎，虾仁你劳苦功高，城外什么情况，大家都心里有数。若非虾仁你力挽狂澜，阻拦上万灾民入侵，更满额收其秋粮税，就凭这份功劳，就当得下这一座。虾仁大才当差役，委屈你了。请虾仁兄入座，请虾仁兄入座。捧杀这一座看似是实至名归，但也是把我的身份和差役形成了对立，会成为三大主官眼里最先瞩目的人，被三大主官一直盯着，哪有好事？来，坐这里。许虾仁，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禀告陈大人、刑名大人，这位是我新招进衙门的后备差役熊玉坤。玉坤，来介绍一下你的身份。是。我父熊延和，青州府守备军都司。我祖父熊坤，居大圣王朝九边重镇知西川重镇，任总兵一职。说你爹就行了，你把你爷说出来，这是要把人吓死算了。禀告两位大人，此次能够顺利平定天河县山匪和乱民，避免青山镇受到生灵涂炭，如此才能完成秋粮征税。多亏了熊玉坤在一旁辅助，要说功劳，那肯定是熊玉坤的功劳最大。您们看这个位置，妈的，这还说个屁！虽说他爹和他爷不会派兵灭了一个地方县城的主官，毕竟朝廷还有法度的，但是想长点事，往青州府地各划就行了。既然如此，那就熊差役请坐。等散会之后，虾仁回到了3号班房，很快方远山和郝军也都来了。虾仁兄，没有想到他们如此急迫，你才刚回来，他们就安排上了。这项太难看了，若是虾仁兄没有守住天河县那一波，城外秋粮税没有足额交齐，到时候他们也吃不了兜着走。无妨，早就预料的事，换成是我在他们那个位置也会如此做的。对了，虾仁兄，方府花费1000两购买的女子已经全部妥了，最终筛选了320位妙龄女子，年龄多数在17岁到20岁之间。虽说今年的官府送亲出了新规定，但还是早做安排的好。今天方柔要来，这个事是方府操作的，瞒不住他，就让他去长长眼。等人走后，虾仁拿起纸笔写了一份信，稍后喊来了谭磊，让他把信送给熊掌柜，顺便再安排人去乡下接一下方柔。等到了下午的时候，谭磊传话，方柔已经接近城了，却是没有回方府，而是直奔虾仁的宅子去了。这娘们不回自己家，去我那里找事，难不成他是吃醋嫉妒了，想去会一会王灵儿？虾仁兄，马匹已经给你备好了，马匹全部换个地方养着。现在城外的事情结束了，城内继续骑马不妥。等到了宅子处，就看到方柔就在院门口待着的。怎么来这里了？哼，我一个嫁出去的女子来这里不应该吗？你比我预想的来得慢了不少，看来是没有骑马的关系。哎，老爷。见过老爷，见过夫人。你就是王灵儿？我是。抬起头来，善。果然生得娇嫩白皙，模样也俊俏可人。如果我是男人，也会爱不释手的。这个混蛋，怪不得乐不思蜀，没有把持住。原来其母更是迷人。若你们有事，先出去忙吧。夫人来了，我们就不出去了。我来为夫人拎包袱。你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做什么？难道要常驻县城内？放心，我不会坏了你的好事。你在县城内，我若住在方府，别人怎么看？只是借宿2日罢了，2日后我就会走。我平常不会待在这里，你们2个既然落了我们徐家门下，以后就好好伺候老爷，切记不可让老爷纵欲过度。是，夫人。我跟你说，夫人放心，牛家次次都有防备。防备什么？哼，玩归玩，他不能生下徐家的种。这倒是很少见你连这种事都操心。他和青山村那些女人不一样，他的原配是会因你而死。这件事若是换成老村长知晓，你觉得他会留这对母女在你身边吗？这三爷他不会留下威胁自己的存在。他老人家是真心为你好，为你们许家好。他虽然看不上我，但我也是敬佩他的为人。所以有些事必须我来做，不管我作为你的大嫂还是你的夫人，你许家的父母不在了，有些事我来做，理所当然，谁也挑不出错来。我在许家1日，就要负责1日。娘的，他这次过来县城里，就是要来给自己当家做主。还别说，按照他的理论，不管什么时代，好像都站得住脚。你既然点拨了他，想来他也是懂得分寸的人，也别太难为他了。你不用管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赵梅一直毕恭毕敬，若不是方柔点头，都不敢上桌。王灵儿也少了活泼的性子。
被允许坐上桌后，就一直低着头吃饭，不敢抬头。方柔边吃边是点拨着以后需要注意的事项。这个天天在乡下院子里躺椅上爱偷懒的女人，进了城后一副大富的派头，还真是够足的。等吃过晚饭后，方柔就领着赵梅和王灵儿一起去了后院。好家伙，这教育了梁家，还要去指点泰山姑子和大同婆姨妈，这娘们战斗力是真的足，怕是她走后院子里的规矩也立起来了。算了，让她发挥一下吧，省得回去和三爷告状，到时候老爷子们一起进城，那才是真麻烦。等到了晚上需要就寝时，虾仁轻叹一声，心想总能消停了吧。赵梅、灵儿，你们随我一起进屋伺候老爷就寝。在乡下也没有发现你放这玩意。哼，你在乡下是院子里拿起盆就朝头浇的人，我放茶叶有用吗？不要觉得我难为他们，家有奴婢，这是奴婢做的，家里无奴婢，妻妾都要如此做。老爷，奴家觉得现在挺好，夫人教会了我们很多。那你呢？在乡下我可没有见你如此做过，还是觉得我不配？你怎么带我的？你心里没有数？你是什么身份？是拎不清吗？傲吧，倔强吧，我不知道如此伺候人的方法也就罢了，既然知道了，那以后有的切磋。等到第二日早上时，赵梅和王灵儿后半夜就被赶走了，夫人的高姿态还是在的。好大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过来县城内就是为了立威的，以后赵梅和王灵儿肯定为你马首是瞻，往后这院子里再有女人，也会通过赵梅和王灵儿的嘴知道有你这么一号人在，你嘴上不说，是不是很担心我会扔下你不管了？许下人说的是实话，我确实怕被扔下了，因为我的身份和我之前的事是我最大的弱势。你这性子怕被抛弃，嘴上却又不愿意服软，还时常一副针尖对麦芒的高姿态，真是给自己找罪受。不过我说过，我现在的身份是许虾人，有些事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就回不了头，也没必要回头。只要你顺从配合，不要生事端，你就还会是许虾人的妻子。我也需要你的身份打掩护。夫人好厉害，不要在背后嚼舌头，以后记得勤快一些。帮老爷清洗一下身子，然后穿衣吧。是的，夫人。虾仁兄，衙门张贴了内部告示，说的是在秋凉征税以及应对乱民暴动时表现优异的差役，会统一前往青州府接受奖励。什么奖励？几个名额？去几日？这没说。难道昨日陈大雷和邢明在捧杀自己之后，打算讲这个事，让自己去接受奖励？虾仁兄，你好像并不想去。哼，能奖励什么？银子吗？还是升职？在这青山县里，我此刻不缺这两样。离开青山县，到了府城，能升多大的职务？呵呵，有可能是给人当狗去。人呐，要懂得知足。万一我前脚刚走，你们就被清洗了，一切的辛苦可就白费了。若是虾仁兄离开了，我们还真的很难维持局面。稍后，众人就被召到了议事厅。今日我们青山县的秋粮税，按照青州府的要求，已经全部交齐。感谢诸位这些日子的努力。外面的告示，诸位也都看到了，大家都交齐了秋粮税，稳定乱民暴动，大家也都有付出。那到底该选谁去青州府接受奖励呢？两位大人，不知道有几个名额，需要去青州府几日时间？有2个名额，具体待几日，上面没有通知。不过这是好事，待得长一些，也刚好感受一下府城繁华。像这样的好事，连我等都没有机会享受。我看这2个名额，熊玉坤1个，虾仁你1个，你们在城外压力大，责任重，也刚好去府城放松一下。可大人，我们3号班房独占2个名额，不合适，3号班房让熊玉坤去就行了，另外1个名额交给其他班房吧。大人，我看这个方法可行。大人，我觉得行，你们看我老好去行吗？你们凑什么热闹？城外那摊子有多麻烦，有多危险？2个名额给熊玉坤和许虾仁，那是实至名归，不能让付出的人流血又流泪。许虾仁不去，怕是外面的人都会指着我等的脊梁骨骂我们的。对了，负责北区的方远山和郝军，你们2队人在北区做得很不错，我们考虑了一下，是时候调你们出北区。至于安排在城内哪一个片区，今日过后再议。
两位大人，此事来得突然，不如给我等一些商量的时间。没办法，只能拖。我昨日给义兄张方平的信，快的话，今日应该就能有回信了。晚上放衙之前拿出结果来，这是代表我们青山县、代表衙门去府城领取奖励的好事，关系着青山县的体面，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去的。青山县衙门的那2位不会如此着急弄你吧？一门心思调我离开青山县，对外是去青州府接受奖励，能把这份奖励都拿出来给我一个非他们嫡系的外人，那2位算得上是穷尽心思了。现在品味，那2位也是无利不起早的人，估计最大的目的是想接手城外那摊子财路，希望能和熊兄继续做生意。当官的真是老江湖啊，可谓是一石三鸟，瓦解我的势力，取代我的财路，最后再拿我顶雷。我刚回衙，他们就迫不及待想弄死我。谁让虾仁兄在城外表现得太过亮眼？别人面对秋粮征税和乱民暴动都是焦头烂额，你倒是好，发展的有声有色，而且还不少赚银子。也就他们不知道你到底赚了多少，要不然怕是望着你眼睛都会发红。虾仁兄若是不愿意离开青山县，我晚上可以亲自去一趟府城，由我熊家人出面。想来府城那边会卖这个面子，那陈大雷和邢明还真以为虾仁兄就能随意揉捏。不着急。原来虾仁兄请了你义兄帮忙。虾仁无地，青山县安全无虞。我已知晓，对于近期青州府对于青山县下达的命令，我查阅过，有一个召集有功人员的奖励活动，借此提振青州府官场士气，为青州府接下来的恢复稳定做个表率。书信联络详情难以一一描述到位。我猜你此次来县，应该是在青山县衙被排挤，要被人摘桃子了。为兄请示了薛涛大人，特为你申请一份调令，望吴地保重，待局势平定，早日一回青州府。很快在信封里果然看到了一份调令，此封调令竟是命县城陈大雷和县尉邢明即可前往青州府兵部司听候训诫，若敢不从，则令当地差役押往青州府兵部司。连一个解释都没有，就这么弄走了2个当地的主官。好家伙，兵部司还是如此的硬气。怎么？熊兄，请看。虾仁兄，你这一凶直接是釜底抽薪啊！我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虾仁兄，这份礼可是不轻，你这一凶比亲哥哥还要亲。熊兄，关于青州府，你比我熟悉，下次去青州府后，麻烦帮我那义兄准备一些礼物，所有花销算我的。放心，包在我身上。虾仁回到衙门，看到3号班房的一众差役皆是脸色沉重，气氛很是压抑。虾仁兄，刚刚有差役过来传话，说陈大人和邢大人催你尽快交接好公务，提早动身，说是最近天气好，早点去府城，路上也安全，这是巴不得赶你走。交接公务还真被自己猜中了。好啊，估计自己前脚刚走，自己的人和自己的财路都要给断了。虾仁兄，我等是来送行的，你放心去青州府领取奖励，家里我们会帮你看好的。虾仁兄放心去便是，家里一切有我们的。2位是打算怎么帮我看好家？虾仁兄，实不相瞒，城外我们也不愿意去，不过衙门命令，我们身为差役不得不执行。虾仁兄请放心，你和熊掌柜的生意我们会给你留一份的，还有谭磊等人，我们也会当成自己人一般重用。不错，虾仁兄安心去府城即可。虾仁兄什么时候走说一声，我等同僚们送你，到时候列队还送。希望你们能一直笑下去。见过2位大人。虾仁是准备妥了，打算何时启程？你放心，衙门里不会少了你的位置，放心代替我们青山县衙去接受府城奖励吧。我是来送2位大人启程的。你什么意思？许虾仁，你难道是想让我们去府城接受奖励？这可不是你说的算。难不成你还想绑我们过去不成？看看吧，2位若是违抗命令，那绑也不是不行的。2位放心启程吧，在这青山县城内，若非我里外安抚和运作，还真不一定会乱成什么样子了。有或没有2位在，青山县都不会乱。许虾仁，你到底和兵部司是什么关系？顾大人没有和你们说。你觉得我们是无话不谈吗？不过有些事还是能猜出来的，只是你许虾仁应该是暗卫，只是暗卫也不可能如此轻易拿得到这份调令。
暗卫也分3、6、9等。我在当日差役大考的成绩被兵部司主官薛涛大人看中，所以身份比寻常人高上那么一丢丢。好，这次本想把你许下人调出青山县，没想到却被你反将了一军。不过许下人，凭良心讲，我等绝没有杀你的意思。你对青山县做出了大贡献，把你调出来，也不过是为了平衡青山县的实力，仅此而已。你锋芒太露，将别人的辛苦置于何地？调你走，只是权宜之计。既然说完了，那就上路启程吧。趁着天色未黑，许下人，5号班房的人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也是有功之人。你们现在担心了，把我弄走，是否也考虑过跟随我的人该如何自处？不过你们的人我不会弄死，对于有功之人，我只会重用，前提他们要听话。你还有你，进去吧。这只用了不到1刻钟的时间，就看到3人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在其身后的正是陈大雷和邢明2位大人。还不过去谢罪？去吧，诚心请罪。虾仁兄，刚刚班房门口我多有得罪，请恕罪。虾仁兄，班房门口是我梦乱了，请恕罪。虾仁兄，以后但有所命，莫敢不从。我和邢大人今晚要赶去青州府一趟，青山县的事宜，还望诸位尽心尽责。若遇事不决，全由许虾人做主。是。放牙吧。你买的那些女子我都看了，各个品性和样貌都还不错，看得出来负责挑选的人用心了。有心了。哼，你不留下来几个？我看了，都是清白女子身，美貌真有不少。都是穷人家的女孩子，现在给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归宿，我又何必横插一脚坏别人的姻缘？何况成熟的女人才会伺候人，这些小姑娘也不懂。这次差点就被弄去了青州府，躲过了这次，下一次呢，还是要好好安排一下，省得哪天自己不在青山县，家被人掏了。老爷，该沐浴休息了。他安排你来的。夫人休息了，灵儿随夫人在榻前伺候着，就命我来伺候老爷了。嘿嘿，看来晚饭的时候我那句话他记住了。虽然没有方柔在一旁监督，赵梅却也完全按照流程伺候虾仁沐浴。你呀，连偷懒都不会。夫人的话说的有道理，自然是要听的。我也希望老爷身体康泰，万一因为我伤了身体，那奴家真是死100次也不足以赎罪了。你比夫人会来事。这个混蛋选女人的本事还真是够可以的，把赵梅的相公抄家并弄进大牢，过不久就要被砍头，还能让对方妻女心甘情愿、甘愿卖力的伺候他。第2天早上，虾仁到了衙门，就看到班房里摆放着一个个箱子，足有10几个箱子之多。这些是4号班房和5号班房送来的，说是恭贺虾仁兄回城的贺礼，我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都送回去，就说我说的。是。娘的，衙门里送贺礼一箱箱的，这事要是传出去，这是送礼还是给我添加腐败的罪证？要送礼就要逼着人夜身后扔到我宅子后门，那我就是捡。他们还是要敲打敲打。之后虾仁带着方远山几个差役去了一趟北区。方兄，好兄，那些买下的女子信息，你们那边有记录没有？我们去他们家看看。虾仁兄过去看看，是担心什么？这其中的交易全部是自愿，绝没有逼迫的成分。当时给的价钱也比其他片区来购买女子的价格要高上一些。你们办事我放心，过去看看，主要是看看他们的家庭状况。有时候自愿并非就心甘情愿啊，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无奈之举。虾仁兄仁义。很快，在方远山和郝军的带领下，一一查看了花费1000两购买的320名妙龄女子的家庭情况。大多数的家庭都是贫穷，勉强只能吃得饱。320名女子，有15家有些后悔卖女儿了。虽然他们畏惧，我等不敢直说，但不差这15个女子。把这些女子退回去吧，如果银子一时半会他们还不上，就签个文书慢慢还。好。另外余下的每一户叫一个能管事的过来，我有些事要和他们说，就在北区随便找个吃饭地方吧。过了1刻钟左右，众人聚集在了一条小吃街。虾仁特意安排了附近几家面摊，抓紧时间下面多加肉。等通知的305户的人都到齐了之后，一人发了1碗面条。吃吧，请你们的，吃完了我们再谈。
这又加的真足啊，料也香。这一碗放到平常，怕是需要10文钱吧？好家伙，我擀饺我能吃上10碗。这一人1碗就是300多碗了。若是每个人都吃10碗，差爷们能心里舒坦啊？你是傻了吧？呸呸呸，我胡说的。既然吃饱了，那就说正事吧。前段时间城内卖儿卖女的太多，多数都流入了青楼。这些女子都是花一般的年龄入青楼，实在是可惜，所以我就托人买下了这些女子。现在局势稳定了许多，所以也该对这些女子的未来有个说法了。只要不是去青楼就好。我对不起我家丫头，希望她能有个好去处吧。还是穷，若不是家里孩子多，我宁愿饿死自己，也不愿把我那听话懂事的女儿给卖了呀。我准备把这些女子嫁到城外。你们虽然家里穷困，但这些女子还是培养得很好，多数还都识字。嫁到城外后，结下这份姻缘，卖身契会自动作废，取而代之的是2家的联姻，他们也能时常回家。另外，城外村子的聘礼会按照北区的规格走，不会轻贱了你们的孩子。虾仁此话一出，周边的人全场哗然，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我同意，不要聘礼都行。我只想我家丫头能够吃饱饭，对的。众人已是喜极而泣，纷纷跪地磕头感谢。当这些人和城外村子联系密切，并渐渐吸引更多人走出城内后，也就意味着虾仁兄的片区不再局限在城外，也会进一步的打进城内，控制城内人口最多的北区。这样一看，我忽然不想换片区了。就凭虾仁兄竟然对那300多名妙龄女子一点也不动心，北区未来发展不会差的。虾仁兄是有大抱负的人，这些寻常女色岂能入他眼？这件事完毕之后，虾仁没回衙门里，直接回了城内宅子里。哎，你怎么回来了？现在还不到放衙的时辰。嘿嘿，我送你回乡。你送我？你若是想自己走也行。切，那你送我吧。等到了城外，谭磊等人已经在等待，旁边是牵着的马匹。哦，妈呀！走！我现在觉得又刺激又害怕，又兴奋又快乐又幸福。哎，这个混蛋起码都不老实。讲什么的，是刀柄，这才隔了1晚上，对我的身体就这么不熟悉了。你坐稳了。虾仁回来了。三爷，虾仁这么快就回来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是这样的，三爷。虾仁简单把城内那305名女子的事说了出来。你是打算通过这305名女子的联姻，加深城内外的联系？我的想法瞒不住三爷，衙门对城外的掌控一直都不严格，除了城外地方大不好管理，加上贫穷没有游说之外，最主要是因为城外虽然是农耕为主，但很多生活用品需要城内提供，所以城外是离不开城内的。要完全站稳根基，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就必须和城内打成一片。青山县城北区民众最多，也是5大村贩卖吃是最主要的去处，那片区域的城内居民和我们城外村民最为相近。现在城外生活好了，若是此刻和城内北区达成一定的联动，形成紧密的联姻之势，那城外的发展会更上一个台阶。虾仁，你考虑的周全。过去城内女子看不上我们城外乡下的粗糙汉子，而我们城外村民因为吃不饱饭的原因，也不敢娶城内那些干不了农活的女子。不过现在问题不大了，我们城外的生活和城内相比，会一年比一年好，也不需要靠娶的媳妇来干农活，只要这些城内女子能够相夫教子，做个饭，就问题不大。三爷支持就好。嘿，就想是城内女人，好山好水好女人的地方，在青山县多好，去什么府城，在这里差役为王，除了这个地方就是从头再来，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日子了。虾仁兄，出事了。什么事？侍臣大人和邢大人在前往府城时，他们停留在广平县驿站，被商匪给盯上了，安排人向衙门传信过来了。他们是昨晚走的，按理说这个点他们应该早就在府城了，怎么还在广平县驿站？估计夜晚路不好走，2位大人为了安全起见，就在广平县驿站休息了1晚上。我看他们是为了安排人先去府城打探消息。
不对。虾仁兄，有什么不对？先去府城打探消息是真，不过竟然吸引了山匪，难道带的有什么东西？你先回城查一下，昨晚我们这2位大人离开之后，在之后有没有可疑人物出城？是。过了一会，虾仁找到了徐老三，讲了一下2大主官被山匪包围的事。那2位怎么舍得出城了？这样一走，岂不是青山县城内没有主官了？这个是我逼走的。虾仁无奈一笑，大概讲了一下缘由。哼，活该。他们再是活该，但毕竟是我逼走的。若是这个节骨眼被山匪给劫持或是杀了，不但不利于青山县的稳定，多多少少还会牵连我。最关键，这2位毕竟是熟人了，若是再换来一个新的县城和县尉，只会更麻烦。希望这次救了他们，他们能知恩图报。我带人过去看看，让大牛和二牛带500人随你去一趟。500人够吗？按照他们的路线，那广平县驿站刚好临近九门沟山匪的范围，那伙山匪人数不低于1000人。此刻外围局势还如此乱，怕山匪的人数只多不少，还是喊5大村安排一些人，至少要1000人以上，带着全副军械，才能万无一失，可进可退。不用那么多人，两地距离甚远，要赶时间，100人即可，全副军械，弓箭带够，能救就救，救不了也是他们的命了。要注意安全，除了青山县之后，外面并不安全。很快招齐了人手，除了跟随过来的10几个差役之外，就是许姓族人，顺便也把二牛带上了。走，大牛爷，有什么事？你去通知5大村的王虎等人，举1000人，然后再去村子里让你许二叔带500人。这1500人要达到30岁以上，多次进出过深山者，我需要他们穿越大青山县下人一步，赶到广平县驿站处，告诉他们天黑进入大青山深处进行穿插，不比2县交界处一战轻松，全凭自愿。1500人，若是5大村凑不够1000人，那余下的就由我们青山村来补。这下人大哥那边会同意村民穿插深山吗？这就是我在下人走后才安排的。虾人他哪里都好，就是太重视人命了。但是我等要明白，虾人的命比其他人的命加一起都要重要。记得通知下去，依旧虾人为主。至于那2个县衙当官的，生死有命，能救就救，救不了也无需在乎。知道了，爷。不到1刻钟的时间，上千人就在大青山的山脚下和青山村500人的队伍汇聚。王虎、孙大海、赵大山、钱麻子、李二龙，你们竟然亲自来了！靠手，虾人只带了100人深夜赴险，我留在家里也睡不安稳，还是亲自过去一趟吧。好，我们走。大牛回去告诉你爷，我那村长三叔，我会带着人准时赶到驿站。有我在，没人能动得了虾人，我一定安然无恙地把他带回来。虾仁兄已经查清楚了，陈大人和邢大人的府邸确实在昨晚各自出了一辆驴车，上面装运的有箱子。当时守备军的军师又亲自看到，却因为是2位大人府邸的驴车，没有检查就放行了。那些财物就是我们此行的路费，将来2位大人一定很愿意。很快，虾人带着人沿着官道，朝着广平县方向疾驰而去。一切顺利的话，后半夜时就能赶到。此刻，徐广志带着1500人在大青山深处不断的疾驰奔跑，两侧护持的是穿着甲胄的身材魁梧的村民，是防备万一冲过来的野兽。若是能有1000人赶到驿站，我们就算赢了。凭借这1000人，哪怕九门沟山匪人数过2000、3000，也足以护持虾人安然无恙。二少放心，青山村和5大村都没有孬种，跟不上队伍的人也不会拖后腿的。跑，往前跑，绝对不能倒下。我倒下了，就要拖累一个人留下陪我，那我就是累赘。我青山村的人没有孬种，绝不当累赘，哪怕死也要双腿在奔跑中，死也要出了这大青山，不能丢了青山村的人。谭磊、二牛，随我靠近了，去看看。虾仁兄，不如我带2个人过去，你在这里主持大局。无妨，这里是官道，四周空旷，加上天黑，哪怕被发现了，他们也很难围杀我们。何况兄弟们骑马过去，眨眼间就能冲到近前。看来咱们这2位大人还是挺警觉的，应该发现情况不对，就安排人向青山县报信了。所以这些山匪才没有完全聚集到位，也在等待中。哼，
若是昨晚上离开青山县城，就一路直奔青州府，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外面只有几百山匪，挡不住我们。现在不着急，救人也要分怎么救，这么轻而易举救下来，搞不好那2位还以为山匪是我安排的，肯定要等战况最激烈时浑水摸鱼杀进去最好。最关键那些财物要等山匪们给劫持出来再抢走，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好家伙，熊岩和上次到底杀了多少九门沟的山匪？这人数不见少啊！青州府18路山匪还真是成了气候了，竟然攻城的器械都有了，还有藤甲衣，虽然不如甲胄，但也能抵挡一般的刀剑。难道要死在这个地方了？死之前也要杀死几个山匪。我党想的过于周全了，万万没有料到，竟然被山匪给盯着了。唉。就是不知有没有人来救我们。不管是青山县还是广元县，差役数量都不足以和山匪硬碰硬，何况广元县被乱民暴动冲击下，此刻自顾不暇，仅凭我们青山县也独木难支。现在这个年景，山匪已经成事了，唯有朝廷大军或是青州府的守备军，才能和他们硬碰硬。行兄，你功夫好，能走就先走吧。我们青山县顾兄远在青州府，你我若是都被山匪杀于驿站之中，我青山县的名声就败了。我等身为青山县主官，临死之前总要做点什么的。行兄，同僚一场，一晃数年了，再会。我青山县何时有骑兵了？难道是广元县的人？能活了。这是我们青山县的人，是许下人那个班房的差役。他们什么时候有这么多战马了？怪不得2县交界处一战，上万天河县涌入的山匪和乱民都被他给打杀了。他手里竟然有上百匹战马，还有如此配备齐全的军械。2位大人让你们去青州府，你们倒是好，在这里和山匪玩捉猫猫。走！后面的山匪疯狂地从4面8方追杀过来，简直是不要命的那种，哪怕被砍杀一个，另外一个也很快扑过来。送2位大人先走。看来财物是带不出去了，等下就随处扔了吧，不然这些山匪会一直跟着我们。许大哥，你可以带着财物先走，我带人留下来断后。这么多财物，哪怕丢了命也是值了。跟着我，难道日子过得不够好？跟着许大哥，大家的日子都可好了。那就把眼界打开了，这些财物买不了兄弟的命。是许二叔和5大村的人。三爷还是安排人来了。二牛，你和谭磊带着财物先行离开，余下的人随我杀回去。杀！今日一举荡平了九门沟山匪。没用多久，上千山匪跑得快的已经钻进了山里，跑得慢直接被当场射杀。此刻的官道上密密麻麻的尸首，鲜血流淌的四处滋漫，怕是漂泊大雨也难以冲刷干净。下人，二叔。你没事就好，我也能向村子和你三爷有交代了。这次多谢5大村援助。无妨，下人你没事就好。何况这九门沟山匪早点击溃，对我们青山县城外的村子也是一个安全保证。二叔，5位村长迅速检查一下伤员。不追了，这里离九门沟山匪的老巢不远了。穷寇莫追，看九门沟山匪进攻驿站的配置，就知道准备十分充沛，老巢定然易守难攻。况且我们此次剿灭了数百山匪，对于老巢进攻与否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九门沟山匪已是名存实亡。好。徐广志没再多问，很快开始检查伤亡情况，大概1刻钟的时间就排查清楚了。伤230人，其中重伤者有45人。哇，多少？32人。上次2县交界处一战，阵亡473人，此次又阵亡32人。家人，打仗没有不死人的。前些年前线征兵，我们青山县去了3000多人，可回来的不足30人。你是其中一个，这些你应该清楚。何况2县交界处那一战是保家，此次一战是剿灭山匪，也是铲除后顾之忧，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他们死的其所，死的不冤，
虾仁兄，这种伤亡我等都能接受，日子过得苦实。进山打猎，每年都要死伤上百人，碰到天灾人祸，吃不饱饭时，饿死的老人，每一个村都有少则十几人，多则近百人。现在在你的带领下，生活好了，饿死的现象不会再出现，未来日子只会更好，更有奔头。虽然阵亡的乡亲们看不到了，但是他们的家人在李甲志的安排下，只会生活更好，更受尊敬。取财物，阵亡者20两，重伤者10两，轻伤5两。余下按照斩杀的山匪一个首级1两银子。若是乡亲们不收，你们村长带回去，以后找机会补偿给他们。那就这么办。好，听虾仁的。伤者进城治伤，余下的人二叔先带回村。虾仁，二叔有什么要叮嘱的？虾仁，你是否想增加青山县城外上百个村子的人口？有这个打算。一场战斗过后，死伤难以避免，再来几次。我可不想村子里劳作的人都是断胳膊少腿的。若是以后再遇到乱民暴动，还有可战之人了吗？其实有一个快速的方法。二叔说说看。本来这个事不应该我说，会有些给你添麻烦。你三爷老村长是最不想给你添麻烦的。二叔你尽管说，做决定的是我，毕竟这是好事。前些年我们青山县外生活也不好，不少人流入了其他县城讨生活，这部分人倒是不多。我想说的是，还有很大一部分村民为了逃避夏银秋粮，直接进了深山，不但失了户籍，还背着罪责在身，根本不敢再出山，就怕害了家人，也怕连累了村子。二叔，我知道了。虾仁，我先带人回去了，这个事你听听即可。毕竟那些人当初跑了，连累了不少村子。这个事放到之前几乎没办法办，但赶上青州府乱民暴动，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若把陈大雷和邢明这2个青山县仅存的2大主官拉上，或许还是能搞的。虾仁兄，没事吧？你们先下去吧。是。此战青山县城外，青山村和武大村共计1500人，深夜跨越大青山前来营救2位大人，击杀九门沟山匪630人，重创九门沟山匪。此战后，青山村和武大村1500村民伤230人，有重伤者45人，亡者32人。这次的伤亡皆是为了救援2位大人。青山村和武大村击杀山匪有功，按照朝廷规矩，每个山匪首级赏银1两。九门沟山匪袭击驿站，围杀朝廷命官，青山村和武大村职员有功，赏银500两，并给予明年夏银税减免。另外，虾仁你带人星夜驰援，击败九门沟山匪，营救我等，我一定向青州府如实禀告，给予你嘉奖。就这些？虾仁，此战所获财物，衙门一概不收，皆由你来分配。此次救命之恩，我等记下了。山匪虽然败退，但井然有序，该拿的东西都统统带走了，还想拿这些银子说事，我可不认。至于刚刚的奖励，那是律法规定的奖励，和你们2位可没有关系。2位大人，青山村和武大村同气连枝，人数近万，在城外上百个村子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伤者此刻就在城内医馆疗伤。若是衙门不公，我可弹压不住他们的愤怒之情。毕竟是救命之恩，我愿私下拿出5000两，麻烦虾仁抚恤那些伤亡之人。我也出5000两。我代伤亡者及其家属们感谢2位大人的慷慨。2位大人，还有一件事。虾仁，你且说说看，如果事情大了，我们也做不了主。2位大人，城外民众先是剿灭了3洞口山匪，重创近乎是灭了九门沟山匪的大多数有生力量，既让青山县免于生灵涂炭，也解了驿站覆灭之危，不仅大大的维护了朝廷的体面，还满额交了秋粮税。这份功劳能落到我一个小小差役身上，多少？虾仁，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一定尽力。其实这件事对2位大人也是好事，顾大人不在，对2位反而更好。说说看。不敢劳烦大人，我自己来。2位大人对于眼下的局势肯定比我清楚。青州府18县，唯独我们青山县太平无恙，秋粮征税更是满额完成。这份功绩足以让2位大人名扬青州府了，但这也只能算是完成了本职工作。不知道2位大人是否想再进一步？
虾仁你就直说，需要做什么，能有什么好处？咱们打交道也不是一日两日，没必要试探了。直说吧，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若是对我等有好处，又对百姓有好处，倒也不是不能做。我个人认为，青州府除了我们青山县之外，其余17县已被乱民暴动破坏的差不多了，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商路中断等等。朝廷拨大批银子下来重新建设不大可能，但是肯定会有旨意下达。我想最省银子的方法就是尽快恢复人口，让大家自救。最快恢复人口的方法就只能从逃窜的民众中入手，比如大青山内部为了躲避下税秋粮的民众，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前做这件事。夏银秋粮是国策，是国之根基。赦免逃避税收的人，这可不是小事。两位大人不要忘记了，现在正是下一轮耕种的日子，人口越多，明年的收获越大，此消彼长。我们青山县往年在青州府，不管是税收还是民众的富裕程度，都是垫底。今年侥幸躲过乱民暴动，现在不趁机追上，等其他17县恢复了元气，我们又要垫底了。两位大人要和其他17县的县城和县尉竞争更大的升迁机会，到那时还争得过吗？这赦免躲避税收的人，这事可不小。也不是非要赦免，可以照他们走出大山，仍然依戴罪只身劳作。只要朝廷旨意下达，到那个时候再进行赦免，也不是不行。对，这倒是可以。让人干活，还让人戴罪之身，左右你们不用担责，但让这些人走出深山，明显要自己去做。虾仁，我知道你担心，一旦出了事，我们会拿你顶罪。不如这样，我等3人草拟一份文书，出了事，我们3人共担责。可让人出山，衙门给不了明文旨意，安家费总要给一些的吧？问你们，抄家升级了啦，专门搞我们了。最后2人咬牙，又各自拿出2000两银子，再多是1文钱也不出。4000两，让他们出山，一人分不到多少银子啊？4000两，难道虾仁你就不出了？你虽然是差役，但你是兵部司挂职的暗卫，大家都是明白人。青山县的功劳，我们主官能拿多少？你暗卫会少了。何况虾仁你在城外，那一车车的砖瓦和玉米棒可是没少运进城。据说城外现在的砖窑就不少于30座了。虽然我看不出熊家货行为何采购这些，但虾仁你背后只会赚得更多。行吧，那就这个数目吧。不少了，这些年进山的人，明面上不超过3000人，当然这个数目肯定有出入，但也不会超过5000人。好，具体到时候再谈。两位大人还是要去一趟青州府兵部司，不过就不要再带财物了，不安全。陈大雷和邢明听到还要去青州府，脸瞬间拉了下来。两位大人是误会我了，兵部司的调令总不能我一句话就让他们放弃调你们进府城吧？我可没有那个本事，这流程还是要走的，但我可以保证绝对没有任何风险。这青山县还是需要2位主官担当大任。吃够饭就走，辛苦2位大人了。妈呀！虾仁回到宅子里，赵梅看到虾仁满身是血后满脸泪水，急忙上前问东问西。王灵儿则是吓得腿一软，吓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别人的血烧水我洗一下。老爷，我给您更衣。等水烧好了，洗澡时再脱吧，现在换了也是脏。脏了我再洗，我不看看心里不踏实，万一有伤口的话，也不能直接沐浴啊。脱吧。嘿嘿，你倒是心细，怎么是怕以后会堵守空房了？哪有？老爷，不如吃了晚饭后吧。夫人走之前说。你听他的还是听我的？奴家听老爷的。晚饭后没多久，大牛来了一趟，给了贩卖红糖的银子。回去告诉三爷，我没受伤，我明日回去会把受伤的乡亲以及那些北区女子一并带过去。徐大哥，那我就先走了。大牛让你负责红塘县，挂着差役身份，却不在衙门当差，你是否不喜？不会，徐大哥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是给许大哥当差，不是给衙门当差。好，红塘县虽然不属于衙门管，但你的付出我记在心里，下次有机会就给你转为正式差役，很快。谢谢许大哥。这个拿着，路上注意安全。还有事？没事，徐大哥，我先走了。能吃得起红糖的，毕竟只是一小撮人，已经持续供应1个月了，接下来要放慢一些速度了。一夜过后，虾仁早上精神抖擞的起身。这个时候，赵梅走进了卧室，蹙眉看了一眼榻上的女儿，有些恨铁不成钢。那么懒，让她多睡会，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像她这么大，好多女子都已经成婚了。嘿嘿，谁让她有一个贤惠能干的母亲？
二叔，这是怎么了？昨晚你欲言又止，就是这事。二叔怎么跪在这里？下人，我没事，是因为昨日你给我出的主意。是二叔对不住你，乱出主意了。虾仁，你回来了。三爷，让二叔起来吧。昨日是我逼他给我出的意见。哼，有些话他就不应该说，说了就要认罚。叔，我知道错了。若不是念在你昨日有功，就不单单是跪着那么简单了。行了，起来吧。徐广志想起身，但跪得太久，膝盖已经酸麻。虾仁上前把徐广志搀扶起来，吩咐大牛赶紧带二叔去休息，并准备吃食。窝囊废，跪一夜就站不起来，要你有什么用？虾仁，昨晚大牛回来已经告诉我，你今日要送北区那些女子下乡联姻。我按照你之前的想法，已经安排好了。这次南方多数是村长、里长和甲守们，他们会按照北区的聘礼，已经准备妥了，很快就到。能娶一个城妹女子也是好事，也让村子里的女娃们有点紧迫感，能早点成亲。三爷安排的很妥当，让大家自己选择吧。其实城内和乡下女子都是一样，安排北区的女子过来，主要也是让城内和城外多点联系。不过今日倒是还有一个事要和三爷说的。你不会真的打算按照广志说的做吧？那可是因为躲避夏营秋凉、躲避景山的罪名啊。三爷放心，哪怕我们现在不做，等青州府的暴乱完全平定之后，朝廷也会下旨意让他们出山的。毕竟现在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我和衙门2个主官商定了，暂且让他们出山，以戴罪立功之身，先行开垦播种，等朝廷旨意下达之后，再给他们一个身份。虽说是权宜之计，倒也能说得过去。咱们青山县偏僻，衙门那边如果没问题，想来也不会出大事。若是让那些进山的人出来，确实能增加不少人口，少说能增加过万人口啊。三爷，有这么多人？衙门里告诉你多少人？衙门现在正事上主事的是县城陈大雷，他告诉我少则3000，至多5000人。呸！他知道个屁！若是让他们这些当官的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口，我们还能活？这事别说衙门了，就连寻常村民都不知道，包括你那多嘴的二叔徐广志。虾仁接过泛黄的纸张，上面写满了一个个的人名字，记载的只是青山村在山里的人数。有时候天灾人祸时，确实有人被迫逃往深山里，但多数时候离开的人是为了更多的人能活着。比如天灾人祸或是夏营秋凉加重时，那个时候主动离开的人是为了让留在村子里的人能吃饱饭。他们走的时候任何吃食都不带，会选择留给了村子里的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们的付出，他们主动背负着罪名的身份，他们留下的那批口粮才让村子里没有个漂便也。三爷，他们还好吗？开始是苦的，不过后来还算凑合，勉强能活。有时候我们粮食多了，也会给他们送进去一些，不过多数时候只能偷偷摸摸的，毕竟他们的身份见不得光，还以为我这辈子看不到他们名正言顺出来了。你说的对，或许借助这次青州府乱民暴动，真的能让他们出来一批人，应该问题不大。否则陈大雷和邢明也不敢陪我搞这件事。纵然朝廷没有明确的旨意，只要衙门达成了一致，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出来一批人，也没人理会。三爷，你去张罗吧，这种事我就不参与了。虾仁，你的身份也是时候纳妾了。这次你张罗了300多个女娃娃，不如也趁机选上一选。咱们许家在你们这一代人定兴旺，你要带个头的。三爷，下次吧。你们年轻人喜欢闯荡，能理解。许家大哥，送下乡这么多城内女子，难道你是觉得城内女子比我们乡下女子金贵吗？我若这么想，就过去凑热闹了。他们顶替的是你们的送亲名额，他们若是不嫁，你们还是会面临官府送亲的。许家大哥，晚上还要回城吗？新屋已经收拾好了，你可没有去过一次的。应该不回去了，一下子这么多人成亲，我想走估计也走不掉。那我等你，今晚也让你做新郎官。
若是山里的村民出来后，砖瓦房还要继续建，外加上陈大雷提及的周边县城局势稳定后百废待兴，破坏严重，也需要大量的砖瓦。看来只是烧制砖瓦和建房这一块就能满足城外村子大部分人的劳作，果然和吃住有关，在任何时代都能带动大量的财富和就业。我不想在这里干了。干得好好的，怎么不愿意干了？不想干了，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许下人，你在城内养女人，我也没有多说什么。我现在不想干了，我有银子自己能养活自己，为什么不行？你也看到了，城外北区女子来到乡下准备联姻，你也是城内人，你要起个好头，你继续干下去，才能让他们明白，哪怕来到乡下也要劳作的。你该不会认为我让他们嫁到乡下只是享福的吧？你把我当什么了？你跟着我难道没有好处？跟着他何尝不是为了一个体面？若是被休或是合理，我还能嫁给什么好男人？我记得你们封家还卖布料的吧？让你父亲送来1000匹布料，刚好乡下现在用得着。这边先干着，过段时间你若不想干就不干了。知道了，你也告诉那几个寡妇，干活就干活，别没事聊男人。哼！感情是他们谈自己了，气得方柔不想干了。看来这次送北区女子下乡，着实刺激了乡下的留守女人们，都开始肆无忌惮地谈男人了。等到了傍晚时，青山村祠堂广场那边也有了结果。下人都想好了，双方都很满意，都领回各自村子里，准备筹办婚事了。满意就好。有几家提议，干脆晚上就成亲了，这样可以直接领回家。反正女方家里也来人了，当场聘礼也给够了。对方也看到了咱们乡下建的砖瓦房，知道乡下日子不差，所以双方都同意，今日就把婚事给办了。我在县城内订了1000匹布料，应该快到了，过会派人送过去。这些女子毕竟是我送来的，礼还是要给够的。告诉大家，莫要委屈了这些女子，以后城内和城外还是一家亲的。放心，来的人都是村长、里长和家手们，这些人不傻，知道你此举也是为了让城外和城内取得联系，发展更好。我也知会了各个村长们，聘礼中都含有2亩上等田、3亩中等田，让城内那些人拿得心安理得。若是愿意在乡下安家落户的，还会提供砖瓦建房。三爷安排妥当。过了没多久，青山村成婚的几家都来人邀请虾仁和许老三一起去支持婚事了。江儿，我看许家大哥快喝醉了，等下闹洞房，趁着人多的时候，我想办法把方娘子给支走。你和菊儿一起过去把许家大哥给搀走哈。菊儿也去，你当他傻？他早知道我们和许家大哥的事啊！现在许家大哥送来这么多城内女子下乡，他心乱了呗。反正洞房夜不差他一个。再说菊儿皮肤白嫩嫩的，比城内那些女子还要好，又刚奶过孩子，那浑身透着奶香奶香的。我要让许家大哥知道，咱们乡下女人不比城内差。闹洞房了！好家伙，一时间嗷嗷叫的声浪响彻四周。虾仁本来不想去的，后劲上来，有些头晕，却被裹挟着挤向了一处新房方向。还好菊儿你在，要不然我可搀不动许家大哥。君儿你可真谦虚，你这小身板，许家大哥压着睡一夜，你都能扛得住，现在说搀不动，骗谁？春儿怎么什么都和你说？你还真是女流氓！马上春儿就回来了。自从那些城内北区的女子过来后，春儿看向许家大哥时，那手指都能抠破手心了。等他来了，谁争得过他？你别乱来，许家大哥刚刚喝多了，要缓缓，喂点水。喝多了是对身体不好，不过倒茶太麻烦了吧，我直接喂。哦妈呀！许家大哥刚刚没有惊着你吧？菊儿姐，你还真是令人刮目相看。我还以为许家大哥喝醉了，就是想换一个方式表示对你的尊重。你们愣着干嘛？怎么不烧水伺候许家大哥沐浴？你这贱逆子，不知道一些轻重，给你机会搀扶许家大哥过来，可没有让你乱来。你就是想，也要看许家大哥是否愿意。行了，别演戏了。刚刚酒醒，我来给你按按。春儿姐嘻嘻一笑，凑过来，然后摆了摆手，让菊儿姐赶紧去烧水。就连君儿姐也一并去了灶房。等烧好水，春儿姐这才扶着虾仁去里屋沐浴。好家伙，这里面装扮的还真像是婚房，不就是新房。若是再醉一些，我还真以为走错地方，进了新娘子的屋。许家大哥可还满意奴家的安排？辛苦你了。
许家大哥，奴家伺候你宽衣沐浴。你们用心了，当初就想到了今日，春儿特意叮嘱我把澡盆做大做深的。等到了第二日早上，娟儿姐温柔地帮虾仁穿衣，告诉春儿姐不用瞎安排，我只是最近忙，并不是故意不来见你们。我晓得了，那我走了，照顾好自己。都走远了，还不赶紧把门给掩着？可惜了，不知道许家大哥是否知道最后那个是我？肯定知道，你那生猛的，老是拿口粮袋子往人脸上蹭，也不知道谁教你的。你说的，让许家大哥记得咱们的好，我就这点突出。此刻虾仁来到土窑，感觉总有人盯着他，就发现土窑灶房处方柔的目光频频扫过来，这才想到灶房处一下子少了3个女的。好家伙，怪不得方柔的目光透着莫名的冷意。虾仁，昨晚上休息的怎么样？这些小兔崽子，让他们别灌你酒，就是不听。挺好的，那就好。另外，关于营山里的村民出山，昨晚上我已经安排人带过去话了。今日所有村子的村长、里长和甲首都会过来，到时候大家一议。好。兄长，你吃这份。谁让你煮的？难道他都知道了？虽说之前赵婉儿有央求我照顾她的这些姐妹，可真照顾了，还真有点见面有些别扭。我自己煮的。昨晚上看兄长喝了不少酒，我担心兄长伤了身子，就自作主张煮了这个。难道兄长不喜欢喝这个？辛苦了。虾仁想喊住他，最后眼神犹豫了一下，唯恐深情难却，毕竟他和其他女人不一样，最后也没喊出声。许家大哥，我就是送这个，我放这里，我不过去。还好春儿姐和娟儿姐没有再来，不然这土窑处可就有话题聊了。等到了半上午时，有人来通知，各村的人都到了。稍后虾仁就和三爷一起去了村祠堂，打退了乱民和山匪，完成了秋粮征税，搞了户贴制和里甲制，大家生活眼瞅着也要好了。昨日又和城内北区联姻，想来不出1年半载，咱们城外日子会越来越好。这是虾仁带来的，我王虎谁都不服，就服虾仁。生活虽然好了许多，但问题还有很多。我们应该要承认，我们的底子还很薄，所以这次招大家来是来谈正事的。三爷刚刚说的不错，生活是好了不少，但底子也确实很薄。我们青山县在青州府18县内一直是垫底的，但这次是个机会，其他17县乱了，我们青山县没有乱。现在衙门也打算趁着这个机会，让我们青山县快速的发展壮大。所以，我和衙门的主官商量后，打算让大青山里的村民，不管是什么原因进入山里躲避的，都可以出山，尽快投入进村子里的劳作和生活中。此话一出，四周顿时静了下来，这可是大事。为了本集剧情，我特意换了新电脑，加快制作。旧的联想拯救者，我放转转上回收了1900多，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游戏机、相机啥的，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价格满意现场打钱，特别靠谱。总之听我的，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虾仁躲避下银秋粮进入深山的村民，那可是大罪，也能出来。衙门真的愿意赦免他们？是啊，没有看到告上，难道真的可以出山了？若是能出山，倒是好事。现在咱们新开垦的土地多数没有耕作，足够养活更多人。从今日起，城外还是我来负责，有时候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我们开垦新的土地，疏通和开挖河道，也都是为了明年有个好收成，以后年年都不至于为了填饱肚子担忧。所以请山里的村民出山，就是为了加快这个进程。每个村各自商量一下，不强求。真是我们青山村打算请山里的村民出山，我们王家村也同意。这个事其实不用多想，山里啥日子大家都晓得，出来是过好日子的。至于风险，哪里没有风险？穷的时候死都不怕，现在生活有盼头了，难道就怕了？哼！怕死的人趁早离开青山县。王虎，你这啥意思？就你王家村英雄，我们就是孬种。我孙家村从来不知道怕字怎么写的。来这里的人都是村长、里长和甲首，都是村子里真正的中流砥柱，自然很快明白这个道理，纷纷表态同意营山里的村民出山。等事情忙完之后，已经来到了晌午，所有村子的人都离开了。虾仁，咱们青山村你想安排谁进山？三爷安排就行。
那就广治吧。我看行，二叔做事我放心。吃过晌午饭后，虾仁就回了县城里。虾仁兄，你在青山县此刻称得上是一家独大，不但灭了3洞口山匪，近期又重创了9门沟山匪，就连我货行里的下人都听说了。你还把青山县仅存的2大主官都给调到了青州府。其实我和2位大人关系还是很好的。怎么，听你的意思，那2位服软了？各取所需罢了。你已经开始动员山里的村民出山了，大概多少人？上万人。上万人，好家伙，城外一下子增加了1/2的人口。最关键，山里那些村民能在山里讨生活，傻子都知道其彪悍程度有多凶了。所以这次打算找熊兄采购一些日常所需，特别是农耕工具。人出山总要有个谋生的活计。这个问题不大，熊兄路子广。哎，当商户就是结交的人多，那辛苦熊兄了。另外，上面经过协调，耽搁了不少时日。现在2万大军已经在青州府集结到位，府外的商户也已经全部悉数进入青州府各个县城的路上。就这几日了，青州府的局面就能为之一变。虾仁兄，这次你可是帮了我熊家大忙，你的那部分利润，你放心，我会尽力周全，争取最大。和熊家这样的庞然大物做交易，注定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想来也不会少了，因为城外发展越好，就越是自己的底气。稍后虾仁就直接离开了，先回了一趟衙门，和方远山以及郝军聊了聊北区的事。虾仁兄打算改变北区格局了？谈不上大的改变，慢慢来吧，先把北区的治安和营商环境改善一下。只是规费不上交衙门，会不会不合规矩？制定规矩的人都不在，我的规矩就是规矩。晚饭后，虾仁正赏着月，左右一大一小2个美人，忽然后院扑腾一声响，没过多久，又是一声响。什么动静？老爷，是2个包裹。哦，妈呀！老爷，这里有3000两。打开另外一个看看。王灵儿主动打开另外一个包裹，也是一个木盒，点清后里面是2000两。嘿嘿，既然扔进院子里，那就是我们的，收下吧。学聪明了，楚中天、侯龙和赵耀应该是3000两，谭明辉和宋志忠是2000两，每人1000两，没有抄家徐朗收获的多，但总归不能让人倾家荡产吧。接下来2日，一切风平浪静，青山县称得上是其乐融融。突然，一则消息传遍整个青州府，朝廷的赈济粮即将运过来了，并得到青州府和各县的确认。虾仁兄可以囤些粮了。这次府外商户运进来的粮，只需5成就足够满足青州府所需，私自囤一些，问题不大。另外，农耕工具和粮种已经运到了城内仓库里，你尽快安排人去取。这个节骨眼上自己囤粮又是拆身，明显不妥。但是有村民出手，就问题不大了。稍后虾仁安排人通知乡下，令其分散购粮，并安排人进城运走农耕工具和粮种。等农耕工具和粮种运走之后，虾仁召集差役们，开始宣布封闭城门，严防山匪和乱民的最后疯狂。连城外也进行了部署。这个局总算收口袋了，只需要等上几日，就又是一番太平盛世了。几日之后，青州府动荡的1个多月算是结束了。虾仁也要回村一趟，农耕工具、粮种都运了回去，出山的人也应该到位了，加上又低价购买的粮食，是时候看一看乡下的情况了。三爷，乡下变化还挺大的，我离开也就7、8日的时间，真是难以相信。从你离开之后，各个村就连夜派人去山内。第2日，大批的民众就从山内出来了，比我们想象的要顺利得多。人多了，粮食按照你的交代也采购了不少，加上你购置的农耕工具以及粮种也都齐备了。在乡下吃得饱饭，满身的力气，就是干活了。出山的乡亲们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吗？都陆续住上了。烧制砖瓦的土窑纷纷建了后，砖瓦供应也跟得上，加上乡亲们帮忙，还有那5000多天河县的乱民和山匪们，砖瓦房建得挺快。好，走，虾仁，见见山里出来的那些叔伯去。是要拜访一下。三伯，这就是虾仁吧？不错，比我想象中的要英武不凡，更加沉稳。虾仁，按照辈分，你应该叫叔的。咱们青山村在山里的人一直是大彪负责，他和广志也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大彪叔，我这个当叔的托了你的福，才能带着乡亲们离开山里。村子里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我的付出和你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三哥，这些年辛苦你了，回来就好，别想那么多了。从你回来这么多日了，还是说不上2句，就眼睛发酸。看来我们年纪是真的大了。
这位老人应该就是三爷的亲弟弟，年纪大的人都称他为徐老四，也是他主动带着人离开村子进入大山。他也是许大彪的父亲。这个时候，徐老四这位老人忽然扶着椅子两侧把手，强撑着欲站起来。老四，你这是做甚？三哥，我不碍事。你呀，还是和过去一样倔。三哥，你就让我再任性一次。我和虾仁这娃第一次见面，他帮了我们青山村，帮了我们城外这上100个村子太多了。我们能从大山里走出来，也多亏了虾仁。我要站着好好的看看他。虾仁，好孩子，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你是我们青山村唯一当差谋了仕途的人，乡下人在家门口当差不易，孩子吃苦了。四爷，青山村是我的家，一切都是我该做的。好，不骄不躁，是个好孩子。大彪以后要尽力辅佐好虾仁，我们在山里讨生活，只有一身力气，不管是眼界还是对以后的掌控，都远不如虾仁。别，你难道还不信我吗？虾仁是三伯选的人，这些天我更是时常听到虾仁的事迹，我对虾仁是心服口服，没二话，他只拿我打呢，绝不皱半点眉头。四爷，您老不用多想，我时常在城内，以后乡下还要多依靠大彪叔，以后大家一起努力。之后，徐老三带着虾仁，许大彪也陪同一旁，开始见了见其他的村民。虾仁清楚三爷带自己来，也是为了得到山里村民的认可。此次见面，算是整个青山村再一次确认了虾仁的地位。虾仁，带你去个地方。这么多狗，不是狗，它们两耳竖肩而立，尾巴下垂，背部毛发浓密，胸部宽阔，口大且牙齿更锋利，眼神向上斜，眼神冷厉。这是狼吧？也不能称之为狼，大青山的狼比他们要稍微大一些。我们当初离开村子的时候，带走过几条狗，一年年的和大青山里的狼繁育之后，就成了它们更加忠诚，更加听话。虽然单独不如狼凶猛，但是和我们配合度更高。若是有人在旁边辅助，哪怕狼群也要避让。回到村里，他们的吃食方面能适应吗？暂时还问题不大，只是食量上有些大，差不多他们每一个抵得上2个成年男子的食量。另外最好是3、4日加上一些荤腥，要不还是把他们放进山里，这样吃食方面能节省不少。大彪叔，我可以少吃一些，能不能别把他们放回山里？是啊，大彪叔，他们从出生到现在，除了战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万一遇到了狼群，没有我们在旁边，可怎么办？让5大村那边去养牲畜的，加大一些量，到时候宰杀之后的下脚料直接给他们吃，他们还是要多吃肉的好。大彪叔，这些狗不能经常圈养吧？失了野性会不会不太好？不错，一段10日就要进山一趟。那以后村子里的猎户就多增加一些，多分给大彪叔他们一些名额，他们最熟悉山里的情况，进山也更安全，也顺便能多训练这些狗。虾仁，谢谢了。我们回到村子里后，不仅自己吃，还有这些狗也要跟着吃，消耗不少吃食。但这些狗是我们最亲近的伙伴，哪怕我们饿着，也不舍得饿着了它们。都是一家人，不要在意他们的吃食，如果可以，尽量多繁育一些。咱们青山县外地广人稀啊，正缺帮手的。若是2县交界处那一战时多了这些帮手，那就能少死不少村民。2县交界处那一战，可惜我们事后才知道没能赶上，否则定让那些山匪和乱民有来无回。都过去了，我看到了你们的强大，更看到了你们在山里讨生活的不易和艰辛。接下来几日，虾仁大把的花银子在城内购买物资运到乡下，主要都是盐、铁等乡下无法自产的物资，以及大批的布料和生活物资。另外还有鸡苗、鸭苗、小猪仔和驴崽子等等，就连耕牛，虾仁也通过熊掌柜的渠道从外地运来了上百头牛。虾仁，这次多亏了你。大彪叔，慢慢来，以后都会好的。三爷，东西都送过去了。安排人送过去了，不过乡亲们都给了赊欠文书，约定了丰收之后
这些东西要进行偿还。乡亲们收下就行。这次送下乡的物资太多了，连我都吓了一跳。过去每个村能有几户养一些鸡鸭猪仔就不得了，一是购买这些需要花银子，二是人都不够吃，哪有东西来喂养他们？现在手里粮食充沛了，大家胆子也大了。据说申请领养鸡鸭猪仔的人很多，有不少农户还打算养几头驴崽子，现在几乎每家每户都能分上一些。快的哈，等过年的时候可就不缺肉吃了。这几日在乡下，把该安排的都安排了。虾仁在傍晚就带人赶回了青山县城。你让我帮你购置的东西都到齐了吧？已经分下去了。走，去2楼谈正事。虾仁兄，我先给你交个底。这次青州府做局，吃食方面掠夺青州府18县商户的银两，达到50万两之巨，近乎是每一个县有近3万两，比预想的要多上不少。不少了。暂不讲政绩，单从银子上面讲，此次青州府城要分出2成，2万兵马入青州府，加上粮草等消耗，以及调兵取自周边府城，那便是要拿走2成。另外朝廷上面也要打点，毕竟坑了不少府城外的商户，那些商户可都不是小商小贩，背后也有路数。现在局势稳定了，他们背后的人也看到了来龙去脉，这一块也要2成过去了，余下剩下4成，也就是20万两银子。这20万两的分配上，我熊家里的人对于你的分配是有争议的。有人提议认为你是出力谋划了，但真正的事情是熊家人来操作的，给你5000两最多了。在他们看来，你能和熊家合作，上了熊家的大船，以你的身份已经是获利不菲了。不过我三叔熊延和在家族会上发话，并肯定了你的功劳，把给你的分利提高到了2万两，这是最多了。熊还有什么话一并说了吧？在我看来，你是你，熊家是熊家，直说无妨。好，我就直接说了，熊家有人提议，红塘县移交到熊家手里，一次性给你10万两。这个前提，你要入赘我熊家，我熊家会以一个熊家女子嫁与你为妻，并保你仕途畅通。10万两，熊家还是挺大手笔的。看来若不是看在兵部司的面子上，不管是第一个提议的2万两，还是第二个提议的10万两，都和我无关了。若是我不愿意接受第二个提议，只拿走2万两，接下来的红塘县上，熊家是打算要动手脚？暂时还没有这个意思，交易一切如常。其实治唐不难，若是我想，这个天下很快人人都能治唐，到时候红塘价会见如草。这。不过熊兄放心，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我不会干，麻烦熊兄传达一下，我取2万两。虾仁兄，其实第二个提议也挺好，我熊家毕竟是大家族，你入了我熊家，不算辱没了你，到时候红塘县还是可以争取一部分分红，这样旱涝保收，仕途上也不会再有牵绊。嘿，我不喜欢被人左右。那行吧，我会尽力游说三叔，让他帮你说话。这红塘县，从我本心而言，还是希望在你手里。熊家某些人真是鼠目寸光，虾仁兄凭借一个差役操作这一切，就凭红塘县这一点，在青州府这么多年，谁又能做到？熊家的2个提议，主要是看在兵部司的面子上，这是我在明面上最大的牌。至于城外上百个村子，3万多民众，那能不动就不动的最后底蕴，总不能搞一场暴乱，来一场大战，对谁都不好。看来要去一趟青州府了。虾仁回到家后，看着赵梅和王灵儿一前一后高兴地迎过来，这一晚他心里是有气的，一身的火气最终还是发泄了出来。第2日早上看到浑身发软的赵梅以及王灵儿，哪怕勤快如赵梅也起来晚了。好好休息，不用做早饭，我直接去衙门了。爷心里藏着心事，我能做的不多，只能让他把这股火发泄出来。随我去一趟青州府。是。虾仁安排好了衙门的事，就带着10几个差役骑马出了城，径直朝着青州府的方向而去。等到了入了夜，天色已经黑了，才是赶到了青州府府城。这才是真正的古城繁华夜。等众人入了城之后，找了一个客栈住下。虾仁兄，要出去逛逛吗？你们去吧，记得不要惹事。小的，来了时候有带起身，我这就安排人换下。等第2日早上醒来时，外面响起敲门声，
进。虾仁兄，昨日看你没有带包裹，应该没有换洗的衣裳。我昨晚在这府城里为你备了2身，你试一试。有劳了。那我先下去了。叨扰了，我叫许虾仁，我方平兄长是否在家？你就是虾仁兄弟，快进屋。这戒心呐，警觉性呐，就这么放我们进来了。我这兄长还真是心大，丫鬟不见有，又玩玩泥巴。嫂夫人更是亲自开门，连个把守大门的仆人都没有。有些怠慢虾仁兄弟了，我也是刚来青州府，才安顿下来没几日，家里有些凌乱了。你那一兄又是一个一心扑在公务上的人，更是难以顾家。兄长做的是大事，现在青州府动荡刚刚结束，正是公务繁忙的时候。虾仁兄弟，进屋喝杯茶。嫂不用了，我看这院子里挺好，空气也好。稍后趁着女子去带孩子的时候，虾仁喊来谭磊，耳语了几句。是。虾仁兄弟，这。兄长忙大事的，嫂刚来青州府。我虽然不常居青州府城，但也算是青州府人，算是尽一尽地主之谊，帮兄长拾掇一下院子，是分内的事。大人，你府里来了不少人，好像和大人的夫人相熟，已经被迎进院了。我们没好上前询问。和我夫人相熟，元儿既然迎进院子里，应该是认识，那会是谁？大人，需要多带一些人吗？不用。兄长，原来是虾仁你。兄长唐突来访，叨扰了。哎，早就盼着你来了。元儿，你也不派人告诉我一声？哼，我倒是想喊你，可我一边带着孩子，身边没有属唤的人，总不能让虾仁兄弟去喊你吧？都是我的错，我尽快给你安排好伺候的仆人。虾仁兄弟来挺久了，还安排了人把院子收拾好，更打造了这些新奇的玩物，孩子都玩得忘记了我这的娘亲了。我让虾仁兄弟进屋，他也一直不进屋。虾仁，进屋喝杯茶，等下我们去隔壁酒楼好好喝一杯。兄长，我刚刚擅作主张，让人把酒水饭菜送到这里，想来也快到了。毕竟嫂夫人带着孩子出去一趟也不方便，不如就在家里吃，你看可好？对，是我疏忽了，还是虾仁想得周到。虾仁，这青州府的繁华你也看到了，是否想来青州府任职？兄长，青州府虽好，但我心里还是挂念青山县。现在青州府动荡刚刚结束，青山县万幸没有被波及，正是奋起直追其他县城，好好发展的时候。不如等青山县哪日在这青州府18县内取得一份拿得出手的政绩时，我再来向兄长求前途。若是那日不需要我开口了，那份政绩就是你最好的前途。其实我今日来见兄长，是有一事相求。是你和熊家的事？这怎么和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兄长慧眼，是熊家的事，小弟确实不知道该如何抉择，特意来听听兄长的意见。随后虾仁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给讲了一下，连红塘县也一并说了。既然来见张方平求助，有些事就没有打算再隐瞒。熊家这么做是正常的，毕竟你底子弱，这就是权力带来的利润不平等。我让你来青州府任职，也是这个原因。若是你今日在薛涛大人麾下，哪怕只是一个随从，那熊家给你的分利又会不一样。若是调到了青州府，或许就没有了这次和熊家合作之事。在青州府是居庙堂之高，很多事不得做，也不能做，也不方便做。倒也是，就连我想给家里一个好生活，也要顾及着各方。吴弟比我看得透，你既然有了自己的打算，我也不勉强你。青州府暂时而言，确实是一个漩涡，你若入了青州府，确实难有自由。倒是不如在下面认真做点实事，夯实了根基，以后的机会也会更大。兄长不认为我不知好歹就好？说熊家吧，我倒是没有想到，熊家这些日子疯狂往京城运的红糖，靠着你竟然运了这么多，连青州府动荡都没有停下，连熊家在青州府的连番布局也出于你之手。你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兄长，我冒昧问句僭越的话。在这里没有那么多规矩，你问便是，能说的我会说。这薛涛大人若和熊家对上，会有几成胜算？
这么说吧，熊家确实盘根错节，体系庞大，上攀朝廷，下出地方。熊家熊坤为大圣九边重镇西川重镇的总兵，熊家各个族人在朝廷、在地方上都有官职，特别是我们脚下所占的西川行省，更是熊家的大本营。寻常人若是得罪了熊家，那在整个西川将会寸步难行。我靠！熊家比想象的强大，自己还在熊家的大本营之中。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薛涛大人代表的是朝廷，代表的朝廷中枢。若不是怕动荡过甚，薛涛大人出任的就不是青州府的兵部司，而是西川行省的兵部司主官。另外，我透露你一个秘辛，薛涛大人虽是京官，但他同样出自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他的岳父是西川行省的都指挥使。薛涛大人的岳父既然是都指挥使，负责西川行省的军事，和西川重镇那位熊家老主无疑是旗鼓相当。另外，这个事一般人不知道，不过以后也不算什么大事，早晚会通报天下的。现在你自己知道就好。朝廷上已经逐渐认识到了一省三使不利于节制以及地方发展，已经定下意思，要在三使之上另外设置一个官员，这个官员会成为一省的最高官员，辖制三使。而这个官员的诞生，为了最大可能的尽快掌控整个行省，会从三使中诞生。薛涛大人来自京城，所以不管地方上还是朝廷上，都认为他的岳父都指挥使有望再进一步。你现在明白了为何薛涛大人虽然在青州府负责兵部司，却能令整个西川行省无人敢小觑了吧？这一不小心接触到了顶级圈子的核心。虾仁，熊家如此待你，我猜测或许他们以为你我关系仅限于表面，毕竟这年景，权力倾轧之下，别说结拜兄弟，就连亲兄弟也是一是一，二是二。不过虾仁你不争官，这在仕途上极其少见，是我佩服你的地方。另外你在差役大考的学识更令我刮目相看，特别是初次见面时，我此刻依然记忆犹新，恍若昨日。你说报国无门，唯有奋力一搏，让我看到了当初的自己。最令我自愧不如的是你的志向，保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服务一方百姓，这是何等之坚定而真切的志向啊！我是薛涛大人的知己好友，你虾仁就是我张方平的知音。我选择了登庙堂之高，从上而下施展抱负。虾仁你比我勇敢，选择了底层，会比我更艰辛、更难、更不容易。在你危难之际，我又岂会不扶你一把，送你一程，护你一次？平行武出身的熊家，又岂会明白你我之间的关系？嘿，兄长，我其实没有那么高洁。我明白，你养了不少女人，还赚了不少银子，这又如何？人呐，谁没有一点自己的爱好？但打退天河县乱民和山匪，你是确实做到了吧？而青州府唯有你许下人所在的青山县，独享安定，乡下秋粮征税本就极难，你完成了。我们只看大方向，并不计较一些个人爱好。何况男人嘛，爱美人和银子，那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若是你连这些爱好都没有，说实话，我和薛涛大人还真不敢用你，因为那样的你太过完美了。完美的人必有妖。兄长抬爱了。虾仁，你是有主见的人，上层的事你也知晓了，说说你的最终想法吧。哪怕兄长不点出上层的关系，我一开始的打算也是把洪塘县交给兵部司。我出自兵部司，现在战事纷繁，内部不宁，青州府更是百废待兴，我应该做点事的。你呀，果然不需要我帮你谋前程，就凭洪塘县就是一大功劳。你说的没有错，现在的青州府确实缺银子，那就好。这一块上我可以代为做主，洪塘县上的总利润分你一成利。这一成的意思你懂什么吗？明白，我免费供应洪塘，上面卖完了分我一成利。接下来几日空闲的时间，虾仁时常过来兄长家蹭饭，顺便带带娃。不管什么时候，加深关系除了利润之外，就是亲情。方平，弟妹过来几日了，我还分给你这么多政务，弟妹没有抱怨吧？元儿她起初还抱怨，不过这几日有时候晌午我回去都见不到人，玩得可开心了。哦，弟妹在青州府里还有熟人？我那结拜兄弟来了，帮我把家里安顿好，花了不少银子。忙完我家里之后，又经常带着我那小儿一起玩，搞得这几日孩子都有些不认我了。既然是你义弟给你花的银子，你就受之吧。跟着我，你也清贫太多了，换成其他人早就腰缠万贯了。我志不在金银，唯一亏欠的就是妻儿。现在妻儿过得好一些，我就满足了。那许虾仁主动上交洪塘县，挺好。接下来就由你和各方谈吧。另外，他一个差役身份掺和洪塘县是有些弱了，再给他一个职位吧。差役也是兵，不如就给他一个守备军千总的身份，负责青山县的安稳，包括洪塘县在内。
城内和城外一肩挑，你对他用心良苦。不过他原本就是前线归来，入行伍也不过分。也好，毕竟洪塘县是未来一段时日我兵部司的裁员之一，就调原青山县守备军千总离开，由许下人兼任吧。嘿嘿，好家伙，这还是专供。差爷，小人就送你到这里了。三位大人好雅致，这么好的地方，看得我都想常住于此，不想回青山县那穷困之地了。许虾仁，你竟然来青州府了！见过顾大人。虾仁，来喝茶。说来我要好好感谢你，若不是你，我怕就没有闲心在这里饮茶了。大人的茶真好茶。虾仁，来青州府是公干。我特意来看望三位大人的，好让大人们放心。青山县一切如常，平稳中有发展。大人们若是不急，可以在府城多休养几日。好家伙，我们俩是被你强行弄到青州府的，这才逗留10多日，你就这么不想让我们回去了？怕也待不了多久了。青州府局势稳定了，我等是要一一回去了。顾兄，大概何日回青山县？不知道的，是赏是罚，青州府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章程，只能在这里慢慢等了。顾兄肯定是受赏之列。托了你们的福，不过青山县不可没有主官，你们是打算何时回去？我不急，这里挺好。这是不想让自己独享这次的赏赐啊！来兵部司听后训诫，最后落了一个不痛不痒的，让自己注意团结。说明了啥？就是让自己不要和许下人闹别扭了。那好啊，刚好不回去了，待在青州府冷赏多好。虾仁离开了院落后，琢磨着顾忠明的话。这老阴逼诓我啊！看来是一时半会回不去的。别人垂头丧气，他还有心思喝茶；别人是等着挨罚，他是等着奖励的吧？虾仁兄，刚刚张大人府里下人来传话，让你去一趟。多长时间了？刚刚不久，你再不回来，我就打算去找你了。行。等到了后，就看到张方平在院子里在逗弄孩子玩的。那孩子看到虾仁后，就两手扒拉的挣扎着从张方平怀里跑出去，朝着虾仁过来。和我一点也不亲了。孩子还小，等长大了就知道，兄长忙碌无暇顾家，是舍小家顾大家，更值得尊敬。我只是做的分内之事，别把我抬得那么高。兼任青山县守备军千总，好家伙，先不说官职大小，但论手里的实权，哪怕顾忠明、陈大雷和邢明三位主官回去，这青山县自己也是横着走啊。是不是很吃惊？确实挺吃惊，这是让我在青山县一家独大，朝廷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你觉得朝廷指的是谁？我们代表的就是朝廷，你只需要对我们负责即可。兄长放心，家人一定不负所托。现在兵部司缺银子，只有足够的银子才能支撑薛涛大人对于未来兵部司的规划，所以洪塘县一定要维持好。兄长放心。行了，青州府的事忙完就早点回去。吃过晌午饭，虾仁就带着人离城了，一直到了夜深之后，才是回到青山县。哦，妈呀！我在外面冲一下就行了，这么晚不用烧水了。老爷，你这大腿内侧怎么有些淤青？骑马太久了。爷，你腿受伤了，不如晚上就让奴家掏力吧。嘿嘿，我骑了一个白天的马，怎么晚上你也想体验体验了？老爷，早饭做好了，以后请个人来烧饭。老爷，是嫌我做的饭难以入口吗？挺好吃的，我是怕你太累了。哟，那就好。其实我不累的，还是我来做饭吧，花银子雇人太浪费了，可好？现在局势安定了下来，你抽空带着灵儿去见见那王虎吧。我见不见无妨，倒是要让灵儿见见。到时候我会安排人在衙门等你们，报上我的名字即可。稍后虾仁就直接去了守备军大营，大多数守备军也都认识许虾仁，看到他来了后，有一个兵士急忙上了前。许差役，今日千总大人带着他的嫡系已经离开了，这里只剩下兄弟们30多人，说是新的守备军千总，很快就会到任。青山县守备军满员是多少人？额定满员，最高是300人，不过一般都是200人左右。见过许千总，招呼人集合。是。
等虾仁来到了守备军大营内，此刻仅剩下的30多个兵士已经聚集到位，望向虾仁的目光透着兴奋之色。他们自然希望新上任的守备军千总是青山县人，更是一个豪爽大方的人。大家也都不算陌生人，我就直说了，我会兼任青山县守备军千总一职。从今日起，我只有一个条件，服从命令。许千总放心，兄弟们服你，你说杀谁，我等就杀谁。我等兄弟们虽是守备军兵士，大部分时间是负责守护城门，但我等同样是大圣军人。兵者，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我等有死的觉悟。不错，我等不惧死。大家从当兵那日起，就有为国尽忠、保家卫国的决心。许千总，城外的变化我们看在眼里，我们跟着你干。军饷多少？禀告许千总，朝廷给我们的军饷每月1两银子，但每个月到手多数只有300-400文，其余一切所需都需要自己花银子购买。军营里规矩多，稍有违规，省了体罚，却依罚银为主。到了月底，多数同僚都要借钱为生。从今日起，兵士俸禄每月1两，会全额发放。若是做得好，月底还有奖励，取消一切罚银。当然，做错了事，轻则体罚，重则拔掉兵符。属下叩谢许千总。把总、管队、伍长何在？属下蔡大庆是伍长。属下韩达是伍长。从今日起，蔡大庆为把总，韩达为管队。遵命。蔡大庆这些人你熟悉，从今日起，把总领50人，管队领25人，伍长领5人。稍后兵员我会添加到位。遵命。从今日起，城门把守，日常巡逻，防御一切照旧，但不可克扣和盘剥进出城的民众。是。等回到衙门后，虾仁着手写了一份书信，立即安排人送往城外青山村，开始安排人进城入守备军和衙门的事，并且讲了一下自己兼任守备军千总的事。虾仁兄，我已经送赵梅母女去了大牢。让他们去见王虎最后一面吧。虾仁兄，要不要去听一听？毕竟那王虎的身份不一样，以防临死之前对你会有什么抱怨。我倒不是担心赵梅母女会背叛虾仁兄，但他们毕竟是女优之辈，就怕王虎耍心机让他们做什么事，而他们以为只是一件寻常小事，却无心酿成大错了。去听听吧。你觉得我坏吗？虾仁兄，舍己为人，甘愿冒大风险把赵梅母女留在身边，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一点都不坏。谁敢说虾仁兄的坏话，我谭磊第一个不答应。我手里的军刀也绝不答应。你这么说，我也觉得自己是在做大善事，可惜王虎这厮估计是不能理解我的一片真心。赵梅、灵儿，看着你们生活好，我就放心了。灵儿是我王家的骨血，你一定要照顾好她。当年都是我的错，不该刻薄了你们娘俩。这王虎还算有良心。眼睛不好使了，灵儿都长成大姑娘了吧？过来让为父好好看看，我怕是看不到你出嫁，看不到你有自己孩子的那日了。王虎岂是儿女情长的人？若是有良心，也不会置妻女多年都不顾。一个将死之人，更不会如此平静的忏悔。不好！爹，哦妈呀！王虎，她是你的女儿啊？女儿？我没有这个孽种女儿。赵梅，我起初还有些怀疑你的男人是谁，现在我知道答案了。许下人，放了我！从今日起，我离开青山县。赵梅，我送给你，还有我手里这个小贱人，一并给了你，不然我就杀了他。王虎，那是你的女儿，你放了她，换我。女儿？和我的命相比，又算什么？王虎，你连女儿都敢杀，这样冷酷无情的人，你觉得我会放了你，让你来日找我报仇？你的意思，我死定了。赵梅，看来你的情郎不在乎我们的女儿。我王虎一生有过不少女人，但在这里的1个多月，我唯独忘不了你的味道。你现在脱光衣裳，让我好好看看，我看高兴，看开心了，或许可以考虑放过我们的女儿。我不脱。我打电话喊几个兄弟过来帮忙。谭兄，换手机了。是呀，最近我发现转站上的2手手机还挺划算的。我这华为 Mate 40 Pro 只要2400，比新机便宜了4000多。而且我帮你们研究过了，转站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质检，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上面 M1 芯片的苹果本也只要3500，真心推荐，买靠谱的2手就上转转。继续拖。
可脱光，裙子给我扔过来！我不但要活着离开，还要让许家人尝到被羞辱的滋味，是何等的难受！去看看灵儿吧。赵梅才是缓过神来，急忙跑了过去。等发现女儿只是晕过去，才是稍稍松了一口气。把尸体处理了，多陪陪她吧。爷，我都过去了。这次让你们去见王虎，也是我提议的。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和你们无关。我已经为女儿死过一次，余生不管你是否会一直要我只想尽力的伺候好你。在我还算称得上最美的年华里，我这么一个笨女人，只想为你倾其所有。以后3日吃一次肉，3日一次肉，这会不会太勤了？哪怕是前线也是7日一次肉。不管是前线还是后方，你们都是大圣军人，现在待遇给的够，一旦危险来临，你们也要顶上。在前线那里有数万、数十万的友军互为必助，青山县守备军最多也就200-300人，你们的担子要自己扛，吃好点是应该的。大人一声命令下，哪怕是刀山火海，我蔡大庆以及身边的兄弟们敢皱半点眉头，就不是爹娘生的。走去训练场，以后先跑步，学会了跑，才能更好的杀敌。一往无前的冲锋，靠的就是2条腿跑出来的气势。我需要能跑又能站的人。许千总，我明白了。真明白了。反正你说啥，我们照办就对了。人应该来了。谢安人，千总大人。大彪叔、二叔，乡亲们都到齐了。来了165人，你来选选。若是各方面能力跟不上，让他们回去再换一批，不能给你丢人了。这是三爷的原话。刚好来一个比试。此刻训练场里原先的30多个兵士也都停下了训练，齐齐看向过来的这100多人，他们心底明白，这是许千总在外面的乡亲们，更是即将加入守备军的人。职权之后，前5名先到的，第1名奖励5两银子，第2名奖励4两银子，以此类推。当然，最后5名跑到的，就罚他们打扫茅房。大彪叔、二叔，你们就别参加了。怎么是看我们老了？我相信你们的实力，他们的实力，别说是和眼前的人比，哪怕放到偌大的大圣，能比他们更快的人也没有多少吧。开始。一道道身影开始往前冲，这一刻他们没有什么技巧，没有什么方法，就是卯足劲的往前冲。2位叔叔感觉如何？村子里的小伙子还是有些弱。跟着我山里的小家伙们跑这种平地，还是这般速度，是有些慢了。看来这些日子在山外生活，一个个都懈怠了，连我的狗都看不下去了。大彪叔给他们一点压力。亲，老伙计，去。家人，大彪的速度够快吧？彪小时候速度就是我们之中最快的。当初村里老人还说大彪会是最好的猎人，却不曾想四爷带着他一起进山了。在山里要比狼群更抱团，比老虎都凶，才能活。我能看出大彪叔的速度很快，更看出了大彪叔这么快速度下受的苦、遭的罪、担的责。等许大彪先一步跑完10圈，先听信步班走过终点时，余下的人才是气喘吁吁的一个个赶过来。奖励我就不要了。前5名，其中4名是跟随许大彪从山里出来的村民，余下1名是常年生活在青山村的，倒是难得。那些守备军老兵们没有一个获奖。这样的比试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奖励不变，奖一雪前耻。想要银子的，有的是时间练，不过练最好动点脑子，仔细琢磨琢磨。大彪叔、二叔这批选的人都不错，都留下吧。三爷知道你拿了守备军千总一职，高兴得合不拢嘴。接到你的信后，就急忙开始选人了。乡下的小伙子们一个个也是憋足了劲，都想进城跟着你干。是啊，好像做梦一样，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乡下人还能当差役，还能当这青山县守备军千总。现在局势越来越好了，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趁着我手里握着守备军，利用这个便利，尽可能的轮岗练兵，接受大圣军方最正规的训练，也能多摸摸军械。回头我去青州府请来一些老兵，好好培训一下他们。轮岗练兵，
青山县守备军满额300人，守备军原有的兵士37人，加上你们来的这165人，202人，你们2个是没必要长期待在这里的，也就刚好200人。这样的话，每个阶段派100新人过来，多出来的100人回乡把学到的传下去，不求乡下人都懂什么兵法，但拳脚功夫、训练章程这些书本之外的东西，若是都能熟练，对于李甲制的推进和贯彻也有帮助。须知最有效率、最能凝聚力量，就是用军队的方法来行事办事。虾仁这是未雨绸缪，两县交界处一战，我们的不足也确实暴露了不少。若能稍加训练，再加上城外村民的血勇，战死的人数肯定会大大的减少，这是好事。我相信三爷和乡亲们都会支持的。我听虾仁的。虾仁回到衙门里，写了一份介绍自己掌控守备军发现的问题以及需要一些老兵的书信。过去是通过熊掌柜送去兵部司，想了想，还是交代谭磊带着人亲自去一趟青州府吧。稍后虾仁去了一趟北区，自从上次和方远山以及郝军谈过对北区的改造之后，他们就一直扑在北区。虾仁兄，方兄感觉如何？苦是苦了点，但感觉很充实。过去只是巡逻或是收取规费以及办案，很少去搞这些建设。但自从听了你上次说的，我忽然发现了，其实基础打好了，规费以后能收的更多，日子好了，犯罪者也能少不少，这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还能获得民众的支持。这些拆了重新建，只靠北区的规费收入够填窟窿吗？怕是远远不够，我们打算自己填补一些。方兄有困难怎么不和我说？是虾仁兄，前些日子你去了青州府，而且你的事比我的事重要，何况这牵涉银子的事，这毕竟不是10两8两，也不好开口。从我把北区女子送去乡下联姻，从你们再次执掌北区的差事，这北区就和我脱不了关系。既然你已经开始干了，那就断然没有半途而废之举。不过仅仅靠你们的银子是杯水车薪，是不是这么做的？估计其他片区的差役都等着看你的笑话的。虾仁兄是不是觉得我很蠢笨？你们不笨，反而是大善人，竟然想靠自己的俸禄帮北区搞建设。不过这个方法不太可取。和熊家关系交恶，正愁着要怎么给城外村民搞点什么营生。最好的方法就是短期内能看到好处，那就只有做买卖最是快速。虾仁兄，虾仁兄，是否有好的办法了？城外烧制砖瓦的村子越来越多，我给你批20万块青砖，拿未来北区的规费来抵。这北区靠近庙市，庙市是县城里最繁华的区域，你们从北区菜市一直到庙市接壤区域，全部用青砖铺路，把地面先给做好，如此才能让庙市的人有机会进入北区。不错，东南西北4个片区都和庙市接壤，其他3个片区都沾了庙市的好，发展都不错。唯独北区这边多泥泞、灰尘，街道上脏乱差，加上北区有的，别的片区都有，以至于北区成了北区民众的北区，其他片区的人很少来。北区也有它的优势。优势在哪里？北区菜市可是明里暗里支撑着大半个县城的吃市，看似赌方青楼来银子很快，其实来银子最快的还是吃市，吃不饱什么事都拎不动。路铺好了，菜市周边建设2层楼的酒楼和货行，按照庙市的规格来建，争取比庙市更好。这些新建的酒楼和货行只租不卖，凡租赁者可免规费，吃市等方面供应上优先为租赁者提供最新鲜的，这些可落于纸上，签署文书，主打一个来了就能做生意赚银子，货源就近供应，加上北区用人成本低，租金抵规费，他们想的担心的都全部给解决了。再加上一个前提，必须招募一定比例的北区民众劳作。虾仁兄，这个方法好，只是街道2侧建设酒楼和货行，这动作不小。原本我们只是打算建一些简易棚房，给那些摆摊的小贩，现在要按照庙市的规格来建。以北区现在的情况，这些街道2侧的原房主，怕是也盖不起2层的酒楼和货行。把他们的地契全部买了，我们自己建。买了自己建。菜市周边都买下来，价格可以给高一些，当然不可强迫，不愿意出售的也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建房。买下来土地后，建房的砖瓦和人工支出我安排人接手，收租的银子里拿出一部分当规费，余下的银子给你们2人1成。这片区域足足500多亩地，是北区核心所在，哪怕这边地价便宜，也要花不少银子。怎么2位是不愿意？我自然是愿意，刚刚只是北京到了，
没有想到虾仁兄会有这么大的手笔。虾仁兄，你这大手一挥，这才是周边对于北区而言，就如同庙市对于整个青山县城而言，就这么被你给买下来了，未免有些过于害人了。这银子是方府出，砖瓦和人工费城外可以承担，用不了太多银子，也就周边的地契就靠你们和方府来办了。虾仁兄放心，我们会配合好方府。方府果然豪爽，这银子我们直接找方府要。找他要吧，早点把所有地契都拿到手，到时候临街房子给我留下1/5，我要留给城外的村民，是时候给他们一个长久的营生了。第二天，谭磊就从青州府回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3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往那里一站，给人的感觉就非寻常人。虾仁兄，这3位都是前线征战10年未死的老兵，退伍后被兵部司吸纳，负责培训青州府兵部司内部各级将领和兵士的教头。前面2位擅长拳脚功夫以及刀枪马术，最后那位是斥候，寻常勘察地形、测绘地图、侦察敌人数量以及厮杀等都不在话下。最为引以为傲的一次战绩是，在敌营潜伏5年，反而成为了负责对方斥候的首领。我这个结拜义兄对自己真是没话说，辛苦3位了。我们在这里只待7日，会尽其所能传授，能学到多少看你们的本事。我带3位去见见接下来你们要训练的兵。许千总。原来虾仁兄兼任了守备军千总，青州府一行还真是收获匪浅。我为大家请来了3位教头，只有7日的时间，能学到多少就看你们的本事。这7日有可能会决定你们以后的路能走多远。是。3位接下来怎么操练我不管，我希望你们完全按照大圣军方的规程来操练他们，哪怕出现死伤也是他们的命。你确定完全按照大圣军方的规程？我相信他们。好，若是他们能坚持3日，还能有70%参与训练，我可以做主，多待3日，全力培养他们。3位辛苦了。哎，无功不受禄，盼到时候的成效吧。只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心疼了。虾仁兄，你放心，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无妨，消息瞒不住，早晚所有人都会知道。把这些银票送到方府，另外安排几个差役替换守备军的兵士，暂时去守城门，之后你就直接回家休息吧。是。虾仁兄，有一份朝廷的命令，不过3位主官都不在，没人敢打开，就放你这里了。把其他几个班房为首的差役都喊来。虾仁兄，不如派人送到青州府。我觉得也是。3位有什么意见？我们听虾仁兄的。那就送达青州府吧。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外面进来了一个差役，递过来一份来自青州府的书信。3位主官来信了，内容很简单，他们不在，一切大小事宜以我的意见为准，还说这几日朝廷会有命令传达。打开吧。文书内容很简单：第一，赦免青州府所有乱民的罪责，准许其回归家园；第二，朝廷为鼓励青州府恢复，有个县自己决定，可赦免罪犯、逃遁山里的村民等，回归农耕；第三，扩大差役数量，适量加入乡级；第四，各县差役择优者在7日内前往青州府，接受为期1个月的学习，每个县至少出5人。上次青州府领赏，大家都争先恐后，这次怎么意愿不强了？虾仁兄有所不知，像这样的学习之前也曾有过，学得好是有奖励，但奖励不大；而学得不好却也有惩罚。大家坐在了这个位置上，都是要面子的。这次和之前不太一样，这次或许是好事呢。3位主官肯定也想念他们的亲信了，算上你们3个吧。是。那行，我来带队，谭磊、胡俊和张天，加上楚中天、侯龙和赵耀，我们青山县去7个人，算是响应朝廷号召。过几日就要走了，虾仁在衙门没有多待，直接骑着马出了城。3爷，虾仁，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下次还是要注意一些安全。过几日要去青州府1个月，就留下身边的人和家里人相聚了。调你去青州府，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不算坏事。那就好，乡下你放心，有我们在的。这次回乡也是要告知大家一声，朝廷已经明文赦免了进山的人，让大家安心。另外就是要把天河县那5000多人放回去。第一件是好事，大家一定很开心。第二件就这么把人给放了。放是肯定要放，天河县和青山县毗邻，不可能杀了，到时候就是世世代代的仇，对我们也没有好处。现在让他们依功赎罪，到时候再让天河县给予一些补偿吧。
你来办吧。不过其中还有一些山匪，就没必要放了，就让他们在青山县好好劳作吧。稍后，虾仁和徐老三又聊了聊城内北区的安排。虾仁，此事当真？自然是真的。五大村那边去城内贩菜的人应该知晓一些，北区菜市周边都在搞大拆的，接下来就是大建。好啊，好，我们村子里人终于能在城里有一席之地，还是沿街的店铺，这简直是太好了。有了这些店铺，村子里就能直接出售吃食等货品，立即进行变现，以后村子的变化也能一日一个样看得见，不愁其他人其他村不卯足劲的努力。不过我们毕竟是乡级，按照大胜律例是不能拥有店铺做生意的。没事，到时候出一个人改个户籍不算大问题，这种事很常见，只要不是强买强卖以次充好，完全不是农耕就问题不大。好啊，虾仁，你帮了大忙了，这笔发银子到他们手里，还要令他们高兴的。我过几天去荆州府了，这件事就由二叔来操持吧。城内北区的地契已经全部到手，接下来就是建房了。到时候运送乡下的砖瓦去城内，安排人手直接去建房。好，广志还是靠谱的。还以为你不会这么早回来。大彪叔和二叔他们送东西回来是怎么处理的？2种分给了一些给5大村，倒是纺车给了赵婉儿1个。他白天要去土窑造坊，晚上难道还用那纺车？怎么心疼了？以你现在的身份和地位，若是心疼，那入坊里倒是无妨。不过你要明媒正娶那赵婉儿，我估摸着老村长都不会答应的。现在谁敢影响你的前途？村子里的老人们肯定是不答应的。少试探我，哪怕你现在挂着我妻子的名头又如何？你我心里明白，在我这里，你不过是陪睡好大嫂，而我的身份是你们方家以及你能够在外面风光荣耀的资本。兄长，这么早有什么事情吗？进来吧。知道兄长回来了，我有个事想和你说。有什么事？前几日兄长送回来的纺车，我用了几日，感觉稍作改动应该能提高纺线的速度，却又不敢擅自改动，想请兄长去看看。切，你一个乡下女子还能对纺车进行改动，骗谁呢？兄长，应该是我搞错了，我就先走了。我陪你一起看看。兄长，你最近是不是太忙了？更新这么慢？放心，我为了加快更新，特意换了新电脑，好用多了。旧的联想拯救者，我放转转上回收了2400多，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游戏机、相机啥的，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价格满意现场打钱，特别靠谱。总之听我的，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你说说看，怎么改进？赵婉儿急忙讲解几个关键点，果然提及了和脚踏相关的信息，但他说的多少还有些复杂。虾仁见状，就直接把印象里的脚踏纺车粗略模样说了一下。兄长真厉害，你说的这个改动比我那个要更好。这纺车你之前用过？县城里有织布坊，里面有不少纺车，做1日可以赚10文钱。我没有来青山村之前，曾经和娘家几个邻居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赶上官府送亲才是作罢。你会的东西还挺多，这纺车是我从青州府买来的，当下最新的，应该比县城里的织布坊用的纺车好得多。不过若是按照刚刚提及的改进方法，最起码在周边县城里会领先的更多。兄长，若是青州府买的最新的纺车，那还是不要改动了吧。无妨，没有几个钱的事，你不信自己，难道还不信我吗？那我试一试。赵婉儿看虾仁答应，既是紧张又是期待，就是从旁边灶房里拎出来一个斧头，找到一些木料，打算做脚踏板和曲柄以及绳轮。我来吧。很快虾仁就把需要的部件制成了，不过还算有些粗糙，等真正改进的时候，还是要用真正的匠人来做。兄长，速度比之前手摇的足足快了3倍，我感觉如果熟练了，可以更快。你这次帮了村子里一个大忙，有了这样的纺车，以后纺线就能快上不少。对了，你既然在织布坊待过，会使用织布机吗？会一点，不过这纺车多数是兄长的功劳，婉儿可不敢居功。功劳一半一半吧。我在乡下也没有见过世面，若不是兄长给的建议中肯，估计这纺车也做不出来。想不想去见世面？去县城吗？是去县城的织布坊吗？兄长现在在县城当差，应该能进织布坊，如果能多学点，倒是挺好。是去青州府，县城里的织布坊不看也罢。青州府太远了吧？会不会耽误兄长的事？可我自己也不敢去。嘿嘿，
我刚好要去青州府办事，你若是想去，到时候就跟着我一起。这件事要是做成，乡下就能自己纺线织布了，不但人人都能穿到便宜的衣裳，还能放到县城去卖。过不久，县城里就会有属于我们村子里的店铺。若是兄长觉得我能帮上忙，我就去。你别去土窑了，好好熟练一下这纺车，以后其他人还要你来教，别忘记吃早饭。兄长，他是什么意思？虾仁来到土窑后，简单和三爷讲了一下纺车的事。好啊，婉儿这丫头，我从早就看出了很聪明，没有想到她竟然还有这手艺。这样，我立即安排木匠和铁匠听她的安排，好好的改进一下。我打算过几日去青州府的时候，带着他一起把织布机也购买一批。只是纺车还是会受制于人，一旦纺车和织布机都有了，就能直接卖成品布了。行，是的，眼瞅着不愁了，是要把衣裳穿上。稍后，虾仁瞅着机会，招了招手，把春儿姐喊了过来，直接把准备的首饰给了她，还连同娟儿姐和菊儿姐的一并给了。许家大哥，我喜欢的紧，我想报答你了。这几日事情有些多。许家大哥，我看你一大早去婉儿妹子的家里，是有什么好事吗？不是你想的那样。若是有，我也心里欢喜；若不是婉儿妹子，我也没有机会认识许家大哥的。何况婉儿妹子是好女子，一日日的芳华消逝，没个男人也不是事。许家大哥，不如你收了她，凶手弟媳也不是什么大事，其他村也有过的，这样我心里对她也没有愧疚了，不然老是背着她，挺别扭的。这话你和我说说就算了，不要对外说。我晓得，我又不傻，那我先去忙了。过了晌午，虾仁就直接返回了县城里，然后就派人通知了天河县那边来谈领人的事。天河县那边直接派来了一个差役负责谈判，姓姚，叫姚森，方远山和郝军也都和他相熟。姚兄，你归兵部司直属，虾仁兄的名头你多少应该听说过吧？来的时候特意打听了一下，不知道是真是假。据说你们县城和县尉两位大人都是因为他被调去了青州府去兵部司听候训诫，他该不会是你们青山县的暗卫吧？看来这位虾仁兄不但是暗卫，且在兵部司也备受重用。方远山见目的达到，没再多说，点到即可。这样接下来的谈判就能顺利了。谈判持续了1日，最后从天河县那边要了5家店铺，分别是天河县县城中心庙市区域和东西南北4个片区各1家。事情谈妥之后，虾仁在聚贤楼设宴。虾仁兄，这次去青州府学习，还要多仰仗你。大家一起进步。对于这次的学习，我也只是一个新人。新人老人都是一回事，上面认可你，你就飞黄腾达，要不然熬死了也别想有机会挪一下屁股。天天守着那1亩3分地，实在是没意思。不瞒虾仁兄，这次安排我来青山县要人，可不算什么美差，不给银子，不给物资，我拿什么来要人？还好虾仁兄没有为难我，以后会好的。这姚森当年和我一样，也算是兢兢业业，还好我遇到了虾仁兄。我看他像是想投靠虾仁兄的意思。虾仁兄要了天河县5家店铺，若是有他帮忙照应，那就更安全了。只是照应5家店铺，我没必要找任何人。想投靠，还要看能付出什么。回到城内家后，赵梅和王灵儿已经准备好了晚饭。王灵儿状态好了些许，从王虎的事上渐渐走了出来。我过几日要去青州府1个月，家里若是有什么事，可以去衙门找方远山和郝军2位差役。老爷要去1个月那么久，那身边总要需要照顾的人吧？不如我跟着你去伺候。你留在家照顾灵儿吧。再说我去青州府是办公事。弄醒你了，我只是想让你舒服点，心情好多了。想开了，我有娘，也有老爷你的，其他事也不愿多想。何况老爷肯定不喜我日日愁眉苦脸的样子，实际上心里还是有些涩涩的难受。但是躺在老爷身边，忽然就感觉充实了。想到老爷要离开1个月，我心底也空虚得很，像是一下子被抽离的感觉。